我们老公需要继承人。女孩一口气给他生了3个。完成任务后，她高冷独美，孩子不管老公不爱，主打的就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做个高冷独美小闺女。直到有一天，女孩觉醒了炮灰女配的记忆，在不久的将来，心机女主会住进她家，用尽手段嫁给她老公，两人恩爱生下女宝宝。女孩的3个儿子也成了妹妹的舔狗，一家人其乐融融，而女孩却一步步堕落，最后被混混糟蹋致死。这怎么能行？我堂堂千金大小姐，从小到大可从未受过半点委屈。女孩气呼呼的直奔老公公司，公司大堂的前台和保安都认识女孩，毕竟之前她也来过几次，都是跟盛旺吵架来的。2位前台不敢拦女孩，一个过去帮她刷卡按电梯，另一个通知了盛旺的助理江特助，夫人来了。刚上去，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刚出电梯，女孩就看到江特助站在那，一副怕她直接进去开骂影响会议的样子，拦着女孩往接待室带。夫人，总裁在里面视频会议快结束了，您在这坐一会，我给您泡杯茶好吗？女孩点了点头，等了差不多10多分钟左右，会议刚结束，江天就凑过去跟盛旺说，夫人来了，在接待室。盛旺拿着签字笔的手一顿，眉毛不觉轻轻拧起，抬手扶了扶额，叫她进来吧。女孩推门进去，盛旺听到声音也抬起头，2个人目光一顿，愣了一会，好像都在等着对方开口。很忙吗？我有事跟你说。然后在盛旺的注视下，坐到沙发上翘起腿，一副等着盛旺过来的样子。盛旺沉默1秒，起身走到女孩对面的单人沙发里。女孩看向这个自己的老公，一副高冷帅哥样，说的好听就是高冷，说的不好听就是一个死人脸。你觉得你儿子很优秀了吗？还是你觉得你找的家教很优秀？盛旺皱眉，什么意思？女孩冷漠脸直接说，我不同意他们3个在家学习，小朋友就该有小朋友的样子。如果他们真的很优秀，觉得该学的都学会，那就去上小学，外面有的是让他们学习的地方。至于你找的女家教，以前1周几节课外学习就可以了，现在怎么回事？这家教本事怕是不少，都住家里，盛家小少爷都不用上学了，1对3教学全方面发展啊。说到后面，女孩直接阴阳怪气起来。盛旺看着疯狂输出的女孩，沉默了一会开口，家教是李管家他们找的，然后又疑惑地问，家教有什么问题吗？女孩直直看着他，我不同意，你晚上回去跟你几个儿子说，学完了学会了也要去上学，直到幼儿园毕业。至于家教，我不希望住家里，他跟之前一样，每周来给孩子上课就可以，不然就换一个。本来盛旺还想说啥，但是看着女孩的眼睛，不自觉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女孩突然间关心这件事情，但是为了避免生气吵架，还是尽量依着她吧，也不是什么大事，你找我来就是这件事情吗？我刚想说要不然呢，就听到小易的声音，主人，趁这个机会，您要让男主对你有好感，慢慢喜欢上你，打开并且产生爱心值。女孩沉默了一会，看时间快到中午饭点，便开口问道，到饭点了，要不要一起去吃饭？盛旺停顿了一下，你先坐一下，等我10分钟，然后就坐在总裁椅上，处理刚刚还没结束的事情。女孩则坐在沙发上玩了会手机，主要是在跟小易聊天。主人，感觉男主对你还挺好说话，还行吧？我觉得我跟盛旺脾气都不怎么好，我们之前经常吵架，但是都是我单方面跟他吵，主要怪盛旺，一天打不出一个屁。2个人在一起，我不说话，2人就可以一天1个字都没交流。想到这里，女孩不自觉地撅了一下子，虽然动作很小，但还是被盛旺瞄到了，怪好看的。心想女孩要不耐烦了，拿起旁边的衣服开口，走吧。女孩反应过来，跟着他出去，2个人郎才女貌的一同进出公司大楼，实属罕见。盛旺带着女孩去了一家经常去的私房菜，2人进了一个包间。你经常来这？盛旺点了点头，一般中午江天都会打包这家外卖，看样子这家很好吃了。盛旺也点了点头，还可以。2人安安静静吃完饭，盛旺回去上班，女孩则去逛了逛，差不多4、5点累了就打包回府。这刚进家门口，就看到温以凡温温柔柔的一手牵一个小朋友，嘻嘻哈哈要下楼的样子。看到刚进门的女孩，3个人一下进了声，这画面感情对方才是这家女主人，而我倒像个上门拜访的客人。想到这女孩面无表情，头微扬，漫步端庄的走向沙发，随手把包包放在一旁，翘起2郎腿，一副大小姐做派。温以凡笑容僵在脸上，愣了一会，又恢复了笑容，带着2孩子下来，笑着给女孩打了个招呼，孟小姐，我带小韩跟星星去后花园休息会。说完便要拉着走了。等等，我正好有事要说。女孩端起茶抿了一口，看了眼他还牵着盛寒跟盛星的手，嘴角向右勾起，很有讽刺的感觉。这里管家招聘的真是一个人才，找了一个钢琴老师，却做着保姆的工作，真是身兼数职呀！不知道这工资是多少钱1个月呢？这么拼！李管家在一旁刚要开口说话，被温以凡抢了先。不是的，孟小姐，给小韩跟星星教课是我的本职，他们很喜欢我，课后其他时间都是我自愿陪着他们的。女孩眼神冷冷地瞥了一眼温以凡，看向李管家。李管家快步上前跟他说明，温老师是通过网上招聘的钢琴老师，主要辅导大少爷和3少爷，2少爷不喜欢有人打扰，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画画。每周1、3、5晚上5点到7点的时间，工资是2万1个月，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工作。女孩点了点头，安排的很合理。不过这2天我怎么看到温老师一直都在我家没离开过。温以凡睫毛颤了颤，3位小朋友很乖很聪明，幼儿园里的知识都学会了，课后的钢琴课也很认真在学。可能是星星觉得想多学习一点，就跟盛先生说了，盛先生就让我在这住下了，好辅导他们。说着还不忘笑着摸摸盛星的头。盛星盛寒这会根本不敢说话，直愣在那里，懵懵的。女孩心里冷哼一声，这话说的滴水不漏啊，牺牲这么大吗？那盛旺是加了多少工资呢？温以凡回道，我很喜欢3个小朋友，自愿留下来的，而且盛先生给的工资已经很高了，除了课外的其他时间都是我愿意的。闻言，女孩直接拍起了手，说得好，但是我们家好像不缺免费保姆吧？李管家你说呢？女孩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李管家看着这眼前的一幕，怎么会反应不过来？夫人不喜欢温老师，看起来有一场仗要打。李管家回过神，是的夫人。温以凡还要说话，被女孩抢先了一步，你们俩过来。小孩子也会察言观色，现在看着知道妈妈心情好像不是很好。2小孩站着不为所动，2个人面面相觑，平时很难见到妈妈，之前去找她也会被赶出来，一点也不亲近他们，还很凶。女孩看着一个个表情，给人感觉她是在欺负他们3母子似的。看来确实生了3个聪明绝顶的儿子。
子。不过你小孩子是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的，要去上幼儿园，就算是学完了也要去。这个时候盛兴忍不住出声了，嘴巴撅撅，爸爸说可以不用去。女孩并不理会，从明天开始你们3个都要上学，至于温老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家暂时不需要免费保姆，不提供住宿。温一凡脸色有点难看，孟小姐，盛先生安排。女孩打断他的话，怎么还硬赖在别人家啊？声音还高了8度，随后马上就拨通了盛旺的电话，点开免提，身体往后倒靠在沙发上，一脸惬意的样子。这盛旺要是没接电话，回来就死定了。很快，手机传来盛旺的声音，老公，我已经跟温老师说了，我们家暂时不需要免费保姆，他还赖着不走呢，硬是要你说了才行。这是女孩第一次叫老公，而且这次声音还故意嗲嗲的。对面没声音了，女孩瞥了一眼还在通话中，半晌那边的盛旺皱着眉头说，叫李管家直接处理就行，不然就换语。这话一出，温一凡脸色一白，抓着小朋友的手都收紧。盛寒跟盛兴同款皱巴着小脸，盛兴忍不住说，温老师，你捏疼我了。温一凡反应过来，对不起星星。行了，就这样吧，没事早点回来。女孩听到盛旺说出自己想听到的，就毫无感情的挂断电话，然后微笑着看着温一凡，温老师，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正常教课就行，毕竟3个小孩可喜欢你。说到这份上，温一凡也不好待着了，他蹲下来摸着盛兴的头发。盛寒不爱被摸头，而盛兴又是最喜欢这个温老师的，这会打起了感情牌。星星，老师暂时不能住在家里陪你们了，不过老师还是每周来给你们上课的，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习哦。这几个眼睛泪光闪闪的，这不知道还以为在逼他们母子相离呢。盛兴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哭，想说不要，但是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坐着的妈妈，硬是撇了撇嘴忍着说好。温一凡站起来，那孟小姐，我就先回去了，我会定时来教课的。见没人说话，温一凡准备去收拾东西，想磨蹭一下，等看看遇到盛旺回来。哪想李管家已经让刘妈他们打包好了他的东西。李管家听到女孩打电话给先生的时候，就已经让佣人打包收拾了。等温一凡走了以后，梁小芝就揣着小手，睁着萌萌大眼看着女孩，另外一个在楼上画画。女孩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明天要去上学，要是谁不去，我就要打小孩了。2个人听到这话，张开嘴巴就要哭。女孩见状立马说道，再哭，现在就要开始打了，还不许吃晚饭。2人停住，抿起了嘴，看着他们乖乖的样子，女孩心里点点头，不错，现在还是好管教的，我先去上楼休息一会，晚饭好了叫我。等女孩走了以后，盛兴跑到李管家面前，管家爷爷，我们可以不去吗？爸爸同意。李管家回道，不行哦，小少爷，刚刚先生说了你们要去，要听妈妈的话。盛兴哼了一声，爸爸骗小孩，爸爸也要听妈妈的话。盛兴只能转头看向盛寒，抱住他寻求安慰。哥哥。盛寒也小老大一样抱着弟弟叹了口气。女孩上楼之后就躺在榻榻米上，摇摇晃晃舒适不已。主人，你刚刚威胁小孩，这样他们怎么会对你有爱心值呢？打小孩是不对的，你懂什么呀？现在的小孩不管教不行，况且我没打呢。主人，我刚刚看了下，盛寒宝宝的爱心值没动，盛兴宝宝的爱心值却有动了。等盛旺回来的时候，就看到2个小屁孩相互拥抱着，还一脸苦哈哈的模样。李管家在一旁站着，盛旺一脸问号，怎么了这是？盛兴抬头看到爸爸回来了，松开了抱着的哥哥，朝着盛旺蹭蹭蹭跑过去抱住他的大腿。李管家迟疑说道，夫人让小少爷他们去上学。盛旺看着盛兴这个小屁孩长惯动作，抱腿撒娇卖萌装可怜一套技能，就知道又来了，站着没动等他过来。盛兴闪着萌萌的大眼睛，仰起头眨巴眨巴的看着盛旺，爸爸，我们不想去幼儿园，你说可以不去？他说不去的话要打小孩。想到这个盛兴撇嘴，他盛旺皱了皱眉，他是你们妈妈，不能没礼貌。盛兴还想靠卖萌说服爸爸，被盛旺一把拉开，边走边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本来在外有一个应酬的，刚坐下没多久就接到女孩的电话，虽然还没吃喝，但是身上也沾了不少烟酒味道。盛兴看着被爸爸拉开了，撅着嘴，小手手揣在一起跟在他身后。一旁的盛寒也走过来，刚喊了句爸爸，就看到女孩从楼上下来，一下子进了声。刚准备下楼的女孩看到2个小崽子跟刚回来的盛旺告状，3双眼睛齐刷刷的看向女孩，还不等盛旺说什么，女孩先皱眉了，你这……她眉头紧皱，身体后仰，一副盛旺身上很难闻的样子。你先去洗澡吧。真是的，在外面吃喝的一身烟酒味。盛旺本来也打算先洗个澡的，看女孩一脸嫌弃的样子，还以为自己身上有多难闻呢。等盛旺上楼以后，女孩转身低头，双手叉腰，眯着眼危险的看着梁小芝，跟你爸爸告状也没用，他也要听我的。在楼梯转角的盛旺听到这句，脚步不由得一顿，然后面无表情的去了卧室洗澡。女孩继续教育，小屁孩一个，幼儿园都没毕业，还好意思不上学？下次再跟你爸爸告状，我连你爸爸也要打。说完还伸出拳头晃了晃。正在洗澡的盛旺一脸黑线，忽然觉得水有点凉。有次女孩跟盛旺吵架的时候，3小只还在旁边，火气上来的他抬手就是一巴掌。他们是看过爸爸被打的，现在听到女孩这么说，全都吓得不敢动。看着被辅助的小崽子，女孩点点头，行了，吃饭吧。女孩很少在家吃，或者吃的时候都不跟他们一起吃的，这还是第一次一起吃饭。看着王妈还单独准备了一份，应该是拿给盛琪的。盛琪有时候乖的时候就下来吃，有时候犟起来谁说话也不听，就一直待在房间。王妈看着女孩一直盯着她手里这份，开口说道，夫人，这是给2少爷的，他在画画就不下来吃了。说完还怕女孩不同意，要叫2少爷下来吃。平时还好，要是有时候不下来硬要叫他下来，他会大吵大闹，看着有点疯。女孩抬抬手，去吧，二儿子是最难走进内心的，而且神经敏感。2小孩看着妈妈这百变小脸的样子，面面相觑，这还是第一次跟妈妈同桌吃饭。想到刚刚的话，乖乖做好吃饭。吃完饭之后，女孩就直接回房了。盛旺洗完澡出来又接了个电话，刚忙完出来都没人了，小孩子也被王妈带去房间睡觉了。温管家看到盛旺出来，问了句，先生，要不要让厨房再给你做一份？5分钟之后，盛旺吃着这份热气腾腾的面，脑子里想着的确是女孩今天的表现怪怪的，有点异常又有点正常，脾气还是那个脾气，人也是那个人，但是又有说不上的感觉。霸总摇头，把剩下的面吃完就
回书房了。自从跟女孩结婚以后，他就住到了书房，他的房间被女孩改造并霸占。第二天一早，盛旺准点去上班了，女孩还在睡觉。盛琦通过温管家告知，再加上他兄弟们的吐槽，知道了今天要去上学。现在三小只正在呆滞地坐在用餐椅子上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温管家安排他们去学校。盛兴还想要跟管家爷爷说什么，温管家先开口了：“小少爷要去学校了，要是被夫人看到会生气。”果然听到管家这么说，盛兴一下子就泄气了，慢吞吞地跟两个哥哥踏上了去学校的路。等女孩起来的时候，已经快要中午了。看着这个别墅安安静静的，就知道他们去上课。吃完午饭的女孩正打算去逛逛后花园，晒晒太阳消消食，就接到了闺蜜林双双的电话，明天她生日，约了7点在魅色会所808房庆祝。这林双双是女孩唯一一个闺蜜朋友，林双双朋友多，但是要好的也只有女孩一个。看着刚通过电话的手机，女孩突然想起，明天晚上都是很多有钱的富二代公子哥、名媛大咖都在。其实女孩一直忽略了一个细节，在每一段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那就是女主温以凡。之前她并没有注意到，原来很多时候不分场合地点，她都在默默的打怪升级。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温以凡也在，而且认识了他的第一位追求者凌霄，林双双的哥哥。凌霄在外是一位花花公子，起初只是想让温以凡签下来往娱乐圈发展，但是温以凡在有钱人周围摸爬滚打，有容耳目的了解中，随着眼界的开阔，温以凡并不想要眼前的繁华，他想要自己做豪门。他拒绝了凌霄。凌霄秉着花花公子的属性，倒是看上了温以凡，在后续的深入了解后爱上了他，提供了不少帮助。虽然他们后面没在一起，最后的凌霄也因女主浪子回头了，收了心。想到这，女孩不得不说一句：666，主人，你在想要阻止他们见面吗？女孩脑中突然响起一阵清脆的声音，把思绪拉了回来。为什么要阻止？他要往上爬就让他爬了。女孩上楼走到了自己的衣帽间，映入眼帘的是四面八方的背景墙，一面挂着包，一面放着鞋，一面挂着衣服，一面放着配饰之类的。她围着这超大衣帽间逛了逛，给林双双挑了一款绝版私人定制包包，叫了人打包精装好。看着佣人在精心包装着包包，女孩突然来了一句：“小少爷他们什么时候放学？”旁边的佣人立马接话：“小少爷正常4点就放学了。”女孩看了一眼时间才3点，收拾一下，一会接他们出去吃饭，叫小七给我化个妆吧，一会我去接他们放学，顺便在外面吃。坐上成家司机的车去往幼儿园路上，女孩正看着附近美食，打算去吃火锅或者烤肉，等会问问他们吃什么。司机靠边停了，太太到了。女孩有些疑惑，那么快？是的，不远，也不堵车，比较快，还有10多分钟才下课呢。女孩打算在车里玩下手机，等他们出来。曹司机挠挠头，不知道要不要跟夫人说，温老师有时候会来接少爷们下课。正纠结呢，正好看到从车上下来的温以凡。女孩像是感觉到了曹司机欲言又止，抬头正好对上司机老曹的眼睛。怎么了？曹叔支支吾吾了一下，还是对女孩开口：“太太，温老师来了。”女孩也是一眼便看到了温以凡，碧玺白衣黑长直，双手在前面拎着香奈儿包包。他每天都来这接他们放学，之前也偶尔来，说是给他们上课顺便来接。女孩冷笑一声：“今天不是没课吗？”曹司机看着也是不明白。叮铃铃下课铃响，等女孩反应过来，看过去的时候，小朋友们已经出来了。看到仨兄弟的时候，温以凡在招手。盛兴看到后立马小跑过去，抱住了温以凡，大喊：“温老师，你怎么来了？今天没有课呀？”温以凡刚想开口，女孩下来打断了他：“哟，真巧啊，温老师。”温以凡抬头，瞳孔微微一缩，小步后退了一步：“孟小姐，你怎么来了？不是姐们儿，你没事吧？我接我儿子放学，倒是你来这干嘛？我们家好像没叫你来接孩子啊。现在的家教管得这么宽吗？”幼儿园门口都是人，女孩说话很大声，大家都听到，纷纷看向这边。温以凡看到大家都看过来，脸微红的解释：“不是的，温小姐，今天星星他们第一天来上课，我不放心来看看，没别的意思啊。这样啊，他们又不是第一天上幼儿园，您还是少费心了，不然您这家教又是想要住家，又想要时时刻刻带着我这3个儿子给我老公汇报，这钱也没多付给您的，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我儿子的妈妈。”不等当事人有什么反应，有人已经阴阳怪气了：“切，一个家教老师还想演技变凤凰呢？这位太太，你可得小心啊，这年头知3当3的人不少啊。”这位贵妇特意说得很大声，她家之前就入赘了一个凤凰男，瞒着自己在外还养着一个女的，还是幼儿园老师，被她发现以后，直接找人把他们2个打得半死，离婚让她净身出户，给儿子赚了学校，最恨这些知道别人有家庭还上赶着当小三的。这位贵妇妈妈脸色非常难看，让女孩感觉她才是当事人。贵妇妈妈身边的小孩突然朝着温以凡吐了一口水，别说温以凡，女孩都惊了。范杰希是见过妈妈打他爸跟坏女人的，看样子这个女的也是抢盛兴他们爸爸的，太可恶了，没忍住吐了一口水。温以凡啊了一声，拿着香奈儿包包的手握紧，实在是忍不住了。这位太太，请你好好管教自己儿子，还有没有点素质？范妈妈这暴脾气一顿输出：“我儿子吐口水关你什么事？你在这干啥？你有儿子吗？你就来幼儿园？怎么来这抢别人的儿子啊？你一个家教管得真宽，要不要脸啊？你敢动一下我儿子，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幼儿园门口一出好戏，大家都没舍得走，都围在这看。女孩在他们突然吵起来的时候，已经拦着3个萝卜头，站在各位家长当中一起吃瓜了。不得不说，人家这件表能力确实有点东西。温以凡脸色青一块白一块的，他正要说什么，观看的3小只就跑出去了2个，特别是盛兴，不许骂温老师，他对我们可好了，他教我们弹钢琴，还给我们买玩具，给我们做吃的，哄我们睡觉，我们出去玩，不许你们这么说温老师。盛寒也牵着温以凡的手，只有盛琦没反应的站在女孩旁边。温以凡蹲下来摸摸盛寒的手和盛兴的头，双眼通红，被众人欺负惨了的模样，表情像是隐忍着的心酸。有些人看不下去的就说，这老师估计也是好心，关心孩子，没那意思。还有小声说女孩斤斤计较了，要是他们巴不得有人管自己家的孩子。温以凡这时候也一脸娇弱的表情看着女孩，抱歉孟小姐，是我多管闲事了，我就是不放心他们来看看，一会就走了。大部分家长一眼就看出温以凡什么样的人，都是在豪门混的，是人是鬼大家心里
还是有点数的。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跟别的女人说话维护亲密无间，跟自己亲妈不亲近，这样啊，看来我们还是误会你了。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们两个，那以后你就负责接送他们两个吧。说着，他又蹲下来揉了一把盛琦的小脸蛋，自言自语说道：“想我10月怀胎拼命生下的3个儿子，有2个居然爱没关系。”他转头又跟盛寒盛星说：“以后温老师就负责接你们上下学吧，我来接盛琦。”说完就牵着盛琦往车里走去。哦，对了，要是温老师还想住到我们家来的话是不可以的，但是盛寒跟盛星可以带走，去你们家住也可以。这2个儿子直接送你。说完一把抱起盛琦，头也不回的上了车。曹司机在一旁一直听着，脑子 CPU 已经烧得冒烟了，被女孩瞪着眼的压迫下上了车，开车走了，留下一众吃瓜群众，儿子都不要了。范杰西还特意走过去跟盛寒盛星说：“你们妈妈不要你们了。”盛寒盛星2兄弟猛地站在那，范杰西妈妈一把拉过他，说什么呢你？赶紧回家做作业去。温亦凡也没想到女孩把这2小孩直接丢给他，他也愣了一下，跟盛寒2兄弟说：“小寒、星星，你们要去温老师家玩玩吗？”另一边的车上，曹司机纠结着开了口：“太太，还有2位小少爷，怕什么？他们不是很喜欢温老师吗？那就让他们好好相处吧。”然后看着坐在旁边的盛琦，这孩子从幼儿园出来就没说过话，安安静静，这被人偷偷抱走都不知道。女孩看着他肉肉的脸，捏了捏。盛琦抬头，黝黑的大眼睛呆着脸不解地看着女孩，好像在问你为什么要捏我的脸。女孩朝着盛琦笑笑：“乖儿子，老妈带你去吃饭，跟司机说了选好的地址，去吃了麦德劳火锅烤肉，还是下次人多在一起吃吧。”女孩给他点了儿童套餐，自己点了鸡翅全家桶，喂饱2人的小肚肚之后，还带着盛琦去了大商场，看到啥好看就拉着盛琦去买了不少玩具、衣服、零食，全部打包送回家里，还拍了不少合照。女孩抱着盛琦说：“还好是一个儿子，也还小，再大一点就抱不起来了。”主人，盛琦的爱心值出现了1。女孩转头2眼亮晶晶地看着盛琦，然后在他脸上啵了一口：“乖儿子。”主人，现在男主和你的儿子都出现了爱心值，但是还没打开的哦，继续加油哦。女孩没想到带儿子出来吃个饭逛个街，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真不错，美滋滋地带着盛琦回家了。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就看到盛旺、盛寒、盛星3个人站在客厅，梁小芝委屈巴巴地跟盛旺告状，说妈妈把盛琦带走了，不要他们。温老师要带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拒绝了。温亦凡就带他们去吃了饭，他们也食之无味。草草结束后，就让温老师送他们回去。刚出餐厅就看到盛旺在跟人谈合作，也是吃完饭刚出来送我。盛寒、盛星看到爸爸后，直接扑了过去。梁小芝一人抱着盛旺的一条大腿。盛旺低头看到他们，你们怎么在这？然后看向周围，看到温亦凡后，盛旺更疑惑。温亦凡反应过来后说：“盛先生，我今天刚好路过看看他们，孟小姐也来了，不过她把小韩跟星星交给我了。”温亦凡一脸温柔跟看着他们跟盛旺。这时客户一脸恭维的笑着说道：“这是盛太太跟贵公子吧？盛总好福气。”盛旺垂眸看着委委屈屈的梁小芝：“这是我儿子的家教老师。”温亦凡低头看不出什么表情，客户倒是一脸尴尬，哈哈，这家教老师还是挺负责的哈。那盛总我就先走了。盛旺点点头，肖柱去送了下。盛旺对温亦凡说了句谢谢，便带着梁小芝上了自家车。2兄弟一上了车就唧唧歪歪吵着说今天放学之后的事情，一人一句吵得脑壳疼。重点总结就是一句妈妈不要他们。回到家以后，2个人还继续向盛旺一顿输出。女孩一回去就是看到这个场面，轻挑了一下眉，这是又在告我的状了。3个人看女孩牵着盛琦的手回来了，一时都没说话，瘪着嘴。盛旺已经知道女孩带着单独盛琦出去吃饭了，他起身，怎么不带他们一起去？他们不想去啊，他们想跟温老师在一起，我就让他们在一起了。女孩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看他们撅着嘴的样子笑了，咋的了这是？跟你们亲爱的温老师出去还不开心？没玩够吗？盛寒盛星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盛旺，抓着他的裤腿晃。盛旺看一边是关我什么事的妻子，一边是自己可怜兮兮的儿子，在职场的霸总在家有点无语难做。曹司机见缝插针的跟盛旺完整的说了今天放学之后的事情。盛旺冷漠脸说了句知道了。女孩哼了一声，抱起盛琦上楼了。盛旺看着脚下的梁小芝一脸严肃，让他们不许卖惨，好好检讨一下今天的行为，并面壁思过10分钟。盛星好嫉妒，刚刚看到妈妈抱哥哥了，他们还出去吃饭。盛寒心里也不舒服，女孩今天心情好，儿子要不要我给你洗澡？盛琦没说话，他继续自言自语，行吧，那我今天就帮你洗澡吧。在佣人的指导下，女孩第一次给儿子洗了个澡，把盛琦交给了佣人之后，女孩也去洗了洗。刚出来就看到盛旺在房间盯着她，娇小的脸蛋，眼睛刚洗完澡，带着一丝水雾雾的娇媚，曼妙的腰身，双手擦着一边半干的长发，线条柔美，将身段完全展现出来。盛旺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女孩嘴角上扬，走到他面前，把毛巾往他手里一塞，然后就在刚刚，盛旺喉结动了动，女孩笑，双手环着盛旺的脖子，朝着喉结吻上去，柔软的香舌轻轻舔了舔，还吸了一下，出现了一个红印。盛旺闷哼了一声，收紧了抱着怀里女人的手，快步走到床边压了下来。女孩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粗鲁。清晨，不出所料，女孩12点才起的床，一大早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骂骂咧咧，气呼呼的下单了药。家里有3个神兽已经够头疼的了，她可不想再中招。女先是拍了个照片发给了盛旺后，又发了一个小女孩抓着小男孩的头发的动图表情包给他，然后用粉底液开始遮住能看到的痕迹。盛旺正看着江特助拿来的方案看着，皱着眉头刚要说什么，手机屏幕亮了，没有备注，只有一个放屁表情。他拿起手机解锁打开，是一张照片，还没点开大图看，然后把手机反着扣在桌上，拿起方案递给江天，拿回去重做，等江天走了以后才打开图片，抱歉，下次我轻点。片刻后，还是一张图片，是女孩打扮好的照片，还标注了脖子锁骨的位置，用了我半瓶粉底液。盛旺先是往女孩账上赚了1000W，然后再问了句你去哪？没等到女孩回复的盛旺，后面还发了几个问号。林双双生日给她庆祝，几点结束我去接你。女孩还没来得及回，就碰到林双双的哥哥凌霄了，2个人的车还蹭到。凌霄看到下来的是女孩，笑了笑，梦念妹妹是你啊，不好意思哈，你看我这不小心。女孩眯眼看着眼前这嬉皮笑脸的林大公子，虽然见过几次，但不是很熟，他倒是一副自来熟的样子。第一次见面
面就调戏过她，可惜女孩对他没兴趣，加上林双双威胁，见面的时候最多哈喽几句。凌霄呲个大牙，我赔。算了，小问题，今天双双生日先过去吧。两人拿着礼物带去了林双双说的808号房，门打开，人还没完全进去，凌霄就吹了一声口哨，张开双手，呜呼，我亲爱的妹妹生日快乐。林双双先是看了一眼凌霄，目光放在身后的女孩身上，念念，等你好久了，撅嘴亲密的挽着女孩的胳膊，有点撒娇。女孩也软软的笑了，把手上的礼物递给林双双，生日快乐。林双双接过，给了女孩一个大大的拥抱，谢谢宝贝。喂，我才是第一个进来的，看不见我还是咋的？礼物不想要了吗？林双双一把夺过凌霄手上的礼物，哎呀，谢谢哥哥，么么。卓一凡在桌上摆酒，来晚了啊，自罚3杯，来，行，我妹生日还来晚了，确实应该自罚3杯，哐哐3杯下肚。随后大家目光转向女孩，卓一凡看一眼女孩，美女喝3口就可以了，然后就倒了一点点。女孩挑了一下眉，淡淡一笑，美而不妖，拿起酒杯微微仰头一口喝下杯里的酒，还好度数应该不是很高，能接受。喝完以后放回桌上，对卓一凡笑了笑，参愣了在场的男性。还好房间里灯光四射的氛围下，看不出卓一凡微红的耳朵。来，喝酒的喝酒，唱歌的唱歌。怎么今年不是定大别墅吗？我想着换换类型嘛，每年都重复，而且我爸妈都在，我还要乖乖的跟着他们去认识人聊天，生日会搞得商业聚会一样，一点也没意思。所以我说服了我妈。对了，念念，给你介绍我的新朋友。林双双笑着朝一个地方招了招手，念念，这是我刚认识的朋友温以凡，凡，这是我的好朋友念念，我认识孟小姐，孟小姐真巧。温以凡笑盈盈的看着女孩，女孩垂下眼眸，慵懒的声音轻声的说，是挺巧的。林双双啊一声，原来你们认识啊，那正好。女孩坐在角落，温以凡跟着林双双他们在玩，巧笑嫣兮玩得很开心，他有些疑惑，不是跟林霄认识吗？怎么是林双双？念念，一起来玩嘛，坐在这多无聊啊。来，到切蛋糕了。寿星、林霄还有其他人都举着手机拍林双双，还唱着生日歌。拍完林双双后，小姐妹轮着上去跟林双双拍，女孩也跟她单独拍了合照。最后在场的所有人拍了一个合照就切蛋糕了。对不起，孟小姐，我不是故意的，刚刚灯光有点暗，没站稳，有块小蛋糕直接蹭到了女孩手肘位置，还搞到了一点头发。女孩木着脸看着她没说话，所有人拿着小蛋糕，空气突然安静。下一刻，女孩突然掏出手机，没关系，不过我的衣服都是定制的，你这弄脏了我也不要了，这你得赔我吧。然后递出了收款码。温以凡穿着白色裙子，今天的打扮很有白月光的样子。有男的看到其实心里很想说，要不算了，也不是故意的，但是碍于女孩的身份不敢出声，有些眼尖的就看戏。好的，孟小姐。温以凡扫了码，发现女孩设置了500W 金额，他脸僵了，慢悠悠的操作，抱歉孟小姐，我身上没这么多，可以先付给你一半吗？说得很坦荡。还没等女孩说话，凌霄就站了出来，我来，扫了女孩的2维码，爽快的付了钱。来，继续玩。林双双也在两人中间有意调解，氛围缓解了不少。温以凡见状连忙对凌霄说，麻烦你了林少，给我个账号吧，我回去转给您，那加个微信吧。周围跟他玩的好的已经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的眼神意思。温以凡也害羞的加了凌霄的微信，念念你没事吧？我这有衣服，你要不要去换一件？女孩接过林双双递过来的衣服，那我去换一下。随后去了隔壁的一间私密房间，换了一件红色吊带裙。处理好后并没有马上出去，而是坐在一边的小沙发上看手机。是盛旺发来的信息，几点结束我去接你，后面还有几个问号，你来吧，在妹色。对面回复的还挺快，盛旺拿着手机跟江柱说去妹色。女孩整理了一下头发，准备去跟林双双说一下先回去了。一进门立刻吸引了全部人的视线，还有人稀奇的好美，双双，我老公来接我了，我先回去了。林双双看着女孩就差没流口水了啊，这么快？好吧，那我们改天再约。等女孩一走，就有人震惊式发问，这么尤物大美人居然结婚了，谁这么命好啊？就是凌霄冷不丁的声音响起，盛世集团盛旺。女孩在门口等着盛旺过来，角落不远处的几个人眼神交流，看着女孩，示意上前去搭讪。盛旺刚到的时候就看到站在路边的女孩，双手交叉抱着胳膊，旁边有几个人上前来围着女孩。女孩皱眉后退了一步，在车里的2个人看到这情况，都动作很快的解开安全带，立马下了车。在有人要伸出手摸女孩肩膀的时候，盛旺大步上前一脚把那人踹了出去。突如其来的操作，几个人愣了一下，躺在地上的青年破口大骂：“你特么谁啊？”盛旺给了江天一个眼神，留给江柱处理。他拉着女孩上车了，他欲言又止的看着女孩，怎么穿的这个样子？怎么了？很好看啊！盛旺眉头皱的可以夹死苍蝇，抿嘴没说话。明明拍照给他看的是另外一套衣服，虽然那套也露，但是这套更过分。看看这胳膊，这胸口，这大腿白晃晃的。盛旺有点生气，闷闷的开车走了。刚解决完准备上车的江天，还没碰到车把手呢，咻的一声，车走了。这是什么意思？他闭了闭眼，深呼吸一口气，拿出手机自己打车回去。女孩看着一脸生气的盛旺，莫名其妙，我都还没生气，他先生气了。两人一路无语。到家后两人下来，女孩身上就被披了一件西装外套。女孩停下来看着盛旺，突然说道：“不想走了，你抱我。”盛旺没说话，直接弯腰抱起。女孩双手环着他的腰，很有力量，头靠在盛旺怀里，玩着自己的头发，嘀嘀咕咕今天的事情。听到女孩说温老师3个字，盛旺就头疼。怎么老师听到这3个字就没好事？你离他远点，他倒霉相，把你都带坏了。那我跟他谁比较好看？你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孩哼了一声。刚进门，三小只在大厅里写画画，就看到他们爸爸抱着妈妈，3只同款包子脸看着。盛兴还嘀嘀咕咕，妈妈是小孩子，还要爸爸抱。女孩伸出头，要你管，很幼稚。盛旺也说了一句，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然后就抱着女孩回房了。房间里，盛旺深吻着女孩，等女孩喘着气。他还想来第2波的时候，被女孩双手捧住了脸，不让他亲。看着被挤成一块的芥末脸，手感还挺不错的。女孩还捏了捏好几次。盛旺看着自己小妻子翘起来的脸，一把抓住了她捣乱的小手。都怪你，昨天我都没睡好，而且你还没带。盛旺声音哑了哑，抱歉，我不管，今晚我要自己睡。说完直奔卧室的洗漱间，不管盛旺什么反应。盛旺看着逃跑的女孩笑了，转身去书房洗澡去了。等女孩出来的时候，盛旺不在房间了，躺在床上，还是自己睡觉舒服。这么大的床想怎么睡都可以。
可以。拿起手机给林双双发了个信息，然后又赚了个红包，就放下。等盛旺进来的时候，就看女孩睡着了。本来想跟她谈一谈的，现在看着小妻子睡着的安静小脸，想着就这样也挺好的。盛旺掀开被子，另一边躺下，抱着女孩，闻着独有的香味进入睡眠。一早盛旺准点醒来，亲吻了一下女孩的额头，起床洗漱。下楼3小只正在吃早餐，爸爸吃完一会送你们去上学。2小只非常高兴，平时爸爸都没什么时间跟他们在一起，难得今天送他们上学，走吧。盛旺走在前面，2小只背着小书包蹦蹦跳跳跟在后面，还有一只慢慢走着。下午正在按摩的女孩听到孩子打架，她表示震惊，小年纪就打架了，还给人打哭了，这还得了。等她过去的时候，就看到老师正在安慰范杰西，2小只站在一旁，后面还跟着盛琦跟一个小女孩，咋看起来这4个小孩子一起欺负一个小孩？星星的妈妈是吧？是这样的，老师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女孩点点头，看了看左边的4位小朋友，又看了看右边哭着的西瓜头小朋友，蹲下来擦了擦范杰西的眼泪。小朋友，你为什么说星星要换妈妈，还说不喜欢他们？范杰西红着小脸，还有轻微的哽咽，因为那天你说要把他们送人，阿姨是开玩笑的，他们调皮不听话，阿姨才说的。阿姨先替他们跟你说声抱歉，不过你跟星星他们说的话也不对哦，你们都应该相互道个歉。然后看着盛寒2兄弟，虽然范杰西小朋友说话不对，但是你们也不该打小朋友，你们也应该要跟人道歉。盛寒没什么，盛星倒是泪光闪闪的，撅着个嘴道了个歉，对不起，没关系，我也对不起你们。阿姨好漂亮，我再也不说了。女孩乐得笑眯眯，阿姨漂亮可以说，其他不可以说了哈。说着摸了一把她的西瓜头，然后递给她2份小饼干，这是阿姨送给你的礼物，你受伤了可以吃2份。范杰西带泪光的眼睛有点发光，双手接过，谢谢漂亮阿姨。这时贵妇妈妈也来了，看到女孩蹲下，一脸温柔的摸她儿子脸，还说话很好听，一下子就没气了，而且还是上次那个苦命妈妈，听着她的处理方式也很满意。你看你这个碎嘴啊，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抱歉了，范妈妈，没事，我还得跟你说声抱歉的。这孩子从小嘴就巴巴的，可能说了。他看女孩的3个小孩子也喜欢，我叫范莹娜，是这个小皮蛋的妈妈，你叫我那样就行。女孩又在袋子里拿出4份小饼干，一人1份哟。小朋友们一一接过，盛星小朋友又不满了，范杰西有2份，女孩啧一声，你让我打2下就可以有2份。盛星听了后退一步，我只要1份就好了。瑶瑶对着女孩喊姨，也没说什么，就是张开双手要抱抱的姿势。这么多小朋友喜欢我，只有自己的儿子不喜欢自己。女孩蹲下抱了抱这个小女孩，刚要放开，就发现搂着她脖子的小女孩不松手，还挺紧，只能多抱一会。可是女孩蹲妈了。就在这时，盛琦过来扯着瑶瑶的手，把她从女孩脖子上拿下来。女孩很惊喜，也怕盛琦弄伤瑶瑶，她也用巧劲把小女孩跟她拉开一个距离。小朋友，阿姨要带他们回去了啊，你在这跟老师等妈妈放学来接哦。瑶瑶看着女孩走的背影，瞳孔里只有女孩。走吧，我们回教室画画。老师牵着瑶瑶的手进教室，瑶瑶这才把目光移开。母子3人坐在车上，女孩突然开口，我打算在外面吃完了再回去。而后转头问盛琦，琪琪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说话的同时，女孩余光看到盛寒脸上写着期待问他，盛星更是满眼都是快问我去。然而他当不知道，继续对着盛琦说，还伸出了手，要不要跟我去哦，带你去玩哟。手指头还勾了勾，等了1分钟还没来牵他的手，看来我只能自己去了。正要收回，盛琦拉了他的小拇指，女孩看向他的时候，他黑色的瞳孔那一刻有了聚焦，随后低下了头。盛寒盛星听到今天他们又要2个人出去吃喝玩乐，还不带他们，有点着急了，而且还不理他们，当作看不到，太过分了。看着盛寒表面没什么反应，盛星眼睛里有泪光了，女孩这才看着他们说了一句，今天有你们亲爱的温老师的课，应该要回去上课吧，只能我们2个去了。本来要哭的盛星听到都停住了，软软糯糯的开口，今天可以不学吗？就在刚刚，听到女孩准备带盛琦出去玩，另外2小只眼巴巴的看着女孩，女孩一脸惊讶，你不想见你最爱的温老师吗？盛星身体往女孩这边亲过来，2个小手食指转圈，很希望女孩带他出去的样子，可以下次见。女孩装作为难的样子思考了几秒，好吧，那哥哥呢？突然没 Q 的盛寒看着女孩有点红脸道，我也要去，那你们跟李管家说下吧，今天你们休息。盛寒的小手捧着手机，喂管家爷爷，我们今天不上钢琴课了，怎么了大少爷？盛星在哥哥旁边抢答，我们要出去吃饭，还要出去玩。李管家看着少夫人的手机打来的电话，知道他们在一起，估计是要一起出去吃饭增进感情。好的小少爷，我会跟温老师请假的，请把电话给少夫人好吗？女孩接过电话，管家我们今天在外面吃，晚饭不用做了。好的夫人，你们好好玩。曹叔，你把我们放在附近的那个环球商场就可以。女孩下车就嘱咐3小只小朋友不要乱走啊，不然会被坏人抓走，时间还早。女孩决定先带他们去亲子乐园。盛星看着有个小女孩从滑滑梯滑下来，滚到波波池的样子，还有那个蹦蹦床都好想玩。女孩牵着盛星到滑滑梯的工作人员那边让他尽情玩，然后把盛寒领到他一直盯着的射击游戏那边。至于盛琦带他去钓鱼，而女孩也买了一盒硬币钓娃娃，也时不时看看这个玩的怎么样，看看那个玩的怎么样。今天是盛星玩的最开心的一天，这里玩一下那里玩一下，还马上跟其他小朋友交上了朋友一起玩。盛寒虽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但是眼里的放松和喜悦让人难以忽视。盛琦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女孩，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在视线内就继续钓鱼，不再就一直找她的身影，直到看见。女孩听到广播，看到还有答题铃小礼品牌，找到玩的上头的3兄弟拉着过去。哇哦，真厉害呢！接下来蝴蝶姐姐还要继续问问题哦。那么请问过斑马线什么灯才可以过马路呀？举手回答的小朋友有奖励哦。很快有小朋友举手，绿灯，哇真棒，奖励一个小熊猫。女孩在他们3后面慢悠悠的开口，哎那个小朋友好厉害，我也想要礼物。他们齐齐的转头看着女孩，目不转睛看着那个收到礼物的小孩子。下一个问题，那
那我们走马路靠哪一边走啊？右边，右边。盛兴速度很快的举手大喊，还往前走了几步，怕看不到他。女孩看着心里很开心，嘴上也挂着笑。哇哦，这位小朋友这么聪明，答对了，奖励一份小礼品哦，2个同款高颜值宝宝。天呐，后面跟着一个大美女妈妈还是姐姐，这家颜值好高。后面的答题盛兴都很卖力的抢答，回答不出来的盛寒立马就抢答，两兄弟接力赛一样。其他宝宝对于他们一直拿礼物的行为不开心，也跟着大喊抢答。最后反正是不管对不对，所有小朋友跟着喊，场面一度混乱。蝴蝶姐姐跟大熊猫都快控不了场，女孩一手捂住一个小嘴巴，带他们离开这天堂。好了，玩了很久，我们要去吃饭。2小只把得来的小礼品分别给了盛气一个。盛寒拿着小礼品手有点紧张犹豫了，还是递给了一个给女孩，有点小紧张，声音小小的，给你。女孩摸了摸他的头接过，盛兴也递给女孩一个，盛奇也给了一个，女孩一一接过。太棒了，我的宝贝们，别的妈妈只有一个，我有3个。3小只害羞的站着，脸红扑扑的看着女孩把小礼品收起来，也帮他们把小礼品装进各自的书包里。女孩还把夹到的娃娃一人一个挂在他们小书包上，很 Q 很可爱。3小只看着很喜欢，小手一直来来回回摸着毛茸茸的小挂件。行了，去吃饭吧。女孩爱辣，小朋友清汤，抱着他们一个个调了自己喜欢的酱料。盛兴眼巴巴看着女孩那锅，眼里写着想吃一口。女孩给一人夹了一小块肉，3个人吃了。盛寒怕辣喝了一大口水，盛兴不怕，盛奇也有一点怕辣，但是吃完还看着女孩表示还能继续。不可以，小朋友只能尝一点点，吃过了会肚子痛。3人乖乖吃女孩家的清汤锅里的菜，吃饱喝足以后就叫曹叔来接他们回去了。他们4个坐在店里等司机打电话来了再出去。就在这时，一个服务员端着一锅刚烧开的锅底上菜，路过他们前一桌的时候，突然脚上打滑，滚烫的水朝着那桌上的人2个女生泼去，刚好盛寒也背对着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女孩惊呼，立马一个起身扑过去抱起盛寒就闪开。那2个女孩也尖叫着，连跳带蹦的站在了椅子上，大家反应速度都很快，但是那2个女孩还是不可避免的烫到了手臂。服务员立马带着去冲洗。女孩也是抱着盛寒左看右看，松了一口气，她手上也溅到了红油油的汤底。盛寒还没反应过来，怔怔的看着女孩抱着她，看着她没受伤。盛兴2兄弟也呆住了，看到女孩手上烫到了，惊呼了一声，连忙凑过去呼气。盛寒看到了，立马挣扎着从女孩怀里出来，然后拿桌上的凉水拉着女孩的手倒凉水。服务员注意到了，立马拿着凉毛巾过来道歉，对不起女士，真的抱歉，您先擦一擦。紧接着服务员拿来一支烫伤膏，被盛寒快速拿过来。3小只围着女孩2个给她的手吹气，一个抹药。等盛望到时，就看到女孩那边满地狼藉，服务员在清理，3小只拉着女孩的手吹气，服务员在道歉的场面。他快步走过去，看到女孩的手红了，牵起她的手，脸色一沉，怎么回事？真的非常抱歉，这位先生、小姐，是我们这边是失误导致锅底烫伤了这位小姐，您看这顿晚餐给你们免费，以及给你们赠送1个月卡，可以吗？烫伤的费用这边报销，就这样吧，以后注意点安全。冷着脸的盛望从盛寒手里拿过烫伤膏，又拉着女孩的手完完全全抹了一遍。店里面的服务员也是吓了一大跳，还好小姐姐没追究，她老公脸色好差，感觉要打人一样。坐在车里的女孩被4个同款脸盯着，盛望还拉着她的手，有点痒。主人，有一个爱心纸打开了，你的大儿子盛寒。盛望冷冰冰的像没感情机器，盛奇感知弱，盛兴很喜欢温以凡，盛寒有点高傲。没想到第一个打开的是盛寒，之前盛奇有反应，还以为会是他。主人也快了，琪琪的爱心值是有跳动的，我能感觉到是快要被你打开了，加油加油！回到家以后，门口的管家、仆人、医生都在等着了，这太大惊小怪了吧？快给太太看看！盛望总觉得外面的烫伤膏效果不太好，女孩无奈的又让家庭医生处理了一遍。可以了，夫人，暂时不要碰水，过2天就好。刚进房间准备洗澡的女孩身后跟着一个盛望，你干嘛？你不方便我帮你？女孩一个眼神，你倒是想得美，不用我自己可以，小心一点，没事，要没了再怼。盛望像个门神一样站在浴室门口挡住女孩，一副必须要她帮忙的意思。嘿，你这人，算了，反抗不了就享受吧，反正2人孩子都3个了，坦诚相见也好几次了，无所谓。女孩在榻榻米葛优躺着指挥盛望，那你去帮我拿衣服，放洗澡水，整个过程一个指挥一个照做，就这样还在浴室里磨蹭了大半天，最后是女孩给了盛望一巴掌才系好被抱着出来。不对劲，很不对劲，盛望之前跟他的相处模式感觉变了一样。女孩眯着眼看他，盛望，你不觉得你这几天对我有点不一样吗？盛望红着一边脸面无表情的看向他，哪里不一样？这大有少挨吗？女孩看着他右边微微红的脸跟左边白净的脸成明显对比，没忍住笑了，声音一下子变小了，软绵绵的，谁让你那样的？我都说我自己可以了，这2天先不碰水，好好在家休息。女孩一副这点小事烦死了的样子，没搭话。盛望看着直接被过去不理他的小妻子，轻微的叹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房间门被扣的敲响了，然后被推开一点缝隙，露出3个排头往里看的小脑袋。盛望看着母子奇奇怪怪的样子，面容一下柔和了。什么事？3小只推门进来，眼睛若有似无的瞥向女孩，女孩也眨巴眼睛看着他。最后盛寒作为大哥慢悠悠的带着小弟走向女孩，递给了女孩今天赢得小礼品。女孩一脸疑惑，我已经有了。盛兴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女孩，小嘴巴糯糯的说出甜甜的话，你受伤了，这些都给你。看着3双清澈的大眼睛，女孩还是很高兴的。目前为止，感觉她拿下他们几个还不算很差。谢谢，有人要跟我一起睡吗？女孩拍了拍床，邀请他们。3兄弟的眼睛一下亮了，还不等接下来说什么，盛望打断了，安慰礼物收到了，你们赶紧回去睡觉吧，然后就把他们半拉着出去了。女孩看着盛望行云流水的操作有些诧异，最近我要
要去魏国出差，福棍出了新品，我给你买一套回来。被赶出来的三小只第一次对爸爸有些埋怨，盛心还哼了一声，小声嘀嘀咕咕的说我还不呢，我自己睡。盛寒也乖乖去睡觉。盛琪倒是站在门口了一会儿，不知道是不是女孩的错觉，感觉有盛望，睡眠都好了。只要她不胡作非为，女孩睡得很好。第二天接到林双双的电话，约她出去逛街，还犹豫的说了温以凡也在。女孩一副明艳张扬的大小姐扮相来的时候，隔着玻璃门就看到坐在里面的林双双跟温以凡有说有笑。说实话，女孩看到很不爽。林双双看到刚进门的女孩了，开心的向女孩招手。温以凡看到后也扬起笑容。女孩走过去，把包放下，优雅的翘起二郎腿并念念你真漂亮，来来，我们来拍照。然后就是名媛下午茶，姐妹拍照聊聊天。以前也这样，女孩很放松，但是今天女孩不舒服。双双跟孟小姐关系真好，是认识很久了吗？林双双没头没脑回答，对啊，我们可是从小就一起长大的。温以凡满眼羡慕，真羡慕。没事，你也可以多出来跟我们玩。温以凡柔柔的笑，好呀。女孩倒是一句话没说，嘴角挂着讽刺的笑意。温小姐是怎么认识双双的呢？据我了解，温小姐不过是中级资产下的一个暴发户家庭，无论是财政还是商业，或者是名媛，你好像都沾不上边吧？怎么会认识双双呢？慵懒的嗓音说出的话显得薄凉。温以凡脸色没变，坦然地说，之前在健身房遇到了双双，刚好不小心看到她机械坏了，差点被砸到，我手快帮她挡了一下，就这样不小心认识。至于孟小姐说的家庭状况，我觉得这不是定义一个人标准，可能孟小姐觉得我跟双双做朋友是有目的，但我相信无论是什么都会经过时间的加持显真假，对吗？女孩拍手说得不错，来，恭喜你找到更上一层楼的钥匙。女孩举杯，温以凡也一脸微笑的回敬，两个人狭路相逢，暗潮涌动。林双双看着这两人是感觉到不对劲，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念念可能是误会了，以为温以凡跟自己做朋友是有目的，等会跟他解释一下。我们去吃饭吧，我哥新开了一家情人餐厅，我们去试试啊，我也还没去呢。林双双刚跟前台说着什么，凌霄就从转角出来了，哟这妖巧，这是三位美女的约会，哥你怎么在这？身边不是女生，居然是一位男性，换口味了。也许是林双双眼里的意思太过明显，被凌霄敲了一下脑袋，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朋友，也是这家店的股东，阙燕渊。三位美女好，是来吃饭吗？既然是林总的妹妹，那来这吃饭免费。男人笑起来如沐清风，眼睛也弯弯的。可以啊，你这小子上道，刚好我们俩还没吃，一起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的特色。五个人进了一个包厢，多数是林双双跟他们两男的说话，温以凡恰到好处的接茬，女孩只闷头干饭。绝艳渊看着女孩大口干饭的样子，完全不在意别人目光，随意又不失优雅，看的也让人胃口好。孟小姐胃口真好，女孩抬眼扫了一圈，都在看她干饭，嘴里还没咽下去的饭菜显得鼓起，她用手微微挡住，轻轻的抿了一下嘴，吃下去之后才说招牌很不错，比了一个大拇指后继续干饭。对于温以凡的态度，女孩是摆在明面上的，只要他说话，女孩就不说话，要是别人问他就回答一两句，然后干饭。在座的几位也看出这明显的区别了。凌霄在打着哈哈，活跃氛围。总的来说，女孩表示还行，反正吃完就回去了，别的不管。饭桌上，温以凡好像跟绝艳渊有很多共同话题，这个人女孩不清楚，梦里没有，系统也没科普。据了解，他从小跟温以凡挺像的，也是后面遇到伯乐，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发家，两人聊得也很投机。看来我们都很努力，在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努力，必须要来干一个。然后以茶代酒，两个人碰了一下，随后凌霄表示大家一起干一杯，表示认识了。女孩也拿起茶杯，抬头喝了一口，恰巧与对面的绝艳渊对视，眼含笑意。女孩也轻轻勾了一下唇。晚饭过后，女孩在车上就收到了林双双发来的信息，念念宝贝，你今天看着不是很高兴哦，你不喜欢他，那下次我们就两个人出来玩好吗？亲亲。女孩没回复，到家以后躺下了才回复了一句，有一家度假酒店不错，下次一起去。她打算跟林双双说清楚，她不希望他们玩到一起，要是没办法，那女孩就不想玩了，整这玩意恶心自己干啥呢？迷迷糊糊间，女孩听到窸窸窣窣砸东西的声音，女孩翻身起来，刚打开门就看到刘妈快步跑到女孩门口，怎么了？不确定，再听听。砰！女孩一个翻身，马上起来。刚打开门就看到王妈快步跑到女孩门口，应该也是想叫她。女孩怎么了？王妈着急，太太，二少爷情绪很不稳定，从晚上就没吃饭，一直在房间，谁叫也不出来。刚刚佣人去劝他的时候在砸东西。女孩一脸那怎么办？我也的表情，看着房间门口都围着赶出来进不去的管家佣人，还有梁小芝听到声音也出来了。女孩叫他们带小朋友回房间去了，剩她自己站在盛琪房间门口也没动作，直到里面的声音安静下来，女孩才轻轻敲了一下房门，然后用佣人给的备用钥匙打开一点点，探出头只露出一双眼睛，嗨，琪琪，我可以进来吗？女孩看着背对着她坐在地上的盛琪没动。盛琪听到这个声音，眼睛动了，身体没动。女孩，你不说话，那我就进来了哈。然后轻轻地推开了门，看着满地狼藉，她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轻声走到盛琪旁边，看着他眼神空洞呆呆地坐在地上。女孩心情复杂，一时之间不知道说啥，又怕刺激到他，然后就在一旁的小椅子上坐了下来，一边静静地看着盛琪。盛琪眼角余光一直看着女孩的动作，他一直不说话，还坐在他的小椅子上看着他。过了好久一会，盛琪没忍住转头看向他。女孩身体轻，但怕坐坏小朋友的椅子，他就被轻轻地靠在小椅子上，咸鱼姿势默默地看着儿子。看到盛琪突然看他了，立马端着坐姿。儿子饿不饿？你晚上都没有吃东西啊？想了想，女孩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蹲下低头看着他。我给你煮面要不要？这是我第一次下厨，给我儿子吃。女孩看到盛琪看她的眼睛慢慢有了光的感觉，伸手试探的去抱他，没反抗。耶，
抱起来靠在自己肩膀上，用手托住他屁股。房间太乱了，我带你下去，让人打扫一下。你在旁边看着我做好不好？女孩很害怕刺激到小孩子敏感的神经，在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做什么都先问问，只要他有一点点反抗，他都不敢去强制。盛琪点头，女孩笑了。王妈他们一直在楼下等着，也是从小看着盛寒三兄弟长大的，很用心。看到太太把二少爷抱下来了，心里舒了一口气。女孩，王妈麻烦你叫人上去收拾一下，我去给他煮个面条。王妈，哎，太太我来吧。女孩走向厨房，你来监督一下我吧，我来做。王妈看着在太太怀里的乖乖，想来是对太太有点依赖了，让太太煮也好，她在旁边看着也没事。好，女孩把盛琪放在饭桌的椅子上，这能直接看到厨房。你先坐着哦，我去做。然后看着厨房跟王妈，眼睛里写着救我。在厨房，女孩让王妈不用动手告诉她就行，她说什么女孩就照做，乖乖的。时不时看到女孩的小脸皱到一起，各种啊哦嗷嗷的小表情，各种手忙脚乱。看着在等待辅食的乖儿子，乒乒乓乓一顿总算是端出来了，放到他面前给。哎，等一下，女孩又蹭蹭蹭跑去厨房拿了一个小碗碗，端出来的碗大了，用小碗一点点盛出来，凉得快。那吃吧。盛琪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小碗碗，热气腾腾的面上有一个应该是个荷包蛋的鸡蛋，还有几颗碧绿的葱花，看面相是正常的。看着双手捧着脸，笑盈盈的看着自己的妈妈，盛琪拿起宝宝筷就要夹起来放嘴里，女孩拦住了，要吹一吹，然后握着他的手吹着他夹起的面条。好了，吃吧吃吧。女孩看着盛琪吃下第一口面条，正迫不及待的问好不好吃，脑中的声音又出现了，叮，小易，恭喜你主人。盛琪的爱心纸打开了哦。女孩眼前一亮，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眼睛也跟着弯弯的。女孩第一次笑出声，呵呵，好吃吧？盛琪声音很小很哑的嗯了一下，怕女孩听不见，还点了一下头。女孩一下还没反应过来，过了几秒，她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转头眼睛带着惊喜跟疑问看向站在旁边的王妈跟温管家求证。他们两个人跟女孩同款表情，三个人来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女孩说，儿子你刚刚说什么？好不好吃？盛琪看着眼前一脸期待的女孩，没有说话，又轻轻点了点头，好像刚刚是他们幻听了一样。女孩只是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但是她确定盛琪说话了。小易，主人，跟孩子好好的交流，增进感情，多夸一夸他，让他在黑暗中走出来，宝宝会再次说话的。我刚刚也听到了，他应该不是天生不会说话，只是可能他不爱或者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不说话。女孩记得以前的盛琪好像也不太爱说话，在她的印象中，他也跟他们没怎么接触。后面渐渐的佣人他们发现盛琪突然就不说话了，安静的性子变得更孤僻。不管什么原因，女孩希望能多陪伴一下盛琪，让他变得阳光开朗一点。小孩子要快乐的长大。盛琪看着突然 emo 的女孩，放下了筷子，以为是她不说话，她不开心了。其实她想说，但是好像喉咙被卡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两个人都互相看着对方。女孩问，怎么了？吃饱了吗？看了一下大碗里面还剩一点，想了想，小孩子晚上还是不要吃这么多了。然后摸了摸她的肚子，盛琪耳朵微微红，那就不吃了，晚上吃太多鸡食。然后把剩下的自己拿过来2、3口吃了。咋说呢，这味道就正常清汤清煮的面条味道，不好吃也不难吃。女孩心里想，下次还是叫厨师或者王妈煮吧。远在天边刚完成工作量的盛旺收到温管家发来的半小时之前的视频，有3段，前面还有语音，意思是盛琪发病了，在房间摔东西也没吃饭，后面是说女孩把他抱下来了。然后点开第1段视频，是王妈在厨房指导，女孩在手忙脚乱，各种惊讶小表情，看着盛旺都笑了。第2段是女孩给盛琪面条吹起，温柔的说话的样子，晚上都很安静，只有女孩讲话声音很好听。到最后问盛琪好吃吧的时候，他儿子说话了，声音很小，但是在视频中还是有轻微的声。盛旺看着这妻儿温暖互动的画面，真恨不得立马飞回去。按捺住心里的喜悦，点开第3段视频，是女孩拉着她二儿子在客厅走路，说是消消食的画面。语音，温管家激动的声音传来，二少爷终于讲话了，少夫人她真的怎么还哽咽了一下，激动的来回就这几句发了30多秒。盛旺回复了一个然后打开女孩的对话框，沉默了一会，然后先是备注了2个字老婆，然后拨通选了视频。女孩手机放在房间里没听到，她现在正窝在盛琪房间，躺在她床上，说给她讲故事。本来女孩是坐在床边的，但是角度不好，她不舒服，然后看着乖乖躺在被窝里听她讲故事的盛琪，就说她在她床上给她讲一下动一下，讲一下动一下，慢慢的从坐着到完全躺下，手里拿着讲的故事书被放到一边，她拍着盛琪的背，自以为儿子要睡着了，其实是她自己睡着了。盛琪看着妈妈睡着的小脸，被她抱在怀里，闻着属于妈妈的馨香，
抓着他的衣服小手的盛琪渐渐的眼皮打架了。早上准时起床的盛琪也没有第一时间起床，就静静的看着妈妈，直到另外2小只进来，看到这一幕，他们妈妈睡在弟弟、哥哥床上，2个人都懵懵的站在门口，与在床上睁开眼跟他们对视的盛琪两两相望。明明是面无表情，但是2兄弟在盛琪的眼睛里看到了开心，好像还有一点点得意的感觉。盛欣揉了揉眼睛，走过去，哥哥要上学了，眼睛也盯着女孩跟盛琪来回看。盛琪看了看盛欣，想了一会起来了，不上学的话估计女孩会不开心，上次就是还怪好的，给不需要再盖被子的女孩有模有样的捻了捻被子。盛寒完全没必要。女孩醒来的时候也恍惚了一下，哦，这是她儿子的房间，昨天讲着给自己催眠了，今天一天在家没出门。女孩在自己小花园里晒太阳，补钙。手机打字哒哒哒，回复昨天盛望的信息。看着不远处在浇花的小女佣，女孩招招手，让她给自己拍几张照片。站在花下，白净的小脸没有任何装饰，头发也是懒懒散散的披在后面，人比花更美。还来了几张躺在摇晃的长椅子上，头往后仰，手捧着茉莉花，很清纯，正应了那句话，那一朵纯白的茉莉花。女孩，谢谢，你去忙吧。小女佣害羞的把手机递给女孩，近距离的看太阳光下未施粉黛的小脸，脸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的夫人太美了。女孩戴着墨镜在 P 照片，主要是 P 这一周的工作量。周一接儿子放学，只逮到1只，在拼接的照片上打上这些字。周二林双双的生日照片跟她的合照，配字美女生日。周三字幕小朋友打架，去幼儿园路上配图。周四干饭，配图是跟林双双的合照，下午茶跟晚上跟凌霄他们吃饭拍了一张饭菜的照片。周五就是刚刚拍的照片，选了几张美美的，配字幕摆烂补钙，然后文案这周工作量，发朋友圈。不到一会赞就蹭蹭来了，林双双美女贴贴亲亲表情。第二个居然是消失已久的陆家2哥陆冰峰，好久不见苏妹，偷笑表情，回复好久不见呀。凌霄，下次小侄子打架报我的名字。女孩回复王默也点赞了，看样子不忙。女孩一一回复。女孩还收到了圣母发来的信息，周末把小孩带到老宅玩玩，好久没见了。又加一句你有空也一起过来。女孩回复好的。2个人对话就短短2句结束。盛望冷眼看着王默玩手机的行为，大概是感觉到了冷气。王默抬头看到盛总正冷冰冰的看着他，他结结巴巴盛总，然后犹犹豫豫把手机递出去。盛望向下瞄了一眼，看到是女孩的照片，然后立马眼神凌厉的射向王默，意思好像在说你居然私下偷偷关注我老婆。王默反应过来，立马手忙脚乱的退出来，是女孩的朋友圈，刚好看到最后一张夫人的照片，不是盛总，是夫人刚发是朋友圈，我刚刚是不小心看到的。越说越小声音，盛望夺过他的手机看了女孩的朋友圈，还点开了他们的聊天框。没什么，主要是隔3差5问一下盛望在开会，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等等，没什么之后才还给他，上班时间请你注意。王默低头好的。然后盛望自己回到他的临时办公区，先是看到女孩发来的信息，昨天在盛琪房间睡着了，手机在卧室没听到，他回复给你买了最新款宝石系列1套，明天给你带回去。然后翻看女孩的照片，一张张放大看，前面几张他家小孩打架，跟林双双去吃饭，为什么有5个碗筷？看到后面他自己的白白净净照片，来回反复看了看，点了保存。女孩盛望想问他，但是又没问，他知道女孩没什么耐心。对话框反复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女孩什么事？这次很快，他回复的很快，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女孩只发了一个表情包，是一个看起来脏兮兮的简化人物，手里举着一个牌子，是女孩的收款码，她自己制作的，方便还不尴尬，还配字爱我请转钱。不到1分钟，女孩手机钉钉进账5000万。她又发了一个表情包，一个飞吻。另一边的盛望对着手机笑了，2个人都心情颇好。女孩伸个懒腰，天气真好。李家温以凡正在准备小点心，这是他每次去怡园带给3个小朋友吃的。盛欣说他做的小点心很好吃，佣人要帮忙，温以凡没让，都是他亲手做的。看着自己做好铺开的小甜点，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仔细的一个个打包好，突然从后面伸出一只手拿起就往嘴里送，还说了句甜度刚刚好，谁娶了你真是贤妻良母。李才边吃边说，对着温以凡的厨艺肯定，多打包1份，嘿嘿。温以凡看李才面笑桃花的样子，知道是拿给他新交的女朋友，基本他的每一任女朋友都吃过温以凡做的小甜点，无一不称赞的。李才拿走了包装好的1盒，谢了，然后吊儿郎当的出去了。想到那个冷峻的男人，温以凡眼里闪过一丝柔意。上次没上钢琴课，今天晚上温以凡还是去了幼儿园，在门口等着人来接的3小只，看到的只有司机曹叔叔还有温老师，没看到女孩。3人不知为何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
温以凡向他们招招手，盛欣他也快步走向温以凡了。温老师，你怎么来了？你忘了今天要上课了吗？上次都没学哦，这次不能让你们逃课了。满脸笑意的捏了捏盛欣的小脸蛋，对司机不好意思的说，抱歉曹叔，上次他们没上课，今天有课，我也刚好路过就说顺便跟他们一起回去。曹司机尬笑，还好夫人今天没来。好的。温以凡一个个把他们抱上车。盛寒想说自己可以的，但是想想温老师也是好意就没拒绝。盛琦拒绝了。温以凡要抱他的时候，他躲开了到曹司机旁边。温以凡也不尴尬，盛琦要自己上车吗？真棒。盛琦没什么反应，自己上车了。周三没上课，干嘛去了呀？是不舒服吗？温管家只说了他们哪天请假不上课，没说什么原因。他问有什么事吗？温管家只回复了2个字：休息。盛欣作为温以凡的头号粉丝，立马接话：妈妈带我们出去玩，还有吃饭，我们还得了好多礼物。小孩子断断续续的解说。温以凡明白了，是女孩带他们出去玩了，没让他们上课。我们是要劳逸结合的哦。但是学校给我们周末放假2天就是休息的呀，不应该再用上课时间去玩哦。盛寒听到忍不住反驳，妈妈说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而且他们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去玩，还玩得很开心。宝宝，偶尔放松是对的，但是该上课就是要上课的，我们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玩呀。盛寒没说话，第一次觉得温老师说的不对。温以凡看着不说话的3个小孩子，知道他们听到了，也没说什么，讲了下今天谁谈的好有奖品。女孩今天一天都在家摆烂，刚美容按摩完的她做了全身 SAP。温以凡一进门就看到穿着浴袍露出来的肌肤透着精致娇嫩的女孩，他打个招呼，孟小姐。女孩看都不看他以及旁边的3小只一眼，径直走过，端过早就吩咐王妈做好的燕窝，坐下慢慢品尝。温以凡内心希姐，真是难得没在这教训我。他轻声的跟他们说，走吧，先上去学习今天的内容。盛欣跟盛寒2个人跟着温以凡上楼，而盛琦却是一直看着女孩吃燕窝的背影，默默的走过去站到她旁边。女孩看到站在她旁边的盛琦还没桌子高，捏一把他的小脸蛋，你想吃吗？盛琦被女孩抱起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等一会叫刘奶奶给你再弄一个。王妈见状去厨房又端了一个出来，太太要喝的这个分量小，她平时都蒸2盅。王妈，我刚蒸了2盅，要不要给太太再做一个？女孩，不用啊，对着盛琦说，吃吧小屁孩。盛琦看着女孩的脸，想到她给他吹面条的画面，于是用小嘴呼了一下舀起来的燕窝。女孩看着盛琦，眼睛好像在说，你看我有呼呼了再吃，真可爱。女孩真聪明儿子。2楼转角的盛寒2兄弟看着，盛寒生气，脸颊鼓鼓的，让人一眼就看出来。盛欣被温以凡牵着，有点不开心，嘀咕自己没吃。温以凡看着楼下母子俩的互动，小声跟盛寒盛欣说，等会温老师也有东西给你们哦。盛欣听到，迫不及待拉着温以凡去钢琴房了。盛寒看了一眼后也走了，仔细听脚步声还有点重。叮，小易，主人，盛琦爱心值+1。小易看着盛琦那颗红彤彤的爱心值，很是激动，终于出现了。女孩听了也不动声色的再笑了笑。盛寒盛琦2兄弟的爱心值打开了，女孩就轻松多了。盛欣好像对温以凡很信任，很喜欢。盛望这个渣男，睡了我这么多次，居然爱心值都没打开，他心里不由得对盛望的埋怨又多了几分。女孩，对了，这个爱心值是100%还是？小易，是的哦主人，100%的。女孩，啊，好吧，1%。这个任务还是有点艰巨啊。2楼，怎么啦小寒，你今天不认真哦。温以凡看着有点闷闷不乐的盛寒。盛欣对着温以凡说，温老师，我弹得好吗？看着盛欣一脸快奖励我的表情，就知道馋了，这是要小礼物呢。好，他拿出一份精美的包装，隔着袋子也能淡淡的闻到一股甜甜的味道。盛欣还闻了闻袋子，好香哦，现在可以打开吗？弹完这首歌才可以。然后又拿出一份给盛寒，小寒，这是给你的。温以凡看盛寒接过放在一旁，怎么了？你不喜欢吗？盛寒，温老师，我现在还不饿，等我想吃了再吃。温以凡，好，那继续练习吧。温以凡跟他们说，因为上次落下了1节课，今天多弹2首。2孩子有点吃力了，但是也没反驳。温以凡看时间是等不到盛望回来了，跟他们说，今天就先到这吧。2孩子松了一口气。好，3个人下楼的时候，盛欣看到已经在吃饭的2个人，生气了，气呼呼的跑过来，我们还没有吃。女孩看了一眼他，继续嘴里吃。学完了。盛寒小声回答，学完了。女孩，家里规定好了吃饭时间，你们学完就可以下来吃饭了。在这期间，我们可是还等了你们很久，你们一直不下来，难道我们要饿着肚子等你们？盛欣愣了，盛寒也没说话。女孩看着盛欣，而且看样子你在上面也没少吃吧？刚刚说话的时候闻到一股甜甜的味道了，肯定在楼上有人给他吃过了。随后看向盛寒，本来他是没吃的，但是时间到了，温老师说上次没学，今天要多练习几遍。
后面饿了就吃了。现在看着女孩看他的眼神，他很后悔吃那个小甜品。两小孩都没说话，温以凡忍不住为他们说话，抱歉，孟小姐，他们上次漏学了，这次多耽误点时间给他们练习了几遍。这是我自己做的小甜品，我想着先给他们垫一垫。说着又拿出3份放在桌上，还不错的，给你们都尝尝，说的小心翼翼。女孩看着桌上的3份笑了笑，温老师，盛旺出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盛兴没有跟你说吗？盛兴看着桌上的美食，忽然听到他名字猛了猛。盛兴什么？温以凡脸色闪过一丝尴尬。女孩，谢谢了，多的一份你先拿回去吧，等盛旺回来了让星星告诉你，到时候你再给盛旺。说完让温管家送人，看他没拿走盛旺那一份，他还叫佣人送到他手里让他带走。女孩拿起了一份递给盛琦，问他吃不吃。盛琦没接，继续干着饭。王妈添了2副碗筷，女孩就开口，不用了，他们2个今天不用吃晚饭了。他把温以凡留下的2份小甜点都给了他们2个，既然在上面都吃过了，那这2份你们也吃了吧，吃了就不用吃晚饭了。女孩带着吃完饭的盛琦下了桌，吩咐他们把剩下的菜给撤掉了。羞羞，远方传来一阵口哨声，温以凡回头，去哪啊温小姐，我送你啊。是敞篷跑车里凌霄那张满脸笑容的脸。你是说你在怡园给盛旺的孩子教钢琴？柔柔的嗓音回复，他简单查过温以凡的身世，但是没想到居然还在盛旺家里教小孩钢琴。没想到你还挺多才多艺的，那就是说在双双生日的时候，你跟女孩妹妹是已经认识的了？是的。凌霄看着温以凡打哈哈，那上次的事情应该没事吧？温以凡闷闷不乐小声地说，其实孟小姐没事，应该是我的问题，这说了等于没说的话。凌霄，上次我给你讲的戏怎么样？真的不考虑来试试吗？这部戏是著名导演张晨最新作品，我有预感肯定会大火的，肯定让你赚得盆满钵盂。温以凡其实在还没等接触这些公子哥大小姐之前，他还是考虑过当明星的，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沉默了一下还是开口，我觉得我不适合娱乐圈，而且我对娱乐圈也不是很感兴趣。转头甜甜的对凌霄说，谢谢你这么看好我，你跟双双是我接触的对我真心好的人。凌霄看着温以凡甜美的声音，笑得那么温柔，心跳加速了，移开脸有点不自然。嗨美女吗？在哪里都是有优待的。温以凡看了一眼凌霄有点红的耳朵，给了他一份刚刚手里拿着的小点心，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本来是想让孟小姐尝尝的，但是她好像不爱吃，你要试试吗？凌霄记得女孩爱吃甜的，看样子是不喜欢温以凡才说不喜欢吃。他接过，隔着袋子都闻到香味了，我来尝尝。凌霄送温以凡到了家，那我就先上去了，谢谢林总，我先走了。凌霄，叫我凌霄吧，不用那么见外。温以凡笑了笑，刚转身又回了个头，对了，剩下的300W 已经转到你的账户了哦，记得查收。然后俏皮的小跑离开了。凌霄看着这画面，漾起满脸的笑，真可爱。看他进去了，才驱车离开。女孩听到敲门声，打开门，看到站在门口的温管家跟盛琦。怎么了？温管家，夫人，我刚刚去2少爷房间里，没看到他，找了一圈，看他就站在你门口也不走，应该是想跟你一起睡。女孩看手里还拿着小枕头的盛琦，小脸带着期待。女孩是要跟我一起睡吗？盛琦点点头，他很喜欢妈妈的味道，还有他讲的故事。虽然他会自己睡着了，有了第一次之后，他有点喜欢上这个感觉。女孩没说话，犹豫了一会。盛琦看他不说话，以为不愿意，眼神的光一下暗淡了。女孩，去你房间还是来我房间？盛琦抬头，女孩，还是来我这吧。他让开了位置，进来吧。女孩对温管家说了句，辛苦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好的，夫人。女孩，洗澡了吗？琪。盛琦软软的点头。女孩把他抱上床，那你先躺着，等我一会。然后坐在梳妆台前，打开他的瓶瓶罐罐，往脸上涂抹拍打。盛琦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女孩搞完这个搞那个，歪着小小的脑袋想，怎么这么多？等到他快躺下来了，女孩终于弄完了。他捏捏他的脸，下次记得敲门，要是管家没发现你，你要在门口站一晚上吗？他还是点头。好了，让我看看今天给你讲什么呢？女孩房间没有故事书，她也懒得去他们房间拿了，就在手机搜索3、7岁小朋友的睡前小故事。女孩说，这样吧，以后你来我这睡，我给你讲故事，但是你爸爸出差工作回来你就不可以来了，但是我可以去你房间睡。不过，盛琦睁着萌萌大眼睛看着女孩，不过我去你房间你就要讲故事给我听。女孩在床上一把抱住盛琦，紧紧抱住贴贴他。你说话，你说好，我就给你念故事。叮，小易，盛琦爱心值5%。盛琦看着跟他贴贴脸的女孩，脸红扑扑，沙哑稚嫩的声音张了张嘴，有点磕绊。好。女孩好像已经掌握了打开盛琦爱心的房门，哈哈哈哈，然后开心的讲着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还是自己先睡着了。今天周6，幼儿园放假，
盛寒、盛心准时在楼下吃早点，没看到盛琪。盛寒，弟弟呢？盛心今天照常去打开盛琪的房门，没看到他。哥哥不在房间。温管家，二少爷在夫人房里呢。盛寒冷着一张小脸，他对弟弟真好。盛心撅嘴，真讨厌昨天不让我和大哥哥吃饭，对他们不好。又想到范杰西说的，妈妈只喜欢盛琪。女孩带着盛琪下来的时候，看到两兄弟满脸幽怨的样子。女孩，今天不是周六吗？别人周六都飞起来了，放假还不高兴？女孩听了小姨给的建议，周末可以带他们出去游乐园、博物馆、动物园什么的去玩，增进感情。不错，很好的建议。她打算周六带他们出去玩，周日回老宅。女孩手里拿着 iPad 在看图片，很有艺术氛围。预约了一个艺术馆，想去拍照。叫他们一起去帮自己拍。女孩像在一边画画一边玩乐，高跟奥特曼的三只招招手。下午出去玩去吗？三小只还以为是跟上次那样，盛心频频点头。去。盛寒，好。盛琪点头。女孩，那我们下午再去。然后又继续窝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爆笑虫子。本来在玩自己的东西的三兄弟被吸引了，玩着玩着一点点玩到女孩旁边了，眼睛盯着电视，显然也爱看。等佣人们出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母子四人排排坐在沙发上，三只学着女孩葛优躺的样子看着电视，时不时四个人还呵呵的。王妈贴心的递上了果盘，女孩一个懂我的眼神，享受，偶尔投喂一下旁边的小崽子。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平静的上午。三小只已经穿戴好衣服，温管家给他们穿的同一色系的衣服，白 T 恤黑短裤，黑白相间的运动鞋，主打一个黑白。背上各自的小书包都还挂着上次女孩给的毛茸茸小挂件，还各自带了一瓶水也是斜挎样式的小小的不重，管家爷爷说要带上。他们此时等了女孩快1个小时了，盛心等的花都蔫了，妈妈好慢。盛寒，女孩子真麻烦。盛琪一直盯着楼上，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宝贝们。女孩今天半高马尾，还稍微弄了一下头发，简单日常妆容，粉色工字背心加浅色牛仔裤配小白鞋，今天很少女。走吧。王妈还给了女孩准备好的小零食跟水果，女孩分了3份给他们拿着，自己背着小包包走在前面。快点哦，不然等下人很多。女孩走在前面跟后面3个大包小包的小崽子说，女孩还带了一个小照相机在车上教他们怎么拍照，4个人还拍了一张。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三兄弟点点头。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人多但是地方也大，每个角落到处都在拍照打卡的。女孩让他们跟好自己，然后一边逛一边让他们轮流给她拍照，还有好看的地方在排队拍照的。女孩在摆 pose， 盛寒在用相机给她拍照，小手拿着相机有模有样，盛琪就用手机给她拍，嘱咐她哪里拍视频哪里拍照片，小小的手拿着大大的手机在努力的拍着。本来让盛心拍了一张，女孩看了差点表演一个当场去世，然后让她在旁边的地上蹲着看着大家的东西。拍了一组之后，女孩来检查盛寒拍的照片。这个可以，这个也不错，这个我有点矮，这个我的表情不好看，这个我的头发吹到我的嘴上了。你拍我的时候我哪里不对劲，你要告诉我再拍知道吗？再看看盛琪的，然后手把手教他用什么角度显高，可以拍视频再拍照片。盛心委屈巴巴的双手撑着下巴看着他们，旁边还有小姐姐看到这一幕也在偷偷拍他们，好可爱啊。女孩看了一眼没管，继续带着他们一边逛一边拍。机场，王默，盛总回公司吗？盛旺回医院，资料你带回公司就可以了。好的。盛旺回去的时候家里很安静，管家先生回来了。盛旺往楼上看了一眼，管家秒懂，夫人跟小少爷他们出去了，女孩不在，咱也不在。管家说他们去逛艺术馆了。盛旺把带回来的礼物放在女孩卧室梳妆台上，然后又去了书房继续工作。1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回来，盛旺想着给女孩打了个电话。这边的盛琪正举着手机给他美丽的妈妈拍照，微信视频电话突然跳出来，盛旺也不知道自己按的是视频通话。盛琪看着这画面随便点了一下，父子2个脸对脸，视频上了。盛旺，盛琪，对面盛旺先开口，妈妈呢？没等盛琪什么反应，手机远处传来女孩的声音，拍好了吗？盛寒，没有，等一下。女孩乖乖站好，盛琪还在乱点，很好。放大了自己的脸部后，又乱点开了后摄像，刚好对着女孩。盛琪看着可以继续拍了，一直举着手拍视频。对面的盛旺看得很清楚，女孩360无死角的拍摄，视频里的女孩变换着动作，还有俏皮的表情。盛寒拿着小相机给她拍照，看样子盛琪是拿着手机给她拍。还有一个呢。盛琪，盛心呢？盛旺问。盛琪听到手机里爸爸的声音，自觉的把手机对着蹲着看东西的盛心。沉默。女孩来检查了，看到盛琪无辜的表情没拍好，拿过来看，看到盛旺那张脸，怎么视频上了？女孩嘀嘀咕咕，看背景是在家了。
回来了。盛望，你把摄像转过来，对着地上拍什么？女孩，重新看到这张毫无瑕疵的脸，盛望问，什么时候回来？女孩，快了，我们还有2个地方没逛，逛完就回去了，挂了。说完他就挂了。看着三小只，女孩道，好了，我来帮你们拍，快去站好。拍累了，找了个地方休息。三小只补充水分。女孩边吃水果边在线 P 图。Hello， 小姐姐。看到女孩一脸警惕，立马挡在小朋友面前。不好意思吓到你们了，我是街头摄影展，主要是自媒体拍照的。我看到你跟几个小朋友挺好看的，想问问你们愿不愿意拍组照片。说话的是一个20多岁的少年，旁边还有一个拿着手机在拍的。女孩看过像那种网络上街头逮着人采访啥的，有时候看也不知道是不是剧本，不过这突然的袭击，确定这一个是随机拍的。女孩婉拒，不了，我们已经拍够了，现在累了想休息，谢谢。少年自信，我给你看下我们的作品吧。他粉丝不少，有500多万粉丝，有跟大网红拍的，也有很多帅哥美女，都是视频加照片，点击量也很高，各有各的特点。女孩看了，很好看，但是我们今天逛了1天了，很累，没精力拍了，不好意思，你们找别人吧。这里也有不少好看的小姐姐。少年找了一圈，就你一个大美女，其他都是拍腻了的网红脸，不死心的想继续问。女孩冷着脸，再问就不礼貌了。看着女孩冷着个脸，他也不好继续说了。好吧，我们的名字叫街头摄影展，你在网上可以搜到的，如果下次拍照可以找我。那先不打扰你了。女孩给盛望发了信息，接我们，然后发了一个定位。看着排排坐着喝水吃饼干的三小只，女孩也跟着一起解决。吃完差不多就带着他们出去了，这里车进不来。盛望收到消息就出发了。他们吃完东西走出来，刚好到了车上，女孩还在最后一个步骤，她制作了一个视频，有盛寒拿相机拍她的画面，还有盛星蹲在地上的画面，还有女孩指点盛寒的画面，后面加上了照片，还有他们的合照，加上音乐。这是女孩精心制作，挑选了最好看的，看起来很不错。评论区底下又是一波彩虹屁和点赞。女孩已经跟圣母说了，周日去老宅。刚第一个点赞了女孩朋友圈之后，又发来私信，顺其自然，程母，明天几点？女孩先问车上的4个人，明天要去奶奶家。奶奶问你们几点去？之前他们也去过，都是温管家安排送过去的。盛望跟女孩基本很少跟他们同时一起回去过，所以三小只以为又是管家爷爷送他们过去。盛星吃完早饭才7点30分，这个时候女孩起都没起，而且吃完早餐过去那么早干什么？女孩不行，太早了。盛星以前也是这样的啊。盛寒你也去吗？女孩然后看向盛望，你呢？明天还要上班，语气里透露着不快。本来想好工作安排的盛望犹豫了一下说，下午可以过去，那就上午把工作做完吧，自己也好久没去了，正好陪他们一起回去也挺好。女孩把手机拿到盛寒嘴边跟他说，寒寒，你跟奶奶说明天你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去，爸爸说吃午饭的时间带我们过去。说完就按了语音。盛寒猛猛的在女孩的催促下照说，盛望，我这个工具人。盛母这边看到备注儿媳妇发来的语音，点开是他大孙子的声音，听到内容后很高兴，全家一起过来，立马就吩咐了家里上下叫人准备什么了。女孩收到回复，好，能想象到盛母很高兴。三兄弟知道爸爸妈妈跟着去也很开心，他们从来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过，经常都是他们3个人，要么爸爸找个时间下班来接他们，也就一次，妈妈都没带他们去过，距离上次去爷爷奶奶家很久了，这次全家一起去，小脚丫都在开心的晃动了。回到家以后，女孩就直奔向餐桌了。这一餐是一家5口难得第一次聚齐在一起吃饭，三小只对面排排坐，女孩在他们对面，盛望在主座。在这期间，盛望还加了菜给女孩看，她没拒绝，盛望就时不时加菜，有不喜欢的，女孩还撅着嘴拒绝。听到盛望耳朵里有点撒娇的感觉，我不要。看到有女孩经常加的菜，也记住她要吃什么了。对面的三小只就静静的吃着饭，睁着大眼睛看着爸爸在照顾妈妈。女孩也在美美的享受晚餐，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洗完澡，这回才看到放在梳妆台的礼物盒，应该就是盛望说的最新款宝石系列了。女孩轻轻的打开包装盒，是一款蓝宝石星光偏折至海洋，颜色呈圆形矢车菊的蓝色，也就是微带青色的靛蓝色，不愧是被誉为蓝宝石中的极品。这是一套项链、耳环、手链。女孩拿起中间的一款项链，纤长细白的手心里，在灯光下的蓝宝石颜色真美，看得目不转睛，真好看。盛望还好买对了，当时这款也被一个 A 国艺术家看上了，为了买回来一直叫价到10几亿才买到手。女孩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明天带什么礼物回去给长辈。蹭跑到书房象征性敲了一下门，没等回复直接开门，嘴里还喊着盛望。座位上没人，看了一圈应该是在洗澡，女孩就坐在他位置上等他出来，
这看看，那看看，都是一些文件。女孩也不感兴趣，没动。看到笔记本，下意识的想点开看看有什么，说不定能发现盛旺的什么秘密。盛旺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女孩眉头紧锁，坐在他办公的位置上，敲打着他的笔记本。你在干嘛？突然出声，把认真是密码的女孩吓了一跳，忍不住责怪：你怎么走路没声啊？盛旺，这是我的书房，而且你还在偷看我的电脑。死鸭子嘴硬，没有啊，我就随便看看。反咬一口，你为什么这么紧张？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不能看吗？还大声说，密码告诉我，我要看。盛旺1026，盛旺一脸坦然的样子，让女孩觉得他有点过了。我是来问你，明天去老宅带什么东西回去？我已经叫王默准备了，明天送来。女孩松了一口气，靠谱。然后走到盛旺面前，示意他低下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那个礼物我很喜欢，热气喷在耳朵上痒痒的。说完，女孩还垫了一点点脚尖，在他脸颊处亲了一口，然后打算出去了，被盛旺拉住了手腕，两人对视。或许是盛旺眼神太过明显，女孩突然有点不自在，眼神飘忽，有力无力的挣扎。盛旺的手好烫，干嘛？他没说话，把女孩拉了过来。正当两人沉静的拥吻着，女孩用那娇娇软软的力气把头移开，脸红轻喘的说，不行，明天要见长辈，我不要。盛旺凑过来，贴着她，声音魅惑沙哑，不怕，我轻点，这一夜在书房。清晨一早，盛旺就加快处理今天的工作。女孩在书房的小房间里，还是盛旺忙完进来叫她。10点了，想到要回老宅，脑子清醒了大半。刚起来的时候还没站稳，往后仰了一下。盛旺抱着她去洗漱，镜子里的脖子上确实没有明显的痕迹，但是锁骨以下就有明显的痕迹了。女孩一脸幽怨的看着盛旺，她当看不见，孩子们在楼下等着你了。听到这话，女孩速度快了不少，一会还要打扮一下呢。怎么这么快？都准备好了吗？就等我了。盛旺，没事，你慢慢来，不着急，我也还有点事情，等你搞好就差不多了。女孩推他，那你快去，一会谁先好了叫谁。盛没事做，耶，好。女孩在楼上让小七化妆，还有早就准备好搭配的衣服。父子4人已经在楼下等女孩了。盛兴，爸爸妈妈每次出去都好慢。盛寒，女孩子要打扮漂亮就会慢。4个人望着楼梯，等待着人下来。终于看到女孩下来的身影了，白色长裙，头发被固定拢在耳后，加上小七画的清纯妆容，让她今天看起来很仙。盛兴看着女孩，他可吃颜了，她妈妈真的好漂亮，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妈妈都没自己的妈妈好看。女孩看着盛兴痴痴的眼神，宝贝，你的口水要流出来了。盛兴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女孩咂巴嘴，你怎么老是穿着这一套衣服？盛旺的衣服全部都是衬衣西装，除了颜色不一样，女孩没看出什么区别。盛旺低头看着自己的穿着，他习惯了。女孩，你下次多换换风格，你这一年4季穿同款，衣服一样有什么区别？盛旺，行了，走吧。他拉着小崽子们出门了。跟在身后的盛旺脑子里想着女孩的话。坐在车内的他们隔着老远都看到有人出来接了，从门口到里面两边都有穿着统一整洁的衣服一一排开，大场面。这是一个比较复古的庄园，不失浪漫与庄严，看着很干净大气。三小指跟爷爷奶奶关系不错，家里长辈都很宠他们，尤其是盛旺的奶奶，他们叫太奶奶。来，这真是要什么给什么，不用他们说，盛家上下都要把月亮摘下来送给他们。一下车，他们就狂奔着跑过去了，喊着太奶奶、奶奶、爷爷，真是孙子多。一人一个抱着这个亲亲那个摸摸，稀罕的不行。盛旺一手拿着礼盒，一手牵过女孩的手，女孩顿时感到放松不少。她就第一次结婚见过，还有生孩子的时候见，平时也没来过这，怕尴尬。盛旺，奶奶、爸妈，女孩也跟着喊。老太太笑盈盈的，好，进来吧。盛母，你也是的，钱是赚不完的，有空多陪陪你老婆儿子，早点过来，我还能带他们去养斋采气喝茶，那里的环境空气非常舒适，早上去最合适了。像盛母、盛老太太经常早上过去待一早上，让人感觉非常放松，很养生。女孩在一旁无辜眼，对啊，我都叫她今天的工作先放一放，她就是不听，还说早上就能处理完。三小只纷纷看向今天早上晚起床的妈妈，又看了看爸爸，大人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盛母拉过女孩的另一只手，不管她，下次你跟星星他们一起过来，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女孩乖乖眨眼，松开了盛旺握着的手。好。哎呦，盛气被盛父抱着，拔了盛府的一根胡子，刚长出来不长。盛兴看着爷爷长胡子了，我也想摸一下。盛耀笑呵呵的让他摸。林婉清，你看看你，叫你处理一下还不愿意，别扎到我孙子，真是晚上睡觉都扎人。女孩看着这一幕还是挺和睦的，这个氛围很好。三小指跟盛家长辈都挺亲近的。盛母，今天奶奶等你们过来拍照哦。怎么这么棒呀？把妈妈拍的真好看，一会可得帮奶奶拍些好看的照片。盛寒小小声，妈妈教的。
盛兴听到大声说，奶奶让我来，我来拍。昨天妈妈不让她拍，嫌弃她拍的不好看，她看的她拍的妈妈可好看了。圣母忍不住笑道，好好好，盛兴，太奶奶我也帮你拍。老太太是又抱又亲，张口闭口宝贝乖孙子。盛兴忍不住，现在就要拉着帮他们拍照。想着还没到饭点的圣母，让人拿了照相机去了小院，几个人好一顿玩闹。女孩也在旁边给他们指导动作。圣母念念，去叫他们出来，我们一起拍一张全家福。女孩乖乖应话，好。老太太在中间坐着，左边是圣母，右边是圣父，三人抱着三兄弟，女孩小两口站在他们身后。在拍摄那一刻，圣旺贴着女孩还牵了手，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他们一家5口也拍了一张，女孩抱一个，圣旺抱着2个，真好看，洗出来挂在我房间。老太太越看越喜欢，圣母也让人把今天拍的都洗出来。吃饭了，太太。管家赵妈笑盈盈的看他们拍完，叫他们吃饭了。圣母吃饭喽，下午我们再玩。饭桌上，陈旺还给女孩夹菜，女孩看到圣父也在给圣母夹菜，这让她没这么尴尬，嘴里含含糊糊的说，你给奶奶夹，不要一直给我自己来。圣旺也有给奶奶夹菜，但是老太太心里只有3个曾孙。老太太还给女孩炖了一碗汤，女孩双手接过，谢谢奶奶。老太太，这是用名药熬制的补品，专给女性补身体喝的。尝了一口，没有奇奇怪怪的味道，淡淡的清香味，喝下去之后有回甘的甜味。女孩，甜甜的好喝，谢谢奶奶。盛家对女孩是很满意的，长相漂亮，多才多艺，孝敬长辈，还一次生下了3个宝贝，无论是家事还是其他都非常满意的。他们也不要求儿子儿媳再生，1胎3个已经很不容易了。盛家女主人都是只生1胎的，盛奶奶只生了圣父，盛耀、圣母、林婉清也只生了盛旺1个。生孩子对女性伤害大，一次就够了。就是平时顾家比较忙，也不多来看看他们。就算女孩不常来，也会想着她可能是老公上班忙，还要带3个孙子，都是对女孩比较怜爱的。圣母不说，但是也是每个月都往女孩账户上打钱。圣父倒是会问候几句，然后也转钱。女孩钱太多，根本不可能努力，这辈子只能是享受了。吃完饭，本来圣父叫了圣涵去陪他下棋，但是圣母不让，然后圣旺就跟圣父在下棋，然后圣母就陪着几个小朋友在一个游玩室给他们准备的游戏，过来了就可以玩。女孩就在小院陪奶奶喝茶聊天，还挺自在的。圣心，奶奶，妈妈上次不让我跟大哥哥吃饭。圣母疑惑，圣母，星星说妈妈不让你跟哥哥吃饭吗？圣心，对，他跟2哥哥吃了，就不让我跟大哥哥吃。圣母觉得没道理，虐待孩子是不可能的，而且圣琪都吃了，不让他们吃肯定有原因，为什么不让你和大哥哥吃饭呀？圣涵，我和弟弟在吃饭前吃了小点心。圣母松了一口气，那是妈妈怕你们撑到了，所以才没让你们吃的。圣心反驳，不是我还饿，是妈妈不喜欢温老师，所以不让我们吃。圣母听得一头雾水，什么温老师？圣涵解释，温老师是教我跟弟弟的钢琴老师，他给我们带了小点心，那天还让我们多练习了很久，我们饿了就吃了。妈妈说我们没有下来吃饭，吃了小点心就不能吃饭了。圣母，怎么会让你们多练习了很久呢？圣涵，因为上节课我们没学，跟妈妈出去玩了，温老师说我们用学习的时间去玩了，就要补上，所以上节课我们就学习了很久。圣母，听起来好像都没啥错。圣母，星星温老师上课都给你们带小点心吗？圣星，对呀，很好吃，我可喜欢温老师了，他对我们可好了，还会接我们放学，带我们去玩，不像妈妈只带圣琪哥哥。那你妈妈也知道吗？圣星，知道，妈妈还说把我们跟大哥哥给温老师当儿子，不要我们了。圣母，2个孩子你一句我一句说，他听得云里雾里，叫来了女孩，想问问什么情况。女孩看着这小子了解，这又是在告我的状。女孩真是心里一股气，这孩子在圣王面前告状，又在圣母这里告状，还老是张口闭口温老师温老师。这圣母一开口问什么情况，女孩的眼泪啪嗒掉了一颗出来。圣母瞬间僵住了，反应过来慌了，这我1没打2没骂，问都还没问什么事呢。缓过来，圣母安慰着她，乖儿媳妇，乖女儿的怎么了？什么事情？让女孩更是两眼含泪水盈眶，满脸写满委屈，还呜出了声，硬是被女孩压得死死的，听得真的让人觉得好委屈。呜呜，3个小孩愣住了，第一次看到妈妈哭了。圣心更是好无措，觉得自己闯祸了，是他跟奶奶说，然后奶奶叫妈妈过来，然后妈妈就哭了。不知为何，他有点害怕，走到大哥哥身后，带着委屈巴巴的声音喊着哥哥。不过圣涵没有理，就是看着妈妈在哭。他看到这个画面，很想抱抱她，让她不哭，但是他现在愣在那里，是因为他每次都跟弟弟一样放学跟温老师出去了，一样吃了温老师的小点心，没吃饭。圣琪看到妈妈哭了，立马过去了，但是人太矮，就抓到女孩的裙子。大人正安慰着女孩呢，没注意小孩子。圣心看着越哭越凶的妈妈，他不知不觉也眼眶红红的，看大哥不理他，他就跑了出去，
看到爷爷在跟爸爸下棋，想了一下，他跑到爷爷怀里了，声音还带着委屈哽咽的小声：“爷爷。”圣耀一听，怎么了？这是星星，谁欺负你了？圣心哇的一声哭了很大声。圣望两父子对视一眼，两个人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迷惑。在家谁还能欺负他？还没等他问，圣母下来了。他劝不住女孩哭，赶紧跑出来叫圣望。楼上转角看到慌慌张张的圣母，妈！圣母手上还带着有点着急的晃动。圣望，你快来，你老婆哭了，还说了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哭了。她可不是背后的坏婆婆。老太太也跟着圣望上去了之后，圣母让开了位置，然后拉着小孩子。圣望上前没说话就擦掉女孩脸上的泪，环抱着轻拍她的背，等她平复。女孩哭累了就慢慢停下来了，有圣望抱着她，她也站着哭累了，干脆就直接整个人重量倒在圣望怀里，轻轻的抽噎着，眼睛红红，渲然欲泣的看着，惹人怜爱。圣望看着她，轻声柔问：“怎么了？”女孩没有立马说话，没想到等了一会，圣琪开口了：“坏人。”老太太跟圣母都欣喜惊讶不已，这个坏人肯定不是说在座的谁。没等谁问，圣琪又继续开口：“温老师，坏人。”一直重复。女孩听到也从圣望怀里出来了，她也有点懵懵的看着圣琪，这是什么好儿子？圣母解释了一下刚刚的事情，说她只是想问问女孩是怎么回事，还没怎么问她就哭了。说完还后退一步表示不关我的事。老太太拍了拍林婉清的手。圣望不知道圣心没吃饭的事情，倒是知道上次也跟他说过，上次放学女孩就接走了圣琪，圣心两兄弟还跟他抱怨了。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女孩，说了女孩为什么那样说，还带着批评的眼神看了眼圣涵圣心。圣母跟老太太一听不对劲，圣望看着圣涵问他犯了什么错，为什么没吃饭。圣涵无辜眼抬头望着圣望，诺诺开口：“我们吃饭时间没下去吃饭，吃了小甜点。”圣望，为什么到时间吃饭了不吃饭？谁给你吃了小甜点？程涵，温老师给的。他说我们不可以用学习的时间去玩。妈妈这样是不对的，还要我们把没学的补回来，我们就没下去吃，我饿了才吃的那个小甜点。说的圣涵都有点委屈，听到这个名字，圣望太阳穴的血管都一跳一跳。换回去必须换人。女孩缓过来后开口说话，像是被压过的棉花糖。她还给了我3份，我跟圣琪没有吃，给涵涵跟星星吃了，我就不让他们吃晚饭了。然后又对着圣望说，圣望的那份我还给他了，我让他下次等圣望出差回来再给他。说完就转头不看他。女孩继续说，他们每次都说温老师好，温老师好，也不听我的话。温老师也说我这个不对，跟他们说那个不对，还说他是圣望安排的，不归我管。说到这情绪又有点上来了，上一场估计是有一点演戏成分，但是现在这么多人围着讲这个那个。女孩一想到温以凡那个小白花，嘴脸憋着眼泪说了一句，我要不是你们妈妈我才不管你们。说完双手捂脸，这次是真的哭，还顾及着自己豪门贵妇的人设，没有放肆大哭，就双手捂住脸压住声音的那个哭泣，都还看到她指缝没遮住的眼泪哗啦啦的。圣望让他们都出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就抱着女孩坐在沙发上，然后用手机转账，在她耳边报着转账金额，转一次念一次，直到女孩停下来。而女孩停下来的第一件事是拿起圣望的手机看是不是转了。圣望有点想笑，还是忍住了。回去我们就把那个钢琴老师换了。圣望亲吻着女孩的眼角泪痕，你在这休息一会，我去外面跟他们说下。圣望把圣涵圣心两兄弟说了一顿，几个长辈也就在旁边看着，也不好插话。说完了以后，圣母又说了一顿圣望，这个温老师不简单，让他赶紧处理好，别搞得自己妻离子散的。看样子圣涵圣心都对那个温老师非常好。还有圣琪今天说话了，这一天真是又惊又喜。女孩缓好了之后就出门了，没在房间待太久，刚好看到圣望拎着两兄弟过来给他道歉。女孩很大度的表示没关系，我习惯了，本来是想要留下来吃个晚饭的，但是现在女孩跟圣望说要回去了，晚上就不在这吃了。他们走了以后，老太太跟圣父圣母说，晚清查一下那个温老师。圣母知道了吗？不说他也会去查的，哪里来的狗尾巴草都伸到圣家来了。因为今天这个事情，圣望本来跟他们说要换一个钢琴老师，女孩却有不同的想法。首先经过温以凡的教练，她也没发现他们两个在这情谊上有一个突出的点，合不合适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爱弹钢琴也不确定。所以女孩以圣望的名义决定两兄弟暂时不学了，等后面找个教育专家来给他们指导，或者自己发现有更合适自己的艺术方向再去学习。决定权在女孩手里，通知权交给圣望。圣望，经过你们这段时间的学习状态以及情况，你们暂时不上钢琴课了。歪头嘟嘴卖萌小宝贝圣心，为什么？圣望，等过段时间我会给你们找一个指导老师来教你们，到时候你们再自由选择喜欢的东西去学。圣琪也一样。圣心，以后温老师就不能来了，见不到了。我，圣心想说什么的时候，不自觉看了看旁边旁听的女孩。圣望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以后放学除了家里人去接你们，任何人接你们放学都不可以跟别人走，知道吗？要是还发现主动跟别人走了以后，玩具、零食、零花钱都没有了，听到了没有？三小指看着爸爸严肃的脸，都纷纷点头了。知道。女孩在旁边一脸与我无关的表情。听他们说完以后，就回房间了。女孩走的时候还轻微的哼了一声。4个男的都静静的看着她上楼了。盛旺加了一句：“以后没事不要惹你们妈妈。”说完也上楼了。女孩在房间看着圣母发来的消息，今天盛琦说话了，看来是情况有好转，让她找医生给盛琦看看。女孩回了个好的信息，脑海里想着盛琦。本来以为盛琦是最难走进内心的那个，但是从一开始到今天下午，她觉得盛琦都跟她蛮亲近的。自闭症患儿经常感到特别孤独，没有什么情感。孩子们对父母的到来还是远离都是漠不关心，与陌生人没有什么差别。父母也感受不到孩子的依赖，他们不管对熟人还是陌生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女孩感觉到盛琦对她的种种表现一定是有感情的，她得多陪陪琪琪，尽量让她跟正常小孩一样。想到另外2个就头疼的很，尤其是盛心。哎，小易，主人不要叹气哦，这是好事呀。当你试着用你的爱心耐心慢慢接近他，陪伴他，相信他也会感觉到的。跟你汇报一下目前的情况哦。男主爱心值还没打开，女主爱心值 40%， 盛寒爱心值你已打开，盛琦爱心值 5%， 盛心未打开，你的爱心值还没出现。说到后面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小易声音大了一些。他的主要任务是要集齐女孩的爱心值，可是到现在都还没出现。女孩慌什么？我要集齐4个人的爱心值难度比你大多了好吗？小易欲言又止。嘟嘟嘟，门口传来敲门声。女孩开门是王妈。怎么了王妈？太太，先生说你还没吃饭，让我问问你要吃什么。晚上不吃会饿的。刚刚还没感觉，这么一说倒是有点了。他们呢？王妈，先生也还没吃。3位小少爷喝了粥回房间了。女孩点点头。那你给我们2个煮个面吧。好。女孩叫住王妈，等等，我要粉，好久没吃粉了。王妈笑笑，好的太太。女孩先洗了个澡，然后下去吃粉的时候叫了声旺。2个人面对面，一个嗦粉，一个吃面。琪琪，女孩看到下楼的盛琦看着她，你也要吃吗？她摇头。盛旺，有什么事吗？女孩看着站在她旁边的盛琦没说话，有一点猜到。盛琦看女孩没说话，憋红了脸，拉了拉女孩衣服，小声说：“睡觉。”盛旺惊讶，女孩看了他一眼，然后跟盛琦说：“我们吃完就睡觉了。”知道盛琦意思，但是他想让他完整的表达出来。盛琦看妈妈，完全没说跟他睡觉的意思，开始有点着急。我们一起。女孩教他，你说妈妈和我一起睡。盛琦小脸红，小嘴张了又张，期期爱爱的说：“妈妈和我睡。”女孩听到这句，开心的摸了一把他的脸，乖。这是女孩第一次听到叫他妈妈。琪琪不说话，盛寒盛心跟他不亲近，也都还没叫过。看着对面一直观察着母子俩的盛旺，嗨嗨。女孩2人看他，他也没闪躲，3个人互相看着。女孩把盛琦往盛旺那边轻轻推了推，你跟爸爸说今天妈妈跟你睡。盛琦人小小只仰着头好半天才说：“爸爸，我和妈妈睡。”这是琪琪第一次跟盛旺说话，也是第一次叫他爸爸。盛旺这感觉跟盛寒盛心都不一样，怎么能不答应呢？盛旺，爸爸妈妈跟你一起睡。女孩也看着他，盛琦犹豫了一会，摇摇头，但是又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慢吞吞的说了句：“下次。”盛旺，女孩，盛琦，一起睡。小2口一个哦明白的表情。难得儿子说话了，盛旺也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好，下次加上爸爸。说完能看到盛琦害羞的笑。女孩吃完洗漱好就去了小朋友的房间，拿了一本1001夜的故事书递给他。还记得妈妈上次跟你说过的吗？记得，在他房间睡觉，他要给妈妈讲故事，哄她睡觉。盛琦小小的手接过一本大大的厚厚的书，大眼睛忽闪着点头，知道。女孩躺在床上拍拍旁边的位置，来吧。等小朋友扭动的屁股坐起来，把书放在隔腿的被子上。女孩贴在他身边，等着他讲故事。盛琦紧张的吞了下口水，磕磕巴巴的开始念，用手指着书本的字一个个的念，不会的还会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年轻猫，不会念美丽的王后。断断续续的稚嫩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成为夜晚最动听的声音。盛琦还时不时的看看女孩睡了没有，每次都被女孩笑眯眯的逮到，然后脸红红的继续讲，来回数次看向女孩后，她睡着了。盛琦小心的再读到的那一页折了一个小角，然后放在床头轻轻的躺下，慢慢的一点点的挪进女孩怀里。盛琦看着闭着眼的妈妈，小脑袋一点点靠近，女孩感觉到下巴传来软软的触感。盛琦在偷亲，因为他亲完非常害羞的躲进被窝了。女孩没忍住闭着眼在笑，假装睡着，无意识的抱住她。她看妈妈睡着了，松了一口气，也抱着妈妈的手甜甜的入睡了。叮，小易，恭喜主人，盛琦爱心值 8% 了。
女孩也很开心，目前还是七七最好骗了，开心。隔天一早，林双双就问女孩有没有空。上次女孩说了一家度假酒店，约上一起去。念念好像不喜欢温以凡，这次没叫她，就他们2个人去。女孩，好啊。林双双马上回复，那我们下午出发，明天再回来，我过去接你。女孩，好。女孩收拾了一套衣服就没了，其他的想必林双双都带齐了。是的，就住一晚，林双双都装了一个小小行李箱。女孩告诉温管家跟王妈，下午要出去，明天才回来。这个度假酒店在 A 区，经市开车过去2个小时。林双双，我到了。女孩拿着包出去了，林双双看到她就一个小包，你这样显得我很夸张。女孩笑，玩1天而已，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在家都被我爸妈快要逼死了，要跟着我哥哥学习管理公司的艺人啥的。你说我哪有这个脑子？不过让我看看帅哥美女还是可以的，嘻嘻，一脸花痴样。林双双爸妈也是很宠她的，从小溺爱里长大，也不是真的让她管理公司，反正有他哥在，她就装个样子学习学习。她和女孩都是米虫。念念结婚了，她还没玩够呢。不过念念结婚了也能玩，真羡慕她哪里都好。路程2小时，姐妹2个谈这个衣服好看，谈那个八卦真假，过得还挺快到了。林双双毫不夸张的，哇哦，金光闪闪的4个大字九宫山庄。这个度假酒店是今年3月份才开的，上次去过一次，尊贵大气，客房也设有小酒吧，还有独立海滩、景观游轮、跑马场等，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京都幼儿园，今天幼儿园举行人贩子房管演习，演练之前老师就嘱咐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吃陌生人的东西等。叽叽喳喳的小朋友都说知道了。演练开始后，人贩子悄悄地走进幼儿活动范围，使出浑身招数，利用各种食物、玩具、漂亮裙子等进行诱惑，不停地诱说小朋友，千方百计让他们上当。年龄大点小朋友记得老师跟家长说过的话，不为所动。也有看到好看的裙子想要跟着去的女孩子，被旁边的男生蛮力拉住。盛家3兄弟坐在一起，一脸警惕，给什么问什么都不说话。盛寒还跟其他大朋友一样跟人贩子说，我们老师马上就来了，还告诉大家是坏人不要信。这个视频中只有2个小朋友被骗，一个是爱吃的丰满型的男孩，还有一个是爱漂亮裙子的女孩，都跟人贩子走了。这个视频全程被录像发到群里，说明了这次演练的总结，还有收到私发，坚持住的小朋友表扬，被骗的小朋友也善意的提醒家长注意。女孩也收到了表扬3兄弟的信息，回复了谢谢老师。林双双看女孩在看手机好一会了，看什么呢？女孩拿给她看了视频，小宝贝不错啊，我干儿子从小双商在线，颜值还高，可稀罕死我了，下次带出来给我玩玩。女孩，换个人可不一定，这要是女主温以凡来，这2家伙尤其是盛兴，屁颠就骗走了。女孩随手把视频转发给盛旺，什么也没说，就一个视频，然后关了手机，跟林双双喝着小酒聊天。双双，你觉得温以凡怎么样？林双双看向女孩，她右手撑着额头，左手轻晃着酒杯，整个人漫不经心的慵懒的状态，好似是在问一个平常的问题。林双双想了一会，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温温柔柔，也挺谦虚的。女孩轻笑了一声，把手中酒杯的酒喝完，直说，我不想你们有过多的接触，我不喜欢他。林双双愣愣的看着女孩，是因为上次我生日他不小心弄坏你衣服那次吗？女孩从阳台俯瞰外面的风景，他在我家当家教，隔3差5晚上来教你干儿子钢琴，他的水平暂且不说，现在你的3个干儿子已经快要有2个变成他的了，估计要不了多久我都要被取代了。从家教几个月时间，都已经搬到我家里来住了，有几次我看到他在我们家关系亲密的他们才是一家人，我倒像个外人了。作为家教，他说他是盛旺安排的，只听盛旺的话，与我无关，也隔3差5去幼儿园接你的干儿子。盛寒盛心已经快要信中了。女孩顿了一下，慢慢走近林双双，轻声的在她耳边说，上次生日你在心里觉得这是发生了一件小事，如果是你的衣服被弄脏的话，你会不计较，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并且你还有其他衣服，对吗？林双双眼睛眨了眨，有一丝慌乱。我看着女孩清澈的狐狸眼，林双双说不出话。女孩，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不是吗？在一个健身房里锻炼，你不小心受伤，他不小心救了你，你们成为了朋友，带他参加了聚会，不小心弄坏我的衣服，被你哥哥解围，成功搭上了你们这条线。小孩子脑子是新的，没用过能理解，各位作为精英继承者的脑子应该不至于停留在6岁吧。我不喜欢他，讨厌他。女孩直说，看着被他说懵的林双双没再说话了。隔了好一会，林双双才走过来，她身边小声问，这女的藏这么深吗？想到刚刚女孩误会她，有点委屈。我跟她才认识几天，我们认识多久啊？我一开始确实不知道她表演的那么好，各方面都无可挑剔，你说了我才知道的。挽着女孩的手摇了摇。女孩，那我也有可能刚刚在瞎说。林双双，你才不会，而且你刚刚好认真，没吓死她，以为要绝交了。
女孩，你……林双双立马举手，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我起初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觉得这个人挺好的，或许还能做朋友呢。确实没想到，对不起啊，念念。女孩摇摇头。林双双气愤脸，他真的要把我干儿子抢走了吗？女孩跟他说了好多细节，包括在老宅圣心老是因为他告女孩的状，还哭了。现在圣母也知道了，圣王他们说暂时不学钢琴课了，只要他不找事就行。你说他接近会不会就是想取代你啊？然后现在又搭上我跟我哥，本来我是没想这么多，但是你刚刚一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暴发户慢慢的山鸡变凤凰，慢慢从你身边入手，然后一点点抢走你的东西。林双双越说越觉得可能是这样，把手里的杯子一摔，哈，我居然认真了。念念你放心，我是你的人，这人要是算计我咬不死他。女孩小幅度乖乖的连续点头，然后两姐妹又唧唧歪歪聊了一会。圣望收到女孩发来的视频，不错，有进步。女孩最近很关心孩子，她回了个大拇指，后面联系都没见她回复。问了温管家才知道她跟林家的出去了，今晚还不回来。今晚三小只回来的时候也没看到女孩，这几天女孩都在家。三个人下意识的想找女孩的影子，没看到。温管家看出来了，小少爷，夫人今晚不回来。圣心，哦，其他两个没反应，他会不会又对他们爱搭不理，不管他们了。今晚圣望很晚才回来，程三小只跟之前一样，三个人吃晚饭，以前也是，但是今天感觉很安静，很孤单，可能是这几天感觉妈妈经常陪在他们身边，爸爸时间也多了，这对比一下子就来了。三个人都不开心的吃了晚饭，各自回房。下班的圣望收到女孩的一个就没了。林双双跟女孩两人放松了2天，准备回去了，想着要不顺便去接小孩，叫车先送林双双回家。她在京都幼儿园停，女孩给温管家打了个电话，说她顺路接小孩回去，管家就没来了。女孩去的时候晚了一点点，已经有一大部分小朋友接走了。三小只站在门口，为什么管家爷爷还没来？平时早早就在等了。他们坐在幼儿园老师给的小凳子上排排坐，双手撑着小脸蛋，一脸忧愁的看着门口。当女孩下车的时候，看到这幅画面，忍不住发笑，向着他们招手。反应过来的三兄弟惊喜的坐直了，然后一个两个三个的快步走来，快到校门口的时候，都小跑到女孩那里去了。这2天没看到，都怪想着女孩的，蹭蹭蹭跑到女孩跟前停下，一张张小脸红扑扑眼亮晶晶的嘴角掩饰不住的笑。圣心嚷嚷，管家爷爷没来。女孩笑，不想我来接你们吗？哎，那我走了，我叫他来接你们。女孩看到他们3个一下子慌乱，还着急的抱住了女孩的衣角跟大腿。三小指连忙说了一句，想连圣琪都说了。女孩摸了一把他们的头，走吧，回去了。圣心，今天不出去玩吗？妈妈接他们几次都带他们出去玩，以为这次也会带他们去，哪能天天玩呀，老是想着玩。他们想妈妈带他们出去吃饭，因为在外面吃饭妈妈可关心他们了，给他们夹菜擦嘴，有时候还会喂他们，在家就有佣人照顾，妈妈就不管，所以自从体验了跟妈妈在一起的感觉之后，就想跟妈妈单独去玩去吃饭。圣心，哦，怎么了韩寒？女孩看到盛寒一直看着她，盛寒，你昨天去哪里了？女孩，去玩。看着盛寒嘟嘟的脸，女孩又说，你们要上学，等你们休息带你们玩。闻言三小只都纷纷说，哦，这回开心了。回到家的时候，细看三小只还有点蹦蹦跳的走。圣心嘴里还喊，管家爷爷，我们回来了。圣心，咦，温老师，你怎么在我家？温管家，小少爷回来了，温老师想找夫人谈谈。看是之前小少爷的家教，也不好说拒绝，说是等夫人。温以凡看着活泼可爱的圣心，几天不见，星星有没有好好练习啊？圣心听到这话，转头看向女孩，温老师这是特意来给圣望送甜品。女孩看着温以凡手上的盒子，不怪他每次这么说，他就是觉得这女的对圣望有意思。女孩，我本来是想让他们告诉你的，但是圣望说他们2个暂时不需要家教了，真是难为你特意等我们亲自送过来。圣望还没下班呢。温以凡，不是的，孟小姐，我想跟你说2句，刚好是顺便送点你们尝尝。女孩挑眉，你说，小韩跟星星弹钢琴还是很有天赋的，希望孟小姐不要因为其他原因不让他们学了。女孩笑出声，温老师说的这个其他原因是指什么？温以凡直视着女孩的眼睛，我知道，孟小姐对我有误会。还没说完，女孩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真的听不得一句绿茶话。温小姐，首先第一，你应该叫我盛太太，你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喊我孟小姐，你几次三番把我跟我先生分得很清楚，你是有什么目的吗？还是说你的目的是想当三？温以凡听到这话，身体僵住。其次你说的他们2个学钢琴的天赋，我确实是没看出来。又或者你对你大学刚开始学的钢琴很有自信，觉得很有天赋了，甚至觉得可以培养教学了。又或者可以教一个根本不爱弹钢琴的孩子学会去爱弹钢琴。确实没见过你这么自信的，学几年钢琴以为自己天赋异禀就是钢琴家了，可不要误人子弟啊。
温以凡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指甲陷入肉里。他是从小没有条件，大学才刚接触钢琴入门，这还是他妈带着他加入暴发户李家才认真学的。发现他真的在钢琴上有天赋，现在被女孩说得很不堪。孟小姐，你没必要这么羞辱我，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你也可以找其他老师教他们的。女孩点头，当然了，等他们过段时间会找专业老师指导学习的。至于盛先生，我们的确认识，我跟他。温以凡带着一种看不懂的一丝情感跟哽咽。女孩，演哪一出？停，有关盛旺的事，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盛旺说，我不感兴趣，我绿茶过敏，谢谢您。温以凡脸色僵硬的笑，心里想这女的真是不按常理出牌。场面安静了1分钟，那我就不打扰了。然后他把手里的小点心给盛寒、盛星、小寒、星星，这是温老师给你们做的小饼干，以后就没有了，那最后一次哦。他们两个下意识的看向女孩。盛寒犹豫了一会说，谢谢温老师，我们要吃饭了，饭前不能吃零食的。这么一说，旁边的盛星也想到上次吃了温老师给的点心，妈妈就不让他们吃饭了。可是温老师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盛星在女孩跟温以凡身上视线来回扫，最后小心翼翼的看着女孩的表情，收下了温以凡的小饼干。女孩没反应什么反应。盛星松了一口气，我吃完饭吃。温以凡笑，可以啊，明天也可以的，这个能放3天，你们可以慢慢吃。盛星轻轻的点点头，好，那我不打扰了，孟小姐。盛三兄弟静静的看着女孩，不敢说话。女孩只跟管家说了2句，以后不要放陌生人进来，饭点叫他就上楼了。三小只视线一直追随着女孩，虽然她没说什么，但是这种冷冷说话的态度让他们有点慌。三兄弟互相看着对方，盛寒有点责怪弟弟怎么收下了，感觉妈妈又生气了。盛琦就是一直盯着盛星手里的袋子，眼神幽暗，突然抢过盛星手里的袋子，猛地往地上一摔，速度之快，大家都来不及反应。他还对盛星说，讨厌，讨厌你。盛星懵了，他哥第一次跟他说话就是摔他的东西，还说讨厌他，让他久久没缓过来。过了一会之后，传来一阵哭声，从无声到小声再到爆哭，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的张开嘴巴大哭。温管家看到二少爷动手太突然了，都没来得及阻止，这马上去叫夫人。女孩听到盛星哭了的声音，真的黑人问号脸。他没说什么吧，一没让他不收，二没让他不吃饭，哭个啥？听到管家的描述，女孩看向这个护犊子的盛琦，拉到一边。盛琦看到妈妈下来的时候慌了一下，他不是故意欺负弟弟的，刚刚控制不住，他让妈妈不高兴。女孩，琪琪怎么摔弟弟的东西？他低着头一脸愧疚。女孩动作轻柔的拍了拍他的屁股，盛琦小声，妈妈不开心。妈妈不开心你就摔弟弟的东西啊？盛琦，坏女人的东西。女孩，没错，但是不能这样教小朋友吧？想了半天硬是没想到教育孩子的理由。要不算了，扭头看到哭得一脸鼻涕的盛星。女孩在盛琦耳边用软乎乎的小气音说，你弟弟不知道那个是坏人，你扔他的东西他都伤心的哭了，你去跟他道歉，妈妈晚上给你讲故事。盛琦耳边痒痒的妈妈跟他说悄悄话，他很开心。好，他走到盛星面前，你以后不可以拿坏女人的东西，不然就不是我的弟弟。女孩，这不是我教的。盛星没说话，还抽抽搭搭的，吸一下鼻涕打一下嗝，然后盛琦就跑了，去了他的房间，拿了一个盒子，里面是各式各样的精美包装的小饼干、小糖果，塞到盛星手里。盛星看到手上的漂亮包装盒装的各种图案的糖果饼干，小肉手还伸进去捞了捞，拿起来看。哭过的小奶鹰还对着盛琦说，谢谢哥哥。总算是消停了。盛琦一脸期待的看着女孩，那小表情恨不得立马上前给她一个大的亲亲。盛寒看着他们的互动，他也有点想哭。没人注意他，妈妈的目光好像一直在盛琦身上，但是他是大哥，他不能哭，在角落显得有点落寞。女孩扫到3个小孩的状态，心下了然。好了，吃饭吧。在他们上桌的时候，女孩把他们一个个抱上椅子上，到盛寒的时候还摸了一把他的头。盛寒看着只摸了他头的妈妈，不开心的情绪一下就没了。今天吃饭，女孩也格外关注他们，给他们夹菜擦嘴，那个幸福的感觉又来了。上一秒还哭唧唧的娃，现在一个比一个满足脸。今晚加班回来的盛总又发现自己的老婆在儿子房间睡着了，儿子刚说话情况好转，自己也不能明着抢人，又是睡书房的一天。今天是盛旺送他们上学，三小只跟盛旺拜拜，爸爸再见。看着3个儿子进去了幼儿园才开车离开。刚起不久的女孩吃着算是午饭，就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盛寒发烧了。吃到一半的女孩立马赶过去，跟老师说了后，先把脸蛋有些红彤彤的盛寒抱走了，还有2个崽让管家带回去了。女孩抱着有烫的盛寒上车，立马跟曹叔说，快去最近的儿童医院。盛寒都有些迷迷糊糊了，他看到妈妈一直抱着他，摸他的脸，轻轻拍着他，还温柔的跟他说话，问他热不热，是不是很困。他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就靠在妈妈怀里，
又舒服又难受，怎么会突然发烧呢？难道是开了空调没盖被子吗？可是睡前佣人检查了的。女孩脸色有些焦急，时不时摸摸她的额头。到了医院，立马挂了急诊。女孩一个人抱着孩子，还好有曹叔在。她去缴费，女孩抱着盛寒给医生检查，打了吊针娃，已经睡过去了。女孩有点生气，就打了盛旺的电话，没人接，更生气了，整天找不到人，儿子都发烧了，天天工作，真是越想越气。护士说要看着点滴，吊完这一瓶就可以了。女孩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等待着。盛寒睡醒的时候，看到女孩都昏昏欲睡，还时不时打起精神，看着吊瓶打完了没有。女孩打了个哈欠，咦，你醒了？上手就是摸额头，揉了一把小脸。盛寒前面的头发都翘起来了，整个人呆呆的。再等会把这个打完就没事了。盛寒红色的小脸带着萌萌的点头。过了10多分钟，吊瓶打完了。医生说是着凉引发的发热，夜里盛寒觉得热，自己开了空调，还没盖被子，已经有2天这样了，佣人都没发现。女孩抱着他，拍了拍他小屁股，你看着凉了吧？盛寒小脑袋靠在女孩锁骨上，整个人也趴在女孩身上，双手环着女孩的脖子，这一天的脸都是红红的。下次不可以这样了。盛寒乖乖点头，不饿，想不想吃饭？粥吧，生病还是喝点粥吧。自言自语的女孩不知道为啥就觉得不管生什么病，好像第一餐喝的都是粥，感觉只能喝粥。盛寒乖乖应。今天的女孩一直抱着盛寒，坐下喝粥的时候还抱着喂他。盛寒想说他自己来，但是又没说话，最后还是独享着这来之不易的爱意，舀一口吹凉，然后喂给生病的小寒寒。盛寒张口慢慢吃完一碗。叮，小易，恭喜主人，盛寒爱心值6%。女孩知道是这次生病了，自己很少这样单独的机会跟每个小孩相处过。盛寒是3兄弟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下有2个弟弟，一个自闭症，一个活泼可爱，年纪最小，他从来都不是第一选择。今天全身都在发烫，连着心也紧紧的发烫。女孩也烦恼，以前对孩子们都不在乎，现在接触下来，感受到做母亲的心就有点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跟他们相处也有不同的感受。盛寒乖乖的样子让女孩觉得对他们的爱还是太少。小易，主人，你的爱心值出现了，撒花撒花，转圈转圈，撒花啊 Siri 激动的声音，主人，你终于想着要对他们好了，你刚刚心里想着要好好爱他们，这个就出来了，我的任务终于出现了，感动。女孩，我还是心太软。范杰西，盛寒妈妈，是盛寒妈妈。范莹娜一脸懵逼啊，听着儿子也不知是喊他还是喊谁。范杰西指着一个方向，他顺着看过去，是那几个高颜值小朋友的美女妈妈。走过去打招呼，女孩，娜娜，上次加微信还聊了几句。女孩看了一眼小孩子，右手被包了起来，挂在脖子上，也是一名患者。这是调皮，爱玩不小心摔了，已经在家休息了好几天了。范莹娜看着盛寒贴着退烧贴，你家孩子发烧了吗？对，着凉了，今天刚打完吊瓶，在这喝个粥，这准备回去呢。范杰西指着盛寒的额头，盛寒，你受伤了，跟我一样，人家才不跟你一样，你是贪玩受伤了，小寒是生病了。女孩看着母子俩笑了笑，我先带涵涵回去休息了，先不打扰你们了。范莹娜中气十足，好，下次我们俩有空出来玩。行，涵涵跟你同学说再见，盛寒跟他们招手，阿姨再见，范杰西再见。范杰西也举起没被束缚的左手跟他拜拜，阿姨拜拜，盛寒拜拜。女孩叫了滴滴打车回去。女孩跟盛寒说，这2天你也在家休息吧，等完全好了再去上学。盛寒当然说好，巴不得跟妈妈在一起。I know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女孩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盛旺，翻了个白眼，接通递给了韩寒。喂，盛寒耳边手机里传来爸爸的声音，他看着女孩糯糯的开口，喂爸爸。韩寒可能是听女孩这么叫多了，盛旺也不自觉地喊出了叠字。盛寒，怎么发烧了？你们现在在哪呢？着凉了。眼睛瞄向女孩，声音更小了，妈妈带我去打针了，小声音。女孩还是第一次听盛寒说妈妈，虽然还没对着他说过。盛旺，妈妈呢？把电话给妈妈。盛寒把手机递给女孩，爸爸。女孩接过，干嘛？我刚刚开会，手机不在身边。女孩轻声敷衍的嗯了一声就挂了，听到就烦。盛旺还保持着拿手机的姿势，头疼，相当头疼。祖宗又生气了，加快处理完紧急的事情，叫来了王默。我有事先走了，剩下的时候你来处理。王默，这大下午的你就下班了，敢怒不敢言，还是要微笑。好的，老板。回家以后，2兄弟也担心的看了看盛寒。女孩趁机跟他们说也要注意。好了，你们在这玩一会，困了就去睡觉，不许打扰哥哥，知道吗？好。盛旺回去的时候只看到盛琪跟盛星在堆积木。妈妈和哥哥呢？盛星回答在睡觉，哥哥房间生病真好，可以跟妈妈一起睡，还可以抱抱。
爸爸也回来了。星星也想生病。盛旺去了盛寒房间，床上是躺着一大一小，两个人靠在一起，女孩还没完全睡着，听到一点声音醒来了，两个人四目相对。盛旺轻轻走过去，看了一眼睡着的盛寒，然后伸出手摸了女孩的脸。女孩摸错人了吧，一把拍开了他的手。盛旺在女孩这边的床边半蹲下来，把她掰向他这边。女孩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这货亲了上来。女孩瞪大眼睛反应过来的时候，他松开了，他的声音低沉浑厚，富有磁性，压制了音量，跟女孩说：去我们房间。女孩被他一顿莫名其妙的操作搞懵了。盛旺看女孩不说话，就想去抱她。女孩反应过来，反手就是一巴掌，声音还怪响的。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看盛寒，还好没醒，责怪的眼神看向盛旺，发什么疯？他刚想说话，女孩起来了，捂着嘴让他别说话，出去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女孩直接翻了个白眼，我哪句话说了让你回来了？盛旺没接到女孩的电话，刚刚打回去他还挂了，很明显的生气了。女孩抱着手臂别开眼，你上你的班还回来干什么？儿子又没事，反正有这么多人在，少你一个不少。盛旺解释，最近项目比较多，有时候开会手机静音，我没看手机。女孩冷淡的嗯了一下，没事，工作吗比较重要。盛旺不知道为什么女孩最近很在意这些，以前两个人都互不打扰的，他也不明白怎么现在要跟女孩解释这些。气氛一下安静下来，还是女孩先开了口，韩寒只是着凉了，现在打了退烧针好多了，没什么事。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盛旺在书房里想了一下午，觉得还是自己想太多，多转点钱给女孩。于是他跟女孩说了，以前都不干涉对方太多，都没什么事情，现在好像事情越来越多了，公司现在也比较忙，也没时刻看着手机。这一番发言直接把女孩震惊在了原地。他这个发言，他有点被气到了。女孩看着他，你觉得以前的相处很好是吗？盛旺，女孩点头，明白了。这是觉得他烦了，以前相敬如宾的时候挺好的，各过各的。他说这样好，行，可太好了。女孩笑了，好，我知道了。女孩在转身的一瞬间，脑子里突然出现离婚两个字，真是 ITM 谁谁谁不干了。这人的心比金刚石还硬，他不要了。这爱心值不要也罢。小易担忧，主人摆烂了，那他就不会产生爱心值，那他怎么办？好难啊。可是他现在正在生气，他都不敢说话，说错一个字估计就没机会了。好不容易出现了爱心值。女孩这2天都在家陪盛寒。你喜欢弹钢琴吗，韩寒？他犹豫了一下，点头，喜欢。那我给你找个老师继续教你吧。还是你喜欢之前那个温老师？女孩问出死亡问题。小小年纪的会察言观色的盛寒还是懂了，他摇头。女孩笑了，那你喜欢温老师吗？小孩子要说实话哦。盛寒犹犹豫豫，在女孩的强烈眼神攻击下小声说，好像有点喜欢的。那你喜欢我吗？也害羞的小声说，喜欢。女孩继续问，那假如我跟温老师只有一个能一直陪你的，你想要谁陪你？盛寒声音更小了，什么？女孩都把耳朵伸过去了。妈妈。女孩听到细小的小奶音，假装没听清，一把把低着头扣着手的盛寒抱过来。你说，我刚刚没听见。在女孩贴脸靠近的逼问下，看着女孩的眼睛说，要妈妈。耳尖都红彤彤了。女孩撅嘴亲了盛寒小脸蛋一口，呵呵傻笑。乖儿子，明天我就给你找最好的钢琴老师。叮 Siri， 盛寒爱心值10%。芜湖。在家休息玩了几天的盛寒有点闷闷不乐的跟着弟弟们上学了。弟弟们看着哥哥终于上学了，也可开心了。直到有天佣人跟女孩说，盛星也偷偷趁佣人走了以后对着空调吹。因上次盛寒感冒，管家佣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加强了看管。盛星被逮到，女孩真是心力交瘁，看着眼前的熊孩子。你正想着怎么教育这孩子，盛旺回来了。女孩想告诉了盛旺让他去教我，结果就是被盛旺严厉教育一通，面壁思过反思。盛星委屈，眼泪汪汪的看着盛旺。盛旺无动于衷，站好。盛星没哭出声音，背着墙壁眼泪框框，要用小手倔强的抹着眼泪。他哼了一声，讨厌爸爸，不喜欢妈妈了。要是温老师肯定会在这好好安慰他的。女孩正在找衣服呢，盛旺悄无声息的进来了。女孩转身吓了一大跳，张口就骂，有病啊，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吗？还推了他一把。盛旺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女孩现在看到他心情就不是很好，恢复到之前的冷冰冰的状态。盛旺的邀请女孩也拒绝了，这让盛旺很困惑。死盛旺臭盛旺，想睡他就来找他，睡完就提裤子不认人，不是不要干涉对方吗？从今天开始就如你所愿，相敬如宾的过日子吧，休想碰他一点。女孩在房间躺着玩手机的时候，盛旺又来了。你干嘛？盛旺看他防备的动作，防谁呢？这是周3晚上有个宴会，需要女伴。女孩扭头拒绝，我不去。这次晚宴是 YK 举办的，奢侈品品牌，到场的男士都会带女伴，意思就是他也要去。女孩皱眉。小易提醒，
主人，商业富豪聚会，女主一般都在场。女孩挑眉，懂了，到女主升级的时候了，行吧。我去。盛旺看着女孩面无表情的脸，盛旺踌躇不前，看着盛旺还在这，你再还在这干嘛？这也是我房间。女孩气性大，直接起身拿着手机就出去，嘴里还切了一声，盛旺都莫名其妙了。女孩开门准备去儿子房间睡觉，一打开盛琦就站在门口，女孩低头看着他，他也抬头望着女孩，一起睡。这2天盛寒生病都陪着他了，忘了盛琦了。想到盛旺要睡卧室，那就让他自己睡吧。他睡盛琦房间。好，我们去你房间。女孩拉着盛琦走的时候，盛琦还回头看了一眼盛旺。女孩在听着盛琦讲故事的时候，盛旺又进来了。女孩看到真的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看着躺在儿子床上盖着被子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女孩，在听着儿子念故事书，也看到对他毫不客气的翻白眼。盛琦声音停下，看着盛旺，眼里满是疑惑。盛旺右手轻握着拳头放在嘴边，轻咳嗽一声。上次你不是说要跟爸爸妈妈睡？盛琦看了看没反应的女孩，对着盛旺眨了眨眼睛，然后盛旺就真的上床躺下了。在他躺下的一瞬间，女孩起来了，把盛琦放在中间。他们2个看着女孩面无表情的脸，互相对视了一眼，没敢说话。女孩琪琪继续讲，我还没睡着。盛琦然后房间响起他儿子的稚嫩的声音，照着故事书念的不是很流畅，但是这清脆稚嫩的声音让人觉得纯净清澈，听起来格外动听。女孩的不开心也渐渐的听着这故事书慢慢入睡。盛旺看着睡着的女孩，呼吸都放轻了。盛旺拿走儿子手里的故事书，摸了摸他头，睡吧。盛琦躺在爸爸妈妈中间，看了看爸爸，又看了看睡着的妈妈，这个感觉很奇妙，好像睡在大大的 QQ 糖床上，又甜又软。盛寒躺在床上，眼睛没有焦距的看着一个地方，黯然神伤，还看了门口几眼，最后捂着被子强迫自己睡觉，他不来了。盛旺看着睡着的老婆孩子，想着女孩突然又变回之前那样，但是对孩子还好，是因为我上次说的话。他沉思。隔天盛寒悄悄打开盛琦的房门，看着睡在盛琦房间里的爸爸妈妈，可难受了，悄悄把门关上了。盛琦跟盛旺女孩一起下楼的，看着爸爸妈妈跟着盛琦下来的盛寒闷闷不乐。女孩难得早起，今天要我送你们去上学吗？盛兴看着盛旺，爸爸呢？我也可以送你们。太好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一起送他们上学过。没想到女孩说，那你爸爸送你们去吧。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女孩，女孩看着众人的不满的眼神盯着她，想了一会，女孩说，那一起吧，反正我今天没事。怎么样，温小姐，还满意吗？琳达化妆师看着镜子里自己的作品，温以凡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黑色的长发随风飘动，梳成公主头随意的披散在脑后，一个蝴蝶发加绑鞋插其中，带着墨色美瞳的眼睛在纤长睫毛下显得更加水灵，小嘴上涂着淡淡的蜜桃色一袭粉色百褶裙，很清纯，很满意镜子里的自己。她点点头，今晚是很重要的商业活动，她也要好好表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慢慢变得坚定。凌霄，晚点来接你。温以凡回复，好。送完孩子，盛旺跟女孩说，我晚上下班来接你。冷淡苏，沉默了一会，盛旺默不作声的下车上班去了。最近太太对先生又之前那样了，女人的心情琢磨不定。太太回去吗？曹叔看着后视镜的女孩，当然，本来就送完孩子就回去了，还要送一个大男人上班。太太，你今天中午就吃这么点吗？王妈看着吃了没几口的饭菜，今晚要跟盛旺出去参加晚宴，我怕吃多了有小肚子。女孩眨眼卖萌，不好意思，忘记跟你说不要煮这么多了，这些我都没吃，你们吃吧。女孩跟管家说，你帮我叫一下小齐，让他帮我准备一下晚上的穿着打扮。温管家微笑，好的太太。时间过去了，下午三小芷放学回来就看到盛装打扮的女孩，好漂亮。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女孩都不动了，女孩看到他们的反应笑了，站起来转了一个圈圈，是不是很好看？香肩半露的鱼尾裙，弧形优美的抹胸更让纤腰盈盈，四筋不住一握，勾勒出完美的曲线。长裙下摆处细细的褶皱随着来人的脚步轻轻波动，妩媚的长卷发被披在身后，尽显高贵优雅。细长的柳眉，一双眼睛流盼妩媚，秀挺的摇鼻，玉腮微微泛红，娇艳欲滴的唇比最娇美的玫瑰花瓣还要娇嫩鲜艳，比最清澈的水晶还要秀美水灵，整一个清冷妩媚的公主。三小只目不转睛的死死盯着女孩，眼睛亮晶晶的。盛兴眼巴巴说，好漂亮，白雪公主。女孩笑得眉眼弯弯，对她伸出了手，我不是白雪公主，我是后妈，吃小孩的那种。哇！纤细修长的手时指尖张开，包住了盛兴的脸颊，挤成一块。盛兴没反应，脸红红，眼睛亮晶晶，小嘴微张的目不转睛盯着女孩，好漂亮的妈妈。盛旺来接女孩的时候，就看到他的3个儿子都围着女孩看，那眼神那表情搞得跟没见过漂亮女人似的，没出息的样子。等他注视着女孩的时候，眼神变得跟三小只一样，死死盯着。
还是温管家出声提醒了他，先生回来了。盛旺回过神，走向女孩，对她伸出手，很漂亮。女孩没有搭上去，自己站了起来。三小只视线追随着女孩，现在反应过来，盛寒问：去哪里？女孩看向盛旺，盛旺开口：我和妈妈要去参加一个晚宴，今晚很晚回来，你们在家听温管家的话。盛兴，我也想去。三脸期待看着盛旺。盛旺，不行。三个人瘪嘴。盛旺，下次。女孩摸了摸他们的头，跟着盛旺走了。三小只眼巴巴地看着穿着华丽的爸爸妈妈出门了。劳斯莱斯幻影车上，女孩垂头玩着手机，亮晶晶的美甲在屏幕上滑呀滑，一点都没有跟盛旺沟通的意思。眉头紧锁的盛旺想说话又不知道说什么，看着女孩露露的香肩，干巴巴的来了句：你不冷吗？平均20几度的天气。女孩反问：你不热吗？看着她一年四季的西装，看妈了。空气又安静了下来，女孩才不管，自己玩自己的。盛旺觉得应该是他上次说话的问题，要解释一下。那怎么说呢？说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样？上次我不是那个意思。懊恼。其实这段时间他很喜欢女孩的改变，可是他就上次错误的发言，现在女孩又不理他了。我上次说的，你别放在心上。女孩看着手机屏幕的眼睛，抬眼看向盛旺，眼神里充满冷漠。盛旺不自觉的喉咙动了动。女孩没说话，就这样安静的到达了宴会门口。宴会厅的装饰充满了奢华与精致，灯光璀璨，悬挂着华丽的水晶吊灯，照亮了整个场地。宴会厅的音乐柔美动人，悠扬的旋律在空气中流淌，已经有不少人杯弓交错，谈笑风生。两人出场就吸引了不少人，男俊女靓，身高样貌体态气质都是顶级。认识盛旺的立马过来寒暄了。女孩挽着盛旺的手臂，装模作样，笑得那叫一个温婉动人。这位就是盛太太吗？我是丰伟科技黄伟，久仰久仰。女孩点头，你好，贵夫人真是美如天仙，盛总好福气。盛旺也赞同的点头。晚上8点宴会准时开始。不好意思，温以凡跟人交流着，看到万众瞩目的盛旺跟女孩跟前面的供应商借口离开了，视线放在盛旺身上。好久不见了，盛旺哥哥。没错，他跟盛旺从小就认识。小时候有一次他受委屈了，跑到外面哭得很厉害，被妒忌他的女孩捉弄掉进了水里，是路过的他救了他。俊秀的俏少年，与乡下的环境格格不入。从那次起，他每天都去找他，偷偷关注他。后来他们认识了，玩得很好。可是他待了2个月就走了，直到来到京城再次遇见他，的生活也在发生改变，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他结婚有孩子了，但是不幸福。他面试去他家教小孩也是有私心的。想到上次他们2个人抱着孩子的画面，真的很唯美，感觉就好像是自己本来就该那样。看着旁边的女孩，自从看到她之后，他一次一次让她难堪，每一次的见面他都觉得是一场较量。他感觉他夺走了他的位置，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凌霄举杯走过来，看什么呢？温以凡压下眼底的情绪，对他笑了笑。凌霄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是女孩还有盛旺，去打个招呼。温以凡犹豫了一会的样子，让凌霄觉得他有点怕女孩。没事，女孩很好说话的，后面又加了一句有我在没事。温以凡才笑着点了点头。嗨，念念妹妹。凌霄先是叫了女孩的名字。盛旺听到这个称呼，眼神深邃而锐利，仿佛能够洞察人心的看着凌霄。凌霄毫不在意，还笑着向盛旺点头，盛总好。一身白色西装革履，显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跟旁边粉色的温以凡很搭配。女孩漫不经心的问，没带双双来？那小妞不爱来凑这热闹。女孩点头也是。你们这还挺搭配的。如果说他们是王子公主搭配，那么女孩他们的搭配就像是皇后跟国王。温以凡微笑上前，好久不见盛先生，孟小姐。也没有很久吧，前2天还见了。哦，好久没见盛旺了吧？女孩挽着盛旺的手，悄悄用手拧了拧他。盛旺皱眉。盛旺看着这前面的温以凡，本来是记不住的，但是遇到他总是没好事。女孩提他就不开心，他冷着一张脸，话都没说。温以凡有点尴尬，但是还是盯着盛旺，可是他都没正眼看他。女孩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这心事都摆在明面上了。尊敬的来宾，感谢大家莅临本次盛会，主持人在走流程了。哎，女孩轻轻叹了一口气。盛旺看她，怎么了？女孩把身上的重量都有点压在盛旺身上，娇声娇气，我有点饿了，中午都没怎么吃，走，去那边吃点。盛旺想拉着女孩往宴会准备的点心走去。我自己去。你自己？女孩朝着人群抬了下下巴，让她自己去跟人交谈去。她自己去吃。那你别乱走，吃完来找我知道吗？盛旺嘱咐她。女孩嘟嘴，哎呀，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看她可可爱爱的样子，盛旺伸手捏了捏她的脸颊。去吧。盛旺这边很快身边就围了人，男人在商业交流，女人也在圈子里互相试探。女孩在一旁边吃边听，观察他们已久的温以凡，在盛旺单着的时候上前了。等等，看他不为所动的样子，温以凡楚楚可怜的再次出声。盛旺哥哥，
你不记得我了吗？盛旺，你还记得在八卦村的小鱼吗？你救过我，我们还在一起玩，可是你后来走了。看到盛旺思考的样子，温以凡就知道他一定没忘记，继续用柔柔的嗓音说着，我想找你，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后来我来到这，没想到还能遇到你，还阴差阳错给小韩星星家教，这一定就是缘分吧。盛旺在回忆以前的事情，他在16岁的时候确实去了一趟奶奶的老家，奶奶说他想回他小时候住的地方看看，当时他也回去住了2个月，很偏远的小山村。奶奶说村里面的人他都快没有认识的了。他有一次在路过小河桥的时候，确实看到有一个人掉河里了，那边信号又不好，因为不熟悉吃喝这些，就跟附近的村民买。当时救了他，为了报答，说是送了一些吃的。后面为了方便这2个月的菜都是找他买的。住了2个月后，奶奶就说回去了，还有点印象。他点了点头，是你，温以凡。温以凡上前，盛旺哥哥啊，一个倒扑在盛旺怀里。盛旺旁边就是酒桌，没来得及躲开。对不起对不起，撞倒人的服务生立马道歉。完了，这里面都是有钱的大老板。服务员脸色惨白，一个劲的道歉。女孩刚好碰到这一幕，站在他们前面，像是僵住了。女孩看向盛旺的眼神很受伤。盛旺立马推开温以凡，强装淡定的跟服务员说了句小心点。温以凡佯装看了下他的脚，感觉像是差点被扭到，走到女孩面前，孟小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刚刚服务员把我撞倒了，我不是故意的。女孩心里茶意精湛。女孩抬头的时候，先是看了眼盛旺，随后看向温以凡，温小姐，你确实不是故意的，是有意的吧？上次在生日会你就这样把蛋糕不小心把我衣服弄脏，现在又这样撞倒我先生，你3番5次的这么多小意外，来我家去幼儿园接我儿子，不是跟我说对不起，就是跟我先生和我儿子面前哭，你这么多的不小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取代我上位呢。女孩冷冰冰的语气讽刺不已，1米7的气场对着楚楚可怜的温以凡，看样子女孩是在欺负人。旁边有人出声了，原来又是你啊！大家视线转过去，是范莹娜。范家也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主营房地产项目。一个乡下来的鸭子来到京城，变成了暴发户女儿，现在几经转折都跟人混进来了呀，胆子也是够大，看上了盛家，想取代孟小姐。是谁带你进来的？范莹娜高声举杯，来来来，先敬你一杯，勇气可嘉。温以凡脸色惨白，双手紧紧抓住裙摆，这个女的真是有病，关她什么事？凌霄看到站出来了，不好意思，是我的女伴，刚刚确实是服务员不小心打扰大家的心情，抱歉哈，各位。确实看到服务员还能不小心撞上去，也是勇气可嘉。我还以为是各商业大咖的交谈会，没想到每次都能看到温小姐的表演。女孩环视一周，众多目光自嘲，向你学习了。场上有工作人员上前了，应该是主办方请走了。温以凡跟大家抱歉，有点小失误，让大家继续。温以凡被工作人员请出客厅，凌霄也跟他说让他先回去，他暂时还不能走。温以凡哭了，像是凋零的小白花，对不起林总，没事你先回去吧，一会我跟他们说下。女孩走到范莹娜面前，你也在，谢谢你啊，帮了我几次。没事，我们也真是有缘，我最看不惯这种人了。心机，范莹娜眨眼，明天要不要来我家，带你参观一下我的酒庄？女孩带着浅浅的微笑，好。范莹娜下巴点了点身后站着的盛旺，你先忙，我去转转。盛旺想跟女孩解释，但是女孩不想在这个场合再跟他说这个，两个人明显气氛不对，一直到结束。回去的路上，盛旺说了前后，女孩都是反应淡淡的，他在附近不远。小易告诉他了，刚刚也是他自己撞倒的，我没来得及躲开。盛旺一直看着女孩没反应，安静了一会儿，想起女孩轻柔细微的嗓音，我有跟你说过吗？什么？女孩直视他的眼睛，跟你离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他如同雷轰电掣一般，脸色霎时的变了。你说什么？女孩不说话。盛旺双手掰过女孩的香肩，面对着她，你再说一次。女孩垂着的眼眸抬起看向他，眼帘上挂着晶莹的泪珠，渲染欲泣，眼角顺流而下一滴晶莹剔透的泪滴。他心跳很快，很紧，又很慌，伸手去抹女孩脸上的泪水，别哭，对不起。他哭了，还说要离婚怎么办？他给女孩抹眼泪的手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女孩别开脸，还想挣脱他的手。盛旺抓得紧不让，不许说那种话。女孩带着哭过的声音很是娇软，我就要说，你越来越讨厌了，我想跟你离婚。呜，女孩说最后一句又哭了。前面的王默听到这立马隔绝后座的声音，天哪，他听到了什么？盛旺抓的女孩白皙的胳膊死死的，五指陷入柔软白嫩的皮肤里，他脸色由白转青，太阳穴上青筋暴起，深暗的眼底冒着怒火。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努力压制着荒唐的发言给他带来的振奋。女孩还想继续说，你还没说出口就被盛旺一把用力的吻住，不同以往的亲吻，这次有些粗暴。呜，女孩推不开，滚。盛旺只想让他闭嘴，越吻越上头。
女孩的身体被束缚进一个有力的怀抱，被她用力的探索过每一个角落，直到她无力承受，盛望才移开，让她呼吸。女孩娇喘了一会，抬手就是一巴掌，她脸颊都没动，女孩倒是用了力气。她抓住他的手，轻轻摩擦，在幽暗的空间里，如黑曜石般透彻的眸子，溢出些许无奈。疼了吧？女孩也有点累了，顺着盛望的力气软了下来。盛望一手抱着她，一手抓着她的手。女孩耳朵贴着盛望的胸膛，能清楚地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她吸了吸鼻子，盛望也在轻轻地摸着她的头。是我不对，上次我说错话了，我很喜欢这样。亲密地贴着女孩耳畔传来她的声音，有点低哑，有种蛊惑人心的魅力，每个字从她的薄唇吐出，温软的气息带着轻轻的触碰，让女孩耳朵敏感有些痒。当时很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我疏忽了你们，不要对我爱理不睬的，我们好好在一起好不好？那个女的我会调查清楚，让她给你道歉，我也绝对跟她没一点关系，怎么能因为这种人就说离婚？不可以。随后又加了一句，语气带着坚定，不可能。女孩静静的听着，说的真好听，为什么爱心值一直没打开？骗人。小易觉得奇怪，看样子男主好像很爱主人一样，可是爱心值一直没打开，难道在演戏吗？不像啊，把他都骗过去了，奇怪。到家后，盛望抱女孩下去，女孩拒绝了，自己快步的直奔卧室反锁。盛望站在门口没拧开，盛望去到书房，打了个电话给王默，你帮我。王默，好的盛总。站在冷风中的温以凡眼底浮现幽怨，指甲陷入手心里。女孩，你为什么要次次针对我？你从小拥有的，我都会凭自己得到的。眼神中此刻却闪烁着憎恨的表情。女孩看到床上的两兄弟，懵住了，确认一遍是自己的房间。此刻盛寒跟盛琪睡在女孩的床上，两个人睡得乖乖巧巧，盛琪睡得板正，盛寒侧身窝着，肉嘟嘟的小脸很可爱。十几分钟前，盛琪拿着自己的小枕头去女孩房间，路过盛寒房间被盛寒看到了，他也跟着去，就看到盛琪扭开了女孩的房间门，两个人对话。盛寒，弟弟，你为什么要来这？他不在。打开门进去的盛琪回答，会回来。犹豫了一秒的盛寒也跟着进去，他还没在这睡过觉呢。盛琪爬床的动作好熟练。盛寒，你为什么还要带书？盛琪，妈妈房间睡妈妈讲，我房间睡我讲，是那本1001页的书，他们三兄弟人手一本。盛寒默默看了一下折痕，已经读了好多页了。盛琪看站着的盛寒，两个人四目相对的好了一会。盛琪，你要上来吗？就在等这个机会的盛寒毫不犹豫的上去了。两个人没人讲故事，就自己躺床上聊天，完全没想到还有一个弟弟。盛寒，弟弟，妈妈让你说话的吗？盛琪细微的嗯了一声。盛寒，那我们叫你说话你都不说话。盛琪没出声。盛寒用小小的声音在盛琪耳边说，那你叫他妈妈吗？盛琪也毫不犹豫的连连点头。盛寒默默的不说话，他上次叫过一次就没有叫过了。两兄弟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睡着了。女孩轻手轻脚的去洗漱，等她出来的时候看到坐起来的盛琪，女孩轻声询问，怎么起来啦？把你吵醒了吗？摸摸头，快睡，一会我也睡了。盛琪乖乖点头，困得眨眼，看到女孩在抹护肤品。女孩躺在中间一边一个，看着昏昏欲睡的盛琪，等到女孩上床之后，总算又闭上了眼。女孩在他们脸上亲了一口，小孩子这么可爱吗？她以前都不知道，在盛望那边受的小委屈都被两个可爱的儿子治愈了。母子三人的第一夜静谧安详，沉沉入睡。早晨，范莹娜在忙，每天都要接儿子上下学，刚巧碰到上学的三小只，看了一下是家里的管家送来的。你们好呀，你们妈妈呢？盛寒看到是范杰西和他妈妈，回答妈妈在睡觉。看着盛寒抬起他那萌萌的小脸跟他说话，真的可稀罕了，难怪给他发信息没回，还在睡觉。你们快去上课吧，好朋友好好玩，不可以打架哦。小朋友带着拖长音。好。目送小朋友进去幼儿园后，范莹娜开车回了家。今天休息一天，约了女孩来家里玩，她挺喜欢她的。不，微信提示音，拿起来一看，是女孩发来的一条语音。点开，性感慵懒的声音传来，好，我收拾一下，大概11点半应该可以到，给我发个位置吧。范莹娜听了之后不得感叹，真好听，这人跟人的区别啊，不要太大。按住语音说话，行，那我在家等你，发送。女孩看了下地址，也不远，40分钟。起床洗漱，看着琳琅满目的衣橱，思索了一番，最后挑了一个运动套装，宽松的 T 加5分短裤，净白的小脸无任何装饰，妥妥的青春女大。挑了一瓶香水，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出门了。范莹娜看着穿着运动装素面朝天的女孩，愣了好一会，张口就是美女，咋这样就来了？女孩不好意思笑笑，我说你咋这么快呢？瞧瞧这小脸。她还上手摸了一下，她要这样能省多少事？进来吧，她家极其奢华的大厅。繁复的灯饰发出冷冽的亮光，金碧辉煌，整一个主打就是高端奢华。女孩看了下自己，然后说好漂亮，显得我好像刘姥姥进庄园一样。
范莹娜忍不住笑，咋这么可爱呢？两个人穿过富丽堂皇的大厅，来到一个后面是中式小院，风景优美，空气中夹杂着少许花草芬芳的香气扑面而来。石壁上清泉滴落的水珠发出滴答滴答响，两人在这里喝壶小茶聊聊天，很惬意。你说那个女人真是够不要脸的，哪里都插一脚，连你的女朋友都不放过，她是不是有病？范莹娜愤愤不平，你这怎么遇到比我当事人还激动啊？不知道还以为怎么你了。嗨，我最恨这种人了，你也大概看出我性格了，神经比较大条，最讨厌背后小动作的人了。之前遇到一个渣男也是这样，他摆了摆手，不提，杀风景，这种人我都懒得跟他周旋，你直截了当，凭你孟家盛家单个拿出来，还不是分分钟让他在京城待不下去，一个破暴发户罢了。女孩单手撑着下巴，她早就这么想过了，但是小易说在他们爱心值没满之前，女主都走不了，就算你赶走了，她还会以别的方式回来，难杀。范莹娜看着女孩沉思的样子，心里疙瘩，不会吧，你老公真跟那个女人比了一个手势？不是，怎么说呢？女孩想了一会，怎么形容这个？比起清理门户，我还是比较喜欢温水煮青蛙，小丑而已，增加生活的调味剂罢了。范莹娜嘴角勾起，跟女孩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走吧，去吃饭，吃完饭带你去我的酒庄看看，到时候挑2瓶回去。女孩甜甜，谢谢范总大气。范莹娜顺势朝女孩抛了个媚眼。王默，盛总，这是李家建材的资料，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合作，但是在 A 区的子公司跟这家有个项目在合作，盛旺看都没看着资料页，你发个通知，合作终止，以后盛世旗下的任何公司都不要跟这个公司合作。另外，你再看看还有没那些合作商跟这家公司在合作的，一起处理一下。王默，盛总这是要搞垮他啊？好的，夫人生气了，总裁就生气了，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京都幼儿园，盛寒，你们要去我家玩吗？范杰西小朋友歪歪头问三兄弟。盛寒，不去。范杰西，可是你妈妈在我家耶。三兄弟一脸问号。一旁的瑶瑶小朋友听到跑到范杰西面前，我想去西西，我可以去你家吗？可以啊，我们家好多吃的。盛寒，我妈妈怎么在你家？范杰西，我妈妈说你妈妈要来我家玩，今天我妈妈没去上班，在家等你妈妈。你妈妈没有告诉你们吗？三个人摇摇头。范杰西眨眨眼，那你们去吗？盛寒，等下我们问一下管家爷爷。盛奇，你会说话了，原来你不是哑巴啊。虽然盛奇不理他，但是他好几次看到盛寒盛星跟他说话，他回答了。盛星听到昂首挺胸站出来，我哥哥才不是哑巴，他只是不爱说话。范杰西，那你可以跟我说话吗？我带你去我家玩，还加了句，你妈妈也在我家哦。果然几秒后听到盛奇的，虽然只有一个字，范杰西也很开心。西西，盛奇跟我说话，我们几个盛寒、盛奇、盛星、瑶瑶，还有我是好朋友。一放学，几个小家伙就跑到温管家面前，管家爷爷，妈妈在家吗？温管家，少爷，夫人出去了。范杰西这边也叫了保镖来接。范杰西跟着三小只叫管家爷爷。盛寒妈妈在我家，我带他们去我家玩。这夫人只说出去，没说去哪。他看着一群小萝卜头，看着眼巴巴的盯着他。我打个电话问问哈小朋友。女孩接到温管家的电话，范杰西邀约盛寒他们来他家玩。管家话音刚落，那边就大喊我来说，就着管家的手大声讲话。女孩手机里都快成大喇叭了。范莹娜好像听到儿子的声音，女孩打开扩音，漂亮姨姨，我想带盛寒他们来我家玩，你在我家吗？范杰西夹着可可爱爱小奶音。女孩看了一眼范莹娜，她听到后频频点头，在啊，那你现在带弟弟过来吧。跟着小孩子说话，女孩也不自觉的声音甜甜的回应。范杰西，好，那你跟我妈妈说下，准备好吃的，好多好多，还有上次的肉肉好吃。女孩跟范莹娜忍俊不禁，好的西西。范杰西转身就跟他们三个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跟我走。搞完这边又去到瑶瑶那里，他妈妈来接他的。几个小朋友跟家长说了一遍，本来他妈妈是不同意的，但是看到他们几个穿着跟后面的保镖以及豪车，同意了。她是3线女明星展青颖，很会察言观色。去吧瑶瑶，晚点妈妈来接你。瑶瑶看着妈妈，同意她点点头，脸色带着一丝愉悦。几人上了范杰西的车，车上可欢乐了，几个小朋友脸上都带着开心的笑容。范莹娜吐槽，真是够够的，从知道你来我家就一直说在说漂亮姨姨要来我家，她也想带她的小朋友来玩。女孩羡慕，很好啊，羡慕你儿子那么开朗活泼，跟你玩的跟朋友一样。范莹娜叉腰，哎美女，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3个儿子也好意思这么说，应该是我羡慕你才对。女孩笑笑没说话。妈妈，妈妈，人还没见到就听到他儿子的叫喊声了。飞奔来的范杰西指着后面的小伙伴说，我把我的朋友带来了，你准备吃的了吗？范莹娜捏了捏他的小脸，已经叫阿姨准备了。听到回答，范杰西挣脱开妈妈的手心，走向女孩，乖乖巧巧的，漂亮姨姨，我把盛寒他们带来了。女孩，谢谢西西。范莹娜看到翻个白眼，
这变脸速度比我还快。盛琦是先快步到女孩身边的，有种抱大腿的感觉。盛寒盛心也看着他，还有一个上次见过的小女孩，好像叫瑶瑶。你好呀，瑶瑶。没想到等女孩说完以后，这个小女孩抱住了女孩的一只大腿，抬起头，用那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仰望着女孩，透露着满满的欢喜，看得女孩心都化了，笑得眉眼弯弯，弯腰双手捧住她的脸摇了摇，可可爱爱的。三兄弟都眼巴巴的视线看着女孩的小动作，眼神中透露着一丝酸。旁边的盛琦一下子就不满了，扯了扯女孩的衣服。女孩转头看向儿子委屈巴巴的眼神，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范杰西拿着吃的走过来，一人一块。我先带你们去玩，等还有好多好吃的。他拿了做好的糕点，给每个人分了一块，像个小大哥一样站在中间。他都安排好了，他们要玩什么。范杰西，妈妈，一会吃饭你叫我们。知道了，带你的小伙伴去你的地盘玩吧。范杰西蹦蹦跳跳的拉着几个人去他的领域了。回到家的盛总又发现老婆儿子不在，管家出声，夫人跟小少爷他们去朋友家玩了，今晚不在家吃。没说几点回来。温管家没有。这一天盛旺都不安心，脑子里就只有女孩说的2个字，离婚。他闭眼揉了揉太阳穴，不知道在想什么。这小女孩也挺喜欢你啊。女孩也不知道，第一次见这个小女孩就黏着她，能清楚看到她眼里的对她的喜欢。她好像还蛮招小朋友喜欢的。女孩自恋，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吧。哎，美貌的资本。玩了一天的女孩跟还围在一起扮演奥特曼打仗的几个小孩说，好了，现在我们要回家了，不早了。几个小朋友恋恋不舍的打招呼回去了。有佣人过来对范银娜说，小姐，外面有个叫瑶瑶的妈妈来接小孩子了。对，你让她进来吧，这要巧。我还想说把瑶瑶送回去呢。范银娜嘀咕。展青影，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我来接瑶瑶。展青影进来看到这豪横的大别墅，眼底闪过一丝羡慕。瑶瑶要是跟着这里面的小孩玩得好也是不错的。在一众豪车面前，他的宝马显得有点廉价。他不动声色地看着2位太太。这家女主人全身上下透露着一个贵字，旁边的这个3个孩子妈妈很低调的运动装，看孩子的穿着还有她的气质都是不凡的，不可小觑。盛琦现在特别黏女孩，女孩也没想到，以为盛琦是这几个人里最难搞定的，没想到是最好攻略的。刚刚女孩看到盛琦也会偶尔回答别人的问题，虽然是简单回答，但也是很棒了。在女孩面前就显得更依赖一点，有时候凑近跟她说悄悄话，还有很多小动作，看似不经意的一点点摸摸你的手，再看你没反应就牵上了，慢慢的一点点靠近她，再到最后都跟女孩抱在一起了。女孩太喜欢这样主动的小朋友了。呜呜，盛寒很想，但是他不好意思。盛心对女孩感情没有2个哥哥深。女孩左右手牵着一个回家，盛心撅着嘴在后面。回到家的把他们交给了管家，他今晚要自己睡。看到床铺好小，直接扑过去，但是在外面一天身上肯定有细菌，先去泡个澡，舒服按摩浴缸。闭着眼享受的女孩完全没感觉到进来的人。等她迷迷糊糊感觉有冷气逼近的时候，睁开眼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吓个半死。啊！双手不自觉环抱住自己尖叫了一会站着的人，蹲下来捂着他的嘴。别怕，是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女孩都要气哭了，就着洗澡水啪的拍了他一身水，然后过去捶打他胸口。混蛋，该死的盛旺，流氓，吓死我了！呜呜！盛旺抱着他的头亲了他额头一口。抱歉。女孩缓了一会推开他，滚出去。盛旺看了他一会没吭声，走到一旁开始脱衣服。女孩看着，嘴巴张了又张，欲言又止，真是懒得说了，眼不见为净。看他裸身踏进浴缸的时候，女孩都想起身了，被他拉了回去。还好热水是源源不断的，2个人在浴室交流了2个小时才洗完澡。盛旺抱着软瘫的女孩出来轻放在床上，抱着她睡觉。女孩今天已经累得不行了，本来就想洗澡放松一下，结果又被折腾2小时，现在是眼皮都睁不开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她累了。盛旺搂着怀里香软的妻子，嗅着女孩身上散发的馨香味道，闭眼入睡。I know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女孩的手机铃声。谁啊？女孩皱着一张小脸，很不耐烦，用被子捂住头，忍着怒火接了很大声的喂。对面静默了几秒。孟小姐，是我。温以凡的声音。这他妈还能忍？张口就骂，你傻逼啊你！一大早吃饱了没事干是不是？大早上扰人清梦，有什么大病不能自己去医院啊？滚！最后一声直接破音了，真 SB。 对面拿着手机的温以凡被骂得直接愣住，保持这个姿势没反应过来，随后怒极反笑，真是没素质。你好，我找一下盛总。温以凡一脸微笑的跟前台说着。前台小姐姐礼貌回应，请问有预约吗？温以凡僵了一下，你跟他说是小鱼找他就可以了。前台看他说的一脸你们跟你总裁说就知道了表情。一位前台小姐姐跟王特助说了，秉着不好随便得罪人的2位前台小姐姐，那您先在那边沙发坐一会吧。等了快2个小时的温以凡得到的回答是，盛总外出了，今天不在公司。说完他的脸色如吃屎一般，
被他们夫妻两个耍了一上午的感觉，肯定是女孩不让盛哥哥见我，太过分了。他踩着高跟鞋踏踏踏，一脸铁青的走了。王默跟2位前台小姐姐说，以后他钥匙还不用给他进。听到这2位前台一脸知道了，又是盛总的追求者的表情。好的，知道了。说的那么信誓旦旦，还以为是个重要人物呢。毕竟开始总裁夫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认识，差点搞丢饭碗。现在他们这样的都小心翼翼的，就怕是总裁的什么亲戚啥的，得罪了就不好了。钟秀莲看到女儿回来，立马走过去问怎么样。温以凡摇了摇头，钟秀莲一脸失望，这可怎么办？你叔叔的公司一下子被抽走这么多项目，这公司一下子就亏损了，本来就公司规模不大，盛世这么搞一下子就……妈，我会想办法的，你先稳住叔叔。这2天因为这个事情，李健直接翻脸对着他们母女俩骂。本来之前好不容易来点钱，眼看蒸蒸日上，全被白养的拖油瓶搞坏了。李才也在一边默不说话，冷眼旁观。温以凡心里冷笑，你这破公司能蒸蒸日上，我可出了不少力，一有问题全部怪他。温以凡压下心里的不甘，他一定会过得很好。脑中瞬间闪过女孩的豪门贵妇生活，眼底带着势在必得。盛兴看到在跟他招手的温老师，疑惑了1秒，就立马跑过去了。温老师，你怎么来了？温以凡摸摸他的头，我来接你放学呀。我知道你们妈妈不太喜欢我，老师想跟你妈妈道歉，你们能带我去你们家吗？我想跟她道个歉。温以凡一脸真诚的跟3个小孩说。这盛寒盛兴2兄弟犹豫，不行，盛琦出声了。温以凡很惊讶，琪琪你说话了。盛琦一张面无表情小脸，我就是跟孟小姐道个歉，她不会怪你们的。好久没见到温老师的盛兴有点想念，好吧，我带你去温老师。温管家看着车上的几人心里有些不安，小少爷一定要让这个温老师来家里，夫人肯定不开心了。车上盛兴都表示好久没见他，很想念。盛寒对温以凡的热情也不排斥，只有盛琦不愿意跟他过多交流。起猛了，3楼的女孩好像又看到温以凡牵着盛兴的手进来了，盛兴很高兴。盛寒在一旁背着书包乖巧的走路样子，后面还有一个不高兴的盛琦。一身慵懒随性的女孩趴在窗前，一脸平静的看着楼下的他们，直至他们走进了大厅，看不见身影，她还趴在那一动不动。时间久了，压着的手有点麻，她还换了一边枕着，继续看着窗外景色，净化一下眼睛。黄昏真的很好看，女孩趴在那看了许久了。黄昏的余晖把半边天空染上了一片金黄，景色如诗如画，少女的容颜如同景色一般让人沉醉。门外有人叫她也不响应。盛兴看佣人没叫下来女孩，他自己自告奋勇跑去楼上敲门了。到门前的时候还有一瞬间恍惚，他怎么上来了？一下子缓过来，犹豫的害怕要不要敲门。他苦着脸站在门口纠结了好一会。女孩也在里面采阳补气，全身暖洋洋，非常舒适的伸了个懒腰，开门会那个绿茶。就看到皱着一张脸的盛兴，小手食指还在转圈，在门口徘徊。女孩，你干嘛？盛兴看到突然开门的女孩，还没反应过来，在惊慌中往后退了几步，没站稳，小屁股蹲坐地上了。2人无语了1秒，突然有个尖声响起，星星！这喊声还有这飞奔过来的速度，不知道还以为盛兴出了什么大事。温以凡飞快地跑来蹲下，抱着盛兴，他红着的眼睛带着愤慨，孟小姐，我不过就是想来跟你道个歉而已。盛兴他又不是故意的，他还是个孩子，说的还掉了一颗眼泪。女孩僵住了，不为什么，这个表演他受不了了，鸡皮疙瘩瞬间起立，还抖了2下。一脸懵逼的盛兴被这一连串的反转打得有点措手不及，他脸红糯糯的开口，温老师，我不小心摔倒了，你抱得我好紧啊。啊！温以凡一脸尴尬，慢慢的放开盛兴，把他扶起来。这时候他还一脸正色的说道，孟小姐，孩子摔倒了，你都不扶一下吗？女孩脸色难辨，谁让你进来的？听到这话的盛兴眼神飘忽，心虚不已。温以凡这会也平静下来，跟女孩说，我有事找孟小姐，想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盛旺哥哥的关系。女孩挑眉，盛旺哥哥一下子都叫上哥哥了。女孩翻了个白眼，往楼下走去，站个大半天的脚都酸了。她走到大厅沙发坐下，温以凡牵着盛兴下来，女孩翘个2郎腿，手肘撑在沙发角上。你是盛旺流落在外的妹妹，还是包养在外的小三妹妹，还是纯友谊的妹妹？温以凡抬起倔强的小脸，孟小姐希望您说话注意素质。女孩不禁冷笑，这种想做小三的小姐也好意思说素质，真是笑死我了。温以凡一双手握得都有些抖了，我们关系很清白，你为什么要让盛旺哥哥抽走李家建材的项目，还让其他合作商毁约？如果有哪里不对的，我跟你道歉，请不要伤害我家人。说的那屈辱的样子，还微微弯腰给女孩道歉。盛旺出手了，女孩的脑子里不自觉地想起一句话，天亮了，李家要破产了。女孩想到，嘴角不自觉弯起。温以凡看到只觉得羞辱，盛兴不懂大人在说什么，只觉得温老师在跟妈妈道歉。
但是妈妈还凶温老师，她不自觉的出声，不许骂温老师，是我想温老师了，我带他来的。两个人的视线落在温以凡牵着的盛星身上，看着胳膊肘往外拐的儿子，女孩心里只有火气，不像话，怎么跟妈妈说话？一道不怒自威的声音响起，是盛旺回来了。刚进门就听到这小子这样说话，跟妈妈道歉。盛星看到爸爸严肃的脸，瞬间瘪了瘪嘴，有点害怕，往温以凡身后躲了躲。女孩，你的盛旺哥哥来了，来解释一下你们的关系吧，我总不能单方面听你胡编乱造吧。刚好你的盛旺哥哥在这，来一个个说。盛旺看着女孩把盛旺哥哥一口一个挂在嘴上，面带看戏的表情，他心里咯噔一下，这女的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总是来他们夫妻面前挑拨离间？温小姐，请你解释一下，不要添油加醋的胡编乱造，不然就不是李家这么简单了。盛旺冷着一张脸，盛旺哥哥，楚楚可怜的小脸，水波盈盈的眼睛望着盛旺，盛旺黑色的眸子里只看着女孩。以前你经常来我家找我，你都不记得了吗？盛旺，这女的怎么扭曲事实？温小姐，请你说清楚，那年我跟我奶奶在乡下住的那2月，我们唯一的交集也只是找你买菜而已，我给了钱的，你说这断章取义的话是什么意思？你3番2次的在我太太面前对她口出狂言。芜湖，盛旺这话女孩听着还算舒服，她视线转到温以凡身上，看他怎么说。温以凡怎么也没想到，他以为的情谊，还觉得两个人其实是相互暗恋的，毕竟他那个时候给了他很多错觉。听到盛旺说这些话，很心痛，他哭了。我没有什么意思，盛旺哥哥，当时我不小心落水，是你路过救了我。他哽咽，从那个时候你就一直在我心里像个光一样支撑我活下去。我来这也不是为了破坏你跟孟小姐，我跟孟小姐有点误会，我今天也是来跟她道歉的，是我不对，请不要针对李家。眼圈泛红，泪珠盈盈，有种不胜凄楚之感。盛旺语气冰冷，请叫盛总跟盛太太。温以凡咬着唇瓣，盛总、盛太太。女孩点点头表示满意。女孩，你们家那点地方恐怕跟着盛世子公司也吃了不少红利吧？我看温小姐挺有手段，如此巧舌如簧，妙语连珠，能言巧辩的嘴，想要什么要不来啊？话锋一转，女孩对着站在大人中间的小萝卜头说道：对吧，盛星？盛星猛，对，什么对？盛星是在叫他。看到大人的脸都看向他，他颤颤巍巍地说：对。盛旺，管家，送客，以后梅夫人允许谁都不可以进，再有下次全都不要干了。管家以及在场的佣人都是惊慌的应答，这家还是要以夫人为主啊。盛旺哥哥，温以凡这称呼一出，盛旺那眼神警告他，温以凡害怕的后退一步。备，请。出怡园的温以凡站在大门口，愤怒的脸有点扭曲，没有言语，只是眼睛严厉的瞪着，那眼神像是要射出火花一般。女孩看着缩在一旁的小儿子，眼里表现的满是失望，摇了摇头，然后转身拍了拍盛旺的肩膀，微笑点头，表示很满意。这一系列表演盛旺算是看明白了。盛旺看着盛星可怜巴巴的样子，还是冷着脸罚了他一顿，1个星期不可以玩，还要写100个字检讨。盛星眼含泪光的看了看严峻的爸爸，又看了看一边看都不看他一眼的妈妈，更委屈了。女孩问盛旺，今天这么早？温管家说盛星带了人回来。女孩凑近微微翘起的嘴角看着他，怕我欺负你妹妹？他抬手轻轻的拍了一下女孩的脑瓜，不许瞎说，这个人心术不正，以后离他远点。女孩拍开他的手，切，以后他要是招惹我一次我就……女孩停顿，盛旺挑眉看他，我就叫你去欺负他。女孩笑眯眯的跟他说，她的笑颜如花，很令人沉醉。盛旺看着他，也不自觉的勾起嘴角，又抬手摸了摸他柔顺的头发。吃饭了没有？女孩摇摇头。大家都在餐桌安静的吃饭，各吃各的。女孩还给盛寒盛琪夹了菜，没有夹给盛星。盛星的小鹿眼睛胡乱看一通，撅着嘴，周围还泛着淡淡油光，从刚才到现在一直一副小委屈的表情。女孩当看不见。盛旺，好好吃饭，吃完饭写完检讨才能睡。盛星细小奶声战战兢兢的回答，知道了。女孩在想，盛星跟他很难亲近，他还是对温以凡比较依赖。女孩很想摆烂，思考了一番，就这样吧，随便了。好久不见的小易出声，主人，盛寒跟盛琪已经在产生爱心值了，男主对你还是很好的，你很有机会打开。女孩，终于出现了啊你，我都快把你忘了。小易，嘻嘻，企图卖萌混过。女孩，盛旺倒是不担心，就是盛星，他觉得他随时都能跟温以凡混在一起，那要是温以凡打开了盛星的爱心值会怎么样呢？小易，他这目前显示的只有2种结果，要么女孩及其4个人的爱心值保持现在平静的生活到结局，要么是女主打开男主4个人的爱心值，走向这本书原本的结局。而他的任务是只要收集女孩的爱心值就可以了，所以他现在是要帮着女孩的。小易，主人，你等我，我去查查百科全书再找你。叮的一声后没声音了。女孩，
盛兴坐在房间里的小桌椅上，胖乎乎的小手握着一根铅笔，写写改改涂涂抹抹。旁边站着盛寒看着他写，他第一次写不知道怎么写，就想找大哥帮他写，但是大哥说要自己写，不会的他告诉他，写了3个歪歪扭扭的3个大字检讨书，都占了本子一半了。开头第一句就写对不起爸爸妈妈，然后就不知道了，眼神看向旁边的盛寒。盛寒思索了一番，你写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盛兴擦擦写写半天，一笔一画，又是拼音又是字的写出来了。后面盛寒也想不到了，两兄弟面面相觑，他们数了数，还差80个字。这不得说女主的能力强，虽然盛世没支持了，但是他还是找到了其他供应商，虽比不上盛世，但是也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温以凡很感激，谢谢林总。凌霄不在意的摆摆手，小事，他也就是介绍了个公司而已，况且他们家业也不大。他温柔笑道，我请你吃饭吧。好啊，很荣幸。凌霄听了温以凡跟盛旺还有女孩的之间的关系和误会，看着他落寞的样子，他些许心疼。女孩就是那个性子的，你少接触就可以了。盛旺面冷心冷的他不会在意的，你在心里感激他也是一样的。凌霄在温以凡面前根本没带脑子的思考，很多时候都是脱口出的话。温以凡垂着眼眸淡笑的嗯了一声，我不会在意的。在凌霄看不到的地方，眼里一片冰冷。女孩隔天收到盛兴的检讨书，100个字写满了10页纸，看着这扭曲的大字，读没到2句就翻页。检讨书，对不起爸爸妈妈，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干了。还有拼音跟错别字，就这20个字重复写了5遍，看的女孩是眉头紧锁。盛兴紧张的玩着自己的小手指，一边心慌的观察女孩的表情。女孩让他自己念1遍检讨书，盛兴拿着检讨书小声的念着这5遍，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女孩问，你哪里错了？盛兴抬头怯怯的看着女孩，小嘴努了一下。其实他觉得他没错，妈妈好凶，但是他不敢说。女孩一眼就看出这小孩子的心思了，肯定觉得我没他那个温老师好，支支吾吾没说出来哪里错了。女孩淡淡的说，既然你不是真的写这个检讨书，那也没必要假装认错了。看来你的确是很喜欢你的温老师，这样我不管你了，你喜欢带谁来家里就带谁来家里，你去别人家里住都可以，反正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女孩把检讨书还给他就转身走了。盛兴人小愣愣的站在那里，他又要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哭，没哭出声，一只手拿着检讨书，一只手擦眼泪。他抹了一会眼泪回房间收拾东西了。他想起幼儿园小胖说的话，他爸爸妈妈不理他，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等他们去找他，他回去以后就要什么给什么。他觉得他们总是欺负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哼，他要离家出走。盛兴收拾了一个小书包，带了奥特曼玩具，还有水杯，还有上次二哥给他的糖果饼干，就偷偷摸摸的躲开大人的视线出去了。等家里的佣人发现不见了之后，慌张的不行，全家上下找了一遍没找到，最后看门口的摄像头看到他背着小书包吭哧吭哧的走了。女孩还赖着手呢，家里的保镖跟着出去了，女孩让他们跟在后面没危险，就不要去管他。盛兴一时冲动出来了，现在小短腿走了一半有点猛，在里面走了好大圈，出了这个别墅的大门之后，他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了。他站在那岔路口停住了，左看右看，最后他选择了走直线，没有转弯，一直走走停停的，有些累了就停在那里，还从包里掏出了写的检讨书，放在地上垫着坐下去了，还时不时的往后看一看有没有人找他。吃完饭的温以凡跟凌霄在车里，刚好看到坐在路口的盛兴。温以凡叫停了凌霄，连忙下车过去，星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盛兴听到熟悉的声音，赶紧站起来，温老师。看着满头大汗的盛兴一个人在这，温以凡有点心疼，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我离家出走了。凌霄在一旁听到这小不点说这话，没忍住笑了。这三兄弟他知道，他小时候还强行抱过呢。小星星，你这跑出来，你爸妈知道吗？盛兴看着旁边的林哥哥，认识但是不熟，叫叔叔的辈分凌霄硬是要他们叫他哥哥。盛兴摇头，我偷偷跑出来的，没人看见，说的还一股骄傲的样子。温老师，我可以去你家吗？温以凡犹豫，凌霄看着这个小不点，我们送你回去吧。我不要，我不想回去。凌霄假装惊讶，怎么，盛旺打你了？小孩撅嘴没说话，他摇了摇温以凡的手，温老师，我想去你家玩，等他们来接我，我就回去了。温以凡疼爱的摸了摸盛兴，好。凌霄眯眼看着盛兴，这孩子有胆量。凌霄给女孩发了个信息，还开玩笑的说了句准备好500万，说完自己都先笑了。笑了一会，看到旁边2个人看着他有点发疯的样子，表情一言难尽。呵，这孩子你带回去啊？星星依赖我，我先带回去吧，等有人来接他再给他送回去。他不回去，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安全。凌霄笑着捏了一把盛兴的小脸，行。后面跟着的保镖看着小少爷上了车，一字不落的跟着温管家沟通，然后转给女孩，女孩表示随着他。知道是凌霄的车，他也收到了凌霄发来的信息。
盛兴在车上说着被爸爸惩罚，还说妈妈凶。凌霄倒是觉得这批孩子小题大做，温以凡就不这么认为了，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牵扯到盛兴。对不起啊，星星，是我的问题，孟小姐怎么连你都惩罚？凌霄看着温以凡自责的眼神，没事，小问题，这孩子就是皮，一个人敢跑出来，这要是他儿子，不得抓回来一顿毒打。女孩找到了盛寒盛齐两兄弟，跟他们说了他们的弟弟离家出走了，去了温老师家里，还跟他们说了谁要是想去现在就可以去，去了以后就不能回来了。两小孩一脸惊慌，盛寒，那弟弟呢？弟弟也不回来了吗？女孩，暂时不回来了，他要玩就让他玩吧，我们也不去接他，这么大的小孩了，既然敢离家出走，那就让他自己回来吧。两小孩面面相觑。当天下午，女孩带着两兄弟去了盛世大厦，前台看到夫人还带着两个小少爷来，都有点惊讶。两位前台小姐姐的眼神也一直紧紧盯着梁小芝，很少见的小少爷啊，真的好可爱啊，乌黑的大眼睛，雪白的肉嘟嘟小脸，糯叽叽的。还有一个没来，保安给他们开了门闸，趁背对着他们，在他们按电梯的那一刻拍了下来。这张图不一会就传遍公司上下了，公司情报局群，前台，图片，策划，来了，他来了，设计花，天哪，谁懂这张照片的质量？不知名医这是小少爷吗？我还是第一次见，不知名医好可爱啊。营销部还少一个呢，前台一直看到夫人带着两位小少爷，还有一个没来。前台二，这还是第一次夫人带小少爷来找总裁。就在大家讨论的时候，秘书部一位女秘书发言了，小秘书，小少爷在这。配图是一张像带着滤镜的两小孩照片，坐在秘书部。女孩把他们交给了王默，王默就让隔壁的秘书部先看一下，可把他们激动的，设计花啊，快带来我们看看啊，哭唧唧。看着群里激动的反应，小秘书跟两位小少爷说带他们在公司转转，还有吃的玩的给他们。他们想着妈妈跟爸爸聊天，就点头了。外面场面一片混乱，盛旺办公室很安静。离家出走，盛旺听到真的是很想打盛兴一顿，3天2头闯祸。女孩，总之你就不用管了。盛旺想，反正知道在哪，也有保镖跟着，倒是不怕。咚咚咚，有人敲门。盛旺，进来。是王默带着盛寒盛齐进来了，两人手里还拿着很多吃的玩的，王默也拿了一些。女孩看着抱着这么多的俩人笑了，朝他们伸出手。梁小芝哒哒哒的跑到女孩身边，女孩把他们怀里手里的东西拿下来。怎么这么多啊？盛寒，外面的姐姐们给的。盛齐点头。盛旺看着女孩跟儿子，心里软了，面部都不由自主的柔和下来。王默看到心里惊讶的，默默关门出去了。女孩拿起一排小旺仔，指甲太长了没撕开，盛旺过来拿起来没怎么用力就撕开了。他拿出一个还插好吸管，第一个递给的是女孩。梁小芝没什么问题，盛旺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女孩的眼睛倒是360转了一圈，仿佛不确定是给她的一样。她还看到盛旺拿了2瓶，一人1瓶给两小孩，吸管都没给拆开。两小孩看了爸爸一眼，自己自觉的拆开吸管喝，看着母子3人孤墩墩的喝着牛奶。程旺想，晚上一起吃饭吧。你几点下班啊？他想了想，今天的事情好像不多，6点。女孩点点头。这下午母子3个人就在盛旺办公室吃吃喝喝小零食，拿着 iPad 看着动画片老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女孩在中间拿着 iPad， 盛寒盛齐一左一右靠着女孩，手里还各自拿着开封的零食，这个胃口那个胃口，女孩表示很美好。盛旺看到嘴角勾起，可爱。看累了的女孩都有点瞌睡了，两小孩不敢动，怕吵醒她。盛旺过来想抱她，果然一动就醒了。他眼神懵懂，让两小孩在一旁看。他转头就在长沙发上躺下了，还不忘跟盛旺说句走了叫我。盛旺愣一下没动他，拿了他的外套给他盖上，手指着两兄弟坐一边去看。两小孩乖乖的坐在另一边，没看喜羊羊了。2个人在玩电子游戏，这个掉了没声音。温以凡把盛兴带回了家，李家听到是盛氏小公子，都对他客客气气的。他妈钟秀莲更是对他女儿一顿夸，看着小少爷对他女儿好得很。钟母脸上笑得满是油光，李健也难得的好脸色，这能抓住盛氏小少爷的心也是一样的。李家很热情，给盛兴什么都准备了，到晚上都没看到有人来找他，他心里不免有点失落。星星，今晚你就在这里睡吧，明天温老师送你去学校，想到学校就可以见到哥哥了，到时候再跟他们回去也可以。他点点头，好。这边吃完饭的两兄弟也有点兴致不高，盛兴不在，虽然盛齐不说话，但是他们3个人都是一直在一起的，没有分开过。况且最近3兄弟感情因为盛齐说话又好了不少，2人都想着弟弟。女孩瞥了他们一眼，明天就可以看到你弟了。2人听到，对哦，明天星期一要上学了。那股不开心的情绪一下子少了大半。隔天一大早，在京都幼儿园早早来等着的盛兴，看到是管家爷爷带着2个哥哥来的，他飞奔过去抱住2个哥哥，哥哥，我好想你们。盛寒也抱着2个弟弟，我也想。温管家看到抱在一起的3兄弟，笑得一脸慈祥。
看盛兴还往车里看了看。温管家说：“今天是我来送两位少爷上学的哦，太太没来哦。”盛兴不开心，我才没有想他。温管家笑笑没说话，看着3位小少爷进去，温管家才一脸正色的跟温以凡说：“温小姐，我们老夫人有请。”温管家把人带到一个安静的咖啡店，林婉清正在喝着咖啡，双方都在打量着对方。林婉清衣着低调大方，低调优雅，注重轻奢，一股安逸而高雅的气质，而温以凡还是清一色纯白清纯的类型装扮。林夫人只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心思活跃的。坐，温小姐。温以凡微笑朝着林婉清微微弯腰点头问好。你好，盛夫人，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林婉清呵轻笑了一声，这人阿人总要有点自知之明吧，想必你也知道我找你大概什么意思。一个暴发户的妓女对我儿媳挑衅，想博取我孙子的信任，接近我儿子，你怎么敢的？我这次来不是警告，也不是通知，就是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小丑，有这个胆子算计我盛家。温以凡解释，不是这样的，盛夫人。林婉清直接抬手打断，你什么都不用说，要是以后再跟我们女孩有什么冲突，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手段。看眼神凌厉，从头到尾都护着女孩的盛夫人，那种视她为蝼蚁的眼神真是让温以凡不甘。女孩，所有人都在说着女孩好，都在维护她，维护她一次，她就要被骂一次，这让原本心里就不平衡的温以凡彻底带上深深的恨意。暴发户这个低贱廉价的称呼，温以凡现在听了很难受，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感觉就是一种羞辱。温以凡怒极反笑，盛夫人，您知道吗？盛兴现在住在我家呢。听闻他脸上浮现一丝疑惑，林婉清确实不知道，还没人跟他讲这个事情。您知道盛兴为什么会在我家吗？他离家出走了。我不说，孟小姐对他好不好？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他都没有来找过他。他根本不在意，盛兴是个很好的孩子，他很依赖我，我也很尊重他，照顾他。我们不仅是师生，也许朋友还算家人。我相信在他心里，也许我会比孟小姐更多一些。我从一开始认识他们，教导他们，也许就是一个缘分的开始。他们认可我，我很开心。我不知道孟小姐会介意。后来认识盛总也是，我发现我们以前就认识，他救过我，我一直把他当成我救赎的光，我从来没祈求过什么。孟小姐却一直觉得我在影响了她，所以现在你们都要来帮孟小姐找我出气。我没错，盛夫人。温以凡微红的眼讲述着他的委屈。林婉清听完只觉得好笑，温小姐不要自己给自己说感动了。林婉清打了个电话给外面的温管家，问星星怎么回事。温管家在电话里说了来龙去脉。挂完电话后对温以凡说，我倒要看看林家小子会不会为了你跟我盛家作对。拿起那旁边定制的包起身离开了。说实话，温以凡有点懊悔，心里害怕盛夫人又对李家做什么。他的猜想也印证了。林婉清上车后再说，怎么回事？女孩怎么把星星放在别人家里？这温以凡看着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直接去了怡园。妈，你怎么来了？女孩正在前院小院里喝着下午茶，看到火急火燎的圣母，林婉清直接问，星星呢？女孩淡定的回答，应该在上课吧。应该，她离家出走了，昨天没回来，今天应该在上课了。女孩坐在休闲椅子上，因为圣母站着，所以她抬头眯着眼躲着阳光看她说话。她好心的拉开了旁边的椅子，妈，你坐。看着女孩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看得林婉清是有点梗塞。温以凡说盛兴对她比对女孩还要好，而且上次在家还把女孩惹哭了。对温以凡有多好不好说，但是对女孩肯定感情没这么深，还离家出走了，你看看这儿子被拐了都不知道。接下来就是圣母对女孩说教，她坐在那左耳进右耳出的听着，时不时还点头，嘴上却应着，可是她不想回来啊，叛逆期。圣母，这小孩子哪里来的叛逆期？女孩，妈，你可以接盛兴回家玩几天，等他想回来了，他就会让你们送他回来了。儿媳妇说的林婉清无法反驳，她好像真的不在乎。女孩为了不让圣母心肌梗塞，在这带着她去逛街美容做 SAP 了，差不多到时间，两人才去了幼儿园接小朋友。在门口也遇到了温以凡，女孩就是笑笑没说话。圣母脸色很难看，看来她说的话这女的是半点都没听进去。不一会，老师就带着排队出门的小萝卜头出来了，女孩朝他们招了招手。三兄弟看到了妈妈，还有奶奶，还有温老师都在。盛寒跟盛琪来到圣母跟女孩跟前，盛兴也看到奶奶跑过来了。奶奶看着小跑过来的盛兴，圣母心都化了，宝贝，对着三个小孩又是抱又是亲的。盛兴瞄了一眼女孩，看到她只盯着两个哥哥看，不开心的时候嘴巴又嘟起来了。林婉清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女孩，女孩也嘟嘴了。看着母子俩幼稚的闹脾气，林婉清叹了口气，她捏了捏盛兴的小鼻子，要不要跟奶奶回家呀？盛兴看着女孩，女孩也看着他，但是两个人都没说话。这时候一个声音传来，星星，既然有人来接你了，那老师就先走了哦，下次不要再乱跑了。温以凡温柔跟着盛兴说，然后对圣母打了个招呼就走了。林婉清跟女孩全程没看他一眼。女孩，韩寒琪琪，
跟奶奶说再见，我们下次再去奶奶家玩。盛兴听到女孩这么讲，气的一下脸都鼓起来了，大声说：奶奶，我去奶奶家。说完就人小鬼大的拉着林婉清的手往反方向走，女孩也拉着盛寒跟盛琪上车。盛寒，妈妈，再一次清晰的听到盛寒喊妈妈。女孩，怎么了？弟弟，你不要生弟弟的气，他想回家。女孩，你弟弟太不乖了，还敢离家出走了，知道现在外面多危险，一个不小心就被人抱走了怎么办？以后可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还会被卖掉哦。而且你弟弟也没说要跟我们回去。盛寒听到就没说话了，反正明天上课能看到弟弟也是一样的。盛琪拿出今天幼儿园奖励的小红花，举着拿到女孩眼前。女孩眼前一亮，接过来仔细看，好棒啊！琪琪又得一个，韩寒呢？盛寒也拿出了他的小红花，女孩接过来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存起来，等你们存满了，妈妈就实现你们一个愿望好不好？盛寒、盛琪，好。这回的盛兴挂在林婉清身上委屈的小样子，看得他可心疼了。乖乖，盛兴又把这2天的事情断断续续的讲了一遍，还好是温管家提前跟他说了，不然他又要被盛兴这孩子误导了。星星想回家是吗？盛兴点点头。那怎么不跟妈妈说呢？生妈妈的气。他又摇摇头，妈妈生我的气，我把温老师带回家惹妈妈生气，还离家出走，他都不接我回去了，不要我了，嘴嘟的都可以挂油瓶了。那你怎么对温老师这么好，还带温老师去气你妈妈？温老师很好，妈妈不喜欢他，还凶。盛兴说了很多温以凡对他怎么好，林婉清越听越不得劲。星星啊，别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比如我喜欢你的这个奥特曼，跟你说我喜欢你，然后对你很好，你会把他送给我吗？盛兴点点头。林婉清继续说，那我也会对别人说，你看这盛兴真蠢，真好骗，我说喜欢他他就信了，以后我要什么都可以找他拿了。盛兴眼里带着清澈的愚蠢，我不是，奶奶，我不蠢，不可以骗我。宝宝，那个温老师很坏，你看你爸爸妈妈都不喜欢，哥哥也不喜欢，他老是惹你妈妈生气，怎么会觉得他好呢？盛兴扣手没说话，而且小孩子不能离家出走的，万一遇到坏人把你拐走，你就见不到我们了。现在外面很多坏人呢，你这么可爱不见了，那可怎么办呀？他摸了摸盛兴的头，心想小孩子还单纯。盛兴靠着他奶奶，奶奶，我想回去。想回去了，不在奶奶这玩几天吗？盛兴，我等下次跟哥哥一起来，都快到奶奶家了，先吃个饭，奶奶再送你回去。他又点头又摇头的。圣母，怎么了？不吃饭吗？盛兴小声说，妈妈生气，这还担心女孩生气不理他呢。没事，等会奶奶跟你妈妈说，但是你也要跟妈妈道歉哦。他点点头。圣母亲了他一口，真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盛兴，他自己快速吃完就嚷嚷着要回去了。圣母笑呵呵的说好。刚吃完饭的女孩母子3人看到圣母带着盛兴回来了，女孩意外的看着他们，这才多久，怎么那么快回来了？圣母看着女孩百变的脸色说道，星星想回来了。女孩看着牵着的盛兴，眼神怯生生的看着他。他从圣母身边走出来，声音不大不小的跟女孩道歉，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家出走，下次也不带温老师来家里了，不应该惹你生气。女孩看他都带着圣母来了，再跟小孩子置气就是他的不对了。好吧，这次原谅你。盛兴脸上紧张的神色一下没了，虎头虎脑的笑了，嘿嘿。女孩，你们吃饭了吧？圣母已经吃过了，那妈今天在这住一晚吧，不了我就送盛兴过来，等他们放假你再带过来。女孩看天气还不晚，就点点头，送他出门回。转身看到眼巴巴的看着他的盛兴，女孩叹了一口气，在别人家住的怎么样？好玩吗？盛兴摇了摇头，不好玩，温老师家里什么玩具都没有，而且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哥哥，没有管家爷爷和王妈，很不习惯。昨天没有人找我，盛兴委屈的说。那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因为小胖说离家出走的话，爸爸妈妈会去找他，还会很听他的话。女孩表示惊讶，啊，小朋友你要搞清楚，是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不是爸爸妈妈听你的话。盛兴眨巴着他的卡姿兰大眼睛看着女孩，一副卖萌的表情，看得女孩都没脾气了。女孩揉了一把他的脸，他的脸红红的，没反抗，站在那看着女孩揉他的脸。回到家的盛兴明显轻松了很多，离开女孩的魔爪之后，就奔着去找他哥了。女孩看到笑了笑，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自从上次盛寒跟着盛琪去女孩房里睡觉以后，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最近都洗完澡去女孩房间里面等待，2个人轮流给女孩讲故事。盛兴去了2个哥哥房间，没看到人。哥哥呢？我那么大个哥哥呢？跑上跑下的看遍几个他们哥仨经常玩的房间都没人。他去开女孩的门，想问他哥哥去哪里了，没想到打开门，2个哥哥都在女孩房间。他眼神带上了迷茫。哥哥，你们怎么在这里？盛寒惊喜，弟弟，你回来了。盛兴肉肉的抱住盛寒，奶声奶气的叫哥哥。抱完这个又抱那个，讲的就是一碗水端平。
女孩开门看到就是这一幕，这三人搁着演兄弟情深呢，三个连他大腿都没到的小家伙。他敲了敲门，吸引了三人的注意。看到叉着腰站在门口的女孩，三个小家伙同款表情无辜地看着他。他咳了一声，这是我的房间，你们在这干嘛？睡觉。细小的奶音是盛琪发出的。盛寒跟盛琪一样，只有盛星猛了一下。睡觉？什么睡觉？跟妈妈睡觉吗？女孩表示不行，人太多了。两个小家伙一下子眼神就变了可怜兮兮。他是发现了，现在小孩子不开心三件套，瘪嘴，眼里有泪光，哭，拿捏一众家长。女孩都被拿捏了好几次。盛星看哥哥做什么他就跟着做，女孩受不了了，捂住了他们的脸，只有这一次，下次不可以了。三个人笑眯眯的点头。等一下，女孩看到跟着两个哥哥往床上爬的盛星，立马出声阻止了。星星，你洗澡了吗？盛星回过头想了一下说，没有。女孩把他拉出去，叫佣人给他清洗一下再上床。洗完澡的盛星迫不及待的跑来了，看到一左一右躺在妈妈身边的两个哥哥，他犹豫了一下。盛寒猜到了弟弟的想法，他第一次跟妈妈睡觉，还是让他睡在里面吧。他作为大哥往后挪了一半。盛星看到空出来的位置，抑制不住的开心，蹭蹭蹭的爬上去，一溜烟钻进被窝，露出萌萌大眼看着女孩。女孩拿着1001夜的书又开始继续讲，今天我来讲小黄鸭的故事吧。三人都沉浸在女孩迷人动听的声音，尤其是第一次有这个体验的盛星，眼睛里看着女孩带着光，妈妈被窝里的馨香，还有好听的小故事，哥哥也在旁边，他觉得好开心。这种感觉让他最近产生的不安和紧张都在这一刻消失，无比心安。看着酣然入睡的三小只，女孩轻轻放下手里的书，一人亲了一口，准备关灯的时候，听到叮的一声。小易，恭喜主人，盛星的爱心值打开了啊！撒花撒花，盛寒爱心值15%，盛琪爱心值15%。女孩关灯的手停住，欣喜的发问：真的？小易，是的主人，上次我看了一下，要是你先打开或者对方先打开爱心值的话，是不会再变的了。现在只有男主的爱心值没打开了。女孩点点头，盛望的心真硬。女孩有点疑惑，盛星怎么突然就打开爱心值了？小易挠挠头，主人，你刚刚讲故事的时候，盛星的爱心只有动荡，在你亲亲的时候突然就打开了。女孩还是松一口气，毕竟盛星之前表现得很危险，女孩都觉得盛星的心估计不在这了。突然一下，很突然，这一晚母子四人都如入梦乡。今天早上三个小家伙的叽叽喳喳的，吃饭明显都兴奋了不少。温管家看着活泼不已的几位小少爷，他也笑得牙不见眼的，估计是小少爷回来了高兴，看着他们吃完饭就送他们去上学了。女孩还是照常在睡懒觉。管家爷爷再见。下车后的三人跟着温管家告别，声音都甜了不少，这可把温管家甜的再见。看得他们进去看不见人影，看了都还站了一下，嘴角一直没下来过。蹦蹦跳跳的走进幼儿园的盛星，开心的和每个小朋友打招呼：早，瑶瑶，早，小胖，早，西西。他们奇怪的看着盛星。范杰西，盛星，你今天好开心啊。他开心的点点头。那你妈妈有给你买变形金刚吗？盛星，什么金刚？范杰西从包里掏啊掏，拿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大黄蜂，这是变形金刚里面最火的。我妈妈说我得了10个小红花就给我买一个，它还会变形。说着还在一众小朋友面前表演一个汽车人变形。哇，好多小朋友吸引了。盛星也想要，可以给我玩玩吗？我也想玩。西西，我也要。所有男生小朋友瞬间都围着范杰西，盛星也在众多小朋友中一个举着小手嚷嚷着。盛寒跟盛琪在外面看着，那个小胖拿出了早上家里给他准备的小蛋糕，他给了范杰西，得到了第一个玩的小孩。盛星想到什么，跑到板书后面看那个黑板报，看到他的名字，数了数他的小红花，有11个，又看了看他两个哥哥，已经26个了，嘴里嘟囔着他可以买一个变形金刚，一个哥哥可以买2个，一个哥哥可以买2个，伸出手指数了数，可以买5个变形金刚。他跑去找盛寒盛琪，志气十足的声音喊着：哥哥哥哥，我们可以买5个变形金刚。指着盛寒盛琪，你可以买2个，你也可以买2个，我买1个，我们一起玩好不好？盛星脑中只算到了10个小红花，可以换一个变形金刚，零数都没数。盛寒可是弟弟，妈妈没有说有10个小红花可以换变形金刚，不过妈妈说满了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盛星听到被雷到了，10个换不到，要全部的，瞳孔震惊。幼儿园1学期50个，到毕业才刚能存满的，那要等很久很久很久。目前最多的还是盛寒跟盛琪，他有点失望。一早上好心情终止在这，虽然期间范杰西给了他玩，但是不过瘾，完了也要还回去，他想要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放学温管家来接他们的时候，发现小少爷跟早上状态不太对，早上像那个太阳照射积极阳光的向日葵，这下午咋就变成晒过头烟了吧唧的向日葵呢？怎么了小少爷？盛寒解释，管家爷爷，弟弟想要变形金刚。
那小少爷回去跟夫人说一声给你买。这话一出，盛兴好像被点醒。对哦，可以求妈妈买，还有爸爸。可是爸爸不在意，回去就求妈妈。盛兴在心里叫过无数次的妈妈，但是嘴上没叫过一次。他回到家放下书包，就找着女孩的影子，又没找到。女孩这会正在外面跟林双双约球，已经很久没运动了，今天阳光正好，很适合运动。两人都一身运动装，在体育馆里面打网球。两人除了在学校的时候玩得多一点，出来以后比较少约这个。今天打一打出汗，还挺爽的。绝艳渊魁梧的身材，肌肉线条流畅，充满了力量感和美感。正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不经意间就看到两个女子一蓝一红美式背心，配上同色系短裤，同款小白鞋，很青春活力。两人动作专业有力，他认出这是上次见过的孟小姐还有凌霄的妹妹。他在一旁看了会，去买了几瓶水。女孩跟林双双体力也差不多，这一动好像身体打开了一样，还挺舒服。两人这会都有点气喘吁吁的。林双双弯腰，双手放在膝盖上喘气，念念先休息会吧。女孩也有点累了，点点头。两人没有急着坐下。女孩说，我去买2瓶水吧。刚说完，旁边就递过来2瓶水。两个人看过去，是上次见过的林双双。咦，你是我哥的朋友？那个饭店的老板。绝艳渊笑了，我是你哥朋友，叫我艳渊吧，林小姐。林双双点头，那你叫我双双就可以了。他点点头，转头看向女孩，笑着说，女孩，记得他名字。女孩被他笑容晃了一下，点了点头。你们球打得不错，应该没少练习吧，很专业。绝艳渊表示肯定。林双双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打，现在比较少了，今天出来运动运动。你呢？我在这健身，一周也就1次，不常来。林双双瞄了一眼他的身材，非常不错，小麦色肌肤，以他看过众多帅哥的身材，这个绝对有8块腹肌，肌肉很有张力。女孩看着林双双有点晒红的小脸，手遮挡着微微阳光，我们去那边坐一下吧。林双双不好意思的连连点头。绝艳渊，等会要不要一起吃饭？女孩看了下时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林双双啊一声，有点遗憾的样子。好吧。3个人收拾好，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准备分道扬镳。女孩跟他们招手拜拜，你们去吧，我下次。绝艳渊，林双双，好，拜拜。盛兴在家做着手工作业，心不在焉，坐一下看一下门口。盛寒盛奇看着一直不安静下来乱动的盛兴，都被他打乱了顺序。他大声叫了盛兴，星星，你都弄乱了。盛兴吓了一跳，撅着嘴，对不起吗？坐下来又安静了会，听到门口传来动静，似乎是听到有人说太太回来了。他又噌的一下站起来跑出去。盛寒刚拿起的粘土又被盛兴打掉，盛兴哒哒哒的跑出去，跟刚进门的女孩撞上了。女孩看到冲过来的小屁孩，迅速反应过来，伸手抵住了他。星星，你干什么呢？他抬起头看着女孩，眼里带着亮晶晶的，想说什么，张开了嘴，但是又卡住了一样，像是还没准备好怎么说。女孩，然后又看到盛兴哒哒哒的跑了。女孩一脸黑人问号，他手里拿着东西递给女孩，女孩接过来一看，一团就巴巴的小红花，这一看就看出它的主人一点也不珍惜。你怎么这么多旧巴巴的小红花啊？盛兴眼巴巴的说，我想要买变形金刚。女孩懂了，这是想用小红花换玩具。她数了数，有11个小红花。这是你自己的小红花吗？不排除这家伙拿了哥哥的小红花。盛兴点头，对啊。女孩问，哥哥呢？盛兴指了指在大厅做手工作业的2个哥哥。女孩走过去看了看他们的作业，其他2个都还算正常。盛兴这个女孩没看懂，你们作业不是一样的吗？一样的，刚刚弟弟一直在捣乱，还把我的粘土弄倒了好几次。难得盛寒气鼓鼓的告状。盛奇在旁边点头表示就是这样。女孩看向盛兴，他本人一脸无辜，你看看，要跟哥哥一起学，你还把哥哥的弄坏了。女孩指着3份作业，差别大的哟。你先做，做得好了我再考虑给你买玩具。盛兴听到可开心了，满嘴答应。好，兴致勃勃的继续做起了作业。女孩喊了王妈，柔声说，今天想吃面，煮面吃吧。王妈，好的太太。女孩又问了他们3个，你们吃什么？也吃个面吧。3个奶声奶气的声音齐齐回答，好。王妈笑了笑，今晚都吃面。等他们做完作业，女孩自然的过去检查，有点怪，怪在哪里也说不上来。女孩放在一起拍了个照片，勉勉强强吧。女孩问，哥哥都攒了多少个小红花了？盛奇26个。盛寒，我也26个。女孩一问26个，那怎么盛兴只有11个？你怎么才11个？盛兴抠抠手，他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最活泼了，也最顽皮了，有时候还跟小朋友打闹，2个哥哥品学兼优，他就知道玩，所以拿的少。女孩看着他们仨，美女摇了摇头，好歹还有2个省心的。如果到毕业存满了小红花，可以答应你们一个愿望。哥哥们已经答应了。你要用这些小红花换变形金刚吗？换了就没了。盛兴这会犹豫了，他很想要，但是女孩说的可以实现一个愿望，也很想要。
女孩看他纠结的样子，他点了点他的头，走吧，先吃饭想好再告诉我。盛星吃面条的时候想一下吃一下，女孩皱眉，星星，好好吃饭。哦，盛寒盛奇也在乖乖吃面条。女孩看着3个排排坐乖乖吃面的3兄弟，很乖。女孩坐在化妆台面前，对着镜子涂涂抹抹，旁边站着一个小萝卜丁盛星，2颗灵动的星星闪烁着清澈的光芒，流露出好奇的目光，歪着头观察着女孩的拍打脸部的动作。女孩眼神瞄了他一眼，他决定要用小红花换变形金刚。女孩点头，好啊。得到女孩回答的盛星还站在原地。女孩转头看他，见他有点伸手的意思，女孩扶额，双手捧住他娇嫩的小脸蛋，揉捏，顺便给他一个精华按摩。星星呐，我还能给你变个变形金刚出来吗？你这小脑瓜，快回去睡觉，明天我去买。盛星顶着被揉搓的小红脸，乌黑的大眼睛带着懵懂的看着女孩，迷离的点头。女孩看着他扭动着小屁股，踉跄的小碎步出去了。关门的时候还不忘回头看了眼女孩，最后慢慢的关上门。出了门口的他蹦蹦跳跳的回房间了。叮 Siri， 恭喜主人盛星爱心值 1%。 哦，能让他为之心动的还得是变形金刚啊。双双，有点熟悉的声音。林双双回过头看到了温以凡。自从上次跟念念聊过以后，林双双就已经刻意远离温以凡了。温以凡对于林双双的已读不回，淡漠的态度也明白了女孩跟林双双说了什么。温小姐，绝艳渊笑着打了个招呼。好巧啊，绝艳渊先生，你和双双去吃饭吗？绝艳渊点点头，只一瞬间，从刚刚2人开头的气氛他就感觉到不对劲，所以他也没说一起去吃饭。看了眼林双双，他面色平静的跟绝艳渊说，走吧，然后就转身走了。绝艳渊神色异样，对一旁尴尬的温以凡点点头，也跟着走了。他也没问什么，带着林双双去了他开的餐馆。林双双对他这种做事风格表示很认同，不会话多嘴碎，也不会沉默寡言，说话做事恰到好处，从容不迫。女孩一早还被盛星吵醒了，这孩子真是。等他们去上学了，女孩就去逛街了，去看变形金刚，还有几款还没货，等调货寄到家里去，剩下的全买了，打包快递回家。她还给自己买了几套小衣服。亲爱的，好不好看？旁边的女孩挑了一件红色吊带连衣裙，正在给她面前的男人转圈摆弄。她面前的男人没说话，因为刚好女孩也试了这条裙子。这个女孩160身高，骨架小，是娇小类型的女孩，而女孩1.7米的身高，皮肤也比女孩白皙了好几个度，形体很好，该有的地方一点也不含糊。看着女孩胸前被撑得鼓囊囊的，酒红色就很适合她这样的御姐范。果然是那句谁丑谁尴尬。女孩也是愣了一下，也没在意，继续逛。那个女生看着男朋友，眼睛都站在女孩身上了，生气的把衣服换下来了，跟店员说，这什么衣服啊，这么烂大街，我要新款，独一无二的新款。女店员笑着说，这款也是刚上新的，目前店里只有2件，还若无其事的看了一眼女孩，您要是不喜欢的话，给您介绍一款店里的孤品，目前只有这1件了。店员拿出了一件深蓝色的流苏裙，好，拿给我试试。在女孩进去换衣服的时候，男人走到女孩身边，递了一张名片，嗨美女，我是李家建材的总经理李才。女孩本来一脸不耐烦，听到这个名字倒是停下来挑衣服的动作，转过身来。李才近距离的看着如此大美女，一时哑然。女孩看着他拿着的名片，上面写着总经理李才。看到这个名字，李才，女孩笑了。李才被女孩的笑容迷得不行。女孩刚准备去接名片，那个小女友冲过来，刚出来就看到自己男朋友被人勾引，手里拿着的衣服顺手砸向女孩。女孩反应快，稍微侧身站在了李才后面。李才没反应过来，被衣服的吊牌砸到了眼睛，顿时嗷了一声。这小女友看到打到自己男朋友了，连忙去看他眼睛，被李才一把推开。发什么神经啊？被推开的杨小婉眼睛红了，我才刚进去一会，这女人就勾引你，我再晚一步，你们是不是联系方式都加上了？李才揉着眼睛，我懒得跟你说。杨小婉阴狠的眼神看着女孩，还想朝她冲过来，被李才拦住，别在这发疯，泼妇。杨小婉嘴里还骂骂咧咧，贱人，不要脸，勾引别人男朋友什么的。女孩刚好又站在李才身后，这让路人觉得这又是一场原配抓小三的戏，个个吃瓜十足。女孩不由叹气，遇到跟温以凡沾边的人真是够倒霉的。看着女孩沉默寡言的坐在一边，加上周围也跟着向着杨小婉那边对着女孩的攻击都没停下来过。10分钟之后，这栋楼的负责人来了，还有这家服装店的经理，2个人带着一群保安飞奔的跑过来，把他们请出了环球大楼，还说以后不要让他们进来了。李才脾气本来就不是很好，这么一闹真的怒火中烧，一巴掌扇在杨小婉脸上。女孩看到他人都后退了几步，倒在地上，这巴掌换来了片刻宁静。杨小婉可怜兮兮的看着李才，看着李才要走，杨小婉要跟着出去，被女孩喊停了2人。等等，所有人都看向坐在一旁安然无事的女孩。我跟你们素不相识，这位小姐言语辱骂我许久，
不道歉就想走。一袭红裙映衬着她艳丽娇嫩的容颜，脸色满是冰冷。这里里外外都是监控，我希望这位小姐给我好好的道歉，不然……扫了一圈周围所有的围观人员，也有在拍摄的，我可是要保留证据，一个一个告的。一位店员走过来跟店经理解释，刚刚是这两位小姐在试同款衣服，这位小姐不满意就换了一件。这位先生先跟孟小姐说话的，孟小姐还没说话就被这位小姐打了。啊！群众一下了然，这是男的想要背着女朋友搭讪人美女，就被女朋友发现了。杨小婉看着理财的眼神，还有周围人的谴责，人清醒了不少，看着女孩身边围着这的负责人都来了，现在才反应过来，看样子也是个有钱的小姐。她好不容易傍上理财这有钱人，刚刚一时没忍住，现在脑子清醒了，有点后悔。就在女孩等得不耐烦了要走，杨小婉在理财的施压下憋屈的朝着女孩道歉，眼泪那叫一个潸然泪下。对不起这位小姐，是我误会了。理财也走过来跟女孩说，见笑了，你今天的单都算我账上，算是给你赔罪了。女孩笑了没有拒绝，拿起那条杨小婉说的烂大街跟女孩穿着同款的红裙，递给店员，示意理财买单。店经理反应过来，立马拿着 POS 机来了，理财也痛快的刷了卡。女孩拿着裙子走到杨小婉面前，勾起嘴角，这种烂大街的衣服你也穿不起。随后拿着衣服的手一松，掉在杨小婉面前，女孩7厘米的高跟鞋踩了上去，杨小婉脸上青红交错，女孩让保安把他们都请出去。这一天的心情又被毁了，被赶出来的两个人知道女孩可能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富家女了，杨小婉现在也是敢怒不敢言，看着理财铁青的脸色，她有点害怕。她去抓理财的手，对不起我。理财立马甩开了指着她，后槽牙都咬碎了，没说出一句话，转身大步上车直接走了。杨小婉跑着追了几步没跟上，又哭又急的给温以凡打了电话，喂，凡凡，女孩也没继续逛了，打包回府。京都幼儿园，范杰西小朋友蹦蹦跳跳来到程三小只面前，特别是在圣心面前，又拿出一个不同款的变形金刚，跟昨天那个不一样。范杰西摇了摇手里的变形金刚，你们看，我又有一个新的。圣心的视线一直追随着他的手晃动，都有点晕了。盛寒，范杰西你不要晃了，他哦了一声，在他们3个人面前摆弄着。圣心羡慕的问他，你妈妈又给你买新的了吗？范杰西点点头，我家有好多呢，我妈妈说每天只能带一个来。圣心震惊，你妈妈给你买了很多吗？看到小伙伴点头，圣心不自觉的哇，透着满满的羡慕。他想起让女孩买了，脸凑到范杰西面前很近，他说我妈妈也给我买了，你妈妈也给你买了很多吗？圣心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那明天我们一个人带一个一起玩。好。圣心跑到小胖面前，递给他一份早上王妈准备的果干，小胖，我用这个跟你换小红花好吗？我把我吃的都给你，你把你的小红花给我。小胖看着圣心手上的果干连连点头，一手交小红花，一手交果干。圣心拿到手就抓在手里，一把塞进裤兜，寻找下一个目标。瑶瑶，我给你这个，你用小红花和我换好不好？瑶瑶蒙昧歪头，为什么？我用小红花换了变形金刚，到时候给你玩。瑶瑶眨了眨眼睛，反正她的小红花也没用，妈妈都不看，好吧。圣心从瑶瑶这里拿了10朵，小胖有5朵，现在有15个了。圣心转了一圈，一旁玩芭比娃娃的小芭比吸引了圣心，他走过去，他喊了句小芭比。小芭比抬头看着他，又继续低头玩手里的娃娃，给他换衣服。圣心还想用果干换小红花，但是小芭比不理他，他不要换。圣寒跟圣琪都看着弟弟围在小芭比身边，他问一次，小芭比就背过身，他就跟着转，那苦苦哀求的模样，人家还不理他，真的没眼看。圣寒把弟弟拉了过来，醒醒，你不可以这样，这不是你的小红花。圣琪也站在他面前，我要告诉妈妈。听到这话的圣心眼神受伤的看着圣琪，不敢相信，他苦苦哀求圣琪不要说他换了变形金刚，一人一个。圣心的小手拉着圣琪的小手晃动，哥哥，你不可以换了。圣心忙点头，我不换了。然后在2个哥哥看不到的地方跟其他小朋友秘密交易。今天温管家接3小只放学，又看到小少爷活蹦乱跳的，一下车圣心就第一个冲出去了，带着期待兴奋的心情去找女孩。回到家，先是在大厅转了一圈，没看到人，又准备去房间。王妈看到了，笑着说道，小少爷是找太太吗？圣心看着王妈点头，王妈笑眯眯的说，太太在外面的花园里呢。圣心一蹦一跳的往那个方向去了，在看到女孩的身影后，慢慢慢下来。女孩余光瞄到一个小人，咦，回来了。她放下了手里的薯片，暂停了在播放的电视剧，用湿纸巾擦擦手指。圣心书包都没放下，就过来找女孩了。女孩懂，带着圣心去拿今天买回来的那套玩具。圣心看着妈妈牵着她的手，黄昏的暖光照在女孩脸上，柔和的侧颜，美轮美奂。圣心心里扑通扑通的，只顾看女孩了，没注意脚下。哎呀，
女孩也没想到圣心牵着还能在草坪平地上被绊一下，呼哈哈哈哈，实在没忍住，忍着笑意把她扶起来。圣心脸红红的，拍拍手，拍拍裤子。女孩拍拍她的屁股，小心点看路，迷糊心。盛寒跟盛琪在大厅，女孩把今天的战利品拿出来，包装好的精美盒子，拆开一排10款最火爆的变形金刚。哇哇！盛心的小奶音一下一下的发出惊叹的声音，小手摸着精美的透明包装盒。女孩看到她乌黑的大眼睛都在闪亮。她拿出书包里的依旧是一团旧巴巴的小红花，数了35个，加上她的11个，全部给了女孩。女孩看着她掏出这么多，一脸疑惑。还没说话，盛心就在挑选里面的那个机器人。女孩更是疑惑脸，你干什么星星？盛心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女孩说，我要这个，还有这个机器人，指着一个一个变形金刚。女孩，你就要这几个吗？盛心懵懂的点点头。女孩嘀嘀咕咕，我还买了一套呢，等我明天再多要一些小红花，这些就都是我的了。盛心美滋滋的想着，还说出来了。反应过来后瞪大了眼睛，立马捂着嘴巴。女孩刚刚还想说一天怎么哪里来的那么多小红花，女孩审视的目光看着盛心，递给她的玩具的手慢慢的收回来。怎么回事？哪里来的这么多小红花？盛心看到女孩的动作，他捂嘴的小胖手放下来，按住女孩往回收的手。女孩从那双清澈的大眼里看出了祈求，她鼓着脸颊糯糯的开口，这些是我换来的。怎么换的？我把我的果干给他们，他们就把小红花给我了呀。女孩看着他认为自己很聪明的模样，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女孩挑出了盛心自己的11个小红花收走，剩下的还给他。这些都不是你的，你要还回去。你用别人的小红花给我，你在骗我，你靠自己得到的小红花才算数。盛心委屈的眼神看着女孩，女孩不为所动。盛心点了点头，指着大黄蜂小声说，那我要这个好了。女孩忍俊不禁，知道他以为是10个小红花换一个，这些你都不要了吗？要。女孩把一排全部给他，他满脸不可置信，还伸出食指指了指自己，大大的眼睛流露出清澈的愚蠢，都是给我的吗？女孩点头。盛心跟傻了一样在呵呵傻笑。旁边的盛寒盛琪看到羡慕死了。虽然两兄弟对这个变形金刚没有弟弟那么热爱，但是看到他们的互动，妈妈对弟弟真好，还买了这么多，他们也眼馋了。女孩还买了2个玩偶给2个哥哥，盛寒的是一只大灰狼，盛琪的是一只哆啦 A 梦，这2个都是女孩喜欢的，也不管他们2个喜不喜欢，女孩就塞给他们。2哥哥蒙圈的抱着比自己还要大的布偶，女孩看着他们拿着各自的礼物，她自己表示很满意。好了，拿着美去吧你们。然后她继续坐在外面吃着零食看剧。2人抱着大娃娃准备放房间，双手抱在怀里，根本看不到路。2个人还撞到一起弹了一下。佣人看到过去帮他们，但是他们不肯要自己拿，他们只好跟在3个小少爷后面，看着他们一点点往楼上去。他们在后面看着，避免摔倒。3人各自把各自的礼物放回房间摆放着，个个都笑得牙不见眼的。盛琪放好了之后，还亲昵用脸蹭了蹭哆啦 A 梦的大脸。3人搞好后，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出来。盛寒脸色柔和，盛琪也难以掩饰的开心，盛心更是嘴里都哼哼起来了。3人都下楼，不约而同的想找女孩，看到她还是慵懒的坐在那边嗑着瓜子看剧，吃的零食太多，王妈还跟她说等会要吃饭了，不要吃这么多零食占肚子了。女孩乖乖应答，但是手跟嘴没停下来。3人来到女孩身边，女孩张口就问，作业写完了吗？他们3个摇摇头。女孩看着他们仨没写作业，还这么理直气壮。几人对视了几秒，女孩说，好吧，那你们休息一会吧，休息好了再做。然后扭头又看着一个 MG 格林怪物，女孩叫他们去搬个小凳子坐一起看。出差已久的盛总今天忙完终于回来了，刚进医院门口就听到旁边传来几声尖叫，熟悉的声音。他走过去，看到他的小妻子坐在摇摇椅上，3个儿子坐个小凳子围在他身边，几人前面放着一个 iPad。 盛心给女孩捶着腿，盛寒给他捏着肩，盛琪在投喂。3个人被看得不知道什么，吓了一跳，尖叫出声。几人都惊慌地挨着女孩，女孩也被突然出现的一个怪物恶心到了，捂着嘴，一只手还抓着盛琪的手。隔了一会又继续看，看了又时不时被吓到。盛寒一开始被吓到，后面没有了。盛琪会被吓到一点点，主要是被女孩的尖叫吓的。盛心就跟女孩一样了，本来给女孩捶着腿，经过几次后又怕又要看得瑟瑟发抖心，人坐在椅子上头，趴在女孩腿上，双手也抱着女孩的小腿，尖叫声跟女孩同频。佣人一开始听到都惊了，还以为干嘛呢，后面看着他们都忍不住想笑，这画面太可爱了。83盛旺走到他们身后，看了一眼屏幕，这会是个慢慢变异出现的蜘蛛精。几人不约而同的龇牙嫌弃的咦了一声。盛旺突然出声问，好看吗？看得聚精会神的几人抖了一下。盛心回头看到了盛旺，爸爸爸爸。盛旺点了点头，目光却一直看着女孩。回过神的女孩撅了下嘴，小声嘀咕，什么时候回来的？盛旺站在女孩身后，抬头摸了摸她的头，刚刚。
哦，盛旺的手有一下没一下的抚摸着女孩的头发，女孩扬了扬小脸，抬头不满地看着他。盛旺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落在女孩眼里，心里泛起一道道涟漪。三个小孩看着爸爸妈妈的动作，统一歪头好奇看着。先生太太，可以准备吃晚餐了。王妈的声音打断了这宁静的画面。女孩睫毛眨了眨，对着王妈回了一句好，然后躲开盛旺的手，一下子站起来没站稳。盛旺两只手扶住了她，她也抓住了盛旺的手，小声地说，坐得太久了，一下没站稳。盛旺喉咙动了动，一声。女孩站好后怔了一下，发现盛旺拉着她的手不放。女孩疑惑地看着他，我要拿这个，指着桌上的 iPad 跟零食。盛旺让他们拿就可以了，然后跟三个小屁孩说，把这收拾一下进来吃饭，就牵着女孩走了。女孩懵逼地看着他，三小孩也一脸懵逼地看着他们爸爸。女孩被拉着走，他还回头看了看呆住的三小只，他们目送着爸爸妈妈进去了。反应过来的盛兴还哦了一声，然后三个人乖乖的，一个拿吃的，两个拿凳子，明显拿不过来。不远处的佣人看到三个小少爷收拾东西，立马过来了。他们三人一人拿了个凳子回去，其他的佣人小姐姐收拾好，就在家这几步路，还被盛旺牵手，是真的有点尴尬。他用另一只手去拨开盛旺的手，还小动作摇了摇要甩开。盛旺看着可可爱爱的小妻子，又抓紧她的手。我买了礼物。听到礼物，女孩不动了，甜甜的问是什么。盛旺没说话，拉着女孩去房间。一进房间，女孩就左看右看，看在显眼的梳妆台上，立马就甩开了盛旺的手。他小步过去拆开，盛旺也在床边脱了外套，松了松领带，戴着的手表一一摘下，是一款新包包，旁边还有一瓶香水，都是奢侈品牌，女孩常用的牌子。他在手腕喷了一点点，闻了一下，像蜜桃又像玫瑰的味道，拿着自己的手闻了又闻。盛旺后面一把抱住了他，握着他的手在他鼻尖闻了闻，又亲了一口。香不香？好闻吗？埋在女孩颈脖处的他压着嗓音，是那种醇厚的男低音，贴着女孩皮肤痒痒的。香，好闻。女孩也觉得好闻，小巧的嘴角微微翘起，红唇微张，欲引人一亲。盛旺的大手那么随意的放在女孩脸颊一侧，轻轻的把她的脸掰过来就含上去了。微冷的舌滑入口中，贪婪的攫取着属于她的气息，用力的探索过每一个角落。一只手还拿着香水的女孩手无处安放，盛旺好似知道，顺着她的手夺走了香水，放在了桌上。女孩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白皙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红粉。时间过去一会，盛旺的手开始游走，触碰到女孩腰间的肌肤，他顿时清醒了，掐了一把她腰间的肉。盛旺吃痛的拧了一下眉，都还没松开女孩。女孩咬了他一口，用力拉开距离，等会要吃饭了。盛旺深邃的眼睛看着女孩，近看眼下有淡淡的乌青。女孩看到他眼里有点疲惫，他愣了会，双手环抱住他腰，拍了拍。盛旺深色的瞳孔透出的光让人捉摸不透。下去吃饭吧，吃完饭休息。盛旺嗯了声，抱着女孩还没松手。女孩刚想说什么，盛旺又吻了下来。不等女孩什么反应，一会就松开了。走吧。等他们下来的时候，三小只已经排排坐好了。等他们坐下，就开始上菜了，享受今晚为数不多的全家家庭餐。今晚洗完澡的三小只又排在女孩房门口想进去，被盛旺严词拒绝了，拦在门口。三个人可怜兮兮的看着爸爸。冷冰冰的盛旺叫来管家抱回去了，看都不看一眼，关门。女孩洗完澡擦着头发出来，看到盛旺关门。怎么了？盛旺接过女孩手里的毛巾，没事。他的手掌宽阔而温暖，在触摸中感受到她的力量与温度。女孩看着帮她仔细擦头发的盛旺，陷入沉思，慢慢的把头靠在他身上。盛旺轻柔的大手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女孩舒服的闭上眼，听着她的心跳。盛旺总是给她一种错觉，让人觉得他对自己是有感情的，但是小姨说他的爱心值一直没打开。女孩很纳闷，他是装的吗？演的真的很好。女孩的手轻轻抚摸上他的心跳位置，有扑通扑通的声音，骗人。盛旺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女孩也不好意思说，难道要直接问他喜不喜欢他，心里有没有他？他不要，手指戳了戳他的心，表达着不满。盛旺抓住了他乱动的手，怎么了？女孩摇头。盛旺看着柔弱娇媚的妻子一个打横抱起，往床边走去。女孩顺势搂住他的脖子，靠在他身上。暖黄色的灯光下，在每一处角落都倒映着两人交缠的身影，缠绵悱恻。早晨睡得日上三竿的女孩，起来时是全身酸痛感，坐起来想动一下，伸展一下身体，一个皱眉又倒下去了。她在床上好一会才慢悠悠的起来了。她偶尔跟盛旺的深入交流，她是满意的，最多3次，超过她承受的范围。她倒是像个被吸干精气的那个，萎靡不振的样子。噔噔噔，盛家三兄弟今天都是满面春风的模样。小盛兴拖着他那小小书包挪动，看得出拿得很费力，脸都涨红了，包里肯定拿了不少好东西。温管家快步上前接过，掂量了几下，加上里面的机器人把外面书包撑得凹凸不平的痕迹，
就想到昨天夫人给小少爷买的礼物，肯定装在里面了，这怕是全部印塞上了。小少爷，里面有书吗？盛兴眨了眨眼，回答有，他一早就把书放进哥哥书包里了。他真是个聪明的小孩，嘻嘻。盛寒，管家爷爷，弟弟的书在我书包里。爸爸，早上起的盛旺神清气爽，难得的脸色柔和。看着站在一排的三兄弟，盛旺心里一动，走吧，今天我顺路带你们过去。三人眼睛一亮，齐齐点头。盛寒、盛奇都背着小书包，盛兴也从温管家手里拿回自己的书包，要自己背着。小家伙背着还有点吃力。盛旺看着他们三书包重量体积都不对，开口问盛兴：“你的书包里都装了什么？”边问边走到盛兴身边，拎起盛兴背着的书包，把他也提起来了。腾空的盛兴小小的在转动，声音奶奶的开口：“妈妈买给我的礼物。”盛旺皱眉，这是买了什么？鼓鼓一包，还挺硬。打开一看，全是横七八竖的机器人玩具，这么多你都要带去学校？盛兴那小小的奶黄包脸重重的点头，然后又把书包拉起来，迫不及待的要盛旺送他们去幼儿园了。在车上的盛兴也玩着大黄蜂机器人，还拿到盛旺身边玩。盛旺在的话，他还是挺依赖他的。爸爸，你看，他扬起手上的变形金刚，一会变成机器人，一会变成汽车给盛旺看，是不是很厉害？这个机器人叫。车上一路都是盛兴叽里呱啦的声音，盛旺手动给他闭了麦，到了目的地才放开手，一个个把他们抱下来。三人朝盛旺招招手，爸爸再见。说完，盛兴就立马冲着幼儿园快步走去。就这么一瞬间，盛旺都能想到一个词语：放虎归山。滴滴，微信来袭。林双双，几点出发？女孩想了想回复：2点吧。林双双 OK。他们两个人约了摄影师下午去拍照。这个摄影师是林双双公司的知名高级摄影师，给艺人模特拍照，林双双也让他拍过几次。摄影师阿杰见过女孩后，一直想拍她，想约都没约到女孩。今天说好和林双双拍一组姐妹照，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昨天说了让盛旺轻一点，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的有淡淡痕迹。女孩真的无语了，叫来小齐给她明显的地方遮一下，还好不是很重，看不出来有什么。小齐，要化什么妆吗？太太，不用了，就这样吧。不知道拍摄什么风格，到那边有人会画。哇，星星，你好多啊，你妈妈给你买了这么多。小小的男孩星星眼羡慕的比着大大的动作。范杰西看着盛兴从书包里一个一个往外掏，眼睛一直盯着。不是说一人带一个吗？怎么盛兴带这么多？盛兴，你全部都带来了？对啊，我妈妈说全部都是给我的。盛兴傲娇的晃了晃小脑袋。范杰西突然觉得手里的擎天柱不香了。盛兴妈妈也太好了吧，他妈妈说只能带一个来。今天的盛兴非常的傲娇，谁跟他好就给谁玩，在众多小朋友中获得蛙声一片，美滋滋的沉浸在快乐彩虹屁中不可自拔。阳光明媚的下午，哎，对，很好这个角度。摄影师正在拍着精灵装扮的林双双，还有人鱼女孩。一个银白色的鱼尾裙到脚踝，裙上镶满钻点点星光，长裙勾勒出她完美的曲线。妩媚的长卷发带着水晶皇冠散落在美背上，精致的五官，高挺的鼻子，小巧饱满的唇瓣，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让人不禁感叹，真是一幅上帝完美的杰作。一个杏白色连衣不规则短裙，长筒白鞋，耳朵小小精灵耳，头发编着复杂随意的样式，整个人灵动飘逸。两人的锁骨上都涂抹着闪闪的细粉，在室外自然光下，两人灿灿生光。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拍出了不少大片。精灵不要笑，微微侧头看着人鱼，人鱼趴在左边，手轻轻放在嘴角，好，来一点点微笑。林双双的角度刚好看到女孩轻抚上嘴角，指尖滑动着微风吹过嘴边抿住的发，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嘴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这个人鱼在日光的照射下，白晃晃的在他眼睛里迷住了眼。镜头外的阿杰看着这一幕，歪了歪嘴角。拍了一张后，请那个精灵收敛一下表情。女孩看着摄影师，还盯着林双双，她也抬头去看他。这一抬不要紧，这一瞬间的绝美画面定格在阿杰脑中。还没等他喊停，两个人看着对方嬉笑起来。OK， 最后一组拍完就结束。摄影师高声喊着进度。拍摄结束，女孩要去个洗手间，刚打开门，突然伸出一只黑乎乎的手搭上了女孩的细白的手腕。女孩吓了一跳，一个衣衫褴褛、目光猥琐、头发乱糟糟、浑身发臭的男子对着女孩张开那乌黑腥臭的嘴巴。女孩当即吓得大声尖叫，拼命挣扎起来。啊！救命啊！呜！双双！流浪汉还想用手捂女孩的嘴，这个人散发的味道让女孩毫无章法的力气反抗着，窒息，用尽了力气，毫无章法的挥动着手臂。门外听到动静的一伙人立马冲了进去，看到眼前的一幕震惊，看到一个乞丐伸着舌头一直靠近女孩的嘴。来不及思考，在场的男子有的顺手拿起硬物，一伙冲了上去，按住这个突然出现的乞丐。林双双立马拉出女孩，抱着她退到一个安全的角落。看到有人报警了，林双双拿起不知道谁的摄影机器，猛地朝那个浑身发臭的乞丐砸过去。敲一下还不够，多来了几下，
这凶猛程度。有个小弟跟女孩上前拦住了她，女孩抱着他，又惊又害怕，眼角的泪滴划过她的脸庞，轻声的哭泣着。林双双拍着女孩的背安慰道：“没事，没事了。”公安局民警按照女孩给的电话给盛旺打了几次，没人接。摄影师几人正在跟民警做笔录。女孩靠在林双双身上，听到后默默的拿出自己的手机，给盛旺打了电话。响了一会接通了，喂。哭过的嗓子柔腻的不行，还带着一丝丝颤音。盛旺顿了一下，抬手打断了跟人交谈的手势，离开了会议室。怎么了？平复下来的女孩又开始哽咽，泪水已经在打转，还没说话就哭哭啼啼了。民警接过女孩的手机，跟盛旺大概说了事情原委。盛旺听到女孩哭的时候，就已经拿着自己的衣服往公司外走了。听着电话的描述，虽然民警一直在说没受到伤害，但是盛旺明显的脸色阴沉下来，抓着手机的手握紧，手背上的青筋暴起。隐约听到电话传来女孩低吟的哭泣，盛旺压抑着怒气。半小时的路程，他驱车10分钟就到了。现在大家都做完笔录了，坐在椅子上。盛旺进来一下，就看到中间坐着的女孩，没有哭泣，垂着眼帘，看着弱势无助的样子。他快步走到女孩面前，看着女孩微红的眼睛，他抬手抚摸了女孩的长发。旁边的人见状，给他们两人让出位置。盛旺看了一眼那个民警说的神志不清的流浪汉，这个人在附近流浪，之前经常在一个酒吧街游荡，还尾随过单身女性，经常窝在那条街捡人。他们拍摄的这个地方是多栋空置的别墅，这个流浪汉不知道怎么进来的，住在里面。女孩他们刚好就在这栋别墅里面，还好没悲剧发生。跟着女孩一起的林双双跟摄影师一组人，本来想说什么，但是看到盛旺的眼神，也不敢多说话了。盛旺瞄到女孩的手腕上有脏脏的抓痕，看到那个猥琐不已的乞丐，女孩转头把脸埋在盛旺腹肌上，不怕死的臭乞丐还朝着盛旺笑。盛旺锐利冰冷的眼神泛着刺骨的冷意。在盛旺把女孩抱上车的时候，他大步流星的返回了警局。在大家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抄起挂着的警棍，猛地砸到被铐着双手的流浪汉小臂上，惨叫声响遍警局。女孩听到了，闭着的眼睛颤抖了一下。盛旺扔了手里的工具，跟赶到的王默、律师还有保镖都来了，刚好看到盛旺打人这一幕。盛旺一个眼神，王默立马上前跟想控制住盛旺的警察拦住解释。路过律师的时候，盛旺说了一句：“我不希望他还能踏出这个门。”三小只从放学到学完课外班都还没看到回来的女孩。温管家温柔地看着从来没跟他说过话的盛琦。怎么了，二少爷？盛琦带着疑惑问着温管家。妈妈听到是问太太，他也不觉得奇怪了。二少爷比较黏夫人，夫人出去了，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哦。傍晚他们回来的时候，从小耳力灵敏的盛琦听到声音，立马从床上起来了。盛旺抱着昏昏欲睡的女孩进来的时候，盛琦站在楼梯口，看到抱着的女孩靠在盛旺肩上，闭着眼睛，眼周围有点红。他带着像是质问的眼神看向盛旺。盛旺愣了一下，你妈妈累了，不许打扰她，自己回去睡觉。盛琦还想跟在盛旺后面，被管家拉住了。二少爷，这么晚了，回去睡觉吧，夫人可能是玩累了，明天再找她。温管家抱走了站在那不动的盛琦。盛琦看着女孩的房门，不知道在想什么。盛旺把女孩放在沙发上，他有点小小的洁癖，不洗澡不上床睡，更何况他现在还带着妆。他去放了洗澡水，然后默默地看着梳妆台的一桌瓶瓶罐罐，仔细地看了看字，找到了纸装的卸妆巾，撕开包装，单膝半蹲的姿势看着睡美人的女孩，在灯光映射下格外的迷人。他抬手在这细腻嫩滑的脸上用卸妆巾轻轻擦拭着，露出净白的小脸，眼底不经意流露出一抹柔情。他有点疑惑地看着女孩锁骨上 bling bling 的闪粉，犹豫了一下，用纸巾擦了擦，可以擦掉。等卸完妆就抱着女孩去了浴室。女孩是有感觉的，但是她不想动了，任由盛旺动作。两人在里面洗了个鸳鸯浴，等他抱起她的时候，女孩贴在盛旺耳边喃喃道：“头发也要洗。”他无奈笑了一下，又躺了回去，伺候完女孩，盛旺都出了点点细汗。在柔软熟悉的环境中，女孩安然入睡。盛旺看着她恬静的小脸，额头留下轻轻的一吻。叮，手机的震动声。盛总。盛旺走到阳台上，月光为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投下一层阴影。你看着办。早上女孩被尿意憋醒了，急匆匆下床跑去厕所，门从里面打开了。应激反应后的女孩后退了几步，看清是盛旺后猛了一下，快步进去把他推了出去关门。等女孩出来的时候，盛旺还在。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他声音沙哑的厉害。女孩皱眉，摸了摸自己的喉咙位置。盛旺看她，9点10分，我让王妈准备蜂蜜水。女孩点了点头。洗漱完下楼，孩子们已经去上学了。盛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家，看出女孩的疑惑，盛旺开口：“我晚点去公司。”女孩端起桌上的蜂蜜水，点点头。昨天那个流浪汉是个惯犯，我让律师处理了，不会出来了。好。看着盛旺深沉的目光，女孩下意识躲开了。下一秒说着不容置疑的语气：“出门要带个保镖。”女孩没有立马接话，
他在思考，想了会皱着小脸就要开口。盛旺好似是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会安排人在远处保护你，不会妨碍到你的。昨天要是有别的意外，你话不说完，有点吓他的意思。女孩想到那个脏臭的人对着她张开血盆大口样子，想想都被恶心的不行，太恶心了，点头乖乖的说好。在家磨蹭了好一会的盛旺跟女孩吃完早餐就走了。王妈走过来跟趴在那敷着面膜的女孩说，太太，双双小姐来了。好，大家进来吧。林双双看到穿着睡衣敷着面膜站在大门口的女孩在跟她招手，她小跑过去给她一个熊抱。哎呀，我的面膜你蹭到了。林双双嘻嘻笑，怎么样，我来给你送个补品补一补你的精气神。扬了扬手中的袋子，不错，昨天是有一点被吓到，现在好了。林双双无语，这是一点点被吓到吗？我们都要被吓死了。他边走进去还不忘叨叨，那个臭乞丐真是活腻了，真倒霉就遇到我们了。啊对了，这个是阿姐给你的，让我跟你说声抱歉，没做好安全工作。林双双不好意思的看着女孩，对不起啊，念念。昨天女孩是有点生气跟害怕的，但是过去了又好多了，这次是大家疏忽了，下次是要注意了。林双双舒了一口气。你那个上班去了吧？女孩啊，那个。看她东张西望的样子，女孩反应过来，盛旺吗？刚刚去上班了。女孩笑了，你这是干嘛？你都不知道，昨天盛旺那个脸色，还有那个目睹他打人的那一幕。林双双咽了咽口水，很近，那个手劲，林双双龇牙咧嘴的，听声音估计手是废了，活该。女孩抬了抬眉，倒是没说什么。林双双对女孩竖起了一个大拇指，还得是你啊。两人在小院聊聊天，喝下午茶。温管家拿着电话走了过来，太太，幼儿园打来电话，小少爷跟其他小朋友有点小矛盾，哭了。女孩还未发声，林双双大声啊一声，谁敢欺负我们小宝贝啊？女孩低头找了一下自己的手机，没拿，应该在卧室，他们两个一直在聊天没注意，我过去看一下。林双双站起来，我也去。回卧室拿了手机，确实有几个幼儿园打来的电话，女孩没接到，打给管家了。两人去到幼儿园的时候，门口已经站着有老师了，带他们进去。越往里面走，声音就越嘈杂。走到教师办公室，清晰嘹亮的哭声传到两人耳朵，是盛星。一打开门，这声音能穿刺耳膜。有个老师蹲在盛星面前安慰着，盛星哭的那叫一个痛哭流涕，脸都有点红了，长长的睫毛挂满了泪滴。这是干什么了？我干儿子哭成这样。老师焦急地跟女孩说，盛星妈妈，您先哄一下盛星吧，他哭了好久了。女孩点点头，这程度跟他昨天有的比。星星听到声音的盛星转过身看到女孩，打了一个空格，下一秒哭得更厉害了，张着嘴巴哇哇哭。刚刚面对老师的安慰置之不理的样子，现在看到女孩有种大哭求安慰的意思，身体动作自然反应的往女孩那边去。女孩张开手，盛星就扑过来了，双手圈住女孩的脖子，埋在她身上哭，呜呜哥呜呜啊。女孩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哭得好可怜，要不说小孩子精力充沛呢，熬了大半天没停。女孩都蹲妈了，抱起她坐在椅子上。等哭声渐渐变小，一旁的老师才说，是盛星带的玩具被其他小朋友摔坏了。有个小男孩觉得盛星拿着玩具天天吸引着其他小朋友跟他玩，被抢朋友的小男孩不开心了，他也带了玩具到幼儿园，叫其他小朋友玩他的，不要玩盛星的。被盛星知道了，盛星就去找他挑衅他，你的玩具没有我的好看，也没有我多，长得的也丑，他们就要玩我的，不玩你的略略略。本来就生气的小男孩抢过盛星手里的玩具，暴力的摔到地上，摔了3个。盛星反应过来去抢，人没那个小孩高，伸手没拿到，那个小孩啪的把玩具摔在远处，断开了。盛星就打了那个小孩，等小朋友去找老师的时候，两个人都扭打一起，另外2兄弟在拉架，都拉着那个男孩。老师看到的画面就是盛寒盛气抓着小朋友，盛星在打他，吓得他尖叫声比小朋友还大。他们看了监控，确实是这样的。这么一看，女孩觉得那个小男孩还严重一点，他怎么哭得比别人还惨的样子。林双双还对着3兄弟说，干得好，你们还挺团结。女孩看着现在还在自己怀里抽抽搭搭的盛星，摸了摸他细软的小毛发，好了，不哭了，我再给你买新的。不久，那个小男孩爸爸来了，还没弄清楚什么原因，对着小男孩就是一脚，在场的人都吓到了。女孩也下意识的把盛星的头按在自己怀里。季怀玉爸爸，别冲动。老师拉住了男孩爸爸，但是这个粗鲁的男子一把扯过叫季怀玉的小男孩，在他耳边咬牙说着，老子出钱给你读这么好的学校，你少给我惹事，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那凶狠的模样看得让人发怵。那个小男生低着头，明显一副害怕的模样。这男子转头就换了个脸，对着抱着孩子的女孩道歉，抱歉哈，这位太太，我都听老师说了，是这小子先动的手，我让他给你道个歉。拉着小男孩的胳膊到女孩面前，非常暴力的动作，道歉。
女孩看到眼前的小男孩很倔强又很害怕的轻微抖动，她爸爸当即又要给她一下。女孩出声了，等等，小孩子的玩闹而已，大人不必太过认真。我家小孩也不是故意的，你要不看看小孩有没有伤到哪里，我会负责。男子一脸谄媚的笑，没事，这小子皮糙肉厚，习惯了，经常惹祸，我会好好教育的。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带他回去了。小男孩就被男人粗暴的拽走了，办公室的几人都没缓过来，骂什么人啊，好可怕！林双双不敢相信，还以为对方会很生气，确实很生气，但是怎么是对自己的孩子生气啊？女孩也皱眉的看了下那对父子的背影，小孩子看着是被那个男的经常教育过的，这小孩白白净净的，爸爸这么凶，两人看着不太像父子。盛心在女孩怀里动了动，那个小朋友爸爸来的时候就没哭了。女孩看他换了个姿势趴着，有点蔫蔫的，哭累了已经。叮，盛心爱心值6%，久违的声音。女孩还能说什么呢？等回去再教育。老师，他们3个我先带回去了。松一口气的老师连忙应答，啊，好好的。几人坐车回去了。车上缓过来后的盛心意识到还被女孩抱在怀里，小手抓着女孩的衣服，那2汪清水似的眼睛偷偷的看向女孩。妈妈抱着好舒服，香香的，但是又按耐不住好动的性子，时不时偷看女孩。小手摩擦女孩的衣服，这边动动，那边动动。女孩拖着他的小屁股拍了拍。盛心抬起头来看着女孩，小家伙纯净了的小脸蛋如同红彤彤的苹果，哭过的眼睛明亮透彻，猛猛的看着女孩。坐在旁边的林双双捧起盛心的脸蛋，吧唧一口，怎么这么可爱啊？可爱死了，怎么才能跳过男的？无痛的一个宝贝啊！被偷亲的盛心脸更红了，又立马低头窝在女孩怀里。女孩也觉得可爱，看着不是回家的路，问林双双这是去哪？我干儿子玩具坏了，我这干妈不得买给他。果然听到这话的盛心又冒出来看着他，亲一口不过分吧？他撅着嘴对着盛寒盛奇，哎，你们也给我亲一口。另外2个小子也被林双双强制爱了。给3个干儿子买完礼物的林双双就跟他们道别回去了，不去我家吃个饭，下次晚上还约了人。女孩点点头，那下次吧。抱了一路的女孩手都酸了。好了，现在有了新玩具了，自己坐好，我们要回去了。女孩给他们3个放在儿童座椅上。今天怎么回事？你们3个人欺负一个小朋友。小奶鹰盛心撅嘴，是小玉先摔我的变形金刚的，他还叫小胖他们不要和我玩，哥哥是帮我。他是不对，是因为你把玩具都带去了，其他小朋友都跟你玩，他没有小朋友跟他玩了，所以也不是故意要摔你的玩具的。他摔了你的玩具，你可以告诉老师或者跟爸爸妈妈说，大人会教育他的。你把小朋友打了，他会受伤会痛的，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委屈巴巴的盛心知道了。2个哥哥很棒，没有参与打架，还帮着弟弟，很懂分寸，没有鲁莽做事，还帮了弟弟。女孩是满意的。她下车走在前面，后面跟着3尾巴。回到家的女孩对他们说，现在你的玩具要收起来了，不能带去学校，在学校就要好好学习，不能玩物丧志，知道吗？明天开始管家要检查你们的书包。盛心可怜巴巴，我带一个好不好？女孩爽快答应，可以，不过不能再跟今天这样了。3兄弟乖乖点头，好。上楼回到房间的女孩看到后面跟着一个琪琪，怎么啦？她站在女孩面前不说话，女孩弯腰看着她，捏了一把她的小脸蛋，看什么呢？盛琪盯着女孩的眼睛，你哭了？女孩笑，是弟弟哭了，不是我。昨天爸爸带着肯定是的断句。女孩诧异，什么时候看到的？昨天回来的时候。女孩张了张嘴，昨天妈妈被一个老鼠吓到了，很脏很臭很坏的老鼠，差点被咬到，被吓到了。这下盛琪震惊紧张的问，咬你了吗？女孩摇头，没有，她被赶走了。你怕吗？这一瞬间问到心里去的女孩愣住了，心情突然变得很奇怪，看着前面说着关心话的奶呼呼，鼻尖突然有一丝丝酸涩。虽然昨天大家那么保护她，但是还没有人问她怕不怕。女孩充满柔意的眼睛像夜里那朦胧不清被团团雾气遮挡的月色，酝酿了好一会，情绪才柔声细语的说出一个字，怕。盛琪心疼的眼神抱住了女孩，像女孩刚刚哄盛心一样拍了拍她的后背，不怕不怕，我可以保护你。身体僵住的女孩鼻子真的很酸，沉迷在4岁娃娃的童言童语里。叮，传来小艺激动的钟，还带着有点眼泪的声音。恭喜主人，您终于有爱心值了，呜呜，好感动。产生爱心值5%，撒花转圈，撒花转圈。女孩回抱住她小小身子，下巴轻轻的搭在小肩膀上，抱着她的双手慢慢的收紧又放松。不怕，有我这宝贝儿子在，更不怕了。女孩在琪琪脸颊亲吻了一口，害羞的宝也像小大人一样轻轻的抚摸女孩的头发，快速的在女孩脸上亲了一口，然后不好意思看女孩。女孩盯着她红嫩嫩的小包脸笑了。叮，盛琪爱心值20%。I know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好久不见的名字，一边接通一边拉着琪琪坐下。喂，念念，温润如玉流水般的声音传来。喂，舅舅，我明天回家吃饭吧。
女孩声音娇脆的回答：好。对面在 M 国的孟明，温柔的她看着手机低低的笑着，面容温和，气质沉稳的她清澈如水，眸色温润如玉，五官轮廓线条柔和，给人一种既稳重又温柔的感觉。拉上窗帘，期待着明天的见面。盛琦摇了摇发呆的女孩，你舅爷回来了。女孩捏捏她的小鼻子，明天妈妈要回家吃饭。这里吗？不是，是妈妈长大的那个家。明天带你们见舅爷。盛琦乖乖的点头。咚咚咚，太太，家教老师来了。女孩看向盛琦，去吧。盛琦小脑瓜点了点头，顺滑的滑下沙发，去上三兄弟每周固定的第2课堂。女孩拿起手机，哒哒哒打开对话框，孟女士，妈，舅舅明天回来了。短时间还没那么快收到回复。女孩只有妈妈跟舅舅，爸爸在她5岁的时候车祸意外去世，她从小就是妈妈跟舅舅带大的，她妈很忙。舅舅是不婚主义者，陪伴她长大的时间还多一些。小时候妈妈注重家里的生意，舅舅注重她的成长。等她长大以后，舅舅陪她的时间减少，替妈妈分担了不少工作。孟妈妈后来倒是在女孩结婚的那段时间很上心，她看着结婚生子的女孩过得好，像是放下了一个牵挂，又继续投入了事业。女孩叹了一口气，呢喃细语，漫步在繁忙的街头，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少许的摄影灯光，每处各式各样的美女摆拍，情侣幽会，街角的咖啡店弥漫着诱人的香气。砰啊！看着热闹的街头，孟明并没有注意周围，他细心地拉住了往后仰的女生，带着抱歉的笑，柔和而深沉的声音，抱歉，我没注意。也许是孟明身上温文尔雅的气质，或者是他嘴角挂着清浅柔和的笑容，让温以凡愣了几秒。没事吧？没事，不好意思，我也没注意。对方笑了笑，就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带过一阵淡淡的栀子花味。温以凡回头看着孟明走的位置，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明明不认识。杨小婉碰了碰温以凡，想什么呢？凡凡。回过神的温以凡啊一声，摇了摇头，走吧。女孩今天没化妆，一身休闲运动装，像20出头小女生的感觉。不对，我本来也就20出头。街角公园跟旁边的繁华景象截然不同，这边只有路边摆摊的小贩，少数中老年，父母带小孩散步嬉闹的场景。女孩一眼看到坐在公园椅子上的孟明，跟女孩一样简单易搭的运动装，线条分明的俊白脸庞，时间好像并没有带走她的青春，眼睛如水，嘴角一直都挂着淡淡的微笑，很有韩剧男主的感觉。女孩往旁边走，悄悄绕到他身后，心有感应的孟明轻挑了下眉毛，眼睛带着宠溺的笑。女孩突然伸出头，还有她的爪爪，大声喊舅舅。与此同时，孟明也转过头来，哇，忽幼稚但是有趣。女孩过去抱住他，像个依赖的小孩。你终于忙完了。孟明轻抚着女孩的头发，我跟你妈妈都准备回来。那外面的公司呢？已经处理好了。女孩盯着孟明的脸，肆无忌惮的打量。你长得一点也不像我舅舅。孟明，女孩笑呵呵，像我大哥。反应过来的孟明捏了一把她的脸。女孩嗷一声鼓起脸颊，我不是小孩子了，不能捏脸了。我还以为你今天回来呢，昨天就到了。孟明，回来比较晚了，没告诉你。那怎么叫我来这？很久没逛了，带你逛逛。哦。孟明在厨房忙碌着，戴着手套摘取着新鲜的菜叶。女孩在旁边看了一会，根本待不住来来晃晃，又帮不上忙，她就放下手里的菜叶子。你可以出去看电视吃水果，我做好了就叫你。女孩转头就走。好的舅舅。孟明看着她真是哭笑不得。10几分钟后，舅舅，你的副业也许是个厨子。两人享受着眼前的美味佳肴，用最新鲜的食材烹制而成的，口感嫩滑可口。现在可不就是吗？我外孙跟盛旺呢。漫不经心的女孩，一个上班，3个上学。京都幼儿园门口出来的3小只没看到管家爷爷，还有偶尔来接送的妈妈，倒是看到一个男的在叫他们。韩寒、琪琪、星星，准确的认出每个人的名字。不怕生的盛星虎头虎脑的问，你是谁？男子面容柔和，眼神和嘴角都挂着温和无害的笑。我是你舅爷。伸出手想要拉盛星的手，被盛寒护住了，上前挡在弟弟前面，对孟明有种陌生的熟悉感，想说我们不跟陌生人走，但是又觉得不对。两人相望了好一会，他才稚气地说，我妈妈会来接我们。孟明软软地摸了摸盛寒的头发，这么乖。他试探性叫了叫一旁不说话的盛琪，琪琪。一向少搭理别人的盛琪居然也主动开口问他，妈妈呢？你妈妈在家，我带你去找她吧。盛琪闻言乖乖点了点头。如愿牵手一个小朋友，孟明笑开了，花眼角有轻微的褶皱。盛寒跟盛星还懵懵地看着。孟明对旁边看了半天的老师道了个谢，说带他们回去了。老师也跟小朋友说，你们妈妈打过电话了，是你们舅爷接你们回去哦。女孩在车里看到他就牵着琪琪出来了，后面跟着两萝卜盛寒牵着盛星。孟明回头看到两兄弟吭哧吭哧的小碎步跟着，脚步慢放，打开车门，女孩就坐在车里。
孟明指了指3个奶娃娃，看，这就是我的魅力。女孩问他们，知道这是谁吗？盛琪，舅爷。女孩一副那的表情，你看，我就说琪琪还是太单纯，最容易被骗了。那万一不是呢？盛琪歪头，妈妈昨天说了。这下女孩顿住啊了一声，疑惑，我说了吗？盛琪点头，看另外2个疑惑的大眼就知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昨天忘记了，也忘记打电话的时候，盛琪就在旁边了。女孩重新介绍了一遍，这是妈妈的舅舅，你们叫舅爷。这下3小只才奶生生的叫舅爷。孟明给他们几个都拿了礼物，人手一个自己制作的小手办，谢谢舅爷。乖。盛世集团总裁办公室，手机调了静音的盛总错过了女孩的电话，打了一个没接，女孩就没打了。挂了之后转头就跟孟明说，忙得很。等盛旺看到信息去找女孩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回去了，给女孩回了个信息，抱歉，手机静音了没看到，刚忙完没收到回复。有一次女孩给他发现信息他没回复，但是女孩说的他都做了，他还是生气，说没回复信息，等下次盛旺找他的时候他也不理。想到这，盛旺还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是接通了，喂，对面不急不躁的声音听不出来生气还是不生气，还在舅舅那吗？女孩把手机听筒往那几个嬉笑玩闹的几人方向送。盛旺听到窸窸窣窣的嬉笑声，我马上过来。孟明抓住在玩抓小鸡仔游戏的盛星，几人玩的嘻嘻哈哈，他停下来问，盛旺吗？一会过来接我们。刚下班，一身西装革履的盛旺拎着2瓶红酒上门。舅舅。孟明双手抱着盛琪，脚步还挂着2个，几人看起来玩得很好。孟明笑笑，忙完了。对，最近有点忙，刚刚才处理完工作。他单手接过盛旺的酒，下次陪我喝几杯。盛旺微微颔首，肯定。几人眼巴巴地看着孟明，3只小短手不舍得跟舅爷拜拜。女孩在后面用手捂着小嘴嘴打了个哈欠，眼角泛起淡淡泪光。这一天下来她有点困了。盛旺扫了一眼她的动作，就想拎起前面的崽子上车，但是又想到他长辈还在这，伸出的手默默地放在了盛星头上，僵硬地摸了摸。放假了可以来这玩。盛星抬头一脸萌萌地看着爸爸这突然的动作。好吧。孟明也看到了女孩的小动作，温声细语地跟他们说，下次舅爷去找你们玩，回去吧，小孩子不能熬夜，会长不高哦。好。几声奶声奶气的延长音。坐在副驾驶的女孩昏昏欲睡，浅闭着眼。盛旺俯身伸手轻轻地帮她系好安全带，细小轻微的动作拉着带子的撕拉声，他呼吸的气息喷洒她耳边。女孩觉得有点痒，转头换了一个方向靠着。爸爸。盛星刚开口就被盛寒小手捂住了他。你干什么哥哥？嘘，妈妈困了，不能吵她。盛寒凑到弟弟耳边小小声的说话。盛旺在后视镜瞥了他一眼，目光带着一抹威严和不容置。盛星眨眨眼，安静了。下车的时候，盛旺想绕到女孩那边把她抱回去，没想到开了车门，女孩自己就起来了。他解开安全带下了车，身姿慵懒地站在他们父子4人面前。今天我自己睡觉，谁都不能打扰我。说完便转身回去了，留下几人，你看我，我看你。盛旺沉默不语，低头看了看3小只，回去吧。困得一批。女孩洗完澡看了下手机，视线停留在和孟女士的聊天框。孟女士，我很好，等忙完手上的工作就回去了。很熟悉的一句话，后面是女孩回复的一字，好，便无后续。女孩放下了手机，也许是心有所想，带着回忆进入了梦乡。孟冰冰脸上带着不可多得的笑容，念念，这是妈妈的老同学，老不交了，你叫盛伯父。伯母。女孩乖乖叫人，伯父伯母好。这个是他们的儿子，盛世集团新任总裁盛旺，叫盛旺哥哥。2人对视的那几秒，女孩先抽回了视线，她的长发散落在肩上，微微低头，眼神中带着清冷的微笑，伸出白皙柔软的小手。你好，盛旺哥哥。软糯温软的声音像桌上的甜点，散发的香甜的味道。那一刻，对面冰冷孤傲的眼神中有着轻微的动荡，嘴角也泛起淡淡的涟漪。你好，女孩妹妹。短暂的问候便是更快速的分离，耳边都是长辈交谈的声音。盛旺在附和应付家长们的问候，女孩则是在安静用食。这是女孩跟盛旺第一次见面。解释，孟冰冰是孟家小姐，女孩爸爸是穷小子，算是入赘，有能力有毅力跟孟冰冰一起成长。生下女孩几年后，在一次意外中丧生了，早上依然是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起来的。女孩感觉她好像每隔10分钟就做一个梦。现在的她口干舌燥，喉咙痒，还感觉今天的头发有点重。早睡长了这么多头发吗？望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女孩觉得还是困，视线朦朦胧胧，脑袋昏昏沉沉的又睡过去了。因女孩晚起，家里的佣人都没去打扰她，还是她难受的不行。再次醒来的时候很热，喉咙都疼了，她才脚下飘飘的去找王妈要蜂蜜水。刚走没几步，天旋地转的，嘴里呢喃着，躺太久了，踉踉跄跄的来到客厅，刚想喊王妈，嗓子发疼，蹙了蹙眉，
路过的佣人刚好看到了女孩，刚喊了句太太，女孩摇摇晃晃的身体终是倒下了。小女佣惊慌失措的去接快倒下的女孩，看着脸色通红、浑身发烫的女孩，她仓皇失措的喊着人。滴答滴答，家庭医生正在跟圣旺简述原因。睡眠时，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减弱，夫人在冒冷汗，昨晚应该是做了不太美好的梦。夫人体质本来就虚，加上吹到了风，导致了感冒的原因。那双膝骨节分明的手背在女孩发红滚烫的脸颊蹭了蹭。对上圣旺深邃犀利的眼神，医生立马解释，夫人刚挂上吊针，正在慢慢恢复。圣旺垂着眼眸，目光紧紧锁定在女孩脸上，眼底是淡淡柔情与无奈。中途女孩醒来一次，要水喝，喂完药之后又睡过去了。3只呱呱叫的崽放学回来都先环视一圈，不然就问管家跟王妈，目的显而易见，找女孩。王妈，3位小少爷，太太生病了在休息，你们先乖乖在这玩一会。一会家教老师来了，要去上课。听到说女孩生病了，盛寒盛奇2人转身就往女孩房间跑去。盛兴反应幅度慢些，愣了1秒，也跟在2个哥哥后面。盛寒踮着小脚尖拧开女孩的房门，看到女孩安安静静的在睡觉，脸红扑扑的，跟上次盛寒生病一样。他把小手放在女孩额头上，发烧了。盛奇在盛寒后面表情变幻的看着女孩，小手也摸摸她的小脸，摸摸她的小手。盛兴看着2位哥哥在摸躺在床上睡美人的妈妈，等哥哥摸完了，他也伸手去摸摸。睡梦中的女孩只感觉好多人在摸她的脸，突然一声骤然的冷声出现，你们在干什么？盛兴摸着妈妈柔软的脸颊，没舍得放开，来回抚摸。听到这突然的声音，抖了一下。盛兴看着爸爸阴沉的脸，嗖的一声就缩回了手，乌溜溜的大眼睛显得很无辜。盛旺打个电话的功夫就溜进来3个对他动手动脚的，面无表情的指着门口出去。盛寒盛奇没动，盛兴看着2个哥哥没动，他也没走。盛奇，妈妈发烧了，很烫。盛寒指了指额头，要贴冰冰的。盛兴跟着搭话，想到学过的一个词语，脸红红的像苹果。盛旺抬手扶了扶额，太阳穴紧绷，想着要不是自己亲儿子对母亲的关心，他估计都叫人拖出去了。你们妈妈看过医生，现在要……还未说完，就听到床上熟睡的女孩小声嘶哑的声音，长长的睫毛眨了眨，只觉得耳边吵死了，好吵。他眨了眨眼，看了看安静乖巧围在床边的3小只，还有站在床前的冷着脸的盛旺，他不满的眼神对着他。盛旺叹了口气，走过来又再一次的摸了摸女孩的额头，刚打完点滴，王妈给你煮了粥，先吃点。女孩点点头，她好像1天都还没吃东西，一说还有点饿了。盛旺拿起放在桌上的粥，这粥隔半小时就换一碗，保持着刚刚好的温度。你们刚刚是不是在摸我的脸？女孩看着他前面3个崽子，现在盛奇还摸，不对，牵着他的手呢。勺子在碗中轻轻搅拌，有种要喂女孩吃的意思。你要喂我？男人低沉的嗓音传来，很烫，你要拿。听到他这么说，女孩自觉地张开嘴，你最好别烫到我。浓郁的粥香扑鼻而来，口感细腻，是咸口。女孩不吃白粥甜粥，咸粥可以。她微微张开口咬下一口，还未完全送到她嘴里的食物。她瞥了他一眼，很快收回目光，嘴角勾起浅浅的弧度。突然女孩看着前面睁大了眼睛，像是被雷到了。盛旺随着她的视线看去，只见盛兴的小手是混乱的涂鸦，五颜六色，正在抠小手。他刚刚好像摸她了。盛兴，女孩隐隐的有些发火迹象。就在这时，管家进来说家教来了。盛旺看着女孩都要起来教育这熊孩子了，让管家带出去。他抬手用手背擦了一把自己红嫩的小脸，脸颊微鼓，等我好了看我不打他屁股。盛旺看着他细腻红润的脸，根本没有任何颜料。盛兴手里沾的颜料是干了的，他伸出手指慢慢靠近他的脸颊，带着不易察觉的轻柔。女孩怔怔地看着他的动作，随后往后躲了一下，被他擒住了下巴。修长有力的大手指母按压，陷入柔软的凹陷。女孩看他，眼神带着警告的意味。帮你擦。他抿了抿嘴角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他放松了身体，脸也往他那边送。脏吗？某人面不改色的应答。听到这，女孩又气呼呼了，嘀嘀咕咕。熊孩子，手上流转的嫩滑果然让人爱不释手。难怪那3个小子轮番对他的脸抚摸，这么可爱，谁都想来摸一摸。女孩觉得盛旺是不是在耍他？这像是擦脸的动作吗？刚想让他拿镜子给他看看，他收回了手。好了，干净了。半信半疑的女孩疑惑的点点头，肚子叫了。我慢慢喂完这一碗，我再去叫王妈盛一碗。盛旺拿了纸巾细心的给她擦了擦。女孩鼓着嘴巴摇摇头，我饱了。距离他刚刚说才喂了没几口就饱了。盛旺看了眼空了的碗，点点头，想吃了再吃。喂饱之后的女孩开始感人了，说她在影响她休息。等盛旺出去以后，女孩怅然若失的在发呆，回想起睡梦中的事情，惊悚、愤慨、得意。她梦到她跟盛旺见面到结婚的场景，还梦到温以凡住在她家，住在她房间。
用他的东西和他儿子嬉笑玩闹，亲如手足，还有和盛旺的亲密无间。女孩在旁边像个透明人一样，他们都看不见她，窥探着他们的生活。温以凡好似能看见她，有几次女孩能感觉到他在对她笑，像是很多片段的连接。烦躁的闭了闭眼，缓慢平静的呼吸声努力压制着烦闷的心情。门口传来窸窸窣窣声音，女孩睁开眼看过去，门口有几个挨挨挤挤的小人在探头探脑的，只看到盛寒盛奇两人黑不溜秋的大眼睛转啊转，好像在看房间有没有别人。门慢慢的打开，女孩看到爬进来一个，撅着屁股小手小脚的蠕动着前进，以为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了。谁家的傻儿子？盛寒盛奇不理解，但尊重自己的弟弟。盛心就这样俯身低头一直爬，直到碰到床角，他才猛然抬起头来，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带一丝清晰可见的愚蠢，像一个蠢萌的小哈士奇，奶乎乎的脸看着女孩，然后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确认没看到爸爸后，小手做成喇叭状，奶声奶气的小声朝着门口说话：哥哥，爸爸不在，可以进来。目睹这一切的女孩目瞪口呆，整个人傻住。盛寒盛奇进来了，看着女孩被定住的样子，盛奇走到女孩身边，盛寒拉起地上的盛心，拍了拍她的裤子，这傻孩子还笑呵呵的，三张奶乎乎的小脸，亮晶晶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你。女孩好一会才反应过来，你们不是在上课吗？几人没有说话，脸上都是紧张担忧的眼神看着女孩。她好笑的捏捏他们的小脸，我已经看过医生了，医生说我睡一觉就会好了。女孩的眼睛说着，不自觉地看向盛心的小手，已经清洗过了，现在白白嫩嫩的。看到女孩盯着自己的小手，她也主动地张开五指给她检查，来回翻面给她看，意思在说你看我没有。女孩沉默了一会，出其不意地在她手上快速小小的打了一下。被打之后的盛心过了会才猛逼着脸，把小手藏在身后，撅着嘴。盛奇问女孩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盛寒是不是想睡觉？他生病的时候就一直想睡觉。盛心委委屈屈的表情，为什么打我？女孩，我睡会觉就不会不舒服了，但是你们一直不让我睡觉。扣扣扣！全员看向门口，是管家、温管家、夫人。三位小少爷说去上洗手间，一直没回来。这要不要？女孩像是看到救星，指着他们对管家说：快把他们带走。温管家心想，还想问要不要取消今天的课程的。看夫人的样子明显不希望，你们快去上课吧，我想睡觉。假意躺下闭眼要休息的样子。三兄弟对视了一眼，好吧，那你乖乖睡觉。盛奇走上前，在女孩假装睡觉颤颤巍巍的睫毛上亲了一口，睫毛顿时不抖了。紧闭的双眼带着满腔的好奇，打开一只眼睛看看是谁偷亲他。哦，是琪琪。看完又快速闭上了。后面盛寒看到弟弟的举动有些犹豫，好羡慕弟弟，妈妈好像最喜欢琪琪了。想到上次自己发烧被女孩抱着去看医生的画面，又看了看闭着眼同样发烧的女孩，像是下了什么决定一样，快速的在女孩额头上亲了一口，然后自己脸色通红的后退了几步。盛心好奇的看着哥哥的脸，哥哥，你的脸也红红的，我也要。躲在被子里的女孩双手扯着被子，不动声色的往脸上拉了拉。盛心撅着自己红润润湿漉漉的小嘴吧唧一口亲在女孩的脸颊上。女孩，谢谢，我感受到了。观察已久的温管家看到夫人都要把被子给整个脸捂住了，这才进来拉走了三个糯叽叽的团子。听到渐渐停歇的声音，女孩才慢悠悠的从被子里伸出头来，明亮清澈的眼眸闪了闪，给本就红润的脸上再提上一笔色彩。丁，主人爱心值8%。2日在家的精心调理和照顾，女孩又恢复了精气神，蹦蹦跳跳不成问题。这不刚好就跟林双双出来喝酒了，灯红酒绿的背景，震耳欲聋的音乐，空气中夹杂着烟酒香水的味道。台上美女的氛围纳舞相伴，台下男女在舞池里的热舞，女孩也跟林双双在舞池跟着音乐尽情摇摆，雪白笔直的大长腿，腰细如柳，如同一条美丽的弧线，扑朔迷离醉人的双眼，红润性感的阴唇，欢呼呐喊的尖叫声，周围男女的视线都不自觉地被她吸引，与她热舞，跳得有点热了。女孩跟林双双说她去休息会喝酒去，刚坐下就有一个身影贴上来，夹杂着烟酒味道在女孩耳边萦绕，孟小姐。女孩拿起刚倒的酒杯，冰凉微苦的酒水一饮而尽。李才看着眼前娇媚的女人，转头看她放大的脸，两腮绯红，双眸一红醉，红唇微张。Scram 长得真是丑，对自己眼前这样一张绝美的容颜，谁受得了？即使是在骂他，他轻笑，露出他自以为是的笑容，油腻的一把抓住了女孩的手腕。女孩的嘴唇轻轻勾起，眼中透出一丝冷漠，甜腻清香的嗓音，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孟家小姐，盛世集团总裁夫人。女孩讥讽的目光，嘴角带着讽刺的意味看向他，你跟你妹妹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李才无所谓，抬起另一只手又要抚摸女孩的脸颊，还没等她反应，
已经有一个手伸出来挡住了，强健有力的大掌牢牢地嵌住。癞蛤蟆吃天鹅肉，不太好吧？呵，李才甩了一下手，没甩开，表情当即黑了下来。看样子你经常在这蹲守，上演英雄救美的场戏来钓人，这事也没少干吧？绝颜渊垂眸看了眼女孩，笑道：是啊，能打你这样的癞蛤蟆，钓个白天鹅也不错。本来就是嘴上口嗨，不敢真的到处得罪人的李才突然笑了，放松了身体，举着双手放荡不羁的笑容看着两人。行，你们随意。盛太太。事不关己半靠在椅子上的女孩翻了个白眼。我可以坐吗？深沉魅力的男低音。女孩抬了抬眼微笑，当然可以。递给她一杯，两个杯子碰撞发出清脆悠扬的声音。谢了。看着眼前明艳洒脱丝毫没有一点慌张感的美人，绝颜渊怔了怔，苦笑一声，眼底闪过几分怅然。林双双从后面拍了一下女孩肩膀，嘿，休息这么久还没好啊？余光瞄到旁边的绝颜渊，他惊讶，真是有缘啊，好几次相遇了。气息不匀的林双双坐下来跟他们两人喝起了酒，三人有说有笑。林双双拉着女孩跟绝颜渊去舞狮玩，女孩站起来的那一刻好像看到了不太美好的事情，凉凉开口，可能没办法跟你们一起玩了。林双双顺着女孩的视线看去，妈呀，是盛望。抓着女孩胳膊的手一下就松开了，浑身散发着金贵清冷的气质，没有表情，眸色幽暗的看着女孩。绝颜渊也毫不掩饰的目光打量着盛望，对方逆视着他，眸光愈发冷。林双双小声的跟女孩说，念念，我们去那边玩，你小心点哈。说完推着绝颜渊就往另一边走。明明车内宽敞的空间，女孩却觉得有些逼仄，空气也莫名的有点冷，两人都没说话，很安静。女孩很讨厌这样的氛围，坐在车座的最靠边，闭上眼睛，脸朝窗外，两个人都没有想沟通的意思。车内寒气冰冷，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有种压抑的感觉。一路无话，直到怡园停车，低沉阴冷的声线从男人薄唇中吐出，下车。女孩心里吐槽，谁不知道下车要你多嘴。抬手解开安全带就要开门下车，被人扣住了手腕，她淡淡的蹙着眉，干什么？他眼眸深邃的望着她，周身气场威压展开。前面的保镖听到老板开口，立马下车走了，速度之快。他抿了抿唇，柔弱的动了一下手腕，娇气的声音，放开我，你力气好大。毫无反应，女孩不满的看着他，用手去掰他的手，被盛望一个用力拉到了他怀里。不解释一下吗，盛太太？女孩，解释什么？他盯着她绯红双颊，微醺媚态的样子，并未说话，扣着女孩的手越来越紧。女孩娇媚恼怒声音的大喊，盛望，嗓音深沉而低哑，还带着卷卷的尾音，听起来就很蛊惑人心。那个人是谁？女孩撇开脸，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着女孩的视线并未转移，单手抱住女孩，一只手从兜里拿出手机划开，点开一张图片举到女孩面前，是李才要摸她被绝颜渊牵住手的那一张，轻轻滑动，还有2张我跟绝颜渊的亲密照。你叫小黑，保镖偷拍我？没有，这拍的肯定是有问题。在女孩看来，这就是拍摄角度的问题，立马回问，谁拍的？女孩抢过盛望手里的手机，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看号码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信息，女孩就知道是谁了。盛望哥哥，孟小姐可能有点麻烦，你快来看看她。附图。女孩冷笑一声，冰冷的眼神看着盛望，他怎么有你的号码？你们私下联系。他把手机还给他，这是要为了他发的这些精心设计的照片对我兴师问罪。盛望沉默了一会，不是。女孩持续逼问，是吗？那现在是在干什么？叫得真亲密。盛望哥哥。看到女孩严厉质问的语气，他有点头疼，松开了抱着她的手。女孩冷着脸，当即转身去开车门下去，又被盛望拉了一下，这次是扯到了衣服。刚好女孩的外套被拉下，露出洁白无瑕的大片后背，里面一身蜡装，只披了一件西装外套，还有修长白皙的长腿，这腿根本遮不住。她黑眸深沉，眼眸深邃，盯着眼前人，冷冷开口，以后出去不可以穿成这样。女孩甩开他的手，不用你管，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你管好你的温妹妹吧。非常用力的开门下车，然后啪一声关上车门。男人阴沉的脸色很是难看，浑身上下散发着浓浓的戾气。女孩气呼呼的回了房间，把门摔得砰砰响。什么东西？什么态度？什么语气？女孩越生气，脑子里梦里的那些画面越是挥之不去，自己跟人勾搭上了，还那么理直气壮的质问他。叮，小易，主人，男主的爱心直动了。气在头上的女孩根本听不见，脑子里都在骂人，头疼。现在酒精上来，有点晕了。在酒精的加持下，女孩渐渐困得上头了，洗完澡就立马睡着了。孟小姐，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拆散我们呢？你已经夺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霸占了我的东西这么久，你良心会不安吗？女孩看着温以凡激情的表演，直接气笑了。你的东西？你有什么东西？我的东西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你生了星星他们，但是从来没管过他们，是我陪伴着他们长大的，他们对我好你见不得，
圣望哥哥也是我先认识的，是你，明明不爱却都要霸占。温以凡眼泪婆娑，楚楚可怜的大声控诉着女孩。气急了的女孩不顾周围人的目光，端起桌上的酒就砸向他。他没有躲，任由女孩动作，一双美目盈盈，眼神娇弱，惹人怜爱的神情让人心疼。女孩上前就要撕烂他的嘴，够了！他盯着他，神色阴厉而戒备，目光冰冷如薄刃。看你是儿子的生母分上，我不跟你计较，你再动手别怪我不客气。他气得发抖，抬手就朝盛望打去。侧面突然冲出一个拿着酒罐子的人，朝着女孩的脑袋砸来，瞳孔渐渐放大。睡梦中的女孩也捂头尖叫起来，气喘吁吁的女孩惊心动魄地看着周围。这是在房间，懊恼地抓了抓头发，见鬼，老是做这种梦。整个人恍恍惚惚地下床，一不留神没踩稳滑了一下，扭到脚了。女孩疼得整个小脸都皱起来了。隔壁书房的盛望听到声音立马出来了，拧了拧把手没拧开，拍了下门，着急又生硬的语气，开门。女孩懒得理他，况且现在站不起来。他坐在地上缓一缓，管家拿着备用钥匙来了。盛望打开了门，没看到女孩在床上，他还往淋浴间看了看。女孩闷闷的声音从床下的另一边传来，我在这。盛望大步过来，看到蹲在地上的女孩，垂着脑袋，双手摸着有些微微红了的脚踝。看到穿着吊带睡衣的女孩，盛望叫停了过来的管家，你去叫老刘过来。等等，叫个女医生。好的先生。他蹲下来刚碰了下她的脚，被女孩一把拍开了，委屈的小脸写着不用你管。他眼眸深邃地望着她，不管她反抗，一把抱起。晃动中女孩的痛感神经刺激着他，闭着眼嘶了一声，还是没敢动，把她放在柔软的卧榻上，拿了个薄毯给她披着，宽大的手掌握着她微肿的小脚放在了自己腿上。他安安静静地坐着，也不看她，静静地等待管家叫医生过来。盛望看着侧脸微鼓的他，明显还在生气。夫人就是扭到了，用这个药酒每天揉一揉，淤血散了就好了。女医生往手里倒了药酒，双手摩擦了一会后裹住女孩的脚，热热的，然后开始推拿。女孩的痛苦面具，脚不受控制的想要收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盛望皱了皱眉，挡住了女医生的手，我来吧。他拿过药酒正要倒，女孩收回了脚，对着女医生弱弱的说，谢谢我自己来就可以。理都没理旁边的盛望，任谁都看得出两人估计是吵架了。安娜点了点头，好的夫人，看了一眼盛望，意思是没事的话他就回去了。盛望微微颔首，然后便自顾自的把药酒倒在手里，按照刚刚的手法帮女孩轻柔按摩。女孩没说话也没拒绝，难受的可是自己。寂静的房间里只有女孩小声强忍着倒吸凉气的声音，以及盛望揉搓药酒的摩擦声，嗓音深沉低哑，这几天就在这休息，不要乱动了。没听到回复，侧头看她抱着抱枕，一脸娇弱不已的模样，眸底稍纵即逝过一抹软意，还没靠近女孩，他就一脸距离感。盛望伸出的手僵了一下，声音沉沉，我去上班了，等他走了以后，女孩才恢复正常呼吸，没那种紧绷感。嘀嘀咕咕，真是倒霉，最近怎么老是不顺。叮，小易，嗨主人，我来了。女孩，你还挺高兴。小易，不是的主人，我去查百科全书了，我发现你最近的运势不太好哦，还有男主的爱心值也很奇怪。女孩抬了抬眉，什么？小易，我们现在是在改变原书的剧情，有着一定的反抗力，在没收集到男主跟三小只的爱心值前，你可能会遭到反噬哦。您做梦梦到书里的剧情就是一个警示，只要你梦到了就会倒霉，如果没有梦到就不会。女孩，收集过程中也会。小易，是的主人，爱心值到大于 50% 之后就不会了。女孩，只要有一个人到达51就不会了吧？小易，我很抱歉，但是要3个人才可以。女孩白眼要翻到天上去了，捂了捂自己的心脏位置，缓了一会才问，那盛望的爱心值怎么了？小易，昨天你跟男主吵架的时候，我感应到男主的爱心值动了。女孩脸上带着一丝期待表情。小易，不过很遗憾没打开，而且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浪费表情的女孩，你的百科全书没查出来？小易不好意思的挠挠不存在的头。你也知道我是第一代，技术可能没这么成熟，但是要是你快提供爱心值的话，我就可以升级了。女孩都能想象到这破系统亮晶晶的眼神，头疼的揉了揉自己的眉心。扣，推门进的王妈，太太，我来帮你吧，手里推着一个轮椅。女孩眉头皱得更紧了，不用吧，轻微的扭伤，过2天就好了。王妈操心的说，先生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看着你，怕你不小心2次伤害怎么办？小心翼翼的把女孩扶起来，让她坐在轮椅上。女孩有点抗拒，这轮椅这么丑，犹豫1秒之后还是坐下了。我还没洗脸刷牙。王妈推着她去洗漱，然后电梯下1楼用餐。客厅女孩漫不经心的用着餐，突然看着窗外问了王妈一句，现在几点了？5点了，太太。
女孩拿着汤匙的手一下松了僵住，掉在碗里，发出清脆的声音。猛了一会后，整个人都充斥着满满的怨气。女孩无语，让我起这么早干什么？想到盛旺说的去上班，她真的，怪不得说人家是老板，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女孩打算吃完早餐再回去补个觉。妈妈，很小声很软乎的声音。女孩好奇的转头，看到一脸迷糊的盛寒站在楼梯转角，小手揉着眼睛，穿着印着灰太狼的夏天小睡衣，小嘴肉嘟嘟的，跟平时清醒的样子都不一样，奶乎乎的朝着女孩走来。女孩无精打采的声音，早上好小寒寒。盛寒眯着眼看了下在吃早饭的妈妈，以为要吃饭了，迷迷糊糊爬上椅子。女孩看着他拿起旁边的碗筷，手里抓着筷子，还有点打盹，然后又软软的说了一句，还没刷牙。一直看着的女孩也懵懵的，好奇的看着这孩子奇奇怪怪的不清醒状态。王妈在旁边笑得可开心了，过去抱住要下来去刷牙的盛寒，被王妈抱着走两步红两句又闭上了眼。女孩眨眨眼心想，真羡慕王妈太太，我先把大少爷抱回去睡觉吧，今天周末还早呢。女孩面无表情毫无灵魂的点了点头。王妈把盛寒小心的抱回房间，又心细的去看了看另外还在睡梦中的两位，没有问题才下了楼。看到女孩也是一副没睡够的样子，捂着嘴巴打了一个哈欠，眼底瞬间泛起点点泪花。太太跟几位小少爷真像。他上前推着女孩的轮椅，太太你也回去补个觉吧。女孩嗯了一声，会反噬，做梦，爱心值，像个回音一样悬荡在女孩耳边。等一下。女孩抬头软软的看着王妈，我可不可以睡他们房间？王妈被女孩看得心都软软的，太太想去哪？她随便指了一个最近的房间，轻轻打开房门，睡在床上的正是刚刚迷迷糊糊起床的盛寒。在熟睡中，王妈掀开被子一角，扶着女孩躺下，给两个人盖好被子。睡吧太太。王妈的声音在女孩耳边听着有些安心。轻轻的一声后，女孩慢慢的闭上眼睛。另一边天还乌漆嘛黑的，就已经到公司的盛旺。站在窗边漆黑的眼瞳望着眼前一片雾蒙蒙的窗，缓缓皱起眉宇。这几日脑子里总是闪现一些不存在的画面，画面中他看到他跟女孩又吵架了，还有他对女孩捆绑亲吻的画面。眼前漆黑的玻璃渐渐出现女孩的身影，他害怕的哭着跟她说，我要跟你离婚。他赤红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暴力如丝，朝着女孩走去。砰！回过神的盛旺看着被他后退撞倒碎了的盆栽，缓了缓心神，坐到椅子上蹙着眉头，回想到昨天看到女孩在外面喝酒的照片，他却很生气，还有在车上的质问，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女孩，盛寒动动身子，感觉不对劲，好像有东西，迷糊的睁开眼，好像看到妈妈了，眨了眨眼，身体趴在床上，一个猛然起头，一脸迷茫的看着睡在他床上的妈妈。陪着他睡觉的灰太狼此时被女孩当枕头枕着，他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女孩的衣服，是真实的触感，又慢慢去摸她的手指，一边移动一边看着会不会突然醒过来的女孩。摸到了，软软的，是真的，很轻很痒。女孩叮咛的转了一个方向，盛寒吓得立马钻进被窝，没听到响声，他又捂着小被子，小心翼翼的探出头来，看到依旧还在睡梦中的女孩。盛寒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的盯着女孩，慢慢靠近贴着她，脸有些红，一只手指悄悄放进女孩手心里。女孩起得晚，盛寒躺在床上也舍不得起床，一直贴着她，直到早上用餐也还没看到哥哥的盛心。问了刘奶奶才知道哥哥还在睡觉。盛奇，妈妈跟哥哥一起睡吗？笑呵呵的王妈，对呀，二少爷，太太在大少爷房间呢。盛奇从椅子上下来，往盛寒房间走去。盛心看到下去的哥哥，他也放下勺子，蹬蹬腿滑下来了，熟练的打开房门，一眼望过去，床上有个拱起来的小小弧度，乌黑的大长发倾泻而下。盛心也哒哒走过去，看到窝在女孩怀里的盛寒，没睡，睁着大眼在摸女孩的头发。盛心疑惑的叫他，哥哥，你为什么不起床？盛寒比了个虚的手势，小声说，妈妈在睡觉，不要吵。盛奇注视着女孩的睡颜好久好久，站到她旁边，伸出小手放在她大片乌黑的头发上，小手摸了摸。盛心哦了一声，也爬上盛寒的床。不管三兄弟如何小心，女孩都被他们游走穿梭在他身边的动静吵醒了。刚睁开眼还有点懵，头上围了3个人头，没给他吓一跳。恍惚了一会，才用软糯慵懒的声音道，你们又不用上班又不用上学，起这么早干什么？盛心糯唧唧的说，要上学。女孩一把扯过盛寒的小被子盖到头，声音闷闷的，大哥，今天周末。盛心蒙蒙脸，我不是大哥。女孩一个反弹起来，清醒了不少。有人碰到她扭到的脚了，是盛奇。女孩把小被子盖住了头，脚上就盖不住了，露出红肿的小脚。母子4人看着脚上肿起来的包，面面相觑。女孩，有点疼，不要碰哦。盛奇皱眉，你怎么了？可怜兮兮的女孩不小心扭到了。盛寒一脸心疼的看着女孩，跟她睡在一起他都不知道，
女孩脚上感受到一阵凉风，低头看，是盛星嘟着小嘴在呼呼那个包，萌萌的大眼睛还看着你，太可爱了。女孩撸了一把他的小脸，被他们这么一弄都清醒了。她想下床，看到放在旁边的轮椅，女孩想蹦过去，盛琪看到了，立马给推过来了。谢谢。刚坐下，他就推着女孩问她去哪里。等王妈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三小只推着女孩出来。林双双收到了女孩发来的照片。林双双，他打你？女孩，没有，我不小心扭到了。林双双，啊，那你这几天要在家好好休息，下次再玩。女孩，好。林双双，3。女孩摆烂的伸个懒腰，好无聊，被困在这里。时刻注意女孩动作的三小只，只要女孩一个动作，立马跑过来，一个拿着水杯，一个拿着水果，殷勤的看着你。盛琪哄小孩的问，要不要喝？烦，都是因为那个女人，现在理财都不找我了，怎么办？你要帮我。杨小婉一脸的怨气，嘴拉的比脸都长。温以凡温温柔柔的声音响起，她就是这个脾气，过2天就好了。至于孟小姐，温以凡一副纠结的模样。怎么了？你说。杨小婉看着自己大学几年的好朋友，不开心了，还是要关心一下的，毕竟目前过的好生活还是托她的福。没有啦，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我觉得是因为我孟小姐才找你们的气。怎么这么说？温以凡把这段故事掐头去尾的惟妙惟肖的告诉了杨小婉，听上去就是恶毒姐姐抢走了灰姑娘的鞋，嫁给了王子，还对灰姑娘百般刁难。杨小婉气愤的啪的一巴掌拍在桌上，扭曲着脸，真恶心，难怪她抢人都抢得那么理直气壮，仗着家里有点钱就随便欺负人了。凡，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跟她低头，像她这种女人，你就应该跟她拼到底，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人家千金小姐还拿盛家太太的身份压我怎么斗得过呢？温以凡低潮的笑了一声，你想啊，他儿子都偏向你，盛太太这个名声也不过是个挂名的而已，你跟盛总的感情还怕他一个挂名的？只要你……杨小婉轻轻撞了一下温以凡的胳膊，扬了扬眉毛，男人嘛，都是一个样的，到时候什么都还是你的。杨小婉洋洋得意，他就从来没失手过，只要温以凡过得好，他也能跟着沾光。谁让他们从大学开始就是好姐妹呢？更何况双方都有把柄在对方手里。温以凡沉默地看着眼前的酒杯，不知在想什么。而他们身后，从他们进来到离开，聊的内容一字不落的都落入他的耳中。陆总，你还在吗？耳机内传来对方询问的声音，眉目深邃，一双狭长的黑眸带着几分冷酷的锐气，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视线淡淡扫过窗外谈笑的2个女人，2个乱嚼舌根的女人。收回视线，你继续。男人幽冷的嗓音回复，这个呢？这个。盛兴从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中挑挑选选拿这个那个问女孩，另外2兄弟一左一右站在大大的电视机屏幕前面，一人一套怪兽衣服，可可爱爱的尾巴，还有头上的小角，2个肉嘟嘟的小奶包一脸茫然的站在那里，等弟弟穿好奥特曼的衣服。盛兴挑挑选选半天，还是选了迪迦。因几人看动漫，女孩无聊的很，他就说要看真人版的，叫他们表演给他看，看得不过瘾不逼真，他还要求他们穿上服装给他表演。最后3个人一人选了一个节目表演给他看，盛兴的奥特曼打怪兽，盛奇的王子的母后，盛寒的灰太狼抓羊。哈哈哈哈哈！女孩第一次这样放声大笑出来，眼泪都要笑出来了。3个小矮子，尤其是嚷嚷着要做奥特曼的那个，一个小怪兽都打不过，中途还诱惑过他哥哥，想让他哥哥投降。女孩看到真的笑死。盛旺还没进门就听到屋内传来的笑声，娇俏明媚的声音洋溢着清甜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跟他一起沉浸在这欢乐。缓缓走过去，看到笑得捂肚子的女孩，她前面还有3只穿着奇奇怪怪扭在一起的小人。盛兴看到盛旺回来了，松开抱着哥哥的手，朝着盛旺跑去。爸爸，一脸求安慰的抱着盛旺的大腿。盛旺问道，在玩什么？眼神却是看着女孩。女孩怔了怔身体，笑声一下停了。盛寒回答，我们在表演节目。爸爸，你帮我来打小怪兽好不好？盛兴抓着盛旺的裤腿摇晃，撒娇卖萌。不行，2道声音同时响起。女孩跟盛旺对视了一眼，立马就移开了。她佯装不开心说道，你说你要做奥特曼打2个小怪兽的，2个哥哥都没有找帮手，你怎么可以找别人呢？我就想看你表演。盛旺，别人。盛兴撅着嘴，可是我打不过。女孩捂耳朵摇头，我不听，我就要看。盛旺难得看到孩子气的女孩，嘴角不经意间轻轻勾起，对盛兴说，你自己表演，表演的好有奖励。盛兴往后仰着头看着非常高的爸爸，仰得太过有点往后倒了。盛旺宽大的手掌轻轻地摁住了他，连带着动作把他往外推开。盛兴努起嘴巴，2只小手交错在一起。好吧，他站在中间做出一个打拳的手势，奶声奶气的哈了一声。
女孩又慢慢的露出笑容。在他们用小拳拳玩起来的时候，又听到女孩大笑的声音。圣旺的目光一直放在女孩身上，他笑，他也跟着轻笑。啊！圣心被两个小怪兽哥哥摁倒了，伸出小手朝着圣旺喊：“爸爸，救我！”边喊边逃脱，冲着圣旺过去，抱住了他大腿。我不玩了。然后对着圣寒、圣奇非常大声的哼了一声，转头就对圣旺抱怨：“爸爸，哥哥欺负我。”圣旺难得温色，表演的好，想要买什么告诉管家。咋咋呼呼的圣心变脸似的，一下不哀嚎了。谢谢爸爸。圣旺看着另外两个，每个人都有。女孩歪歪头，我奖励一个人一个抱抱可以吗？圣奇害羞小声说可以。女孩笑得可甜了，张开双手，圣奇就自动过来了，好可爱，穿着小怪兽的衣服，软软的。女孩在他红红的脸颊亲了一口。圣寒在一旁看着，女孩抱完这个抱那个，还以为圣心会拒绝，结果他看到两个哥哥轮流抱女孩的时候，他自己自动的从圣旺那里过来排队要抱抱亲亲了。他眼眸深邃的望着他，对着自己儿子亲亲抱抱，眼里毫不掩饰的开心喜悦。他觉得他有点被区别对待了。叮，圣寒爱心值 20%， 圣奇爱心值 25%， 圣心爱心值 10%， 主人爱心值 10%。 好了，去换衣服吧，等他们走了以后，空气瞬间有些薄皙。他单脚站立起来就要蹦着离开，被身后的人拉住，公主抱了起来。他的嗓音低沉浑厚，低头看着他，要去哪？女孩说回房间。空荡安静的大厅，只听见圣旺的皮鞋不轻不重的落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喷洒在女孩头上炽热的呼吸。明天我要出差几天，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女孩当听不见，抱着他的手臂收紧了几分。女孩语气淡淡，不要。两人又沉默了。走到房间，圣旺抱着女孩没放，问她要干什么。女孩指了指他经常窝在那的榻榻米，把我放在那里就可以了，然后你出去。圣旺愣了一下，站着没动，又无奈又好笑的看着他。女孩蹬蹬腿，快点。圣旺深深的叹一口气，把他轻轻放下，揉了揉他的头，同样的姿势在他脑海中划过，大手掐住了他的肩骨，力道大的让他脸色苍白如纸。他眼尾泛起薄薄的红，低沉的尾音压制着声量，我绝不允许。女孩看着失神的圣旺，皱了皱眉头，伸手推着他，圣旺，你干嘛？涣散的眼神慢慢聚焦，看着女孩回过神的他移开了视线，收回了手，神情有点不自然。我在隔壁，有事你叫我。说完大步流星的出去了，背影略显急促。女孩奇奇怪怪的。书房浴室，温水从花洒中缓缓流出，水流打湿了她的头发，顺着她的棱角分明的脸庞，经过喉结，身体肌肉的纹理流淌，滴落在地板上。腰间8块腹肌有力的上下起伏着，脑中想起今天看的心理医生跟他说的话，当我们经历一些特定的情绪体验时，例如快乐、悲伤、愤怒等，我们的大脑会制造相应的反应。这种现象可能与我们的情绪和情感体验有关。人脑里的功能区内会自动的分解、拼接你曾经过往的、听说的、想象的经历，这个过程是完全被动的，不受控制。很多绝无可能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都是因为曾经经历过，或者在某一个时间会发生。圣王蹙着眉头，就是说这些都会发生。如果不是经历过的事情，那么也许可能会发生，也或许是你太累了，产生错觉。注意休息神经，别绷得太紧，可能会好很多。修长的身躯在热水蒸发的雾气里环绕，鼻梁高挺，嘴唇紧闭，片刻之后关了水闸，拿起浴巾擦拭着水滴，围了个浴巾就出来了。洗白白的三小只又跑到女孩门口了，鬼鬼祟祟的探头，排排队形，看到只有一个女孩在，就推门入，都没说话，就萌萌的大眼睛看着你。三只洗完澡带着奶香味的团子向你走过来，谁能拒绝？本来女孩现在也怕晚上睡觉做噩梦，跟他们一起睡也行。得到女孩肯定，三个奶娃娃兴奋的往床上扑过去，嗷嗷嗷。也不知道圣心为什么这么高兴，在那里嗷嗷叫，站在床中央大声的跟女孩说，今天我来讲故事。有三只可爱的小老鼠，大的叫小寒鼠，小的叫小奇鼠，小小的叫小星鼠。他们住在大大的房子里面，可是这里面住着一只很凶的大花猫，小老鼠们很害怕被大花猫抓住一口吃掉。有一天，女孩听的那叫一个眉头紧锁。停，我看看。她一把拿过圣心手里的故事书，认真的看了几行字，然后深吸一口气，真的心肌梗塞都要上来了。她用力的用手指点了点书中的内容，犹如里面的大花猫一样，气呼呼的跟圣心说，好好看，小年纪还会瞎编了。看着眼冒火星的女孩，圣心怯怯的样子真的像那小老鼠。哦，断断续续念了半天，根本不知道她在说的那个故事，睡不着，根本睡不着。女孩收回了她手里的故事本，一脸麻木的夸赞，讲得好，睡吧睡吧。被女孩强行闭麦的圣心眨着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谁都不许说话了，闭眼睡觉。看着他们闭上眼睛，不管真睡假睡，女孩都叹了一口气躺下了，太折磨自己了。
时间慢慢推移，大家都渐渐的进入梦乡。御景湾，第一，手机屏幕亮起，黑桃 K 发来的信息，一份细致调查表，文件名称，女孩。男人娴熟的打开一瓶酒瓶，向酒杯慢慢倒入浓郁的酒香，拿着酒杯的手掌宽厚，手背青筋明显，没有犹豫的一口闷下去，随后拿起桌上的手机，划开屏幕点进去，映入眼帘的是那张跟记忆中相同的脸，比以前多了些娇媚，可人依旧是最亮眼的那一个。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大拇指轻轻滑动屏幕女人的脸，跟他记忆中的脸重合。京都一中，窗外的某个同学跟坐在座位上的发呆的女孩说：女孩，班主任叫你跟陆景玉去趟办公室。女孩一脸茫然，带着疑惑看着后桌的陆景玉。你犯什么错了？陆景玉放下手里的书，撩了一把头发，估计是有什么奖项要颁给我们吧。女孩抿抿嘴起身，跟在他身后去了办公室。走在后面的他思考，最近他好像没有做什么错事，一没逃学，二没跟人打架。前面的人突然停下，女孩没有任何防备的撞上去，她嘶了一声，摸着额头看着突然停下的陆景玉。你干什么？他嘴角噙着一抹邪笑的看着他。你干什么？该不会是你犯了什么错吧？趁现在还没到办公室先告诉我，我们可以串通一下。女孩白了他一眼，一把推开他，切了一声：本小姐，我品学兼优。陆景玉在后面嘴角噙着笑，跟在女孩后面去了办公室。在外打闹的两人到了办公室，都没敢嬉笑打闹了，一脸正经的站在老师左右两边。面对老师的问题，两人都显得一怔。女孩先反应过来回答：没有。垂着眼眸的陆景玉假装泄气的说了句：还以为叫我进来给我颁奖呢。班主任笑了，气氛没那么僵，不过还是给两人普及了高中生禁止恋爱以及未成年恋爱的后果。两人都从双方眼中看到了不自然。此时的陆景玉嘴角还是勾起淡淡的弧度，继续往下翻看下去，嘴角的弧度渐渐平息，薄唇微抿，眸色幽深如夜火，目光落在他往后的每一句介绍里。盛太太，后面还有一家五口拼接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跟女人是单独的照片，中间一张3个孩子的照片，男俊女美，孩子也继承了两人完美基因。陆景玉拿着手机的手渐渐收紧，手臂微微凸起的经络显得更加明显。他轻笑一声，放下了手机，拿起桌上摆着的酒瓶，咕咚咕咚往杯子里倒。女孩以为跟他们睡就不会做噩梦了，结果还是做梦了。现在的他小心翼翼的这不动那不动，等到他的脚完全好了都没啥事情，搞得小易都以为是他系统出错了。确定没什么问题的女孩，在他们去上学的时候又出门逛街去了。王妈看着最近2天有点奇奇怪怪的太太，有点好奇，感觉她走路都猫着腰。没事吧太太啊？回神的女孩摇摇头，没事，我出去了。站在别墅大门口，女孩都感觉空气清新了不少。买，美容 set 都安排上。女孩像是要把最近几天抑制住的天性释放了个遍，径直走进一家奢侈品店。她逛的时候不喜欢销售在身边，就喜欢自己看。逛了一圈，看到喜欢的招招手，就有个柜姐过来了，满脸笑容。女孩是这家店的常客了。柜姐们看到她的眼冒金星了。女孩指着中间的一款包，打包，还是一样的地址。柜姐戴着白手套的手小心的拿下那款包。好的，孟小姐。女孩看了看一个小款的女士包，又看了看自己背着的，思索了一番，一起买下了。现场换了一个新包背着，把原来背着的包一起递给柜姐，帮我一起送回去，谢谢。柜姐笑得牙不见眼，好的，没问题。还需要什么吗，孟小姐？女孩淡淡的掏出卡，不用了，先这样。逛完这家，女孩又进了另一家，卡的额度决定了女人逛街的时间程度，而女孩买到自己舒服了才停手。看着一沓一沓的订单，女孩满意的点点头。今天就先这样吧。路过商场外面的玻璃墙，倒映出女孩轻奢妩媚的打扮，连镜像都这么好看。女孩挑了挑眉，站在玻璃墙面前撩了撩一头浓密的大卷发，毫不谦虚的夸赞自己真好看，丝毫没有注意周围高楼林立，熙来攘往的人群。宽阔的马路上推着叠得快有1层楼高的货物，在往女孩这边移动，颠簸不平的货物正在慢慢的倾斜。一开始大家都没注意，直到听到周围惊呼的叫声，女孩才反应过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就感觉动不了，愣在原地，看着眼前向她砸来的箱子，她下意识的双手捂住了头。就在大家以为要砸到人的这一瞬间，一股很大的力量把女孩整个人禁锢在怀里，往一旁躲去。随着大家的惊呼声，摇摇欲坠的箱子缓缓倒下了。看箱子被压得破损程度，就知道里面的东西有多重。看着被人救下的女孩，大家也是松了一口气。男人的双手还紧紧地抓着女孩的双肩，双眼如炬，呼吸略微有些急促。女孩还是惊魂未定地捂着头，心砰砰跳，被吓到了。这要不是在外面，她估计就哭了。等她努力地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跟救自己的人道谢的时候，抬头间要说的话没说，要憋住的眼泪没憋住，泪滴在白皙的脸上划过。陆景玉看着她害怕的小脸，喉咙紧了紧，上下滑动了2下，
浑厚低哑的声音还带着一些起伏。怎么这么笨，不知道躲？许久不见的两人坐在安静的咖啡店里，周围弥漫着有些奇怪的氛围。两人略显生硬。等服务员放下一个甜品的时候，陆景玉把它移到女孩面前，语气轻柔：“多吃一点就不害怕了。”一直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女孩这才嘀嘀咕咕地说：“我没有怕，只是被吓到了而已。”她低头轻笑了一声，深邃的目光看着女孩泛起柔弱的涟漪。女孩也打量着眼前人，变了又好像没变。俊美突出的五官，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的身材，高挺的鼻，削薄轻抿的唇，无一不张扬着高贵，跟盛望有点像。两人都是冷傲孤清又盛气逼人的那种。女孩不知道怎么开口，直到对方先开口。陆景玉生硬又故作轻松地问：“大小姐应该过得很好吧？”女孩一副肯定的表情：“当然了。”随后又泄气了一般：“就是最近比较倒霉。”陆景玉皱眉：“女孩面无表情的用下巴隔着玻璃点了点外面的街头。“刚刚你也看到了。”她叹了一口气，拿着小勺子挖着甜点往嘴里送。“你最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女孩点点头，咬完嘴里的一口甜点才说：“在今天之前，我的脚也崴了，在家休息了几天。今天出来又差点被砸到。”陆景玉蹙了蹙眉，觉得是女孩太粗心了。这么娇软的女孩子总是粗心不已，以前也是这样，一直没变。无奈的笑了一下，跟个陶瓷娃娃一样，看着女孩嘴角沾到的草莓酱，桌下的拳头松了又松，最后还是示意她嘴角沾了东西。女孩嫣红的小香舌很顺滑的转了一圈，完美的卷入口中。她目光落在她嘴上，眸色幽暗。盛望蹙了蹙眉，漆黑如曜石的眸子闪动着光泽，右眼皮一直在跳，修长白皙的手在键盘上敲打了一会，便关了电脑，问王默：“还有多久到？”王默：“盛总，差不多40分钟左右就到了。”盛望轻声嗯了一声，双手交握在一起，大拇指灵巧敏捷地转动着。一下飞机的他直奔怡园的方向，没有什么急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回去。一路风尘仆仆回到家的盛望，有点冷冷清清的感觉。温管家站在门口，拿着盛望的公文包。盛望眼神不经意间扫了一眼客厅，眼尖的温管家好像发现了什么，但是没说话，恭敬地站在一边。等盛望上楼了以后，各种不经意地走进女孩房间、小朋友房间，平时他们待着的地方都不经意地去看了，没人。反应过来在做什么的盛望愣了一下，轻笑一声后转身回了书房。平静下来的盛总继续做起了方案，直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放学，叽里呱啦的声音传来，他才下了楼。小崽子回来了，女孩还没回来。爸爸，盛兴的大嘴巴，声音最大的就是他了。盛望高冷的一把挡住了扑过来的盛兴，朝着盛寒、盛奇跟温管家说话的方向走去。温管家，两位少爷，夫人出去了，还没回来哦。听到回答的盛望转弯去了吧台桌面，倒了一杯水，抿了一口又上去了。盛寒好奇的大眼睛看着盛望，爸爸好奇怪。盛奇哦了一声，三兄弟扭着小屁股去了阅读室做作业。到晚饭时间了，女孩也没回，他们好像都习惯了，爸爸很少在家吃，妈妈去玩了，偶尔不在家吃，他们都乖乖的坐在椅子上吃饭。盛望食之无味，匆匆几口就没吃了。三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盛寒好奇的问：“爸爸在等妈妈吗？”盛望动了动唇，小孩子多吃一点青菜，吃饭不要说话。女孩确实在外面跟陆景玉聊了一下午，晚上还一起去吃饭了。回来的时候9点不到，陆景玉给女孩开了副驾驶的车门，手也心细的放在车顶上，预防她撞到。另一只想伸没伸出的手看到女孩下来了，藏到了身后。两人两两相望，女孩笑着：“今天谢谢你，不然我就要躺在病床上见你了。”瞎说什么呢？手意识的捏了一把女孩的脸颊。两人都愣了一下，女孩反应过来后退一步，陆景玉也不自在的将手掌握拳放在嘴边轻咳了一下：“回去吧，有空再聊。”女孩点点头，看着女孩进去。陆景玉望了一眼别墅，才若有所思的拉开车门驱车离开。楼上望着窗外的盛望刚好看到了这一幕，他眯起黑眸，脸色冷如冰霜。不知情的女孩回来就朝着卧室走去，回到房间刚准备脱衣服，转身就看到站在身后的盛望。啊！女孩吓了一跳，捂着胸口生气看着他：“什么毛病啊？走路无声无息的。”鼓起来的小嘴如樱桃般娇艳欲滴，边抱怨边继续脱衣服，准备去浴室。盛望跟在他身后。女孩进去浴室，看到跟进来的盛望，开口问：“你？”盛望一个转身，反手关上了浴室的门，指尖穿过女孩的头发，把她压在门后，带着一丝冷冽的气息狠狠地吻下去，速度之快，丝毫不给女孩反应的机会。这个吻很快很急，非常用力的在女孩唇上辗转肆虐。盛望在女孩开口的瞬间，用舌头撬开了她的牙关，与她相互交缠，另一只手放在女孩腰间，紧紧的扣住，强迫她贴着他。女孩觉得他要把她的呼吸全部吞噬了。就在她快呼吸不自然的时候，盛望松开了，女孩呼吸急促的上下喘息着，
动作一下轻柔的在她唇边游走，温热的唇瓣在她颈脖耳后甜底咬磨着。脖子是女孩最敏感的地方，一碰就软了，每一次触碰都像电流一般让她微微颤动。双手抵着盛旺的胸膛，抓着她的衣襟，嘴上也轻轻地发出细细的嘤咛声。他眼尾泛起薄薄的红，双手游走在女孩腰间，从浴室门口到整个淋浴间散落一地的衣物，凌乱的衣服喷洒四处的水滴，夹杂着娇软的喘息声，还有泛起阵阵涟漪的水波纹，都彰显着两人的激情交缠。女孩只觉得出差回来的盛旺好像饿极了的野兽，动作粗鲁蛮力。清晨，女孩蜷缩在盛旺怀里，漆黑柔软的床和两人肌肤的白皙成明显的对比。手机铃声响起，一个宽阔的大手伸到床头，先是按了静音，看了一眼怀里的女人，接通了电话，声音沙哑低沉。下午过去。本就睡得不安的女孩这时呢喃了一声，睁开了惺忪的眼眸，眼前浮现的是男人紧致的胸肌和他冷硬的下颚线，不满男人吵醒她。她辗转地换了一个方向背靠着他，这一动要命，身体酸软难耐，伴随着阵阵低吟声。仔细听还有小小的咒骂声，混蛋，盛旺。电话那头通知盛旺的王默，一脸懵逼的他听到这声音还有什么不了解的，还不等他说什么尴尬话，对方就挂了电话。早起穿的板正的王默翻个白眼，不靠谱，真不靠谱。盛旺大手一把搂过背对着他的女孩，下巴搭在女孩肩膀上，把脸埋在她颈脖，薄唇贴着她润滑的肌肤，还蹭了两下。不要动我。声音同样娇软沙哑的女孩带着软软的哭腔，看着怀里娇娇软软的小妻子又要哭闹了。他轻抚着她柔软的腰肢，哄着她，好，我不动了。大手轻轻揉捏按摩着女孩酸痛的腰肢，让女孩舒适放松的睡回去了。他盯着眼前的这张慈禧玉颜，眼神暗了暗。昨天的冲动只有脑子里的一句话，他是他的，他喜欢他颐指气使跟他说话的样子，喜欢他娇声娇气跟他撒娇抱怨的样子，喜欢他高冷妩媚的样子。说实话，女孩平时对他无理的小打小闹，他竟也是有些欢喜的。他是不是有病？昨天看见的一幕让他清楚地见到了自己几次脑中闪过对女孩凶狠的模样。他对女孩一脸严肃严谨的王默悄悄打量着另外2家竞争公司，这次来竞争的共有3家，天河集团、盛世集团和玉景科技。尤其是对方玉景科技的总裁跟自家总裁看起来不相上下的样子。王默抬手抚了抚镜框，心里想着盛总怎么还没来。话音刚落，盛旺推门而入，在场的几人看向门口，一贯的西装革履，没有任何表情的俊逸脸庞，浑身散发着冷峻气质。抱歉来晚了。一双深邃的眼眸在场扫视了一眼，目光便落在玉景科技总裁身上，他的眼眸清透着冷冽。对方撂下手里的笔，抬了抬眉骨，跟他毫不遮掩的对视，两人眼神里的森寒阴冷突然的凉薄寒意，气场周围一下阴轨到极点。那我们就开始吧。两人暂时浅浅收起了散发的森寒阴冷，商战更是为两人拉开序幕。怡园已是阳光灿烂的中午，女孩浅浅的翻个身，另一边已没了温热。床上的美人脸颊带着粉色的红晕，细腻的手指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挣扎着身体慢慢的起来，拖着有些酸软的身体去洗漱。原本被弄得凌乱不堪的淋浴间，现在倒是看着被浅浅处理过。看着两人堆在洗衣筐里散乱的衣服，女孩起床气的朝着他踢了一脚，嘴里骂着人，变态，不要脸，混蛋盛旺，野蛮人。不，微信提示音，舅舅发来一条语音。1小时之后，环球商业中心。女孩好奇的接过舅舅递过来精美盒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突然给我这个？孟明笑意绵绵，打开看看。女孩轻轻的拆着包着粉色盒子的彩花袋，一个黑色金边的邀请函，下面是一件玫瑰金粉色的晚礼服，上面用金线刺绣成精致的花纹礼裙的裙摆，如花瓣的脉络一般交缠，还散发着浓郁的馨香。女孩上手触摸着衣服上的纹理，手感极好，眼睛如同夜晚的明星，看着这件晚礼服感叹，好漂亮，是你妈妈送的。看到女孩眼里的不解，孟明解释，这件衣服是他请 F 国著名设计师为你量身定做的，他暂时还要忙一段时间，要晚点回来。女孩抿了抿唇，小小的耸了一下肩，毫不意外的消息。纤长白皙的手夹着一张邀请函，女孩打开，唇外语写的，这是一张国际知名钢琴家演奏会邀请函。女孩看着舅舅，游轮演奏会。孟明点点头，可以去玩一下，在家都憋坏了。女孩瘪瘪嘴，两人的温馨场面落在迎面走来的温以凡眼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审视的目光看着女孩跟孟明，孟小姐，真巧。女孩嘴角挂起的笑容一下垮了，语气散漫粗鲁，巧你妈巧，你那次看到我不是巧，指不定在哪偷窥我呢。这话一出，旁边的孟明都瞪大了眼，他什么时候学会这粗话的？温以凡像是丝毫没被女孩影响，笑盈盈的看着女孩，挽着孟明的胳膊。旁边这位男士还帮他拎着东西，眼尖的他还看到女孩脖子上遮住的淡淡印记，嘴角勾起一抹笑，孟小姐真受人欢迎，不知道盛旺哥哥知道吗？
圣望哥哥，孟明顿时眉头一紧，目光犀利地看着眼前的人。难怪念念爆粗口，你哪位？这位先生，我劝你离孟小姐远一点，毕竟她是有家室的人了。他看了一眼两人挽着的手，嘲讽地说，传出去了，这恐怕不太好。不等孟明说什么，女孩松开挽着舅舅的手，推开了一点距离。就在温以凡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的时候，女孩上前用了不小的劲，啪的一声打了他一巴掌。听声音力度是有点大，女孩看他的脸都往一边倒了。等他回头的时候，女孩又换了个手，另一边同样打了下去。看着出手的女孩，孟明在旁边抿着嘴眨着眼没吱声。接下来的一幕才是让他有点措手不及的。温以凡捂着脸大声啊了一声，他愤慨地扔了手里的包，就想要对女孩动手。孟明立马上前，但是女孩比他快一步，一把推开温以凡。看他尖叫引来的路人，女孩一脸楚楚可怜，又比他还气愤地说，不要脸，勾引我男朋友。然后还委屈地看了一眼孟明，转身跑了。孟明愣一秒，立马跟上去，嘴里喊念念。捂着脸一脸懵逼的温以凡此时被不明所以的路人指指点点，人群中还有人骂小三打得好。他的嘴唇紧闭着，眼神中闪烁着一种狠毒的光芒。讲真的，孟明的脸色是惨白的，这小妮子真的张嘴就来。一同坐上电梯的两人面面相觑，女孩忍着笑，乖巧的样子安抚了一下孟明，嘿嘿，我请你吃饭吧，舅舅。刚刚怎么回事？女孩摆摆手提都不想提的厌恶脸，一个痴心妄想病患者。孟明挑了挑眉，你跟圣望没问题吧？女孩顿了一下，含含糊糊的说，应该没问题吧。孟明沉默了一会，摸了摸女孩的头发，有任何事都可以跟舅舅说，舅舅帮亲不帮理。女孩没有说话，抱着孟明的一只胳膊，头靠在他胳膊上，小声软糯的说，谢谢舅舅。女孩在失去父亲的同时，舅舅就一直陪在她身边伴她长大，在她心中孟明就是一位好父亲。女孩性情冷淡，谁跟她亲对她好，她就跟谁好，连自己妈妈或许都没有舅舅在她心里重。她对自己孩子的态度有一部分是受到了孟冰冰的影响，自己妈妈怎么对自己的女孩就怎么对自己的孩子，她一直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孩子有佣人看，还有圣望也有疼爱他们的爷爷奶奶，想要什么应有尽有。女孩也许忘了小时候总是期待妈妈回来等待的场景，也许是习惯了妈妈说回家但是次次落空的画面，但是只要收到妈妈的信息或者电话，她也会开心许久。或许在他们心里是跟她一样的，小时候很期待的母爱，不管母亲有多冷淡，只要稍稍给点温暖，他们就可以期待开心很久。孟明看着突然失魂的女孩，摇晃着她胳膊，念念念念。回过神的女孩愣愣地看着孟明，怎么了，舅舅？孟明无奈地看着她，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样子。没事，我在想那个演奏会，你跟我一起去吗？我不去了，还有事情要处理。女孩啊了一声，鼓着嘴，好吧。两人一路坐电梯到停车场，先跟舅舅回一趟公司，然后再一起去吃晚饭。你是在这等我一会，还是跟我一起上去？女孩想了想，我在这等你。好。等孟明走后，女孩靠在座椅上，余光瞄到后座的盒子，她又拿起来打开细细的看了看，咦，好像太太。眼观八方的王默眼尖的看到了对面车内副驾驶的人很像女儿，白皙的皮肤，直挺的鼻梁，唇色飞然，优美的下颚线，笑起来如弯月，肃然时若寒星。此时正在低头看着什么，一同出大厦的盛望还有陆景玉也都随着王默的视线看过去，是他。陆景玉没有犹豫的抬脚就往那边方向走去，盛望眸光一沉，大步的也往女孩那边走去。念念。听到声音的女孩转头看到了向她走来的陆景玉，也看到了后面阴沉着脸的盛望。女孩惊讶又带着疑惑的脸正想开口，被后面的盛望阴冷的语气打断，陆总认识我太太？陆景玉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笑，是，从小就认识。是吗？从没听我太太提起过。盛望漫不经心的伸出手，我是念念老公盛望。陆景玉握了握拳，淡定的伸出手，两人相握的那一瞬间，力气渐渐收紧，暗中较劲，手背的青筋异常突出。王默在旁边看到了，心里震惊吃瓜。女孩娇软的声音传来，你们怎么都在这？两人闻言面无表情的收回了手。今天有个项目，刚好跟盛总是竞争对手，真巧。陆景玉，你呢？我在等舅舅，他回公司一趟，等会跟他去吃饭。女孩看了看一身正装的他们，你们去忙吧，我在这等会。盛望紧接着搭话，陆总先回去吧，我陪我太太等会。女孩抬眸看着他，他没吃错药吧？不用，你先忙吧，我自己等。陆景玉没理他，看着女孩说，我忙完了，好久没见过舅舅了，我跟他打个招呼再走。女孩想想也是，就点点头。盛望薄唇微抿，阴沉的脸色依旧难看。女孩也没下车，自顾自地收好礼服跟贺卡，两人的视线都随着女孩的动作移动。等女孩放好以后，看到他们两个站在车门两边看着她，哈一下如鲠在喉，场面一度很沉默。女孩觉得气氛有点说不出来的奇怪。
还好时间不长，舅舅就下来了，一时间大家都坐上了孟明的车。孟明心想，他的随口一句，没想到两人都闲得跟来了。他下来的时候又递给了女孩一个小袋子，女孩打开看，都是一些吃的喝的。舅舅说给小朋友吃的。女孩翻了翻，自然的拿出自己想吃的放在一边，还问了问后面坐着的两位。他递给盛旺，你要吗？这时还有点窃喜的盛旺轻声的说，我不吃你吃吧。女孩又转头递给了陆景玉，我想要吃那个。他指了指放在女孩前面那个小零食，女孩乖乖的收回了手中的那个，跟个小朋友一样从袋子里拿了个同款给他。两人非常同步的在车里吃起了小零食。孟明在开车看着他们浅浅的微笑着，目睹这一切的盛旺脸上冰冷如霜，眼中氤氲的凉薄寒意。陆景玉心情好的吃着跟他形象不符的零嘴。女孩分享的一定要吃，不然下次他就不愿意跟你分享东西了。以前陆景玉就发现了，不管女孩给什么他都收下。女孩吃的口干了，还喝了一个牛奶，也递给了陆景玉一瓶。看着女孩掏出的牛奶，盛旺冷冷的来了一句，我也喝。女孩也好心的给了他一瓶。盛旺打开喝了一口，微微皱眉，甜腻顺滑的口感，他向来很少吃甜的。孟明，你们别吃这么多零食，等吃饭。两人同步，好。孟明感觉自己好像带着几个小朋友一样。一旁默不作声的盛旺跟个木头人一样坐在那里。叮 Siri 主人，男主的爱心直动了，又停了。喝着牛奶的女孩睁大了眼睛，她做了什么？怎么了？孟明看着一下定住的女孩，以为牛奶有问题，奶过期了。后面的两人低头看了一眼日期，是最近的日期。女孩咽下口中的那口奶，摇了摇头，好喝。孟明无语，你那表情好像牛奶有毒一样。女孩又拿起一个牛奶递给了盛旺，三人莫名的看了一眼女孩。盛旺接过，谢谢。女孩盯着他，这次没听到系统的声音。盛旺犹豫了一下，拧开了瓶盖递给她。女孩等了一会，没听到声音就接过来了，是她想多了。吃完饭过后，盛旺在女孩起身的时候抓住了她的手，很自然的牵着女孩的手去买单。女孩顿了一下，想着舅舅他们看着也不好推开，只好依着他。陆景玉垂着黑眸，嘴角的笑意扯不出来一点。盛旺先行买完单，笑着跟孟明说，那我跟念念就先回去了舅舅，然后礼貌性的朝着陆景玉点点头。女孩也乖乖的站在他身边，跟他们打招呼回去了。此时女孩能感觉到盛旺的心情是愉悦的，在车内帮他系好安全带后，他又顺势握住了他的手。女孩目不转睛的盯着盛旺，莫名其妙。盛旺感觉到手中柔软的小手有挣扎的意思，他又握紧了一点。别动，女人娇娇的说，你干什么？你的手抓那么紧都出汗了。盛旺闻言松了松，抽了两张车上放着的纸巾。女孩注视他的侧颜，纤长浓密的睫毛遮着乌木般的黑色瞳孔，抿着薄薄的嘴唇，英俊的侧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拿起女孩的手轻轻擦拭着，动作轻柔细致，像是在擦一件宝贝。女孩眼睛闪了闪，眼中的繁星点点闪烁，心中泛起淡淡的涟漪。纤细的指尖不自在的动了动，下一刻指尖传来一抹温热，女孩流转的美眸怔怔的看着他。盛旺也在这亲吻的一瞬间，如黑曜石般透彻的眸子在昏暗中异常深沉明亮的回视他，宽厚的大手指纹在他手背揉捏的触感，两人喷热的呼吸相互交汇，车内的温度陡然上升，车窗上慢慢相互交错的影子被突如其来的铃声打断。女孩动了动，拉开距离，是温管家打来的。喂。温管家略微焦灼的声音传来，夫人，二少爷哭了。盛琦，哭了？为什么哭了？二少爷今天回来就不是很开心，现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女孩看了一眼盛旺，回答，我们马上回来了。车内安静，盛旺耳力极好，都听见了。他摸了摸女孩的手，无声的安抚。盛琦安静，在幼儿园不应该会跟其他小朋友闹矛盾。带女孩回去的时候，打开紧闭的房门，房间散落一地的杂物，房间的东西摔得乱七八糟。后面跟着的盛旺皱着眉头看着地上的玻璃渣，他先用脚踢开了，才拉着女孩进来。房间很乱，只有床上是整齐完好的，床头放着一个大大的哆啦 A 梦。盛琦此时正脸部朝下，臀部朝上的把脸窝在娃娃身上，看着小小缩在一团不动的小人，隔一会有小幅度的抽噎，近看睫毛还在颤抖。女孩过去拍着他的小屁股，柔声喊道，琪琪，怎么哭了？慢慢回神的盛琦抬起头，柔顺的小毛发现在乱糟糟，双眼红红的，脸颊上还有深深的泪痕，一脸委屈的看着女孩。声音小小的呜出声，伸出小手要女孩抱。女孩坐在床边，把她抱在怀里，轻轻拍打她的后背。小家伙把脸埋在女孩肩膀上，又哭了一小会。盛旺蹙了蹙眉，男孩子怎么哭成这样？语气严厉，不许哭了。女孩啧了一声，不满的眼神看向他。盛旺抿了抿薄唇，没再吱声。女孩把房间收拾一下。他低声回应，门口还有两只不知所措的奶娃娃，睁着大眼睛站在门口，黑溜溜的眼珠子转来转去。
盛旺大手推搡着他们出去，快回去睡觉。两人被推着走得踉踉跄跄。盛寒抬头跟爸爸说：“爸爸，弟弟在幼儿园中午睡醒了就不开心了。”小盛心委屈，哥哥还不理我，有人欺负你们吗？两个小人摇摇头，没有。知道了。盛旺让王妈把他们带回去，又叫了佣人拿了工具去清理房间。想了想，又让佣人把工具给他。小女佣一脸诧异惊慌，结巴地问：“给您吗，先生？”盛旺拿着扫帚进了房间。此时女孩正柔声地哄着盛琪，声音柔得像水。盛琪抱着女孩不松手，沉浸在女孩香柔的怀抱里，感受着妈妈轻声细语的爱抚。哄了好久，终于把人哄睡了。女孩动了动有点酸的手，转头看到真的在打扫的盛旺，不可置信地抬了抬眉，小声地跟他说：“你快一点，他睡着了，不要吵醒他。”盛旺不知轻重的手脚不是动到那个就磕到这个。女孩夺过他手里的工具放在一边，叫了佣人去弄。人家3-2下快速安静的复原了。刚刚先生在打扫他们，看着都着急，又不敢说话。女孩把他拉出了房间，省得碍手脚。盛旺看着拉他手的小妻子出了门就放开了，他跟着他进了卧室，一脸坚定地说：“我要住这里。”女孩无所谓的点点头。盛旺追着他：“我要把东西搬进来。”女孩：“什么？”“我要把书房的东西搬过来，以后住这。”意思是以后不睡书房了，要睡他房间。女孩：“不行。”盛旺：“为什么？你早出晚归，吵到我怎么办？”“我不会。”“那你打呼噜怎么办？”盛旺低头看着他，嘴角勾起：“你什么时候听到我打呼噜？”在女孩耳边轻声低语：“污蔑。”女孩哑然：“随便你，那我睡相不好，打扰到你别怪我。”傲娇的哼了一声，拿衣服去浴室了。盛旺在后面嘴角噙着笑，睡了那么多次，他睡相可乖了，香香软软的一只窝在怀里半天不动一下的，可稀罕。女孩这一天脑子乱乱的，放松了身体，泡在按摩浴缸里，泡了半个小时的澡，很舒适。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女孩穿着睡袍疑惑地走出来，看到在叠放东西的盛旺，衣服放在床上，盛旺看着塞满的衣柜沉默。女孩慢慢地走过来，看到这，她理所当然地说：“这些都是我的。”盛旺望着她：“那我的放哪里？”女孩撅着嘴从衣柜的一个小角落挪出一个小位置。那盛旺看着那点位置，他内裤都放不了几条。他把衣服放在女孩的衣服上面，叠加在一起。女孩按着他的手娇气道：“不行，我不好拿衣服。”他指着有一排女孩从来没穿过的衣服，有些吊牌都还在，你把这些收到衣帽间去，那里放的都是不常穿的，卧室的衣橱是常穿的。女孩不愿意。盛旺诱惑：“我给你买包。”后面还加了一句：“10个。”女孩的睫毛动了动，假装犹豫了一会，讪讪的放开手：“好吧。”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盛旺看着嘴角也不自觉微微勾起。女孩在梳妆台上涂涂抹抹，盛旺把她的衣服跟女孩的放在一起，就去洗澡了。抹完香香的女孩拿着手机躺在床上刷小视频了。等盛旺出来的时候，女孩已经昏昏欲睡，但是手机还在手里播放着小视频，眼皮都在打架了，还不放下手机。盛旺走过去看，视频里一个衬衫西裤男，衣襟打开，大半露出白皙的胸肌和腹肌，头上戴着毛茸茸的耳朵，嘴角咬着玫瑰，极致魅惑的妆容，眼神看着镜头，正在搔首弄姿的摇晃着身体。女孩眼睛都在打架了，还撑着眼皮在看。盛旺从后面抽走了她的手机，语气淡淡：“很晚了。”关了手机放在一边。女孩带着困意瞄了他一眼，朦朦胧胧中看到了肩宽腰细，8块腹肌，下身只围了一块浴巾的身体，左边肩膀上还有昨天女孩咬的牙痕。卸了妆的女孩，脖子锁骨处也是斑斑点点的痕迹，展示着昨天两人汹涌的战绩。盛旺看着闭上眼的女孩，双手撑在枕头两侧，弯下腰，在她唇上亲准了一口，擦干了身上的水渍，抱着她相拥而眠。清早，女孩惬意的翻了个身，今天睡得很舒服，没有噩梦，没有饿狼咬她。她把脸深深的埋在被窝里，女孩耳朵动了动，探出头看了一眼紧闭的门口，起床披了一件衣服，慢慢的打开房门，打开一点点缝隙，就看到整个人趴在门口的盛琪，蔫蔫的小手指轻轻的抠着门缝。他还穿着哆啦 A 梦的睡衣，小鞋都穿反了。一打开门的时候，抬头看着女孩，乌黑乌黑的大眼睛闪闪的抱着女孩的大腿。女孩放他进来：“几点了呀？你怎么还没去上学？”他不说话。女孩把他抱起来放在床上，发现他黏住了一样，死死抓着女孩。女孩没扒动，就在床下坐了下来，看着怀里的软糯糯的小人，女孩抱着他，身体也放松的跟他相互靠着，叹了一口气，声音软软的说：“你都不跟我说话了。”小人动了动。女孩看到他撅嘴亲了他脸颊一口，然后又趴在了女孩肩上。据管家说，3人在学校乖乖的，也没跟其他小朋友有矛盾，问题就是盛琪中午睡觉起来就这样了。女孩有一个猜测，她贴着盛琪的脸做噩梦了是不是？她亲了一口肉嘟嘟的脸，抱着他去了洗漱台，拍了拍他后背，安慰道：“没事，爸爸妈妈都在，那些都是假的，不怕。”盛琪抱着女孩的手紧了几分，
女孩，儿子，妈妈要洗脸刷牙了，你这样抱着我不方便。女孩好说歹说，才把她放下，她就这样抱着女孩的大腿。等她洗漱完，女孩看着穿着睡衣的她，你也还没刷牙洗脸是不是？牵着她去了她的房间，给她刷牙洗脸。在此期间，听到小艺不停的播报声，叮，圣骑爱心值 30%， 叮，圣骑爱心值 35%， 叮，圣骑爱心值 40%， 叮，圣骑爱心值 45%， 叮，圣骑爱心值 50%。 女孩笑笑，其实不听这个声音，女孩也感觉圣骑很依赖她。她小时候有过一次去抱过妈妈的大腿，被她拉开了，现在看小朋友真的很可爱的，为什么会拒绝软绵绵的她？圣骑皱着小脸要去拿水杯漱口，女孩一直刷，直到有点抗拒的圣骑，她才手忙脚乱的给她拿水。不好意思啊，宝宝。等她弄好下去的时候，发现楼下还有2个围着小桌子画画。你们都没去上学吗？圣心这时候反应快的接话，爸爸说可以不用去。圣涵看着表情变幻的妈妈在旁边解释，圣骑弟弟还不想去，爸爸说我们可以在家休息1天。女孩这才点点头。你们吃早餐了吗？两人吃过了。女孩牵着圣骑去吃了早餐。由于这个粘人的小家伙，女孩这一整天都在家陪着他们，要么一起玩玩小朋友的东西，要么看着他们玩，可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了，女孩看的都想要。圣涵鼓起勇气叫了一声妈妈，女孩看着突然叫她涵涵有些惊喜。怎么了？下周幼儿园有亲子活动，你跟爸爸来吗？今天才周二，考虑到家长的时间，幼儿园提前1个星期告知各位小朋友跟家长有活动。女孩都没看信息，女孩在3双期待的眼睛下点头去。听到女孩的回答，2个人笑得眉眼弯弯。圣骑也奶乎乎的看着自己，眼底的欢喜掩饰不住。叮，圣涵爱心值 30%， 圣心爱心值 15%。 太太，这2件可以吗？佣人拿着熨烫好的衣服给女孩看，她点点头。明天下午3点登船，晚上7点的演奏会，女孩要去看。游轮时间是3天，非特殊情况不能提前离船。女孩带了3套衣服，你帮我收起来吧。好的。先生的也要一起装吗？女孩疑惑，他也去吗？先生让我们准备的。女孩哦了一声，你们看着整理吧。一直没出声的圣骑，去哪里？明天我要，可能跟你爸爸一起去工作，过2天回来。圣骑小小声说，我可不可以也去？这话一出，3个崽子都看着他，他立马言辞拒绝，我们要赚钱养你们啊，你们只要乖乖上学就可以了，我们回来可以给你们带礼物。3个还没有幼儿园文凭的娃，好。圣骑，那你要快点回来。女孩点头，好。下午3点开始登船，4点出发。女孩身穿一件玫瑰金粉色的晚礼服，金线刺绣成精致的花纹礼裙的下摆是由倒低的弧线优雅的微蓬起来，露出手那双如斑节修长的美腿，黑色的大波浪遮住了裸露的后背，整个人散发着魅惑玫瑰的香水味。旁边挽着手臂的盛望一套深蓝色天鹅绒西装，领口华丽丝绒的装饰质地上乘，一双墨色宛如黑色宝石般的茧瞳，嘴唇微抿，给人一种高贵冷傲的感觉。2人拿着邀请函顺利登了船。女孩看到问他，你怎么也有空想着来看演奏会？我也想放松一下。女孩抬了抬眉，难得你有这个时间。黄昏时分，余晖渲染着天边流云，夕阳慢慢沉入海平面，波光粼粼，海面上的波纹在夕阳的映照下如同金色的涟漪，缓缓扩散。这艘游轮叫海洋之星，内部装潢豪华，配有一流的健身中心、温泉、游泳池、精品店等娱乐设施，一流的服务，美食美酒美景。听说许多富豪也包下过这艘游轮游玩。距离开船还有10分钟，船上渐渐人声鼎沸，繁华喧嚣，豪华酒宴。置身于精美绝伦的宴会厅。嗨，女孩一身火红的范颖娜，大红的抹胸晚礼服，露肩设计露出优雅的锁骨线条，将她的身材衬托得更加曼妙。开心的走过来跟女孩亲抱了一下。女孩惊喜回应，娜娜，这位是。范颖娜看着女孩旁边的盛望发出疑问。女孩一脸正经的介绍，盛世集团总裁盛望。范颖娜笑眯眯的看着2人。盛望睨了一眼旁边的小女人，伸出手自我介绍了一番。你好，我是女孩老公。范颖娜伸手，2人浅浅交握便分开。你好，我是女孩朋友。盛望借口去转转，给2人留了交谈的空间。盛望嘱咐，我就在附近，有事叫我。女孩小声嘟囔，知道了。等他一走，2人立马亲密的贴身交流。范颖娜搂住女孩腰肢，体验了一把盛望的快乐。真不知羡慕你们2个哪一个，2个人都优秀的让我羡慕。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小三连连上。女孩还没来得及谦虚，范颖娜突然脸色一变，冷着脸吐出这么一句。她朝着门口的位置轻抬了一下下巴。女孩随着视线看过去，是她无处不在的女主温以凡，纯白色长裙，长长的裙摆拖在地上，低领口酥胸半露，优雅从容的迈着步伐，
甜美的笑容，与人相互频繁的举杯畅饮。女孩看了一眼她旁边的冤大头凌霄，打扮都跟她相互呼应，同款白色礼服。这女人看着是傍上邻家公子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眼观四方的温以凡突然看着女孩的方向，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抬头挺胸，装模作样的朝着女孩举了举杯，表情极其讽刺。范莹娜哪受得了，就想上前骂他个狗血淋头，被女孩拉住了。女孩身后传来温柔性感的嗓音，两人将视线转到声音处，两人微微愣住。陆景玉跟盛望的打扮好像一样，衣服、发型、身高，还有身上的气质也是一样的，除了肤色跟脸不一样，其他好像都是相同的。女孩喃喃，陆景玉。两人唯一不同的是面对同样的女孩，陆景玉都会扬起大大的笑脸，盛望也会笑，但是都是女孩不经意看到的浅浅微笑。陆景玉嘴角挂着笑意走过来，走向他心里的那个大小姐面前，看着眼前犹如公主般娇贵的女孩，眼睛明亮深邃，很美。女孩不自在的垂着眸，谢谢。她的眼睛很亮，是那种常年高冷漠视的眼睛，看见你就像眼底的星星在黑夜中被点燃的那种亮。她礼貌的跟范莹娜点点头，不好意思，我能跟女孩单独说两句吗？范莹娜一脸不可思议，眼睛跟嘴巴都很有想法的看着两人动了动，最后抿了抿嘴角，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女孩一时也不好细说，给你的。当她拿出一个转运珠磨成了一条精致手链的时候，女孩一瞬间顿住，上一个已经不灵了，戴上这个新的你就不会倒霉了。她一边说一边递给眼前的人。女孩低头看着陆景玉手心的转运珠，心里异样的感觉又出现了。隔了好一会，她才慢慢的拿起她手里的手链。女孩小声的说了句谢谢。陆景玉看着她笑而不语。年少的她有一段时间身体差娇贵的很。陆景玉看到一个多星期没来的女孩，有些担心。去看她，从学校路过她家的时候，天桥底下看到了一个算命的，一句算卦算卦，指引未来，测算命运，精准无差。算命的看她是学生，忽悠她测以后人生道路。陆景玉虽不信，但是还是停了下来问了一句，随后淡漠的点点头，付了一笔小钱，原路返回了。第一次没去，等女孩回来学校上课的时候，陆景玉给女孩戴了一个符，女孩觉得戴在身上不好看，而且不好拿，他又给她求了一个转运珠。陆景玉开过光以后，还买了翡翠绿打磨了一串手链串在一起，这样女孩戴着就不会嫌弃难看了。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点灵验，女孩过得很顺风顺水。陆冰峰还说过，陆景玉对他这个弟弟都没这么好。女孩张了张嘴，只憋出一句谢谢。演奏会快开始了，先坐吧。身后传来冰冷的声线，陆先生要带我太太去哪？男人周身气场强大摄人，散发着深厉淡漠的气息，犀利冷漠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眼底的探究显而易见。盛望用力地抓住女孩的手腕，力气之大，女孩戴着的手链的印记都陷进皮肤里，他不由得皱着小脸，那个珠子割着他了啊！陆景玉脸色骤然一沉，想伸手去拉女孩，被盛望侧身挡住了，手指松了力。女孩冷着脸甩开了他的手，看都没看他一眼，自己找了个位置走到范莹娜那边坐下了。两个男人眼底尽是寒冰，盛望盯着他，神色阴厉而戒备，目光冰冷如薄刃。离我太太远点。陆景玉幽深的侠眸紧盯着他，皱着眉宇，眸色幽暗。两人互不相让。范莹娜看着脸色不太好的女孩，有点担心。没事吧，念念？女孩因有些生气，呼吸有些急促。女孩平复了一下心情，低头看了下手腕，有痕迹压下心头的怒气，另一只手交叠在一起。听完演奏会再跟他算账。灯光聚集，台上的演奏会正式开始，亮丽的琴声徐徐响起，一串串清脆悦耳的音符如潮水般肆意开去，全场鸦雀无声，里面的每个人都沉浸在这悠扬的旋律里。女孩也一样陶醉其中，后面坐着的两人视线都跟随着女孩那边。女孩上的洗手间的功夫被温以凡叫住了，女孩第一次觉得听别人叫她名字听得烦腻，红唇冷起，滚开，本小姐现在没心情理你。走的时候还带着怨气，两人撞了一下肩膀。盛望就在门口等着，你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说。女孩不想搭理，盛望还想扣住她手腕，瞄到一抹红，上前搂住的女孩软腰，收着力气快步往甲板上走去。夜晚的海风袭来，女孩耳后的头发随风飞扬，她双手交叉着手臂，冷着小脸望向眼前一片无际的黑。盛望看着女孩的手腕上的手链，拿下来。女孩转身要走，盛望把她抵在围栏上，她额角青筋微跳。女孩感觉到他很生气，但是还是很嘴硬的回答，我的东西关你什么事，少管我。看着女孩顽固的样子，他抵在围栏上的手蓦然收紧，手指慢慢泛白。叮，男主爱心纸打开。盛望眼稍微红，眼中压抑不住的怒气。女孩睫毛微微颤动，她也生气。海风的拍打声似乎都在叫嚣着死寂般的冷漠。盛望想动粗的把女孩的手链取下来，整个人带着怒火的想要狠狠亲吻那张嘴。这个时候脑中闪过女孩带泪的脸，
他低头闭了闭眼，用尽了力气压制着怒火，随后转身离开。他怕再待一秒会对女孩做出什么事情来。女孩心跳加快，松了一口气，胸口上下起伏着。刚刚的盛望好可怕，下一秒就要打他了一样。他跟服务员要了一杯酒缓一缓，一杯酒下肚，整个人都平静了一番。孟小姐，好喝吗？温以凡一脸笑意地看着女孩。女孩默然，怎么下毒了？他扑哧一笑，怕吗？脸上的笑有着不属于他的张扬。女孩看着很讨厌，依旧没理他。温以凡看着女孩一直把自己当成高傲的天鹅，总是用那种低贱不屑地看她的眼神，心里无尽的恨意。视线看向海面波涛汹涌的海浪，底下无尽的深渊。温以凡双手握了握，慢慢靠近。女孩冷言冷语睨了他一眼，想推我，摇晃着手里的还在冒泡的酒液。我怕你承受不起后果。手慢慢扬起，倒在了温以凡胸口，液体顺着乳沟进入。温以凡忍着，冰凉的酒凉意沁人。女孩冷眼看着他，抬了抬下巴，好喝。他大步离去，身体传来阵阵热意。那个酒不对，该死。他快步的拿着房卡回到订好的房间，没看自己手里的号码。盛望接的卡。女孩当时看了一眼面上的那张999，她手里的这张刷不了。路过的服务员看到有些急躁的女孩，上前询问：你好女士，需要帮忙吗？女孩轻轻喘着气，这个打不开。服务员接过看了一下，女士房间是666号，这边是999，您可能拿反了。女孩一心没想这么多，只想回房间。她拿过房间到了声线，就着急走了。刷卡成功进入666号房间。另一边的盛望因为女孩的反应被激怒，此时也是一口一口的闷酒。不久他便随手拉了一个服务员，问他有没有看到站在甲板上的一位女士。服务员表示不知道。盛望看了一圈没看到人，以为回房间了，迈着沉重的步子去了房间，果然看到穿着礼服站在窗口看景的人。他脱了外套，步履蹒跚的朝着女孩走去，意识迷糊的从身后抱住了她，语气轻柔眷恋：不要她，我给你买好不好？温以凡听着男人动人的情话，上手情不自禁的抚摸着她有力的胳膊，喜欢她的怀抱，迷人的香气。他低着音量小声的说：好。盛望摸着她的手腕，没有摸到东西，他高兴，还以为女孩已经取下来了，拿起女孩的手就要亲，就在嘴边的时候停了。刚刚的红印呢？盛望知道女孩的皮肤娇脆的很，一点痕迹可以留好久，不可能一下子就没了。是女孩的香水味，现在靠近隐隐约约夹杂着别的味道。女孩没有喷这个香水，她一把推开怀里的人，夜幕中昏暗的让人视线混淆，只有月光洒入的点点光亮。盛望看出了不对劲，不是她，眼神里的森寒阴冷，肃杀嗜血，眸底毫不掩饰的厌恶。女孩在哪？温以凡不管不顾的上前抱住她，盛望大手掐住了她的脖子，眼神愈发阴阴狠厉，杀意露骨，说：我太太在哪？他眼角闪过一滴泪滴，盛望哥哥，我们才是夫妻啊，我们生个女儿好不好？手上的力气收紧，温以凡的脸色渐渐变白，感觉真的要窒息。他口型无声的说着2个字：女孩。女孩进了房间，直奔浴室，水流开到最大，脱了晚礼服，整个人泡在冰凉的水里，缓冲身上的燥热。凉水确实能让女孩感觉到舒适，但治标不治本，在水里的她也耐不住挣扎。她缓缓起身，跌跌撞撞的寻找着手机。滴，开门的声音。女孩看向门口，模糊的视线让她看到了盛望。她整个人倒在床上，娇气喘喘，嘴巴在说着盛望。陆景玉一开门就看到穿着一副白花花的身体，以为又是主动送上门的，脸色铁青别过身。谁让你进来的？赶紧穿好衣服出去。女孩难受的抓着被角，哭喊着难受。这个声音，陆景玉转身看到躺在床上的正是女孩，脸颊通红，难受的扭动着身体。他跑过去看着只穿着内衣的她，白嫩的身体有些发红了。他扯过被子盖住她，摇晃着女孩，念念，你醒醒。女孩看着眼前的盛望，整个人扬起身子抱住他。盛望，我好难受。陆景玉身体僵住，拉开了他。女孩，我不是盛望。他体温很高，很不对劲。他立马拿出手机给前台打了电话，需要医生。看着难受不已的女孩，陆景玉闪过一丝心疼，喉咙动了动，强迫自己不去看她。女孩抓着他的手扯了扯，还是没拒绝他的呼唤。在他回头的时候，女孩贴了上来，柔软的红唇印上冰凉的薄唇。陆景玉大脑充血，一时待机，宽阔的大掌攥紧了女人身下的床单。片刻之后，推开了女孩，快步离开房间，站在门口，胸膛急促的上下呼吸着。999号房间。盛望在他就快翻白眼的时候松开了手，淡漠的眼神看着他，想要孩子满足你，想要几个都可以。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语气冷淡讲着外语。温以凡眼里才闪过一丝害怕，他紧紧的抓着盛望裤腿。盛望哥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女孩不是，我才是你的妻子，我们会有一个女儿，我们才是一家人，你相信我。男人不为所动，很快门外传来声响，他冷漠的一脚踢开，离开了房间。
随后进去了4、5个外籍人员。盛旺粗鲁地威胁着一位服务生，快速查看了监控，看到了在门外等待的陆景玉，心重重地跳了一下，转身往那个方向跑去。门口等待着医生到来的陆景玉看到医生到了，盛旺也一同赶来了。盛旺抬眸看着他，面容冷淡，不知是对来的医生说，还是陆景玉说，里面是我太太，我可以帮她，不需要医生了。说完便进了房间。陆景玉没有动，紧盯着门口看了一眼。医生问他还需要帮忙吗？他眼神暗淡的摇了摇头，跟着他们离开了这里。盛旺看到裹着床单的女孩，只穿着内衣裤，浑身发烫，头发还是湿的。他心疼的抱住她，亲吻着女孩的耳畔，自责不已，对不起。女孩的唇瓣着急寻找着他，盛旺克制着为数不多的忍耐力，在这一刻瓦解。激烈的热吻把两人的身体都点燃，大手掐住了他的肩骨，汗滴落在他的锁骨上。外面海风来势汹汹，里面两人共赴沉沦。叮，男主爱心值 30%。 另一个房间里的温以凡喊得撕心裂肺，外面来往的人员听到，只觉得里面的人会玩，够疯狂。面对几人的疯狂攫取，温以凡嗓子的喊哑了，苦苦哀求他们，但是语言不通。女人的喊叫只会激发男人更强的性欲。第一，电子机械音响起。001，宿主再次未改写剧本，生命值降至 42%， 警告，如生命值降至0，宿主即刻抹杀。看到这些人疯狂的动作，温以凡没想到他拼命修改的剧本还是没有成功，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剧情发展了。给女孩写的结局发生在了自己身上。第一，你好宿主，你已死亡，我是001。一道刺激的闪光在温以凡脑中一晃而过，他痛苦地抱住了头。电子声音持续响起，绑定即可复活，拒绝立即死亡状态，请宿主确定是否绑定。温以凡没有犹豫，选择了绑定。001本书剧情已经在你脑中，你需要改变本书的结局，帮我收集到女主的怨气值，你可以在里面选择你喜欢的生活，也可以代替女主。温以凡脑中看完了这本书的结局，女主女孩过得真的很幸福，豪门世家的娇气大小姐，嫁给门当户对的盛世总裁，尽管她娇蛮无理，但是身边好多爱她的人。男主婚后爱上她，对她也是万般宠爱，婚后生下3胞胎儿子，全家上下都牵着她，谁不羡慕这样的生活呢？他执笔给女主写下另一个结局。001为了避免在本书中给人带来特大影响，只能给他安排了一个底层身份，从中慢慢介入他们的生活。001作为系统中的一员，他要升级只能靠收集女主的怨气值，而温以凡是最符合他的人选。在现实世界的他一样不甘平庸，哀怨父母，陷害同学，踩人上位，害人害己，终会反噬。他一死，系统立马找到他跟他绑定，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只怕是有另一方系统在帮助女主。他们升级是靠收集爱心值，两人是个对立面，一正一反。小易看到书正是被001修改过的。一般来说，一本书中只有一个系统，小易会按照原书的剧情收集女主的爱心值即可。女孩虽娇蛮无理，但她本性不坏，人都是不完美的，她只是有大小姐的脾气在，她的生活一样很美好，周围的人也愿意迁就她爱护她。如果没有001的介入，她会收集得很顺利。001进入的书中会改写剧本，安排宿主代替女主收集原女主的怨气，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现在两统在本书中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交集，导致发生了变故。001这边，温以凡正在经历他们自己改写的剧本。小易这边，女孩要收集男主的爱心值变成了黑色，另一边看着昏睡的女孩和发现男主的爱心值出现是黑色的小易，正着急的跳脚，像个苍蝇一样转来转去。怎么会这样？黑色怎么是黑色呢？小易可怜兮兮的看了一眼在男主怀里昏睡的女孩，主人，你等我，我会马上回来的。他只能抱着百科全书去找主系统了。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肆意的洒落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女孩疲惫的身体躺在盛旺的胸膛上，男人健硕有力的手臂环抱怀里的女人。随着轮船响亮的鸣笛声响起，女孩放在盛旺腹肌上的手动了动，缓缓睁开朦胧睡意的眼睛，眼神慢慢聚焦。她蹙着眉看了看房间四周，又看了看抱着她的盛旺，她拍了拍她的腹肌，声音低哑软糯，盛旺。男人的大手抓住女孩乱动的小手，声音沙哑，怎么了？女孩软绵绵，我想喝水。旁边的男人慢慢坐起来，嘴唇微微张起，等着，我去给你倒。女孩窝在他睡得有些温热的床铺，待男人拿水过来的时候，女孩才缓缓起来，娇嫩的容颜还带着丝丝红晕，凌乱的碎发落在脸颊处。盛旺手指穿过女孩的秀发拨到耳后，男人胸前后背都有暧昧的抓痕，就这样坦然地站在女孩面前。女孩就着盛旺的手大口大口地喝着水，盛旺的手托着女孩的下巴，水渍流落在手心，他食指轻抚着女孩嘴角，看着喝完一大半的水，还要不要？女孩摇摇头，指使着他把我衣服拿来。盛旺打了电话叫了服务，把他们的东西都拿过来了。
两人早已经坦然相见。女孩在圣望面前毫不避讳地换着衣服，虽然女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圣望能感觉到女孩在生气。女孩木着小脸换好衣服就要出门，圣望拉住了她，我陪你去。女孩抬了抬眉，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圣望没说话，拉着她去了999房间门口。女孩不懂，她在这。他敲了门，在里面打开门的那一刻，圣望一把把女孩拉进怀里，大手捂着她的眼睛。一个光着膀子的大胡子站在门口，嗨，有事吗兄弟？里面还有几个睡着的。女孩拿开圣望的手，张眼望去，只一眼就移开了。一地狼藉，大床上横七八竖的身体。就在关门的时候，女孩看到了地上的玫瑰金粉色礼服，她垂眸喃喃细语，是我的衣服。圣望低声轻语，脏了，我给你重新定做。很多件，是你干的。他指里面的景象。男人对上他的眼睛，语气淡淡，他自找的。女孩的反应很淡，不作声。里面如果不是温以凡，那就是他了。沉默了一会，他走回了房间，在阳光散落的床榻上继续沉眠。沐浴在阳光下的少女，长发如同瀑布般流淌，面容透着光，安静的犹如睡美人。圣望让人带着凌霄去了999房间，凌霄整个人呆住，嘴唇颤抖着，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走廊上，凌霄红着脖子，双手抓紧圣望的衣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招你惹你了？圣望冷着脸，把没发出的余火握成拳头，给了他重重的一拳。男人松了松手腕，冰冷的目光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不仅仅是对他的警告，也是对你。林家作孽，有你这个缺心眼的玩意，眼睛不要就捐出去。他大手揪着凌霄的衣襟，居高临下的逆着他，再带着他出来害人，下一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整个人重重的被甩在一边。圣望淡定的整理了一下衣服，转身离去。凌霄看着手机上放着温以凡在酒杯下让服务生递给女孩的视频，急促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还好女孩没事。傍晚，精致的美食和浓郁的酒水加上轻柔的音乐，暖光映射在两人的脸上。每桌都有单独的服务人员精心摆盘，像是每个人的烛光晚餐。女孩跟圣望两人安安静静的吃着西餐，沉默不语，只有刀叉和盘子碰撞的声音。男人的手指白皙修长，动作不缓不慢的切着牛排。一会还有个拍卖会，我们去拍点。女孩慵懒的抬了下眼帘，漫不经心的嗯了一句。温以凡已经被提前请下船了。女孩有话想问小易，但是怎么叫他都没反应，真不靠谱。灯光熠熠的拍卖会现场，人们低声交谈，专业拍卖师正高声激昂的讲解拍品。女孩兴致不高，反倒是旁边的圣望一举高下，出尽了风头。只要有关翡翠绿的东西，不管项链还是手链或者戒指，通通拍下。女孩看着他疯狂出高价买下来的东西，有好看的，也有女孩不喜欢的，只当他是自有用处。看着他不停举牌子，女孩忍不住，你是要把这些拍下来，全家每人一套吗？圣王不以为然，都给你，好看的你都留着。女孩抿了抿嘴唇，语气淡淡，拍的没一个我喜欢的。看着男人还要举牌，女孩拉住了他，我就喜欢哪一个，指着已经被圣望拍下的一对耳环。圣望收回了手，好。拍卖会现场气氛热烈，圣望更是出尽风头。随着拍卖师手里的竞价锤敲下，一场挂名慈善竞拍的拍卖会40分钟结束，人群渐散。圣望叫住了陆景玉，等等陆总，这些都是送给你的，让人送上的翡翠绿拍品，除了那对耳环不在，全部都在这了。陆景玉闻言，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眼睛不经意扫过女孩的手腕，空的，没有任何装饰。圣望牵过女孩的手，陆景玉才淡淡的收回视线。我以为盛总很喜欢，才买了这么多，没想到是送给我的。我喜欢买给我太太，她喜欢的东西我会买。谢谢陆总的好意，这些是回礼。女孩指甲紧扣着圣望的手，避免他再说些尴尬的话，打断了他。谢谢你，我觉得我很好，应该不会再倒霉了。女孩也觉得圣望说的没错，应该给他回个礼。他拿过精品礼盒装着的翡翠递给他，笑容漫漫，回礼。陆景玉看着眼神清澈的女孩，知道昨天是把她认成圣望了，心情很酸涩，也很坦然。他接过，女孩不由得控诉着圣望，你下次不要老是牵我的手，还总是那么大力。圣望看着手上的指甲抓痕，到底是谁用力？明天早上轮船就要往回开回去了。女孩感觉这3天过得很慢，外面好险恶，她觉得她有点想她的崽了。船边慢慢靠近，女孩迫不及待地走在前面，圣望在后面拿着她的小配饰，帽子、墨镜、小包都在圣望身上挂着。下了船之后，女孩单手遮着太阳光，眯着眼向后面的圣望招手，等他走近，把东西都从他身上拿下来给自己戴上。女孩黑色小背心配着小短裙，背着小小斜挎包，跟海边度假刚回来一样，大美女一样。太阳帽跟墨镜把她的小脸遮住，只露出精致完美的下巴。整理好之后，仰头看着圣望，透过墨镜，圣望也知道女孩想说什么。他伸出右手抚摸了一下女孩的脸，大拇指粗糙地划过她的嫩唇，随后低头一吻。叮，男主爱心值 35%。
熟悉的声音响起，女孩呆呆的。她记得爱心纸打开了，怎么一下子这么高？盛望吻了一下便离开了，看着萌萌的小妻子，他嘴角微微翘起，大手牵着她的小手。车在这边。盛望看到她乖乖的样子，心里软乎乎的。车上的女孩像个做神一样，板板正正的坐在车后座，双手在胸前交叉。盛望转头看了一眼她，眼睛带着疑惑，但是没敢打扰她。他这小妻子一会一个样，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女孩突然出声，转头像是质问他的态度：盛望，你是不是喜欢我？盛望抬了抬眉骨望着他，眼里带着一丝迷茫，像是陷入了思考。盛望，我……女孩冷声打断：算了，我不想听。盛望还能小声的听到女孩娇气的抱怨：犹豫那么久，渣男。盛望。车内再次安静了下来。盛望沉默了一会，开口：我不知道，你给我点时间，我想好告诉你好吗？语气轻柔，眼神清澈的看着你。女孩小幅度的把头转到窗边，没有任何反应。但是盛望看到女孩露出的红红耳尖，女孩有点不自在，轻咬了一下嘴唇，有点懊悔自己干嘛突然问这个，张嘴就问出来了。她有点尴尬。许久，耳边传来低沉的声音：你呢？那你喜不喜欢我？女孩能闻到他靠近的淡淡香味，小嘴微张。盛望学着女孩的语气打断了：算了，我现在不想听，你先想想，想好再跟我说。盛望怕说出来的不是他想听的，还是等他想好了再找个时间跟女孩谈谈。女孩抿了抿嘴，戴着墨镜的眼睛不雅的翻了个白眼，彻底没理他了。快到怡园的时候，女孩突然大幅度的直起了身子，哎呀了一声：我忘了，我跟他们说了，我们回来要买礼物的。女孩叫着前面保镖：小黑，你倒回去，我们去商场买点东西。毫无话语权的盛望愣了一下，点点头。两人推着购物车逛着，这还是盛望第一次逛超市。女孩在旁边在前面挑挑选选，他在后面推着车，这个感觉很奇妙。这家超市在繁华的商业中心位置，人潮涌动，盛望在这显得有点不合群。你见过谁逛超市穿的西装革履的吗？女孩也把墨镜拿了下来，走到他身边，小声的跟他说：把外套脱了。盛望歪头带着疑惑看向他，女孩可不想一直被人盯着看，娇声斥喝：快点。盛望只好默默的脱了外套，一手拿着衣服，一手推着购物车。男人身穿白衬衣，黑色西装裤，领口微微敞开，袖口微微挽起，外衣勾勒出他完美的身形，肩宽窄腰，紧致翘臀。女孩感觉看过来的视线还越来越多了，算了，就这样吧，买完赶紧回去。他们周围的人群好像比别的地方人要多，还有小女孩窃窃私语，假装不经意的路过看盛望。盛望走到女孩身边，跟她贴得很近，女孩也宣誓主权一样接过他的衣服，主动牵着他。男人眼底浅浅的笑意很难不让人忽视。女孩指着上面放着的几个玩具，这个，还有那个都拿下来。盛望轻轻松松举手便拿下来了。还要什么？女孩拿了一点小零食，就拉着他去结账了。买完可算回去了。他看着眼前身材极好的男人，不满地说：不要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要多换换其他衣服啊，天天这个穿不腻，我都看腻了。盛望皱眉，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穿着，自己好像只有这些，想着小妻子的话，他或许应该换一换口味。腻了，他说腻了，换，明天就叫王默换。怡园，三小只一放学作业都没做，都蹲在门口抻着脖子看。20几分钟的路程，回到了怡园别墅的大门前，听到车子开动的声音，三人连忙站起来，哒哒哒往外面跑去。女孩两只小手趴在窗户上，看到了跑过来的仔，她不自觉地撅了一下小嘴，眼神也可可怜怜的。母子四人相望着，盛琦还朝着没停的车举起了小手。车子停稳以后，女孩就下来了。盛琦跑得快，女孩一蹲下就抱住了一只，奶味浓郁，女孩狠狠吸一口。叮，盛琦爱心值 55%。别看他人小盛琦抱得可紧了，小手粘在女孩身上可黏糊了。女孩拍了拍他，然后又抱了抱后面像排着队的盛寒。不同于盛琦的黏糊，盛寒带着微红小脸轻轻抱着妈妈。女孩也吸了他一口，哥哥好像高了一点点是不是？脸红红的盛寒听到妈妈叫他哥哥更害羞了，一时不知点头还是摇头。他小小声的叫了一句妈妈。叮，盛寒爱心值 35%。女孩摸摸他的头，看到最后的盛心，两只小手放在前面，左手扣右手，右手扣左手，眼睛不灵不灵的看着你，想抱又没有主动上前，就用闪亮的大眼睛看着你。女孩，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女孩主动伸出了手，盛心就跑过来了，小脸搭在女孩的肩膀上窃笑。女孩捏了一下他的小屁股，胖了星星。他不在意，奶声奶气的说礼物。女孩一把推开他，原来不是想我，是想要礼物。盛琦立马接话，想妈妈，很想。盛寒也过来围着女孩说想。盛心看着盛望手里拎着的东西，还是用撒娇卖萌的技能对女孩说想你。看着近在眼的盛望，他还诚实的小小声说了一句，也有一点点想玩具，
还用小手指头比了一点点出来。叮，盛心爱心值20%，盛旺。女孩，周末的惬意时光，悠闲的岁月静好，母子四人闲暇的在看剧。女孩拿着遥控器，已经调了好几个频道，都没找到想看的，期间还跳过了好几部动画。盛心坐在沙发上，看着不停换台的大屏幕，他诺诺的跟女孩说：“看熊出没。”女孩跟他的同款姿势，不要。屏幕一闪而过，闪闪的3个大字：致青春。预告片，这熟悉感，这不是凌霄那部剧吗？女孩放下遥控器，这是个预告片，还以为是电视剧，是电影的。屏幕播放着片段，传来声音：8月29号正式上线，敬请期待。盛心肉肉的小手指着屏幕，是瑶瑶妈妈。女孩看了他一眼，那个。他走下沙发，跑到电视机前等着。等画面闪过的时候，指着一个长发美女，这个。女孩看了一下旁边介绍，展青影，是小影，是女二，黑长直齐刘海，清秀的容颜配上白色连衣裙，回头的浅浅笑容，确实是有一种我见犹怜的气质。女主娇小可爱，但是却是大大咧咧的女孩子人设。女孩看了一下领衔主演，都是新出演员。8月29已经上线了，女孩想点进去看，是会员都还要299购买。她买了，哗哗哗，是那种衣架子车轮滚动的声音，吸引了母子四人的视线。只看见几个穿着西装戴着白手套的柜姐柜哥往里面拉了好几个长长的衣架，挂着的都是男款的衣服，运动少年穿红着绿，雍容华贵，嬉皮摇滚，这是什么奇装异服？女孩暂停了播放，等他们一一排放整齐。温管家，夫人，这是先生让王特助送来的衣服，让您帮先生挑选。女孩反手指着自己，我。温管家点头，是的，夫人。女孩毫无任何思考的转过了头，拿起遥控器点了开始，悠然自得的继续看着电影，鸟都不鸟他们。面面相觑的一众佣人。不，微信提示音，屏幕显示微信有一个通知，还有一条短信，中国银行账户余额收到转账1000万。他点开微信，盛旺发来的信息，帮我挑几套衣服。女孩挑挑眉，回了2个字，好吧。对面拿着手机的盛旺都能想象女孩傲娇的小表情了，他轻笑的摇了摇头。温管家看不为所动的夫人，只能继续说了，夫人，先生还给你准备了衣服在后面。女孩往外看去，哪里？温管家微微低头，要先帮先生找衣服。女孩撅嘴嘀嘀咕咕的走过去，他自己的衣服怎么要我选？先生说要换一种风格，选夫人喜欢的搭配就好。这话一出，女孩沉默了一会，不过是昨天说了他，则这男人怎么这么较真？盛心这小子看到这些衣服，这件摸摸那件摸摸，小手划过一排排衣服，整个人穿梭在衣服里面。女孩，来，一人挑一套衣服给爸爸穿。几人闻声来到女孩旁边，盛寒抬头看着妈妈，给爸爸吗？对啊。女孩拿着衣服在自己身上比划比划，她看着喜欢的好看的都放在一边了，有几套运动装她也喜欢，问了问旁边站着的柜姐有没有小码，柜姐说可以定制。女孩，这2套给我做个小码的。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再订3套小孩子同款。3人抓着衣服看向女孩，笑得可软了。女孩挑了几套，都还问他们喜不喜欢。3人有时看都没来得及看，张口就是喜欢。女孩也乐得其所，几人跟逛街一样，玩得还很开心。2个哥哥挑的还算正常，弟弟什么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女孩不敢想盛旺穿上的样子，通通让管家就按着搭配好的样子收起来。挑的差不多了，后面推进来的是女孩的衣服。女孩围着转了一圈，拿出了1-2件，指着剩下的所有，这些都帮我放在衣帽间去。好的，太太。佣人刚把衣服推走，柜姐又拉了一排衣服进来，是2件高定晚礼服。柜姐介绍，盛太太，这2款高定服饰有着精致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非常彰显您的气质。盛总让人订了10套，这2套是刚出的全球首款，其余的还在定做。女孩看着闪闪发光的礼服，没说什么，但是眼睛却是亮亮的。哇！盛心毫不夸张的张大了嘴巴，跟女孩同款亮晶晶的眼神看着礼服，看着女孩说，公主好漂亮。女孩听到他的话，傲娇的抬了抬下巴，眼里的小表情，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盛心蒙着小脸看着女孩，你可不可以穿这个衣服去幼儿园呀？女孩低头看着他，为什么？你穿这个好漂亮，穿上这个就是幼儿园最漂亮的妈妈，所有人都羡慕我们，嘻嘻。盛心小手放在嘴边傻笑着，女孩，哪有人穿这个去幼儿园的？盛琪，妈妈是幼儿园里最好看的妈妈，穿上这个衣服所有人都爱上你了。盛寒，妈妈穿这个衣服接我们的话，会有很多小朋友羡慕我们。小朋友们一人一句童言童语，把女孩说得晕头转向的。旁边的柜哥柜姐佣人都轻声捂嘴笑着，女孩还有点理智的拒绝了，等你们毕业的时候我再穿，我们一起穿。2位哥哥点点头，乖乖的说好。盛心指着礼服奶声奶气的问，我们也穿这个吗？女孩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傻儿子。盛寒双手扭过盛心的脸，让他从礼服身上离开。
指着爸爸的衣服跟他说：“弟弟，我们穿男生的衣服，裙子是女孩子穿的。”盛心肉乎乎的小脸被盛寒双手挤在一起，嘴巴不自觉地撅起来，油亮亮的。女孩小儿子看起来真的傻乎乎的，诚心肉肉的小嘴。知道了哥哥。盛琪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地看着他这个弟弟，表示不理解。他想穿裙子。盛心犹豫了一下，居然没有出声拒绝。女孩瞪大了眼睛，心下了解，下次给他安排上。女孩摸了摸他的小头，你们去换衣服吧，一会我们要出去买东西。话痨小星星去买什么呀？他可真是每天有一个气人的小本事。女孩叉腰，学校老师说的家庭作业忘了吗？盛心虎头虎脑的还要说话，被盛寒拉走了。盛琪甜甜的跟女孩说：“妈妈，我去换衣服。”女孩点点头，又朝着佣人他们摆摆手。衣服都被拉走了，客厅一下宽敞了不少。他关了电视，回来再看。曹叔开着保姆车，3个娃娃坐在后座儿童椅上，女孩在中间玩着手机，给盛旺发消息。女孩发了一个截图给他，是幼儿园老师发的信息，周一的亲子活动，里面有一个烹饪活动，要和家人一起做一顿饭，不仅能够增进亲子关系，还能够让孩子学会独立和自理能力。老师们怕有些家长不擅长，都有特意标注，提前练习一下。女孩，今晚吃烤肉，我们去买食材，晚上自己烤。家庭活动请你注意。女孩放下手机跟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吃烤肉吃，现在去买食材，晚上自己烤哦。”3人齐声回答：“好。”女孩感觉她做妈妈的角色越来越熟练了。她想问问小易，这2天都没反应，待机时间也太长了吧？嘴里不自觉说出破小易。手机屏幕亮起，嗨，有什么可以帮您吗？女孩木讷讷地说了一句：“小易去哪了？”她的小苹果，我在这呢。女孩叹了口气，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无奈感。等曹叔把车停好，她轻声细语地跟几个小娃娃说：“等下不要乱跑，小朋友走丢会被人贩子抓走的，知道吗？”几人依旧软绵绵的回答：“好。”女孩把他们一一抱下来，特意拍了下盛心的小屁股，尤其是你。他扭扭屁股，奶声奶气的小小哼了一声：“打我。”他仰头看着女孩，可可爱爱的控诉：“为什么打我？老是打我屁股。”女孩不理他，命令他们几个跟好了。2个哥哥一左一右的牵着女孩，还有一个不够手了，盛寒牵着弟弟。女孩推了一辆购物车，一只手推车，另一只手牵着3个连连串的崽，不安静的盛心。这个想看，那个想要，盛寒说都说不听。听着哥哥训斥弟弟，女孩瞥了一眼没管，还在挑食材，她认识的也不多，犹犹豫豫，思索半天。女孩解放双手在挑菜，盛气乖乖的抓着女孩的裤腿。盛心不安分的小手被盛寒打了一下，他一下委屈了，收回了被哥哥拍打的手，两手握在一起，受伤的眼神看着他。盛寒还大声训斥：“星星你一点都不乖。”盛心嘴巴一撇，蹭蹭蹭跑到女孩身边，抱着女孩的大腿寻求庇护，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哥哥，露出委屈的表情。女孩都看到了，她没放在心上，随意的摸了摸他的头：“没事，乖一点，哥哥就不打你了。”他一把抱起虎头虎脑的小盛心，放在了购物车里。坐车里玩，我和哥哥推你。女孩还把盛琪也放进去了，2个小娃娃刚好。女孩背对着车里的2人，快速亲了盛寒一口：“谢谢我大儿子，哥哥太棒了。”说完，把他拉到购物车前面，假意让他跟他一起推车。跟妈妈一起，弟弟做完了再让你做哈。盛寒脸红的晕头转向的，女孩说什么就做什么。叮，盛寒爱心值 45%。盛寒看着对他哼哼唧唧的盛心道歉：“对不起弟弟。”盛心也舍不得对哥哥生气，坐在车里指着放零食的货架说：“我想吃，给他买他就不生气了。”盛寒看着认真买菜的妈妈，他慢慢的靠近，仰着小脸看着女孩，小声说：“妈妈可以买零食吗？”女孩点头：“好啊。”其实他不说，女孩一会也要去买的，等我们买完食材再去。买了烤串、鸡翅、牛排、牛肉、羊肉、精品瘦肉、茄子、玉米、青椒、素菜等。现在要去生鲜区买点海鲜，还没踏进生鲜区，鱼腥味扑面而来。女孩跟几个小崽子的小脸一皱，推着车连忙后退了几步。盛心毫不影响，还好奇地指着缸里的大虾：“好大哦，还有活泼乱跳的鱼。”女孩见状把他抱了下来，顺势把盛寒抱上了车。“星星，你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可以跟那个叔叔说。”盛心指了指自己：“我吗？”女孩直点头：“你问叔叔，你说我要买烤着吃的鱼，他就会给你的。”他兴奋又惊奇地接下了女孩给的任务，不怕脏不怕臭的精神冲进去，站在鲨鱼老板的面前：“社牛星叔叔，我要鱼！”指着鱼缸里的鱼。鲨鱼大叔看着面前的小奶娃，笑呵呵的：“奶娃娃，你要什么样的鱼啊？”“我妈妈说要烤着吃。”把女孩说的话都结结巴巴记住了。鲨鱼大叔：“哦，烤鱼啊，要大的还是小的呀？”迷糊星呆呆的犹豫了一下，转身跑了。一溜烟跑到女孩跟2个哥哥前面，奶乎乎的说：“他说要大鱼还是小鱼？”女孩想了想：“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吧。”
刚说完，又像个小箭头一样快速跑到鲨鱼大叔面前。社牛星一口奶味的大声说：“叔叔，要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鲨鱼大叔，好嘞。只见大叔拿起铺渔网，鱼缸里看了一眼，精准的捞起一条大鱼，活蹦乱跳。见了周围都是水，靠得近的圣心惊的后退了几步。大叔哈哈哈大笑，抓着鱼在他头上一敲，干净利落的刮着鱼鳞，大的小的杀得干干净净。弯腰递给前面的小奶娃，拿好了。他双手接过，还礼礼貌貌的对大叔鞠了一躬，谢谢叔叔。小手紧紧抓着鱼袋子，往女孩方向跑得气喘吁吁的，邀功一样举到女孩面前，杀好了。女孩双手不着痕迹的摁着他的肩膀间隔开距离，拿着准备好的袋子让他多套了2层，随后还死死摁着他的手，为表示鼓励，在他脸上毫无感情左右两边啵了一口，太棒了，太棒了。然后把他有距离的再次拉上了车，保持距离。女孩觉得他身上肯定也有余味，圣心笑呵呵的坐在车里，开心不已。那我们去买吃的了吗？女孩，买，必须买。丁，圣心爱心值 30%。圣奇若有所思的看着妈妈，没说话。圣旺开完会收到女孩的信息，认真看了一下回复，收到，下班就回去。女孩看了一眼没回。从超市到家里，圣奇一直跟着她，寸步不离。女孩好奇问宝宝，怎么了琪琪？她一副我委屈我不说的模样，看着你。女孩拉拉她的小手，把耳朵附过去询问她。她趴在女孩耳边，不好意思的小声说，亲我。愣住的女孩，啊！圣奇说完，在女孩懵逼的时候，他贴着女孩害害羞羞的先亲了她一口。反应过来的女孩恍然大悟，哦，刚刚亲了2个，还有一个没亲呢。她嘟嘟嘴左，一边又一边额头还亲了一个。得到妈妈香吻的圣奇，一双眼睛大大的亮亮的，嘴角扬起微笑。他有3个亲亲。女孩，好了，跟哥哥弟弟去玩吧，这些等爸爸回来再弄。圣奇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妈妈，好。这2天正在重新输入新剧情的 Siri 系统一度崩溃，他跟主人说的剧情是假的，被001改了，不过好像没改成功。现在他们2个系统都在这本书搅和，他要维护原剧情，对方要修改原剧情。根据主人近期的爱心值显示，事情还是按照原剧情走的，只不过有点跑偏了。爱心值黑色，主系统说黑色是代表了占有欲，占有欲是不是爱，主系统也无从告知。爱也像一枚硬币，有正面反面，占有欲是爱，它反映了人对对方过度强烈的关注和关心，怕对方受伤，怕对方不够深爱自己，对自己喜爱的东西或人有着极度真实珍藏。占有欲不是爱，占有不等于爱，是自私，是掌控。爱是关心在乎，给对方所需。爱是包容，是宠爱，眼里只有他。爱是吃醋，是尊重，是信任，关心在乎对方。Siri 觉得男主比主人要更在乎对方，给对方所需。男主也经常给主人转钱，主人哭了或者有时候打他，男主都是包容宠溺的哄他。跟女主，呸，跟坏女人在一起的时候，眼里也只有主人。吃醋，男主好像就是因为吃醋才打开爱心值的，好像是有一点不信任主人。他挠挠不存在的头，突然机灵一想，既然原剧情是美好的，那就是主人不用死了，他可以不用收集爱心值了呀。他正想兴奋地告诉主系统，主系统冷漠的回复，不行，既然开启了就要收集完成，况且001也还在收集怨气值，到最后不管那个先成功收集，剧情都会强行改变。Siri 像个泄气了的皮球，蔫蔫的。Siri， 那男主的爱心值黑色也算吗？主系统，根据你提供的描述，系统检测这是爱，可能因为你们导致本书混乱，他的爱心值才是黑色。如果到最后你们维护了本书的原剧情，那么他的爱心值会变回红色。Siri， 如果没有维护成功，他先收集怨气值，结局就是我刚开始接收的修改过的剧情吗？主系统，是的。Siri 平复着呼吸，脑中系统一带乱码飞速闪过，他要想想怎么跟主人说。女孩正在看着狗血脑残剧情，致青春，她爱他，她爱着另一个他，另一个他不爱他，爱着另一个他，剧情老套狗血，但是深受网友喜爱。女孩15倍速观看，弹幕刷刷刷过，什么 CP 都磕。女孩也喜欢里面的校霸，据说刚满18岁，既有着青春活力，也有一种野性和不羁，能迷倒学校一众乖乖女，包括电视屏幕前的女孩。男主是学霸阳光型的，也有一半的小迷妹，看起来很正经，面对女主有点直男，女孩不喜欢，看得正聚精会神，手正往小嘴塞着零嘴。一声清脆做作的掐妹声响起，哈喽，漂亮的主人，我回来了。女孩拿着零食的手一抖，整个人打一个激灵，她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你迟早被我打死。Siri 委屈，对不起嘛，见到你太高兴了。女孩，你去哪了？ Siri， 主人，我去找主系统了，发生了一件大事，呜呜，我对不起你 XX。 突如其来的哭丧让女孩一头雾水。女孩放下零食，怎么了？
随后 Siri 就一字不落的跟女孩说清楚了这来龙去脉。Siri， 现在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收集爱心值，另外还要防备着那个坏女人。主人你可不能生气啊！你要是生气，那个001就要收集你的怨气值了。他们还是有机会翻身的主人。Siri 抹眼泪飙戏的着重强调女孩。女孩现在心里有很多匹草泥马狂奔，温以凡他也有系统，想害我取代我，所以才让我做了这些梦，都是假的。圣望的爱心值是黑色，爱的对等是占有欲，不到最后结局都不能一概而论。这一字一句在女孩脑中来回滚动。女孩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Siri 看着主人没说话，她都不敢出声了。该说的都说了，她小小声的留下一句：主人，男主快回来了，我先走了，你有事再叫我。话毕，一辆银灰色豪车缓缓驶入庄园内，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声不断的向前推进。车门打开，一身黑色西装的男人从车内走出，眼神深邃沉静的看向站在一旁迎接的管家。温管家接过盛望的公文包，自信开口：夫人在客厅看电视。盛望垂着的眼眸微微撩起，视线不经意的看向客厅，嘴角轻抿嗯了一声。他的脚步声被吞噬在屏幕外放的声音里。盛望看他沉浸在屏幕上，女人慵懒的丸子头露出白皙的颈脖，他在后面伸手轻轻的抚摸上了女孩细腻柔软的耳朵，温热的呼吸和他的专属味道让女孩渐渐回神。女孩转头看向盛望，淡淡的开口：忙完了。盛望以为还是回来晚了，他有点不开心。盛望，我忙完第一个就下班了，不算晚吧。女孩看了眼时间，5点10分，从公司回来最快也要20分钟，不到5点估计就从公司回来了。不算，还挺早的老板。盛望抬了抬眉骨，嘴角带着浅笑，声音温和：谢谢老板娘。女孩双手交叉在胸前，下巴微微抬了抬，小表情可傲娇了。要我做什么？女孩指了指那堆食材，有点软妹撒娇的样。你弄吧，我不会。盛望看着一堆刚买好的食材，什么都还没处理，他也没干过这活。看着女孩娇软的眼神，不允许她说不。好，我去叫小朋友来帮你。女孩说着贴心的话，转身去找家里的3个小崽子了。女孩去了娱乐室，3个娃，一个在搭积木，一个在画画，一个在戴着怪兽头套满屋乱撞嗷嗷叫。女孩敲门扣，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女孩探头进去，你们爸爸回来了，要跟他一起准备食材。女孩下来的时候，身后跟着排队的3个，最后一个还戴着绿色的小恐龙头套，包着他的包子脸，还摇头晃脑，很可爱，好像散发着使不完的劲。他小踉跄的跑到盛望脚边，仰着头看着他爸爸。爸爸，这个衣服是我挑的。盛望回来换的居家服正是女孩跟他们一起挑的，他穿的那套是盛星选的最正常的一套，宽松 T 恤短裤，起码都是一身黑色，其他女孩都不敢想。黑色的一套休闲装看起来非常舒适，难得他在家穿的这么随性自然，平时回来的晚，洗完澡就裸着睡了。盛望不经意的看向女孩，带有询问之意。女孩抬了抬眉，漫不经心的夸赞：是啊，星星挑的，很好看吧？小孩一脸夸我的表情。盛望系着围裙的手把她推到一边，走到女孩身边，帮我系。女孩帮他打了蝴蝶结。遭到无视的盛星可可爱爱的嘟着嘴，不满的看了一眼他爸爸，声音不大不小：哼。盛望抬眸看了他一眼，分配着任务。盛寒洗茄子，盛琪跟盛星把玉米包干净。小男孩不动手怎么行？几个奶娃娃都很欣然的接受，他们也很重视和爸爸妈妈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干什么他们都愿意。一家人一起做一件事，对他们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我呢？女孩问。盛望看他满眼写着我不想干但是我不说的眼色，男人嘴角不经意的上扬了一下，他嗯了一声，嗓音低沉：跟我一起摘菜。女孩听到后不满的看着他，不情不愿的走到他身边。盛望在他耳边低声轻语：家庭活动哦，我们要一起完成。他鼓着小嘴：要我干什么？盛望把择好的菜递给他，检查一下我择干净了没有，放到盘子里。女孩乖乖的在检查，双眸流转着认真，企图找出问题，好指责盛望，可爱的不像话。王妈在一旁笑眯眯的一副已经看透的表情，等他们弄完一个步骤，她就在旁边指导接下来干什么，不至于让他们太过离谱。你是不是学过？王妈说的，女孩都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她就已经不慌不忙的处理的井井有条了。盛望娃儿天赋。女孩，小孩子弄好一点就迫不及待的拿着洗好包好的食物给爸爸妈妈看，跟他们说搞好了。得到夸奖的3人更积极卖力的表现，准备好食材，他们在小院外草坪里搭建着烧烤架。男人蹲在地上，背脊微弯，肩膀宽阔，看着女孩手里拿着的说明书，手部肌肉如同雕刻般清晰可见，好像蕴含着很大力量，精准无误的把每一个零件搭配在一起。等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他们才开始了今晚的第一次烧烤。盛望围着烧烤架走动，没有掌控好火势，一时烟雾缭绕，很快往女孩那边吹去。他正在调试着露天巨屏的角度，让佣人把投影幕布拿出来搭建。他要一边吃一边看，
可美了。浓浓的大烟，如同浓墨重彩的画卷弥漫在夜空中，在场的人都呛到了，纷纷走到通风的一边。盛兴还有模有样的卷着舌头，嗨嗨咳了几声。爸爸，好大的烟！盛琪看着浓烟，要糊了。盛寒抬头看完女孩，妈妈，我去帮爸爸烤。女孩摆摆手，我也去。盛兴也往盛旺那边去。女孩让站着的盛琪也去，她说，快去，等会我来尝尝你们谁烤得好。小孩屁颠屁颠的跑去了。盛旺旁边有一个小的烧烤架，按他们的身高买的小款，烤的食材也比盛旺拿着的小了一圈。3个小人围在一圈，小小的一坨堆在一起，在烤迷你版烧烤，体验感十足。烟雾渐渐散去，女孩调到今天看着还没看完的电影，坐在柔软的休闲椅上，吃着旁边放着切细好的水果，舒适的很。盛旺看着烧焦的肉串，一时沉默。时刻关注他的盛兴站起来，对着他大声嘲笑：“爸爸烤糊了！” 2个在悠哉哉烤串的哥哥听到，也转过头看去。盛兴回到3人的小地盘，小声嘀咕：“哥哥，我们快点烤，爸爸烤糊了！”嘴里还喊着口号：“第一，第一，我们第一！”从他们有2个烧烤架，一大一小之后，盛兴就放话比赛谁先烤好。听到声音的女孩也走过来：“我饿了。”味道还是很香的。盛兴立马拿起他烤的肉串，没管熟没熟，递给了女孩。啊，这女孩看着比生的牛肉颜色更深一些，但是内部肉质好像还流着血水。她把她举着的小手推回去：“宝宝，我想吃全熟的，8分熟的也可以。”星星疑惑：“什么8分熟？”盛寒：“星星，这个不熟，还要再烤一会。”盛兴看着手里的串串，乌黑亮丽的大眼睛滑溜溜的转了几圈。好吧，他抬头跟女孩说：“那你再等一下下哦。”女孩直点头：“好。”盛旺看着他们互动，墨色的双眸不由得泛起了一抹柔软，手上翻转不停，手速比之前快，火焰炙热，香气四溢的烤肉滋滋响，烧烤的香气在夜空中弥散，让人垂涎欲滴。看着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手上的烤串，烤至金黄色，确认熟了以后，放在盘子里递给她：“有点烫，慢一点吃。”女孩娇俏的小脸笑意连连，双手接过，她一头乌黑的头发用抓夹挽起，绝色的蕉叶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柔和，一双漆黑清澈的大眼睛，柔软饱满的红唇，闻着香气鼓起的香腮，在盛旺眼里，她比手中的肉串更让人垂涎欲滴。女孩拿着烤串，在盛旺的目光下走到小朋友那边，拿起香喷喷的肉串递到小朋友嘴边，几人一人一口吃得香。盛旺，女孩快吃完这最后一串，她看到盛旺盯着她，她张开的小嘴还没咬下去，又犹豫地收回来了，走到盛旺身边，放到他嘴边。啊！男人慢慢的一点点向前附身，将女人手中的烤串上，薄唇轻启，伸出舌头，微微卷起，咬住女孩手上拿着的一块肉，细细的咀嚼着，脸上显现出一种深深的满足感。明亮深邃的眼睛直直的看着女人，眼神反射出层层涟漪，深邃无比。女孩愣愣的看着眼前吃个烤串还要勾引人的男人，两人眼神交汇，他们之间的氛围微妙而暧昧。旁边一奶生大声惊呼：“爸爸，你又烤糊了！”女孩把串塞他嘴里，用手把他的嘴上下一闭，一个抽回的动作，干净利落，不受男人蛊惑。女孩去了小朋友那桌，看着女孩不自在逃离的背影，盛旺那双漆黑的眸子如焰火般温暖炽热。叮，男主爱心值 40%， 叮，盛寒爱心值 50%， 叮，盛琪爱心值 65%， 叮，盛兴爱心值 40%， 叮，主人爱心值 25%。 小孩的童声童语，女人的娇声细语，还有闷声做事的男人，这一幕是夜晚最美的画面。玉井湾，男人深暗的眼睛仿佛没有焦距，浑身散发着冷淡疏离，脑中不自觉浮现那个吻。倒入杯中的酒液一出也不知，酒壶已空，陆景玉才缓缓回过神来。他拿起桌上的酒杯没有喝，满杯的酒液顺着酒杯沿着壶口轻流下，滴落在地毯上。下一刻，手中的酒杯被砸在远处，发出清脆的响声，红色的液体洒得遍地都是。男人阴沉的脸，眉头紧锁，薄唇微抿，有沉思，有懊悔，有愤慨。不过片刻，他的眼神清冷淡漠，宛如一潭静水。陆景玉走进浴室，打开花洒，双手握紧了的拳头松了又紧，满是隐忍。他来晚了，他不是他的。如果他过得不幸福，那他肯定要把他抢过来的。可是没有，婚后的他过得也很好。女孩跟他相处自然和谐，在他面前娇嗔，憨态可掬，和男人的小打小闹很是亲密。空气中慢慢上升，蒸汽在玻璃上泛起薄薄的雾。男人健硕的肌肤被水喷洒得浑身湿透，肌肉随着呼吸跳动。他闭眼接着洒落的水，企图冲走心里的烦闷。怡园，就着月光，房间内弥漫着沉静与凝密的气息。床上两人恬静的呼吸声，在这静谧的夜晚中格外清晰。夜渐深，梦渐深，烛光晚餐，酒杯交错，微弱的烛光在餐桌上跳动。
摇曳的火光映照在女人美艳摄魂的脸上，魅惑红色吊带裙，妩媚的狐狸眼和嘴角的浅笑更是充满了诱惑。男人的手轻抚着女人的脸颊，慢慢靠近，突然浮现出的男人却不是他的脸。眼看两人渐渐靠近，圣望急忙大手一挥，推开两人。睡梦中的圣望震动了一下，猛然从梦中惊醒，心跳如擂鼓，赤裸的胸膛上下起伏着。他看向一旁沉睡在被窝里女孩，睡颜恬静，呼吸轻柔，疼爱过后的他更是有一种韵味。他轻轻揽过她的腰，紧紧地抱着她，将她紧贴自己宽阔的胸怀中。男人紧闭的双眼深吸着女人身上的香气，一股浓浓的味道在心口散开，酸涩无比。呼吸平缓，他缓缓睁开眼睛，眼神里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疯狂，充满了破坏和占有。叮，男主爱心值 55%， 清脆的声音在女孩脑中响起。睡美人被惊扰的动了动，伴随着轻柔细腻的娇吟声，肌肤犹如细腻的丝绸在圣望掌心滑动。圣望手未松动半分，被禁锢的女孩不满地呜出声：不要，我不要了。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艳足，但很快就被一种无奈的宠溺看着怀里的女人，大手轻抚着女人的嫩滑的后背，似安抚，似疼爱，似亲密。清晨与深夜是黑与白的交替，女孩醒来时依旧是一个人，她面无表情地坐在床上，单手揉了揉头发。昨天又做梦了，她梦到被一个大灰狼追，她一直跑不快，大灰狼一下就把她扑倒了，她成为了口中食物。女孩蹙了蹙眉头，起床洗漱去了。盛总都在这了，根据上司的要求，查预警科技总裁和太太有关的资料。王默觉得盛董威。盛望语气淡淡，你放下我一会看。看起来正经的很。待王默关门出去，男人立即拿起了那份资料，一字一行的看，脸色由浅变深，薄唇微抿，瞳眸紧缩，眼底泛起凛冽的寒光，眼神攥着 A4 纸的手慢慢收紧，目光落在青梅竹马、初恋、最美情侣字眼上。这份资料很详细，但是盛望掐头去尾只看到了关键字，没事找事。他们从小相识，虽有往来，但是还不曾有过多交集。初中开始两人一个班级后慢慢熟络，到高中的时候被传两人在交往，一度被传为最美情侣，还说两人都是初恋，都是豪门，传的大家天天磕这对情侣。当事人都没有去澄清这个传言，只是真的有人问女孩的时候，她否认了。陆景玉却没有，不澄清也不否认。他们那个时候走得近，其实女孩私下也随口问了他，传言是真的吗？年少的他犹豫了，女孩挑了挑眉，也没放在心上，置之不理。盛望知道女孩的性子，只要不惹急她，什么事情她都是处于漠不关心的样子。盛望眯了眯眼，狗东西，占我老婆便宜。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有他做的奇奇怪怪的梦，还有那句娇憨的质问，盛望你是不是喜欢我？一天根本无心于工作。某种意义上他跟女孩有点相像，性子冷淡。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并没有感情，婚后的他不只是冷淡，还有很多面，娇蛮不讲理，有小脾气，有时还看到他喝醉时不多展现的柔软。生下宝宝后脾气更暴躁了，也更不讲理，还对他动手。奇怪的是，盛望虽冷淡，但他一点都不讨厌女孩这样，相反对他很纵容。现在这个感觉越来越深，他觉得这样过一辈子也很好，但是他做的梦，还有那个男人，还有女孩说过的离婚，都让他惶恐不安。女孩问他是不是喜欢他，他喜欢他撒娇，他喜欢给他花钱，喜欢他不开心时对他莫名其妙的抱怨，喜欢他在他怀里的感觉。那他呢？喜不喜欢他？他要是说不喜欢怎么办？男人的眼神深邃而沉默，仿佛在害怕着什么。他啪的一声和上手里的资料放进了碎纸机，不管了，她是他老婆，身是他的，心也迟早是他的。他按了座机，拨通了内线，进来。盛总，你订一个餐厅2个人位置，好好布置一下。盛望默了半晌，另外叫陈静，设计部总监，设计一套红色裙子。一头雾水的王默，跟太太吗？盛望一记冷光扫过去，悠悠嗓音，不是他还有谁？王默被看得头皮发麻，慌张不已。我的意思是现在定吗？你们先准备。好的。王默立马出去了。伴君如伴虎，他要跟他说清楚，千万不能让他被外面的人勾走了。盛望拿出手机思索半天，动都没动一下。良久，他在对话框写下一句在吗？不用说，肯定没等到女孩的回复，也不是女孩故意不回，只是他现在也是在忙着跟小朋友们撒泼打滚。3个人在提醒女孩记得明天是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不要忘记了，还叫她穿漂亮一点。盛兴更是叫她穿着礼服去。女孩躺在床上是放松的状态，蜷缩着身体，捂着脸，一副我不听的模样。跟女孩越来越亲近，3小指坐在床上成一个半圈围着她，6只小手都在摇晃着她身体，有一只趴到她耳朵贴着她说话的。最漂亮的妈妈哦。盛兴看到哥哥的动作，他也趴在床上，小手抓着女孩捂脸的手，包子脸贴着女孩，学着哥哥的样子奶唧唧地说
最漂亮，最漂亮。女孩无可奈何地放下手，露出精致的小脸，跟着他们，声音也不自觉地变得糯糯的。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穿成那样，我不好意思。圣心，可是你很漂亮啊，他们都很丑哦。嘻嘻。女孩撅着嘴，垂着眼眸，一脸犹豫。那等盛望回来问问他，他穿我也穿。女孩突然想起还有一个挡箭牌。三个小孩面面相觑，歪头想了想，还是盛寒大哥说好，那等爸爸回来。女孩松了一口气。三个圆润的小脑袋，圆溜溜的大眼睛，稚嫩的小脸蛋，还有这个无比活泼的精神，一起对你卖萌撒娇，谁受得了？盛望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声响在静谧的办公室里回荡。左等右等也没收到女孩的信息，他忍不住打了电话。半晌，电话通了。喂，盛望，声音软软糯糯，有点撒娇的样子。他的嗓音也不自觉地跟着他软下来，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笑意。老婆。女孩没注意，只想跟他吐槽一下他儿子的离谱要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问道。怎么了？你下班了快点回来，有话跟你说。盛望愣了几秒，心中涌起一种难以掩饰的窃喜。他想明白的话要跟人家说，还以为他也要说，有些高兴的压抑不住心跳。我订了餐厅，晚上一起出来吃饭吧。对面的女孩想了想，看着三个仰头看着她的水润润的大眼睛。好吧，烦我一个也是烦，让他们烦盛望去。女孩挂了电话，双手叉着腰，甜美的声音跟他们说。盛望说晚上我们出去吃饭。盛寒，爸爸说我们晚上一起出去吃饭吗？盛心眼睛一亮，拍拍小手，好呀好呀，出去，一起出去吃。盛琪站在女孩身边眨了眨眼睛，乖乖巧巧的。那大家去换衣服吧。好。三声清脆又响亮稚气声。放下手机的盛望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大手时不时摸着额头，思绪万千，坐又坐不住，在纸上拿笔划来划去。进来送资料的王默看到了1秒钟800个动作的总裁。盛总，这是季度会议总结。盛望垂了垂眼眸，收回了视线。餐厅订好了吗？订好了，顶楼豪华烛光晚餐已经让人布置了，就是这个裙子还没。王默声音渐渐减弱。盛望幽暗冷酷的眼神淡淡的扫向王默。我联系了 YK 那边，有几款红色高定，您要不要看一下？盛望王默立马叫人送了过来。盛望走到一排架子面前，看着这几款红色礼裙都是高品质面料，轻盈且柔软。他的思绪不自觉地想到梦中穿红色裙子的女孩，摇曳生姿，妩媚动人。他嘴角微微翘起，大手伸向其中一款吊带裙，脑中已经不自觉脑补今天晚上的烛光晚餐了。修长有力的大手握着一条红色吊带连衣裙，眼神炙热滚烫，散发出强烈的欲望。红玫瑰豪华情人餐厅，楼顶的视野开阔，既有宁静的氛围，又能带来壮丽的视野。落日余晖染红了天边，浪漫至极。玫瑰花瓣洒满了餐桌，有蜡烛有红酒，周围的墙壁都插满了玫瑰花墙。男服务员戴着粉色领结，女服务员也穿着粉色制服，整个餐厅充满了浪漫气息。楼下氛围依旧，一对对情侣在尽情地享受着这浪漫时光。楼上静待着贵客。盛望提前到达了餐厅，还在办公室打扮了一番，定制的西装，雕刻般完美的五官，挺鼻薄唇，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如墨如丝，眼睛深邃又明亮。他的心跳砰砰直跳，又紧张又兴奋，还有点忐忑不安。多次深呼吸，在心里默默排练一会的流程。女孩本来想穿的休闲的一点的，但是被他们念叨的，想想还是穿裙子好看一点。她站在衣柜面前再三思索，拿了一条红色短裙。她皮肤白皙，穿着红色短裙，修长的美腿一览无余，美丽极了。她给自己画了个搭配的狐狸眼妆，整个人魅惑至极。女孩会没得手一顿，太夸张了吧，吃个饭而已。她刚拿出卸妆巾准备卸掉，换好衣服的三小只走了进来。妈妈好了吗？三人穿着同款的黑色背带裤，白色小衬衣，娇小可人的身高，还有那萌哒哒的表情，可爱的不像话。女孩看着他们打扮统一的服装，抿了抿嘴唇，手依旧不慌不忙，慢慢悠悠。快好了。她又把卸妆巾放下了，随意的描了下眉，嘴角抿着鲜红。三小只围在女孩左右，一直盯着她看，在脸上涂涂画画。她梳了梳她美丽的大波浪，就这样披在肩上。走吧。几人乖乖的跟在女孩后面，像个小尾巴一样。几人坐上了车，往餐厅开去。男人在餐厅等待，视线忍不住频频看向门口。转角缓缓上楼的一抹红色，盛望微微一愣，黑漆漆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舍不得离开，完全没注意女孩后面的三个小尾巴。女孩上来后，他被眼前的氛围弄得嘴唇紧闭，眼神闪烁着不知所措的光芒，既僵硬又有些尴尬。漆黑的长发如瀑般自然垂落，映衬着他冷艳的脸庞，周围的玫瑰红倒是跟他的装扮很符合。男人的眸子深邃而炙热凝视着对方，咽了咽喉，心跳如擂鼓，快速而慌乱。
突然一声不适宜的声音响起，哇，这里好好看哦。3个奶娃娃在这周围来回穿梭奔跑，笑声和惊呼声在这空旷的声音响起。男人的脸色一下黑了下来，阴沉的脸很臭，滚动的心一下平静了。他闭了闭眼，额上的青筋突突的暴跳。又是这个声音，他的脸色变得铁青。男人面无表情的看向3个仔，你们怎么不去上课？盛寒，爸爸，我们上完课了。盛心直点头，对呀对呀。盛琪睁着大眼睛站在女孩身边，对着盛望眨了眨眼。女孩指尖轻抚着脸颊的碎发，垂着眼眸没看他，声音轻盈，我饿了。至此，男人无声的叹了口气，声音不比刚刚小孩子那样深沉，带着有些无奈和妥协。坐吧。他绅士的为她拉了椅子，女孩踩着高跟鞋，步履优雅走向为她拉开的座位，修长笔直的身姿，动作如行云流水般的轻盈，双腿并拢，姿态优美，散发出一种娇贵的魅力。服务员为3个小孩戴上了围兜，男人修长纤细的手缓缓将面前的牛排一一切开，色泽鲜艳，诱人的纹路清晰可见，散发着浓郁的肉香。切好后推到了女孩面前，3个小孩眼巴巴地看着爸爸的动作。女孩嘴角弯了弯，优雅从容地开始用餐。红润的色泽和适度的焦黄，肉质的鲜美和汁液的丰富，让人瞬间沉醉其中。微微上扬的眼角闪烁着愉悦的光芒，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盛望看了一眼，表情总算舒缓了不少，继续为他投喂着食物。对面3个嘴巴张得水润润的小孩，眼里大大的渴望，只看到爸爸一直把吃的给妈妈。盛心忍不住哈喇子，朝盘子里的肉伸出小手，爸爸，这个给我吃好吗？女孩这才看向左边3个小孩，还没吃上呢。她望着他，盛望看都不用看都知道女孩的表情。她均匀的给3个奶娃分布着食物，女孩挑了挑眉，继续吃着牛排。看到吃上肉肉的小屁孩，心里不禁腹诽，还好带了他们一起出来，这氛围他都不敢说话。美味佳肴，不安分的小孩吃得摇头晃脑。爸爸，这个真好吃。盛望睨了一眼盛心，吃还堵不上你的嘴，好好吃饭。女孩擦了擦嘴角，做了精致美甲的纤纤细手拿起一旁的酒杯，眼中流转着淡淡的妩媚，对着盛望举了一下杯。男人接收到了信号，淡定自若地跟他碰了一下，酒杯碰撞发出清脆声响，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不经意的交汇，只一眼，两人像是被烫到一般，快速移开。不知是酒还是玫瑰，亦是灯光，让两人一个红了脸颊，一个红了耳朵。女孩没问盛望今晚准备的晚餐，盛望也没有开口打破现在的宁静。对面的盛寒看到大人的举动，他也拿起了桌上杯子的水，要跟弟弟爸爸妈妈一起碰杯。一家五口温馨举杯的画面定格在一瞬间。酒足饭饱后，小孩在后座都昏昏欲睡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心安的静谧。女孩也带着困意的眨了眨眼，腿上盖着男人的外套，轻轻的闭上了眼。男人看了看后视镜的3个儿子，还有旁边他娇软的小妻子，嘴角不经意上扬。虽然被捣乱，但是感觉还不算太差。夜幕降临，车子停在门前，男人解开安全带，附身去叫身旁副驾驶的女孩。女人的长发轻轻散开，微红的脸蛋细腻的能看清脸上的毛绒，香软的唇瓣无声的吸引着他。他垂着眼眸，喉咙上下动了动，呼吸都沉重了几分。两人唇瓣贴合，冰凉柔软的触感。女孩并没有熟睡，她缓缓睁开了眼。男人浅尝辄止，两人眼神近距离相望。他还想深吻她，女孩侧开脸，伸手挡住了。看了眼后座，声音轻软，把他们抱回去睡觉。被打断 N 次的男人带着无尽的耐心和脾气嗯了一声。女孩下车抱了一个娃，睡着了的仔可乖了，糯糯的一只在怀里很软乎。盛望一手一个，两人把他们抱回了房间，可算是把这3个电灯泡关了。现在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他牵起女人的手往房间走去，步伐匆忙。关了房门后，转身一把搂着她的腰，深嗅着她的秀发香味。女孩没有随着他的动作，他手抵在她胸膛，女人的软绵绵的推搡力度在盛望面前就跟小猫似的，声音细弱黏腻，我困。男人动作一顿，眼神黯淡，不想放又怕她生气，薄唇微抿。女孩觉得有点像小朋友委屈撒娇的样，果然是父子。她也软了软，想到小朋友的事情刚刚大家都忘了，还没跟他说，怕明天忘记了，赶紧跟他说，明天幼儿园有亲子活动，我们要去。男人沉默了一会，点点头，好。女孩皱了皱眉，小脸比他还委屈，他们叫我穿礼服，都怪你上次送来让他们看到了。盛望不经过大脑思考的盛望，那你穿。女孩在他坚硬的胸膛捶了一下，说什么呢你？大家穿的都是平时的休闲装，我穿成那样要走红毯吗？盛望默默地抓着在他心口捶了一下的小手轻揉着，你可以穿过去，等活动开始再换衣服。小女人眼前一亮，眉眼弯弯地看着他，对哦，反正只穿一会，他们也看到了，两全其美，刚好。女孩点点头，明天就这么穿。现在该我说了。男人低沉的嗓音从女孩头上传来。女孩美眸流盼地看向他
他的眼神深邃锐利，直勾勾地盯着他，眼底晦暗不明。女孩怔怔地愣在那，招架不住的热意，眼神开始不自在，抽回了被他握着的小手。我要去洗澡了。男人拦住他，双手禁锢住了他的细腻嫩滑的肩，迫使他抬头看着自己，怕他躲避，直接打直球。你问我喜不喜欢你，这是我的回答。温热的气息慢慢靠近，女孩听到了很强大的心跳扑通声。男人缓缓靠近，轻轻吻上了她的唇，跟以往的急切不同，带着一份小心翼翼。两人紧密贴合的唇轻颤了一下，开始吸吮着她的唇瓣。他的心跟她一起有频率的跳动着。在女孩迷迷糊糊的时候，他退出来，抵着她的额头，亲密的诉说今天想要说的话。男人胸口一起一伏，伴随着喉咙里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我喜欢，很喜欢，喜欢你娇气漂亮，喜欢你撒娇，喜欢你跟我抱怨，跟你一起吃饭，一起逛超市，一起睡，我都很喜欢。目光深邃专注。女孩越听脸越红。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孩从小到大听过很多表白的话，盛望说的是最无聊最没有新意最老掉牙的话了，跟小孩一样甜言蜜语，也不知道谁传给谁的。他闪躲的眼神和红色的娇嫩脸庞真是让人放不了手。盛望还去网上搜了，表白只能说对方好的话，绝对不能说女孩子的不对，不然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女孩的小脾气盛望都不敢说，他想听女孩的回答，手上紧了几分。女孩的脑子是混乱的，喉咙好像被点穴了一样，一脸不知所措。男人静静地望着她，眼神暗了暗。许久，女人嗓音悠软性感地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想好呢。盛望沉默地抚了抚她的头发，垂着眼眸，一言不发。天哪，他这个死样子真的跟他小孩一模一样，勾的女孩也不自觉软软的。你都想这么久了，我也要想一想啊。男人依旧保持着沉默脸，环抱住了她。别说，这一幕他看到盛琦就是这样对他老婆的。那你要想快点。女孩的脸红的像一片鲜艳的玫瑰花瓣，羞涩而妩媚。他抱得她紧紧的，声音有点闷，放开我，我要洗澡了。男人眼神一秒转换，眼神昏暗，声音低沉。好，我帮你，我们一起。一把公主抱起，他往浴室走去。女孩攥紧了他身上的衬衣，睫毛微微颤动，没有说话，也没有拒绝。等女孩起床的时候，他们该上班的上班了，该上学的上学去了。他伸了伸懒腰，发了回呆。下午的运动会，现在快11点了，吃完饭休息一下下，叫小琪帮他化个妆，2点到那边，差不多时间。京都幼儿园，各位小朋友都在准备自己的礼物，等下要送给爸爸妈妈的。教室里熙熙攘攘，一群小朋友像小蜜蜂一样嗡嗡不停。盛寒，你妈妈来吗？范杰西好奇的问。旁边盛星一听，当然来了，我妈妈会穿得很漂亮来找我们。瑶瑶睁着大眼睛眨了眨，笑得很欢。盛琦在一旁安静的画画，眼神专注，小手一笔一画，沉浸在自己世界，外面的吵闹好像与他无关。范杰西一脸好奇，那你们准备了什么东西给爸爸妈妈啊？他抻了抻脖子往盛寒那边看，盛寒一下用小手捂住了，五指张开还有缝隙。范杰西咦了一声，盛寒在写信哦，那盛琦呢？他又转头趴在盛琦桌上看，坐在角落的小人儿头上一根呆毛翘翘的，正在认认真真的画画。哇，盛琦画的真好看。范杰西不自觉感叹一声。盛琦皱了皱眉，连人带画转了一个身，面对着墙壁在纸上涂涂画画。范杰西挠挠头，转头问向一旁悠然自得开开心心的盛星，盛星你准备了什么啊？他摇摇头，晃晃脑，扭扭屁股，撅撅嘴，一副很欠的模样。我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几个小朋友就这样懵懵的看着他。太太，这样可以吗？小琪亮晶晶的眼神看着镜子里的女孩，他家太太绝对是众多贵妇中最亮眼的，美爆了。明艳精致的脸庞，细腻如白瓷，又长又卷的睫毛下是一双一双漆黑清澈的大眼睛，鼻梁高挺直，柔软饱满的红唇，绝色娇艳，墨黑的大波浪披在腰间，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女孩起身走到那条裙子面前，璀璨的银色礼服，轻盈的薄纱，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套轻奢昂贵的礼服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放好以后，她坐在沙发上等着盛望来接她。没多久，门外就传来声音，是盛望。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女孩面前，俊朗的脸上从来不需要任何装饰，但眼尖的女孩还是发现了盛望的头发有认真打理过，以往浓密的墨发蓬松的三七开，刘海正好落在眉梢，成熟不已。现在墨黑色的头发细软的搭耸在前额，两边的碎发微微翘起，整个人看起来没那么冷冽。挺鼻薄唇，看到后女人嘴角含着一抹笑意。女孩挑了挑眉，还不错。盛望看着眼前看起来就香香软软的老婆，上前牵住她的手。盛望说，走吧，公主。女孩今天是娇软公主的人设，乖乖的被他牵着，只要负责漂亮就可以了。他指了指佣人准备好的衣服，休闲装他跟盛望一人一套，一会要换的。那个要拿。男人声音温和，好，
我拿。车流不息，几十公里的路程20分钟左右到了。京都幼儿园门口拉着横幅，外墙搭配着鲜艳的装饰，还有摄影师在拍照，来记录亲子活动的。门口排放着各式各样的豪车，有低调的，也有奢华显眼的。最显眼的还是盛旺的劳斯莱斯 Boat。Tail， 女孩看向校门口，突然紧张了起来。她看到了有几个妈妈的穿着不说休闲，但也是平时贵太太们聚会穿的，低调中又透露着奢华感，但是没有一个跟她一样穿礼服的，好尴尬。脑中响起奶声奶气的稚嫩声，要穿哦。最漂亮的妈妈，眼底一下恢复那种漠不关己的清冷模样，再抬眸，气质一下变了。男人下车，走到右侧开了车门，朝着里面娇贵的公主伸出了手，声音低沉磁性，下车吧，公主。女孩垂了垂眸，搭着他的手下了车。门口接待的老师们看到穿得如此隆重的一对父母，也是愣了愣，更不敢小觑，上前热情的接待。摄影师看到眼睛也亮了亮，对着盛旺女孩两人咔咔拍。小韩、琪琪，星星的爸爸妈妈是吗？你们好，在这边我带你们介绍一下。接待老师热情的跟盛旺和女孩说3个小朋友的大概情况，还有这次活动的大概流程。女孩明显感觉到周围好多视线都盯着他们着看，她还能听到有周围家长的议论，家长会穿这样当走红毯呢？这妆化的小脸蹭蹭亮，好好看啊，早知道我也这么穿了，我怎么没想到呢？哎，这是盛家跟孟家那位啊，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胆。女孩高抬着下巴，目不斜视，白皙修长的天鹅颈尽显高贵。嘿，女孩是范莹的。她眼里毫不掩饰的羡慕，你真聪明，很亮眼哦。女孩净白的小脸总算是笑了，那呢，是有一点。她朝盛旺点点头，跟女孩说，那我先去找我家小子了哈。女孩点点头，嗯了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活蹦乱跳，叽叽喳喳不停，老师都要控制不住了。老师拍拍手，用着麦大声哄住一片小萝卜头，各位小朋友们，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已经来了，在外面等着了哦。现在我们要玩个游戏，就可以去找爸爸妈妈了，不听话不可以哦。好了，现在就是老师跟你们说好的找萝卜游戏，等下你们爸爸妈妈进来找你们，大家都不可以动哦。一大片稚嫩响亮的拖长音。好，幼儿园小朋友都打扮成了萝卜，套在定制的萝卜布偶里面，脸上都戴了各式各样的面具。家长要在10分钟之内找到自己的孩子。女孩盛旺跟一众家长都在教室前面，人群中异常显眼，男的高大俊美，女的花容月貌，两人牵在一起的双手也惹得众人频频注视着。女孩动了动，挣扎着，意识到旁边女人的动作，温热的掌心越发用力，不愿松开。女孩只好上前了一点挡住，拉着她的手躲在两人身后。男人勾了勾唇，并没有说什么。人群中的盛星看到穿裙子的女孩，兴奋地站起来了，动了一下，被老师挡住了。看来我们的小朋友已经等不住了，现在家长们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宝宝吧。女孩眼帘动了动，抬头跟刚好一直看着她的盛旺相视着。女人抿了抿水润的唇，在她耳边轻声说着，找错了怎么办？盛旺俯身低头，贴着她的耳朵细语，不会，可以找到的，就算你找不到，他们也会来找你的。气息喷洒在女孩耳朵痒痒的。盛旺说这话的时候，女孩感觉他抓着她的手都紧了一下。女孩睫毛颤了颤，抬起眼睫，水润的眼睛软得很。她轻轻的点了点头。两人开始一个一个的看，大家都很细致入微的查看着每一个小萝卜，跟他们说话，用零食哄骗。大部分小孩都很坚定，不出声，还有想闻味道找小朋友的，都被萝卜布偶遮得严严实实，闻不出来。盛旺跟女孩两人好像有点生疏，站在那里，就这样隔空看，一点也不会上手去摸，去叫小朋友，妥妥新手爸妈的无措。盛旺走到了一个摇头晃脑的小萝卜头面前，大手定住他，不让他晃。逮到一个。女孩还在穿梭在小萝卜当中，一点也看不见闻不着，真讨厌。突然，女孩感觉到有人扯她的裙子，她回头看了看，一个小萝卜从布偶里伸出了手，小指头抓了一点点她的裙摆摇晃。女孩连忙蹲下来看，捏捏她的小手，软乎乎。她靠近，透过面具看着里面乌黑水润的大眼睛，她露出笑容，开心的不行。女孩也摇晃着她的小手，琪琪宝宝。她撅了撅嘴，隔空亲了她一口。甜美娇软的公主蹲在一颗不动的萝卜面前，笑靥如花，撅嘴亲吻，可爱的不行。女孩牵着这颗害羞的萝卜到盛旺那边。女孩知道盛旺找到的这个最活泼的就是盛星了，现在还有一个。盛旺负责看着这2颗萝卜，女孩去找最后一颗。他这次也会主动去看小朋友的眼睛，也有回应女孩的，但不是他的萝卜。当女孩走动的时候还被抱住了，这次的小手比琪琪的还小，肯定不是韩寒。女孩透过面具看到了葡萄般的星星眼，不用她猜，瑶瑶自爆，漂亮姨姨，你好漂亮。2只小手抱着女孩，对她亲密的不行，一直贴着她。女孩记得这个小女娃，她好像很喜欢她。女孩，你好，瑶瑶，阿姨要找盛寒哥哥，你在这等你妈妈来找你哦。我妈妈没有来。女孩笑容顿了一下，
那你家大人呢？瑶瑶软软的说，张奶奶来找我的，她家保姆。场上的萝卜被牵走了不少，有一个站着不动，有人想把他牵走的，他不肯，就一直安安静静的等，有时也东张西望的左看右看，人群中寻找谁。最后看到有一个萝卜抓着女孩的手不放，他一扭一扭的朝他们走去，着急不已。就这样明明晃晃的站在他们身后，两只小手不安的相互抚摸，扣着手指，离得他们很近，生怕女孩看不到，被其他小萝卜骗走。看不见表情，一直追随女孩这边的摄影都能感觉到这颗萝卜的委屈了。女孩看到了，也感觉到了，给她来了一个大大的抱抱。我找到了，涵涵小宝贝，安抚了一番，带了2颗回去。面对盛望的不解，女孩表示她也不知道，她一直跟着我。砰砰，用手拍卖的声音。看来各位家长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萝卜了，那么就请摘下小朋友的面具吧，看看有没有找对呢。众人纷纷摘下自己牵着小朋友的面具，错的比对的多。摘下面具的瑶瑶也被他家保姆抱走了。3个小朋友套在布偶里，软糯精致的小脸，浓密纤长的睫毛下，大眼睛莹剔透的犹如天上的星星，清透明亮，亮闪闪的眼神看着你，可爱的不像话。女孩捏了捏他们的脸蛋，嫩滑透亮，手感极好。小朋友脱了萝卜装扮，可以休息一下了。现在拿着自己的小水杯，咕噜咕噜补水。盛寒喝完以后，又快速跑去接水，绷着一张小脸，小手捧着一杯水递给女孩。女孩接过，打开盖子，没有用吸管，小小喝了一口后，递给了旁边的男人。盛望接过后，就着女孩喝过的地方，把满满一杯水都喝了。在这休息的时间内，有好多小朋友围着女孩，小女孩更是移不开眼。摄影师看到连忙问可不可以跟所有小朋友拍张照。范莹娜社牛体质，来跟公主拍照了，要拍照的小朋友快来喽！各个颜控小宝贝惊呼不已，纷纷举手要拍照。女孩只是在甜甜的笑着，跟这群烂漫天真的孩子们拍了一张合照。她在中间就犹如小朋友心中的动漫公主一样。3个小娃娃围在妈妈身边，有开心的，有委屈的，还有不情愿的。女孩嘴角挂着笑，需要我换衣服吗？盛寒盛齐声，换。盛心不换。接下来也是亲子活动的小游戏，也都很简单。什么套娃娃？接力赛跑。为了接下来的游戏，女孩跟盛望换了一套运动装，换上的时候才知道佣人准备的是情侣装。简单不费力的女孩来，出力出汗的盛望上。女孩觉得挺好玩的，她今天下午一直带着笑。最后一个环节，小朋友们还准备了礼物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女孩没经历过这煽情环节，以为这是很普通的送礼物，她还在想他们会有什么送给她，毛绒玩具。女孩坐在椅子上等着他们拿礼物出来，盛望站在她身后。3个娃娃很自觉地排成一队。先是盛寒精致漂亮的脸蛋上带着丝丝红晕，双手递给了女孩一张精致小卡片。女孩疑惑的小脸伸手接过，缓缓打开。第一眼满满1页纸，字迹工整，看得出她写得很认真，这字迹让人赏心悦目。她脸上从疑惑到认真再到愣住，脸色柔和，眼眸闪着水润的动容。她喉咙动了动，美眸转了一圈，试图缓解这突如其来的酸涩感。盛望也有，但是只有短短2句，谢谢爸爸，我爱爸爸和妈妈。他低头看了一眼女孩手里的卡片，首先字数就不是一个级别。女孩张了张手臂，抱住眼前这个面冷心热的小韩寒，声音动容，谢谢韩寒。盛寒小手轻轻地回抱着女孩，脸上是躲避的害羞。盛奇是给的是一幅画，从小的培养和他自己的天赋，把这幅亲子画的细致入微，把每个人都画得很有特点。高冷的盛望，美美的女孩，稳重大哥盛寒，乖软的他跟女孩拥抱着，还有撒娇卖萌的盛心，把大家画得真好看。回去我们把它裱起来挂着，静静等待哥哥们送完东西的盛心，迫不及待地抱着礼物盒，忍不住往前凑了。声音奶萌，到我了。盛分为破坏王，心怀里抱着一个很精致的盒子，还不小的样子。他高高举着盒子，噔噔噔地走过来，脸上带着奶味的霸气，塞到了女孩怀里。女孩挑了挑眉，别人1个2个娃都已经晒完亲情了，女孩这边3个，惊喜一个接一个。女孩小心翼翼地打开，有点期待，也有点小恐慌，调皮捣蛋。心谁知道他会送什么雷人的小礼物。女孩打开礼物的同时，身体还微微往后仰了仰，丝带被层层拆开，盒子还挺精致，不知哪里弄来的。打开的一瞬间有轻微的反光，这是一顶王冠，阳光照耀下反射出闪闪的耀光，璀璨如繁星，上面镶嵌着点点碎钻。女孩愣住了，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传来小朋友的惊呼声，是皇冠叶，好漂亮啊！哇，好漂亮啊，妈妈，我也想要。一旁的妈妈喃喃细语，我也想。女孩震惊，你怎么弄来的呀？盛心下巴高高扬起，可傲娇了，我买的。他把他的存的所有钱买了这个。女孩还是满眼惊讶，你怎么买的？他上次看到盛望送来的那个裙子，他就一直想着要送这个给女孩，戴上这个皇冠就是一个真的公主了。他嘟着嘴，我叫奶奶帮我买的。
女孩看了一眼盛旺，盛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他肉肉的小脸仰着头跟女孩说话，在阳光下微微眯了一下眼，小脸嘟嘟的。我跟奶奶说要买公主戴的皇冠，我给她钱，小手还在自己小包里掏啊掏，拿出一张卡给他们看。我把里面的钱都给奶奶了，奶奶说不要，她帮我买，我也不要，我就要自己买。奶奶说好，她帮我买，她把这个皇冠给我，我就把卡给她。然后奶奶拿了卡，过了一会又还给我了，里面没有钱了，都被拿走惹。奶声奶气自言自语的萌娃音，让在场的人都不自觉地放慢了呼吸倾听，可爱又悦耳动听。女孩的眼角逐渐泛红，她张了张嘴，声音有些暗哑。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啊？盛心理所当然抬起下巴，你穿的那么漂亮，像个公主一样，戴上皇冠就是真的公主了呀。颜控盛心最喜欢让大家看到，知道她有很多漂亮的玩具、漂亮的衣服，还有一切漂亮的小东西，漂亮的妈妈也不例外。她要让所有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她妈妈是最好看的，是最漂亮的公主。她扭捏着小身体，一点点靠近女孩，小声道：你可不可以换回那个衣服？她想等女孩换回那个裙子后再戴上皇冠。她的眼睛里蓄满了两汪清泉，清澈晶莹在眼眶打转，鼻尖微微发红，吸了一下鼻子，压抑着眼泪。好，她又换回了那件银色礼服。盛心拿着皇冠，看着穿着裙子向她走过来的女孩，忽闪着大眼睛，抿着小嘴，脸上出现一丝红晕的可爱。女孩走到离他们几步停下来，盛心双手捧着皇冠，看着女孩缓缓走过去，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他一直抬头看着女孩，一点也不看路，自己左脚绊右脚摔了，众人的心都一突。女孩跟盛旺立马上前，盛心整个人往前倾，盛旺后面快步拎住了她后颈的衣服，女孩在前面护着，盛心一个下意识保护的姿势抱着皇冠，一脸懵逼的被扼制了脖子。女孩蹲下来拖着她小小身体，盛旺把她拉起来，她站好后还转身过去跟盛旺说了一声谢谢爸爸，看起来真的蠢萌蠢萌的，然后又假装严肃的小脸举住手里的皇冠给女孩戴上。女孩睫毛轻颤了颤，低了一下头，平时清澈又愚蠢的大眼睛此时专注又认真的给女孩戴上了皇冠，这吭哧吭哧的劲，耳边响起清脆声响的鼓掌声，小朋友们更是欢呼雀跃。女孩眨了眨眼，晶莹剔透的露珠顺着脸颊滑落，她轻仰着头，眨着眼睛，修长白嫩的指尖拂去泪滴，线条优美的天鹅颈，太阳的余光洒在落在她细腻白玉的脸庞，被镀上了一层光晕，犹如掉入人间的仙女。女孩棉花糖般软糯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无法抵挡的甜美，还有些哽咽，傻乎乎的。盛心不在意的歪头卖萌着，女孩低头在她嘟嘟的脸颊上亲了一口，盛心小脸上是按捺不住的窃喜。盛旺站在两人身后，一脸沉思，又学到了一招。活动即将结束，群体来了个大合照，女孩一家异常显眼，一家人都拥有令人惊叹的俊美基因。丁主人爱心值 40%， 盛涵爱心值 60%， 盛琪爱心值 75%， 盛心爱心值 50%， 男主爱心值 60%。 在宽阔车内空间中，几人正在和乐融融的在分享着还没说尽的话，场面非常的温馨，一直到家还叽叽喳喳不停。小孩都在奶声奶气的讲着幼儿园还有谁的礼物怎么样是什么，有多大多小，什么游戏好玩，谁最厉害。女孩也跟着软软的附和。她看了一下盛心的卡，里面原来有存的有900万，现在多了500万，里面一共还有1400万。女孩圣母拿了她的卡还往里面打钱了。女孩想了想，抱着礼物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礼物，我都很喜欢。然后一人亲了一口，耳边突兀的传出一句声响，我没有。不知说的是没有礼物还是亲吻。女孩都还没反应过来，盛心好像机灵了一下，后知后觉，好像忘记爸爸了。不说还好，一说男人的脸黑得更深。他软糯的小手把卡给了盛旺，对不起爸爸，卡里没有钱了，这个卡送给你爸，也算是送了东西了。盛旺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儿子，猜到卡里面有钱，沉默了片刻，大手推回去，你留着买奶喝吧。哼哼唧唧的星星可爱的撅着嘴，又收了回来，那等我有钱了再给你买。一旁不说话的盛琪小手指点了点盛旺的手，盛旺看着很少跟他说话接触的二儿子，歪了下头，看盛琪是不会主动说什么了。男人弯下腰低下头去询问他，在他弯腰下来的时候，盛琪精致的小脸轻轻在男人脸颊上啵了一口，然后快速的转身往女孩那边靠，掩饰自己的羞涩。男人抬了抬眉，嘴角挂起一抹淡淡的笑，大手温柔的抚摸着盛琪细软的头发。女孩一直看着，嘴角也不曾下来过，拿着手机打开自拍模式，跟着一旁的小崽子们，我们拍张照片谢谢一下奶奶吧。女孩半蹲着身子，1、2、3只围着她，后面站着一个只拍得到大长腿盛旺。女孩皱眉，盛旺你站好点，那么高拍不到。原相机贴着脸，把每个人拍的睫毛都看得清。男人走近镜框，画面一下拥挤了不少，但是每个人都拍到了，幸福一家5口。女孩发给了圣母，谢谢妈。
然后跟他说了一下今天亲子活动的情况。刚结束，圣母收到信息立马回复了3个大拇指。不到一会，朋友圈就看到了圣母转发了女孩拍的这张照片，文案一群可爱的小猪，女孩猪。女孩偷偷的撅嘴拱了一下鼻子，小声嘀咕，我不是猪。时刻关注着女孩的盛旺看到了她的小动作，走过去看了眼女孩手机里的内容，弯腰靠近女人的耳窝出声，嗓音低沉浑厚，猪。女孩啧了一声，一转身就看到男人放大的侧脸，带着怨气的眼神看着她。男人垂着眼眸看着她，眼神暗了暗，在她娇艳欲滴的唇上印了一个。女孩抱着东西拎着裙摆回房间了，她可不想跟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脸。这群小猪仔还在呢。哼，他不是。夜色降临，全家一起吃饭的频率越来越多了。男主人盛旺主位，右边是3个软糯糯的小家伙，左边一个娇软甜美的女孩，一家5口享受着面前的美食。大家吃饭都出奇得很像，细嚼慢咽，动作轻盈平稳。对面的盛兴吃得有点面目狰狞，嘴张得比他2个哥哥都大，小手抓着鸡腿，一手都是油，狼吞虎咽的，腮帮子都塞得鼓鼓的，大口大口的吞咽着，完全不顾及形象。盛旺跟女孩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无语。如果此时有表情包，那就是捂着脸没法看。盛旺默了默，点了点他，盛兴，你饿死鬼投胎吗？盛兴听到他名字，咬着鸡腿，动了动他的小眉毛，一脸茫然的看着他爸爸，嘴里还边咬边说，爸爸，鸡腿很好吃。盛旺，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女孩接着搭话，吃太快会噎到的，抽了一张纸巾给他擦了擦满嘴的油跟饭粒，嗓音温柔，慢慢吃。盛兴萌萌的看着女孩的动作，温柔的妈妈让他有点痴迷，糯糯的哦了一声，管用，吃东西一下慢了不少。书房，晚上一个个洗得白白净净的团子，1只2只3只的走进了盛旺的书房，在男人的书桌面前排排站好。软萌的声音响起，爸爸，今晚我们要跟妈妈睡，你睡这里好吗？男人居高临下的睨了他们一眼，不可以。3个奶娃子互相看了一眼，轮番上前，一人一边抱着盛旺左右两边的腿摇晃撒娇，爸爸，我要和妈妈睡，爸爸，爸爸。还有1只抓着盛旺的衣服爬到他身上，盛旺衣服被重力往下拉，他无奈的抱起盛兴，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连盛奇都这般，不寻常，肯定不寻常，为什么跑到我这来打扰我？盛旺看向带头大哥盛寒，盛寒，我们要跟妈妈睡，妈妈说好，让爸爸睡书房，不同意就跟你撒娇，爸爸就会同意了。几分钟前，3个奶团子就去了女孩房间，他在里面敷着面膜，一边做着瑜伽动作。女孩看到他们3个，毫不意外，隔着距离，女孩好像都闻到他们身上洗完的奶香味。几人好奇的大眼睛看着女孩，盛寒，妈妈，我们想跟你一起睡。女孩回答的毫不犹豫，好啊，那爸爸呢？他不跟我们一起睡，他要工作，睡书房。盛兴，哦，那我去跟爸爸说。女孩一个简易侧板撑的动作，轻轻呼吸着，你们一起去跟爸爸说让他睡书房，要是不同意，你们就跟他撒娇。清脆明亮的声音，好。女孩换了一个手继续撑，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男人反应过来，冷笑了一声，带着他们仨找女孩去。盛旺领着他们3个气势汹汹的来到女孩房间，开口直问，为什么我睡书房？女孩双手撑着瑜伽垫头往后仰，正在做最后一个眼镜蛇式的动作。听到盛旺的声音，女孩动都没动一下。5个人睡会很挤啊，你那么大只，我会睡不好。男人委屈的声音传来，他们有自己的房间。女孩收了动作，声音清脆甜美，我不管，我就要跟他们睡，语气带些娇蛮，整个男人没了声音。盛旺一眨不眨的看着他，沉默了一下，声音沙哑，好，我走。女孩，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戏精？女孩收了瑜伽垫，去浴室把脸上的面膜洗掉，等一下我洗脸哦。3个小孩自觉地爬上了女孩的大床，洗完脸又抹完香香后的女孩扑倒了床上的几个小崽子，抓住一个猛吸，像迷糊了。盛兴被女孩贴着肚子蹭得哈哈笑，痒痒的。女孩又换了一个齐齐在他脖子上蹭蹭，他也扭扭捏捏的露出小奶牙笑着。女孩，小孩子真好玩。他挠了挠盛寒的痒痒肉，他蒙着一张脸，一点也不怕痒。咦，不痒吗？寒寒。盛寒摇摇头。女孩左蹭右蹭，上挠下挠，盛寒一个表情都没有。女孩睁大眼睛看着他，双手撸挨着他的脸，跟你爸爸一样，不怕痒耶。女孩也挠过盛旺，当时他什么表情都没有，让他更加肆虐，能碰的地方都被女孩试了。盛旺就是一个反应也没有。有一个，盛旺微红的脸说，你要是再不停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女孩撅了撅嘴，哼了一声，收回了手。没想到韩寒跟他一样，性子也最像他了，长大后肯定是盛旺复制版。盛兴，妈妈，我也不怕。没反应过来的女孩嘴比脑子快，你刚刚都笑了。过了几秒后，女孩收着力半压着他，你刚刚说什么？糯糯的声音，我不怕痒。还有呢，
盛心小手指点着床单滑来滑去，不说话，垂着眼又长又直的睫毛在他眼部轮廓投下淡淡的影子。盛心虽然每天嘻嘻哈哈，但是心里也非常清楚，没有说出来。有时候靠着小孩脾气要求盛旺要这个要那个，心里跟两个哥哥一样，特别想要爸爸妈妈的关心爱护。对于以前的女孩，他想都不敢想。慢慢的，因为女孩的靠近，他越来越喜欢渴望这种感觉。其实他很早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叫女孩妈妈了，也跟两个哥哥面前称呼女孩妈妈，但是还没有在女孩面前这样叫过她。女孩给他买玩具，带他去吃饭，还有很多小细节，盛心看似不机灵的脑袋都记着呢。他给女孩买皇冠，给她戴皇冠，以后还要给她买很多裙子，她喜欢。女孩看着不再开口的盛心，垂了垂眼眸，没关系，她已经很开心了。女孩也没再强迫她，安抚着他们，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听着奶娃娃的呼吸声，女孩在小夜灯下还未睡眠，思绪万千。女孩知道了温以凡改过剧本后，她心平静了许多，没有所谓的女主的时候，她也没有很不堪，只是惯用于妈妈带她的态度生活着。妈妈身边没有爸爸的陪伴，只能一身心的投入到工作。而她跟盛旺结婚之后，虽说两人一开始没有感情，但是她对他很纵容，生完3个宝宝后，宝宝也对她的淡淡的态度视而不见，一直黏着她。她跟盛旺也是有感情的，日久生情，她被他们爱护得很好，都是那个来抢她生活的温以凡搞的。女孩眼神渐冷，如果还有下一次，她要他在这世上从没出现过。妈妈，女孩怀里的奶团子突然出声，她惊讶地低头看了一眼还没闭眼的盛心，大眼睛在昏暗的暖光中忽闪忽闪的。她拍了很久小孩的后背了，怎么还没睡着？怎么了，星星？她又没说话，隔了一会小声的又叫着女孩，妈妈。女孩亲了他一口，妈妈。两人声音一回一答，在宁静的夜晚，带着困意渐渐入睡。等盛旺忙完都是半夜以后了，他来到房间，两个大的一左一右睡在女孩旁边，中间一个盛心，两人都蜷缩在一起，一张张恬静的小脸击中盛旺那颗冰冷的心。他走过去亲了亲女孩的脸颊，伸手去抱她怀里的盛心，但是两人相拥的紧无从下手，他不敢大动作，他惊醒他们。寂静的夜空中是谁在叹气？早上要去上学的小孩已经早早起来了，和固定生物钟的盛旺一样，好像身体被定了闹钟，没有一个有起床气的，都乖乖的起床。洗漱好后，一个个排队悄悄的亲了女孩一口，然后静悄悄的出去了，还不忘把门关好。一出门就哒哒哒的小跑下楼。今天比平时晚一点点。盛心在后面叽叽呜呜，哥哥等等我。盛涵，快点，我们睡晚了。其实也就多睡了几分钟。小奶娃被调教的跟盛旺一样，准时准点的很。盛心奶乎乎的跟在哥哥盛奇身后，软乎的不行，知道热。盛涵看着温管家，小脸板正，管家爷爷，我们去学校再吃，你送我们去吧。管家笑盈盈的看着面前这个小不点，大少爷，先生说了，这次特殊可以晚点，下次就不可以了。不着急，吃完早餐再去吧。三小孩萌萌的脸上带着一丝疑惑和惊讶，也没多问，软软的回答，好。盛心猛着个脸，反正哥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吃完后，三人才踏上了去往幼儿园的车。在他们走了不久，女孩也早早起了，她定了一个闹钟，今天和林双双还有范莹娜一起去打球，下午晚上去做 SPA 逛街。穿着居家服的她游走在房间的浴室衣帽间，准备好衣服后才下楼吃了个早餐。吃完后就又收拾了一番，净白的小脸没有化妆，换上运动装，在露出的皮肤上都喷了一下防晒，挎着一个运动包就出门了。今天是元气少女女孩豪爵俱乐部，京都豪华著名的高尔夫球场，这里有私人招待的会所，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优雅与尊贵的气息，连垃圾桶也都是名牌定制，美观高奢，配套一切完美的一条龙服务。今天约了美女们在这打球，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三人几乎是差不多时间到的。林双双去登记了信息，绿草如茵的球场上，三人为接下来的运动在拉伸，还没开始，林双双就嗷了一嗓子。女孩和范莹娜一脸疑惑的看着她，女孩你干嘛？范莹娜先喊一嗓子热热身。林双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揉着腰瘪嘴看着他们，不是了，昨天喝酒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桌子了，磕得我这青了一块。女孩跟范莹娜对视了一样，抿了抿嘴，摇了摇头。三人握紧球杆，自信打出，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范莹娜的球准确无误的进洞，女孩差点，林双双更是差得老远。林双双不好意思笑，嘿嘿，不好意思，太久没玩了，生疏。女孩一脸正经的点点头，是这样的没错。林双双，娜娜，你经常玩吗？范莹娜一身蜜色的肌肤，身高跟女孩差不多，身材很匀称，动作流畅有力，看样子是经常运动的。范莹娜还行，有时候会跟客户一起在这打球。来，继续。好。三人越打兴致越高，眺望着远处，心情也跟着放松，几人挥杆自如，逐渐娴熟。
三人完美的身姿和优雅的动作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他们的另一边传来细碎的声音，有个女生站在球场摆着姿势做出打球的动作，还有几个摄影师距离不近不远，看不清人。名媛摆拍的也有，但是比较少，正常都是来这放松玩乐的。好 OK， 拍的差不多了。展青颖把球杆递给助理，问着一旁的经纪人刘鹏，鹏哥，导演那边行吗？一直带着展青颖的经纪人刘鹏，一手把他捧出来的，火过一段时间，经不起网友考验，文化不高，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上周新出的《致青春》又让他火了一把，现在公司又准备捧他，热度没过还能捞一笔，看有没机会往上挤挤。导演现在那边跟星光娱乐的王总谈投资，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对面的那几个人很熟悉，眯了眯眼，没太注意，全身心都往导演那边看。呼，爽，运动一下真舒服。三人玩的差不多，手酸了才停下来坐着休息了。轻轻徐风吹过脸颊，带走身上的热意，再喝上一杯咖啡，舒适不已。范莹娜戴着墨镜看着两位瘫坐在椅子上的美女，走吧，两位美女，洗个澡带你们去吃饭。女孩林双双两人齐齐回应，好。三人朝着屋内走去，走进展青颖才看清这是谁。他停下脚步，眼眸暗光流转，他上前走到三人面前，笑意盈盈，盛太太。他知道旁边的是星光娱乐的大小姐，他没打招呼，先是叫住了女孩，好巧，我是瑶瑶妈妈，没想到在这遇到你。女孩眯了眯眼，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摆拍的就是她，你好。展青颖的这声盛太太，声音不大不小，正好吸引了那边不远处谈合作的一伙人。几人看过去，其他人可能不熟，但是星光娱乐的负责人王总站起来，快步的走过去了。星光娱乐作为林家旗下的一个娱乐公司，当然见过林双双，眼力敏锐，看起来很精干，扬着笑脸朝着林双双伸出了手，大小姐，我是星光的王明。林双双挑了挑眉，不好意思，手上有汗。她不失尴尬的收回了手。林双双，你们在这谈工作？王明，对，最近，那就不打扰你们了，我们还有事先走了。林双双打断了他，现在一身汗，只想赶紧去洗澡。三人身上那种金贵气质，习若自然的离开了，名媛千金的姿态很足。展青颖看着他们的背影，重重的呼吸了一下，成不成就看今天了。中午的天气炎热，洗完澡清爽了很多。林双双脸上拍着水，范莹娜身上擦着身体乳，女孩在擦着头发。林双双，念念，那个女人是谁啊？也是我干儿子同学的妈妈。女孩手顿了一下，轻声嗯了一下。林双双，有时候真羡慕你们有娃的人。范莹娜，上次我看到你和一个帅哥一起打球，什么时候看到的？好像是上个月，你们在打网球，当时还不认识你，看着你们关系不一般。上次，林双双脱口而出，绝艳冤。女孩吹着头发，嘴角勾了勾，关了电源。你们在一起了？没有啊，有时候一起会出来玩。范莹娜，我看那个帅哥跟你还挺搭的。林双双转了转眼睛，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他人还不错，心细，很有边界感，跟他在一起还挺好玩的。女孩点点头，还可以。林双双涂着隔离的手顿了一下，人家好像对我不感兴趣。范莹娜也在对着镜子抹着隔离霜。你们俩是暗示过了？没有，对爱情敢爱敢恨的娜娜。那你要是有感觉，可以给他暗示一下，明了就在一起，不行换下一个。女孩持续点头同意。林双双这么多年谈恋爱都是玩玩的，一点也不认真，如果有个人陪着她也挺好。林双双瘪嘴，最近我哥也不知道是咋了，好像心情不好，整天带他在外面喝酒。女孩抬了抬慵懒的眼神，并未说话。在一家复古典雅的西餐厅里，装修设计跟家具都很有复古风情，很适合拍照。三人都穿着很凉快，很有夏天的感觉。女孩一个小吊带碎花裙上衣，下身一条牛仔短裤，没化妆的小脸清甜可人，肤色白腻。范莹娜一身蜜色肌肤，穿了一条白色裙子。当时她跟林双双还不理解，等她穿上后，1.7米的身高，身材圆润紧致，挑染的栗枣色的卷发尾，再戴上黑色的大墨镜，很有欧美范。林双双跟女孩穿的差不多，清晰舒适的小吊带和牛仔短裤，除了女孩素颜，就真的什么都不抹。其他2个人还涂了个隔离。今天3位都是素颜美女，姐妹聚在一起，怎么可能会不拍照？出来一天，手机不得几百张照片。洁白的桌布和精美的餐具摆放的整整齐齐，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3位漂亮女人的甜美笑容。咔咔拍好后准备开吃。林双双边吃边 P 图，跟她一起出来。照片在朋友圈都是实时更新的，女孩不同，她是一天玩完了后统一发美照。范莹娜不怎么发朋友圈，就算发也是转发一下自己家的业务，工作比较多。女孩看着林双双放大 N 倍 P 细节，照常说了句 P 好了发给我。林双双话都没说，嘴里咬着东西，对女孩挑了一下眉，动了动耳朵，表示知道了。这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女孩偶然发现的。以前2人闹过一次小脾气，谁也没理谁。有个女同学找女孩
女孩看了一眼坐在她斜上方的林双双，她后背一直往后靠，还看到她耳朵在跳动，很可爱，一副我没在偷听的姿势，给她看愣了。她拒绝了跟女孩出去吃饭，她的耳朵就不动了。林双双在窃喜，竖起的耳朵放松下来。女孩好奇的眨了眨眼，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耳朵，轻声说道：好神奇，给她从座位上吓得弹了一下。她回头看到女孩放大萌萌的脸被她蒙住了。既然是念念先主动，那么我就跟她贴贴了。两人又亲密无间的分享着她天生会动的耳朵，一遍遍演示给女孩看。范莹娜不紧不慢的瞥了一眼他们的动作，很自然熟练，天生的吗？对啊。范莹娜点点头，很可爱。林双双吃着东西的嘴撅了撅，可可爱爱的对她隔空亲了一口，谢谢。三人吃完饭又去横扫了商场，一个女人逛街已经是够了，3个女人逛街那是够的了。他们逛的差不多了后，又去按了一下摩。女孩跟范莹娜说好了，晚点顺便去接崽子放学。林双双不满的啊了一声，又要丢下我。女孩，一起去啊，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林双双，好啊好啊。京都幼儿园门口，娃娃们已经排站等着家长了。范杰西看着站在门口的三兄弟，盛寒，没有人来接你们吗？盛寒摇摇头，我妈妈还没有来。女孩没有说来接他们，温管家是提前来这等他们放学的，要是没来，那就是等下女孩会来接他们。好几次妈妈来接他们都要等一下下，所以他们乖乖的站在门口等着。范杰西双手放在挎着的双肩包上，好吧，那我先走了哦。他家保姆车也是很准时准点的。跟三小只拜拜了之后，一蹦一跳的出了门，左看右看没看到自己家的车。门卫和老师看着他，小朋友，家长来了吗？范杰西皱着小脸，没有看到我家的车。老师把他带回了幼儿园，让他等家长来了才可以走。三小只看到又回来的范杰西，一脸疑惑，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小孩哥挠挠头，我没看到我家车，他们应该也迟到了，我们一起等一下吧。4个人一起同频率，默默地看着同龄小朋友被一一接走，一个个小脸上羡慕的表情。5分钟过后，门口传来声音，韩寒，能这么叫盛寒的只有女孩了，在幼儿园谁都不可以这样叫她，她会生气。3个被声音吸引的小孩愣一秒就朝着女孩跑过去，嘴里喊着妈妈。范莹娜也朝着范杰西招了招手，西西妈。范杰西跟激动的什么似的，声音很洪亮，把树上的小鸟都震飞了。我的妈终于也来了。范莹娜扶了扶额，无奈又宠溺的看着自己的戏精儿子，噗哈哈哈哈。林双双在他们后面看到笑得不停，一边是乖乖软软 QQ 弹弹的跑过来喊妈妈，一边是张大嘴巴嘶喊着跑过来喊妈，两边对比不要太好笑。林双双笑着站出来，举着手，各位小朋友跟着我走，今天我们一起吃大餐哦。小孩都依偎在妈妈怀里，静静的看着他，气氛尴尬了1秒，太不给面子了吧。女孩笑了笑，林双双拉过一个盛寒，走干儿子，干妈请你。女孩拉着剩下2个一起，走吧，今天我们一起吃饭。娜娜开车，女孩本来要坐后座的，被林双双赶去坐副驾驶了，她要跟小孩一起坐。虽然她还没小孩，但是很会跟小朋友玩，在他们面前也跟小孩子性格一样。几人在后面玩成语接龙，玩得还挺好。林双双清了清嗓子，嗨嗨，听好了啊，可可爱爱。范杰西开开心心，盛寒干干净净，盛琦淡定接话，安安静静。一直在手舞足蹈的盛星飘飘酿酿。林双双鼓掌，好，非常好，100分100分。气氛热烈，一点都没有刚刚的生疏感。很快打入了小朋友内部的林双双坐在后座，也叽叽喳喳的跟小朋友聊天。说到什么的时候，小朋友脸上写满惊奇，双眼圆睁，嘴巴呈半圆形，挑着小眉毛，像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写在了几人脸上。盛星肉肉的小手不自觉的捂住嘴巴。范杰西求证，真的吗？林双双一脸认真的点头，真的真的。嚯！小朋友们深吸一口气，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林双双看了眼前排的后视镜，对他们2个挑眉 wink 一下，眼神就像在说拿捏。女孩跟范莹娜对视一眼，忍着嘴角弯了弯。女孩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显示你收到了一条微信信息。女孩打开，盛旺发的信息，一起吃饭吗？女孩还没回，他又紧接着发来一条，我们俩。女孩回复，我已经跟朋友在去吃饭的路上了。对面立马回复，谁？女孩正准备回复，就听到后面的盛星说，妈妈，我想尿尿。女孩了一声，回头看着他，一副忍住想上厕所的表情。女孩，等一会星星，马上就到了。他瘪着嘴，闷闷的声音，快点哦。范莹娜看着前方转动着方向盘，马上，转弯就到了宝宝。叮，男主爱心值61%，一头雾水的女孩。范莹娜在停车场入口停了一下车，跟女孩说，你先带星星去上厕所，一会我们停好车再去找你们。女孩立马解开安全带，好，我先带她去。林双双也在给盛星解安全带。女孩下车开门把她抱了出来，跟他们说，妈妈先带弟弟去厕所，等会我们再见哦。盛寒、盛琦，
好。女孩抱着他去找厕所，摸着他屁股，干的，松了一口气。下一秒，两人视线不自觉对视。盛心诺诺的开口：“我没有尿在裤子上。”女孩轻亲了他一口：“乖，厕所就在前面了。”女孩站在门口，看着厕所标志，犹豫了一下：“会自己上厕所的吧？”盛心点头。女孩把他放下来：“那你快去，我在门口等你。”盛心也顺着女孩的动作，迫不及待地下来，冲进厕所。叮，男主爱心值62。女孩皱眉，拿出手机，对话框还是停留在那条谁的画面。其实总裁办里面的盛旺一手拿着手机，一手在敲打桌上，一直盯着看着对话框，直到上面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他眯了眯眼，静静地等着对方回复。老婆，你儿子和他同学还有他妈妈。盛旺脑子里立马飞速旋转回想，最后对上了范莹娜。亲子活动那天有很多上前打招呼的，只有那个人女孩才跟他聊得好，在游轮也见过，他有印象。盛旺正打字，女孩又发来一句：“你自己吃吧。”他的那句“我可以”还没打完，又看到女孩的这句，手指顿了顿，沉默了。叮，男主爱心值63%。女孩，盛心出来了，小手放在前面。妈妈，我上完了。女孩指着儿童专用的小洗手盆，洗手。盛心乖乖过去洗手。女孩发了语音给他，声音清甜：“你吃完饭来接我们吧。”盛旺点开语音，传来女孩软糯甜腻的声音：“你吃完饭来接我们吧。”听完后，嘴角不值钱的往上扬，一遍又一遍的放，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啊？他忍着笑，好，后面还加了一个亲亲的表情。盛心伸着手看着女孩，喜好惹，擦手指放在大人才拿得到的地方。女孩抽了张帮他擦干净了手。好了，走吧，去找哥哥他们。奶娃娃应了一声，牵着女孩的手去跟他们会合。盛旺还想等女孩回复，虽然手机放下了，但是隔一会看一下有没有信息。女孩垂着眼帘，一手牵着娃，一手懒洋洋的丢了个表情包。一个可爱小女孩对着镜头做出害羞的表情，发完就不理她了，找娜娜他们会合。盛旺手机一响，立马拿起来，看到老婆的反应，这下心满意足的放下了手机，关了电脑，拿上一旁的西装外套，随手放在臂弯里，心情颇好的叫了王默去吃饭。当事人一脸震惊，1秒钟脸上800个表情，不敢相信，惊讶、无措、疑惑、思索，最后默默的跟上老板的步伐，多次暗中偷瞄盛总的脸色，细腻红润有光泽，微微挑起的眼角说明他心情好。老板心情好，有大单，不对，赚钱不是这个表情，会笑，但是笑一下就没了，能这么开心的估计只有太太了。王默放松了身体，脸色柔和，只要老板高兴，他就高兴。两人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常吃的中餐，刚进门，一瞬间气氛不太对，蓦然看见一抹清冷的身影，是预警科技的总裁。王默瞥了一眼盛旺的表情，刚刚和善的脸色已经荡然无存，恢复平时冷漠孤傲的冰山脸。对方也是淡淡的扫了一眼这边，便移开了视线，两个人谁也不认识谁的样子，两人的周围都散发着冰冷的寒气，目不斜视，互不认识的态度擦肩而过。王默只觉得两人走过的地方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度，他咽了咽口水，弱弱的问盛旺：“盛总，吃什么？”盛旺冷漠脸：“随便。”男人翻脸比翻书还快，王默只好点了2个盛旺常吃的，还有2个他爱吃的，再来一个暖心汤，妥妥的。在等菜的时间，他把桌上的碗筷烫了一遍，右手手腕带着的红绳吸引了盛旺的目光。王默注意到，主动说起：“这个是幸运红绳，我跟我女朋友去寺庙拜佛买的，可以辟邪避灾，好运常在。”盛旺审问的眼神看向他：“你有女朋友？”王默惊：“喂，我家给我介绍了一个，人还不错，让我们相处相处。”说着说着，露出了恋爱的酸味。看到对面面无表情的盛旺，立马收了起来，试探性的说：“盛总，你可以和太太一起去拜一个，拜观音祈福，防小人，还可以拜月老长相守。我跟我女朋友去了，感觉还挺好的。当然了，财神爷也不能忘。”盛旺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长相思，防小人，这主意不错。”王默看盛旺表情缓和了不少，一脸思索的表情，继续说：“周末还可以带他去玩博物馆、艺术馆、游乐园呐，一起做手工、看电影、吃饭。”感情急速上升。盛旺看王默一脸笑的跟如花一样的表情，知道他应该是实践了成功不少。男人有兴趣，抬了抬眉，拿起桌上倒好的茶水抿了一口，继续。王默也喝了一口茶，只要不是工作上的事情，他能说一天。今天让我好好说道说道。女孩子这边也吃的差不多了，女孩给盛旺发了定位，在环球商业街，几个小孩在招招手，互相道再见。范莹娜，那我跟双双先回去了，你等会回去了给我们发个信息。女孩，好，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等他们走了以后，女孩低头看着3个小家伙，走吧，我们慢慢走出去等爸爸。4人慢慢从商场里走出去，偌大的商场熙熙攘攘，璀璨的灯光下，
各种装饰饰品精心摆放整齐，一楼就是电玩城，吸引小孩子玩。五彩斑斓的灯光，还有各式各样的游戏机。门口有2台跳舞机，有一对男女在上面跟着节奏舞动，旁边几台是放着吸引孩子的游戏机。女孩看到有个小孩非常暴力的拍打着机器，看着其他小朋友的动作是这样玩的，通过拍打来让里面的珠子跳起来到指定的洞洞里面去。那个小孩略微有点暴力，他悠悠地看了眼自己的崽子，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女孩站到他们面前，挡住他们的视线。小孩也抬头看着妈妈。女孩双手抱着臂，声音懒散，想玩吗？圣心反应快的直点头，闪着不灵不灵的大眼睛。其他2个小孩没说什么，但是眼睛里的反应跟圣心是一样的。女孩冷漠拒绝，不可以，等下爸爸就要来了，我们要回去了，下次出来再玩。一天了，女孩累了想休息了，走吧。女孩说完自己在前面走着，后面3个娃看了一眼玩游戏机的小孩，果断跟上女孩的脚步。圣心有点不舍，步伐迈得小，身体走着，眼睛还在别家小朋友身上。2个哥哥一左一右的牵着她，乖乖跟在女孩屁股后面。圣心虎头虎脑的左右问，哥哥，下次我们跟妈妈说来这玩好吗？圣涵，好。圣奇点点头。几人出去不久，圣旺的车就来了，加长版豪车。女孩坐在圣旺右边，小孩子在圣旺左边，被圣旺有心机的隔开了。女孩没管，反正她累了。坐上车之后，腰上垫着软垫，身体自然放松状态，一双笔直白皙的美腿伸直，明晃晃的刺激着男人的视野。头倚靠在圣旺身上，懒洋洋的样子像个疲倦的小猫咪。困，到了叫我。圣旺垂眸看着她蓬松的发顶，鼻尖传来阵阵发香，看着女人安静的闭着眼睛，浓密卷翘的睫毛投下淡淡阴影。圣旺拿着外套盖在她腿上，低头吻了一下女孩的发。3个小孩伸出头看着睡着的妈妈，也坐着安安静静的不说话。怡园，圣旺紧紧抱着女孩下车，女人如一朵娇艳的花依偎在男人怀中，也是完全没管后面的3个奶娃子。王默把他们一个一个抱下车，3个小孩礼貌道谢，谢谢叔叔。王默瞧着盛总家的奶团子，真不敢相信这是冰山冷男能生出来的。不客气。月光下，男人抱着女人的身影显得修长有力。他低头看了一眼已经下车的小朋友，抱着女孩就往家里走去，完全不管后面哒哒哒跟着的自家崽。直到他抱着她上楼的时候，想跟他们说不要打扰他们，回头发现没人。盛旺抿了抿嘴，停留了一下，崽子们才手拉着手进来。他们看着停下来的爸爸，盛旺，自己睡觉知道吗？不要老是逆着你们妈妈，这么大小孩要独立了。说完抱着女孩回去了。还在幼儿园读书的3位反驳不了一点老父亲。盛旺抱着自己的老婆径直走向大床，轻手轻脚的放下怀里的女人，扯了扯领带，高大的身躯附身便亲了一口，双手撑在女人两侧。一口不够，再来一口。在外冷漠禁欲的霸总此时跟个亲吻狂魔一般，一直和女孩贴贴。女人被弄得不耐烦了，啧了一声，出手拍开了这讨厌的声音，转身翻滚到另一边去了，一副离我远点的样子。被拍到嘴角的盛旺一脸无辜茫然地看着他后背，沉默片刻。男人站起来往浴室走去，浴室水声响起。10几分钟后，男人擦着上身的水滴出来，光着身子掀开一边被脚上床，捞过女孩的腰肢，拥抱住她，把她的手放在了自己腹肌上。女孩窝在他怀里很舒服，一点都没挣扎的痕迹，睡得可沉了。隔天女孩醒来的时候，另一边床铺还带着点点余温了。她慵懒的起床后去洗了个澡，收拾好自己后准备下楼，却发现盛旺的书房没关。她刚好跟坐在办公桌的男人对上了眼。女孩漫不经心地问，怎么没去上班？男人看到她起来了，起身出来站在她面前，俊朗的容颜，雕刻一般的五官，细致白皙的皮肤。早上的她比平时的她看起来要柔和得多。盛旺亲密无间地摸了摸她粉嫩的脸颊，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女孩迈开步伐往楼下走去，晚上睡得早。下楼梯的时候，女孩停下来转身看着他，你好像很闲，以前忙得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现在怎么天天在家？盛旺眨了眨眼，不自在地抿了抿薄唇，眼神带点询问，今天要不要出去？女人抬了抬眉骨，眼里散发着有猫腻。你不对劲的表情，顿了几秒，她转身下楼，身后跟着男人。下了楼梯之后，她双手交错在胸前，声音慵懒，想约我从昨天那句一起吃饭吗？我们2个。女孩就知道了。男人跟在女人身后来到餐桌，明明1米9的身高，却在身高170娇小的女人身后看到了乖巧和顺从。他特意选在不是周末的时间，他的眼神闪烁着热切的光芒，可以吗？活脱脱的像个大狗狗求摸的样子。女孩的嘴角不受控制往上翘，她叹了一口气，压着笑意，一副思索的表情。可是我很累耶，你要带我去哪？盛旺脑子里一闪而过一套空的复古庄园，里面只有他和女孩。男人深邃的眼睛恍惚了一下，下意识地摇了一下头，不是，是要去玩，去拜佛，去约会。男人没说话的这副表情
女孩眯了眯眼，你不会带我爬山吧？男人疑惑的歪了歪头，你喜欢爬山吗？女孩面无表情的脸，不喜欢，还略带警告他，你也不可以选这个，我最讨厌爬山了。男人无辜，我没有。女孩，那要去干嘛？男人没有说话，只是给女孩递了一杯牛奶，神神秘秘的。反正没事，女孩就跟他去看看。吃完早饭的两人，盛总亲自开车，两人来到了灵隐寺山脚下。女孩看到望不见底的台阶，气不打一处来，小脾气立马来了，你非要跟我作对是不是？他立马转身要走，你自己爬吧。男人拉住他，不是，王默说这里拜神很管用的，我想跟你一起拜拜。女孩愣了一下，皱了皱眉，你还信这个？盛望拉着女孩的小手，轻轻的摇了摇，来都来了，我们也拜拜吧，给我们全家祈祈福。女孩诧异的看着盛望的动作，哪里学来这么多小动作？王默一个助理还教这？女孩吃软不吃硬，最看不得别人撒娇了。她抱怨的小声说，我爬不上去，看着就好长好累。盛望毫不犹豫，我背你。女孩垂着眸，还犹豫了一下。盛望牵着她的手抱住她，似乎想用嗓音诱惑她，耳鬓厮磨的说着软话，走吧，我背你就不累了，去拜一拜，晚上不怕做噩梦。女孩下巴靠在盛望胸膛，吐了一口气，好吧，来都来了。女孩看了看自己的穿着高跟鞋，可是我穿的不方便。盛望拉着她到车前，然后在后备箱拿出了2袋装衣服的袋子，包装都是一样的。女孩一看，里面的衣服也是一样的。她又不经意的看了下自己脚上的鞋，盛望拿出2双白色运动鞋，在她面前蹲了下来，放下鞋，随后托起女孩的一只脚。女孩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好像这就她应该做事的，主动的伸出脚配合她。男人一手握着女人的白皙的脚踝，一手托着高跟鞋的后半部分，把鞋脱了下来。他的脚像细腻的瓷器，软白无瑕。男人眼神暗了暗，手轻轻的蹂躏了一下。女孩隐隐约约听到旁边有个女生的小声惊呼，那个女生手指一直戳着她旁边的男生，哇哇哇，快看快看，小说男女主啊！看着盛望给女孩换鞋的画面，激动的摇晃着她男朋友的手臂。男生也看了一会，最后捂着女朋友的眼睛，半抱着她的肩膀，快速的往另一边走了。2个人还背着书包，看起来就像是在恋爱的大学生。女孩瞥了一眼，就垂下了眸，看着男人浓密蓬松的发顶，眼神认真轻柔。女孩脑子里想起盛望说的那句，我喜欢你，很喜欢，脸颊微微红了红，嗓子干哑。好了没有？男人喉结动了动，好了。换好衣服后就准备上去了。女孩还没来过这感觉还挺奇妙的。天空湛蓝，微风轻拂，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让人心情很放松。盛望一直观察着女孩的表情，看着她红润柔和的小脸，男人温和的笑了笑。盛望要背女孩，女孩说要自己走，累了再背。盛望好，牵着女孩往上走。工作日人不是很多，但是也不少，大部分来这的都是中老年以上的人群，还有少数的年轻人。一开始女孩被盛望牵着还行，到后面的时候有点被盛望拉着走了，最后不愿意走了，停下来轻喘着气息。盛望拿着水，拧开瓶盖给她。女孩嫩白的小脸透着娇滴滴的红晕，盛望靠近她，摸了摸她嫩红的脸颊，休息一下，喝口水，等下我背你。女孩接过来喝了好几口，缓冲了心头那种燥热感。这里又没有坐的地方，女孩只好靠着盛望，把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等风吹得差不多了，女孩才说走吧。盛望嗯了一声，在人来人往的台阶弯腰半蹲了下来。女孩看了下距离，还有一小半台阶，犹豫了一下，还是趴在他后背。男人微微用力，轻而易举地背起她往上走。女孩的手臂紧紧地抱着男人的脖子，男人坚实有力的后背让她安心地趴在他宽阔的背上。男人的气息很稳，好像这段路背着她也很轻松。女孩心里有种无形的安全感。叮，主人爱心值 45%。 女孩睫毛颤了颤，娇弱地叫着他盛望。她的气息在她耳边回荡，低沉而富有磁性。女孩等下来也好累。他拖着女孩往上，我背你。女孩在后面眨了眨眼睛，抱紧了盛望，然后彻底放松了身体，软软的回应好。说完便闭着眼假寐。不知什么时候到寺庙了，盛望拍了拍女孩屁股，念念老婆到了。女孩动了动，好舒服，她其实都有点想睡觉了。把女孩放下来后，两人站在许愿树下，红丝带在空中飘扬，寺庙里香火旺盛，人头攒动，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虔诚和敬意。盛望拉着女孩先去问了门前卖香烛的人，他跟盛望女孩2个人说了拜的神仙在哪里，一人拿几根香，还说了几句应该是祝福的话。盛望按照他说的要拜的都满了，小伙子，你们拜完后再来拿，一个一个来。盛望和女孩按照指进去，带着虔诚一一跪拜。最后一个带着女孩去拜了月老，给了一个红色许愿结，让2个人在丝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盛望俊俏的脸庞此时认认真真的提笔写着名字，强劲有力的毛笔字写下2个字女孩。女人抬了抬眼，诺诺的看着他，
要写自己的名字。男人把毛笔递给她，你写我的名字。女孩接过毛笔，仿佛微风的轻抚，她心里泛起阵阵波澜。她提起笔尖，蘸取浓墨，挥毫泼纸，慢慢的写下圣望2字，细腻深刻。她忍不住笑出声来，眼底闪烁着笑意，温柔的眼神望着女孩，好看。女孩也难得温柔的笑着回应他。两人拿着许愿袋，另一头有重物绑着，只要用力往树上抛就可以了，抛得越高，两人越长久。圣望一手牵着女孩，一手拿着许愿袋，也有人在抛，有些一抛就上去了，有些上去了又掉下来。两人对视了一眼，男人坚定的开口，他不会掉下来。女孩抿了抿嘴，也紧张期待的看着他。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手臂蓄满了力，坚定的看着最高处，握紧了手中的红丝带，用力往上抛了出去。两人视线紧紧追随着，果然是落在的圣望想的那个点，阵阵微风，树叶在晃动，许愿袋摇摇欲坠，两人心神紧绷，握在一起的手不自觉抓紧对方。许愿袋随着风往下掉，瞬间他瞳孔猛地收缩，带着恐惧和惊慌，仿佛一切都在瞬间静止。看着许愿袋滚落，刹那间风停了，卡在中间的树枝缝隙里停下来了，他紧握的拳头也终于松开，如蒙大赦，沉重的松了一口气。女孩砰砰直跳的心也渐渐放下，两人交握的手心都出了虚汗。叮，男主爱心值 70%。 女孩想挣开，男人握得紧，眨眼之间，女孩嘴角落下一枚冰凉的吻，几秒后放开，拿出纸巾擦拭着女孩的双手。他低着眸，声音沙哑，走吧，我背你下去。圣望背着女孩下去，两人伸出的手腕上有个明显的红。女孩晃了晃手，好丑啊，圣望。男人想到了翡翠手链，漆黑的眸子在女孩看不到的地方透着冷，好看，比翡翠手链好看，还要灵。女孩仔细品了下这句话，这话还带着怨气呢。女孩，翡翠贵。圣望背着女孩转了个身，快步往回走。女孩，你干什么？我去捐钱。女孩立马锁住他的脖子，行了，可以了，刚刚捐的够多了，名单上都有他们俩的名字了。看他还不停下来，女孩直接上手揪他的耳朵，有气无力的声音，快带我去吃饭吧，你老婆要饿晕了。男人停下脚步，看了看脑袋垂在他肩膀的女孩，软的不行，好，带你去吃饭，总算是下来了。女孩累了，不是身体累了，是心灵。圣望一直在唠叨，这个红绳是我们一起祈福求来的，还包含着3个小小的佛，我还捐钱，我回去还捐钱给寺庙维修，一定比那个灵验。女孩不耐烦的闭了闭眼，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拉了拉圣望的衣服，踮起脚尖在他嘴上应了一口。男人一下安静的抿了抿嘴，红了红耳朵，握着拳头的手放在嘴边，眉眼弯弯不语声。车辆行驶在车流不息的道路中，男人忍不住想张嘴，还没出声，就看到女孩立马闭眼，转头看都不看他一眼。男人愣了一下，只好作罢，小眼神不停地瞄向对方。女孩唧唧歪歪的，以前也没这么多话说，现在跟星星一样，哎，这不好的基因全遗传他的了。女孩还不自觉地摇了摇头，男人更不敢出声了。到了餐厅，两人安安静静地吃完了饭，女孩带着询问的眼神歪了歪头。圣望拿起女孩的包，走吧，这附近吃饭的地方有个创意园。圣望带着女孩逛了逛，有很多好看艺术展。女孩掏出手机让圣望给她拍2张，接下来就看女孩的百变小脸，让圣望惊叹的露出痴汉笑。拍完等女孩拿手机一看的时候，眉头一皱，啧了一声，很大声。男人面露难色，小心翼翼的后退了一步，看着女孩铁青的脸，微弱如纹，很好看的。女孩一副行吧，就这样吧的表情，收回了手机，拍的还不如你儿子。男人陷入沉思，挺好看的。两人走进了一家手工店，女孩脑子里只有那个瘪嘴表情包，等一下讲你。你又不高兴，只能是忍了忍，告诉自己没下次了。女孩一开始的不情愿，到后面仔细认真，做着手上3个夸张不已的小人。圣望本来是想跟女孩做对方的手办，但是他要做3个小的，没办法，他只好自己动手做他跟女孩的恩爱画面，两个人一起念，比女孩还认真。他还是有点技术在身上的，把他们2个雕刻得很相像。女孩有小细节，搞不好就叫他圣望。这个手我做不出来。男人听闻，抓着女孩的手，手把手教她刻。女孩看了他一眼，一脸正经的样子，他眨了眨眼，也认真的看着学。男人嘴角噙着笑，低头看了看怀里女人认真的小脸。王默说的没错，果然可以增加感情氛围，明天回去就给他加工资。这一天，圣望带着女孩拜了佛，做了手工，吃了饭，看了电影。女孩看电影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无聊的爱情片。最后他跟她说晚上可以不回去吗？真的是把女孩给整无语了，老夫老妻搞这，还让女孩跟小孩说一下今晚不回去了，没给她气笑了。女孩不要，他们不让我睡外面。不管圣望咋说咋祈求，女孩就是不为所动，无奈只好开车送她回去了。圣望问今天开心吗？女孩内心瘪嘴，等一下讲你。你又不高兴，很不走心的点了点头，但是她好像很开心，我也是。
就差了一点，就把她骗到酒店去了。男人自信开口，你下次可以约我。女孩怔了怔，拒绝的话到了嘴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抿住了嘴，再次胡乱的点了点头。两人一回到家，在玩游戏的三小只丢下玩具就跑过来了。盛寒，妈妈，爸爸说你们今晚不回来。女孩淡淡开口，爸爸跟你开玩笑的。一旁笑着传递消息的温管家，女孩有东西送给你们哦。女孩拎着小袋子，盛心还没看到就非常捧场，夸张的张大嘴巴。哇哦一声，女孩拎着袋子走到一个小桌上，三个小孩屁颠屁颠的跟着。在三人的注视下，女孩拿出今天她做的小人，当当当，意料当中的声音。哇哦，每个人都准确的拿了女孩手上缩小版的自己，小手抚摸着小手办，眼睛里稀罕的不行。女孩表明我做的。旁边传来2声咳嗽声，女孩顿了下，你们爸爸也做了一点点。三小孩眼睛不灵不灵的看着爸爸妈妈，谢谢爸爸妈妈，我好喜欢，喜欢，我也喜欢。听到这些臭屁声，男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女孩还拿出了小一半的红绳，给他们一个个手上套，还有这个是爸爸妈妈去拜佛求的，你们带着，可以保佑你们的。盛寒看了看女孩跟盛旺手上都有。盛心，哇哦，我们一家人都有。然后在那里跳啊跳，蹦啊蹦。女孩给盛琪戴上后，拉过蹦蹦跳跳的盛心，不要摘下来了。三小孩奶奶的拖长音，好了，你们继续玩吧，我要去洗澡睡觉了。盛旺跟着上，看了眼温管家，朝着三小孩微微抬了抬下巴。温管家一个静音手势 OK。 盛旺满意的点了点头。温管家拦住要跟着的仔，各位小少爷，今晚要自己睡哦，夫人给你们带了这么多东西，很累了哦。单纯的小孩，好吧。女孩在找衣服，盛旺也在找衣服，他要去浴室，盛旺也跟着进去，动作不似刚刚的温和，带着强势必得。浴室弥漫着诱人的香气，让人沉醉。稀里哗啦的水声，慢慢腾起的薄雾，透明磨砂的玻璃倒映出两人交缠的身影。青影，这个综艺你看一下。展青影拿过合同一看，亲子综艺，导演那边已经可以了，你多参加几个综艺试试水，制造些娱乐，观众才记得住你，后面好宣传你的新戏。展青影蹙了蹙眉，可是网友一直八卦孩子的父亲，鹏哥，舆论是热度开始，你只要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就可以了。展青影抿了抿嘴，沉默了一下，知道了。瑶瑶是她姐姐的女儿，她们姐妹俩从小就父母双亡，寄养在亲戚之下，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姐妹2个都没读书，从小就出来打工了。姐姐做服务员，她不甘心，机缘巧合入了这行，虽不说大红大紫，但是起码衣食无忧了。有天姐姐突然说怀孕了，孩子父亲也不说，跟倔种一样，非要把孩子生下来。生瑶瑶的时候大出血走了，姐姐嘱托她好好照顾瑶瑶，我就是她的妈妈，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只好把瑶瑶带在身边。别人问起，就是我生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敢的，但是看到姐姐临走时候的模样，她仿佛什么都不怕，就怕唯一爱她的亲人走了。知道这件事的就是她的经纪人鹏哥了，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休息1年，1年后复出就是被爆生了瑶瑶，但是她不是很火的明星，热度不高，一会就没了。最近致青春的戏火了，这个话题又被网友提起，在没有找到瑶瑶爸爸之前，他都不会说这个秘密。展青影站起来，我先回去跟他说一下。鹏哥点了点头，下周就开始。搞定了，先给我电话。京都幼儿园，瑶瑶给每个人都带了糖果。在教室的一个小疙瘩里传来盛心好奇的声音，瑶瑶，你为什么送糖果给我们？瑶瑶诺诺地说，下周我要跟妈妈去玩，可以不上课了。盛心睁大羡慕的双眼，啊，好羡慕你哦，我也不想上学，可是我妈妈说不上学就打小孩。小孩撅了撅嘴，奶奶的哼了一声。范杰西，瑶妹，你走了，我们帮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女孩子，我们会输给小芭比的。大人的虚荣心要攀比，小孩的胜负心也在持续开战。自从上次变形金刚的事情后，班里就分了2派，一派是星星队，盛星、范杰西、瑶瑶，对方是上次的季怀义，还有小胖、小芭比、小红花队。6个人经常拿自己玩具比，作业也要比，小红花也要比，爸爸妈妈也要比。季怀义跟盛星比作业，盛星比不过，盛星就跟他比漂亮妈妈，他没有也比不过我。2个小女孩比谁最多娃娃和衣服，小胖和范杰西比玩具和零食，双方僵持不下。盛星为了壮声势，还叫了他2个哥哥站在他后面。瑶瑶作为星星队最重要的成员，走了就没人跟小芭比比娃娃比裙子了。瑶瑶，我妈妈说你们可以来找我玩。盛星双手拢在胸前做出可爱状，真的吗？瑶瑶，对呀。盛星狂点头，好啊好啊，我回去跟我妈妈说。说完一蹦一跳的找他哥哥去了。盛星，哥哥，我想要让妈妈给我买娃娃。2个哥哥疑惑的看着他。盛寒，买娃娃干什么？盛星看到路过的小芭比，他叫她小芭比。小芭比手上拿着艾莎公主的娃娃，停下来歪头看着他，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好像在说
你叫我干什么？瑶瑶去玩了，以后我哥哥跟你比。盛星这个奶团子，肉乎乎的小手搭上旁边盛琪在画画的手臂，说的一脸认真。盛琪抬头，小芭比，他是男孩子。盛星转了转黑溜溜的大眼睛，那我跟你比。小芭比，但是你也是男孩子。盛星，我可以先当女孩子，等瑶瑶回来我就不当了。小芭比思考了一下，好吧，那你有裙子吗？盛星，我叫我妈妈买。小胖，啊，盛星你要穿裙子吗？那谁和小易比呢？盛星走到另一侧，小手再次搭上另一个哥哥盛寒的手肘。我哥哥盛寒。小胖，男孩子穿女孩子的衣服，羞羞脸。盛星鼓着嘴没说话，小眼神看向他哥哥。盛琪不多时的出声，我弟弟没有穿。盛寒拉着盛星，不许这样说我弟弟。小易冷哼了一声，我们才不跟穿裙子的男孩子玩。盛星站在两个哥哥身后，前后表情都不一样了，尤为嚣张。哼！他们走了以后，盛寒再次跟盛星说，星星，裙子是女孩子穿的，男孩子不能穿的。盛琪画着画，如果你穿裙子就不是我弟弟了。盛星再次听到一句话，立马睁大眼眸，眼里一秒蓄满泪光。盛琪一笔一画，是妹妹了。懵逼的盛星眨了眨眼，知道惹，但是回去之后还是跟女孩说了要买小裙子。女孩一天都没出去，圣母来看小孩，女孩跟她在家按按摩，晒晒太阳，玩玩水，可舒服。圣母问，我们去接他们三个吧。舒舒服服躺在泳池旁边闭着眼的女孩，妈，你再玩会吧，等会管家会接回来的，回来再跟他们玩。在游泳的圣母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那我再游一圈。年届中年的圣母依然有着清新的心灵和匀称优雅的身材，风韵犹存。妈妈，盛星的大嗓子，人还没进门，声音已经传遍了大客厅。圣母快步走出去。哎呀，我的小宝贝，奶奶可想你了。三小孩愣了一下，奶奶，你怎么来了？圣母抱着小孩，这个亲一下，那个亲一下。圣母，奶奶想你们了，过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话。三小只乖乖点头，听话。圣母真想一下抱三个，太可爱了，他的孙子。盛星看着站在后面的女孩，妈妈，你没有来接我吗？跟女孩亲近起来的盛星很会对女孩撒娇，话痨的不行。奶奶来了，我要先照顾奶奶。盛一秒接受，行，好吧。圣母看着他们母子四人这么亲密，她很欣慰。再次语出惊人的盛星，妈妈，我要买裙子。展清影本性不坏，生活太艰难，只是想要往上爬而已。在场的人一愣一愣的，女孩这得对裙子有多执念。圣母，星星这次又要送给谁？盛琪，她要自己穿，变妹妹。这话给圣母吓得都结巴了。这，立马站起来看着女孩，脸上尽是惊慌。她是很想要一个孙女，但是并不想少一个孙子。女孩拍了拍圣母的肩膀，表示别慌，她就是爱玩。盛星摇了摇头，我们班瑶瑶邀请我们去玩，我想买个裙子送给她。圣母大松一口气，买，奶奶给你买。谢谢奶奶。小孩去做作业。圣母还特地拉着女孩走到一边讲悄悄话，你可得好好观察一下星星，这孩子不像他两个哥哥，净想着裙子娃娃首饰，这样下去可得把小孩养歪了。女孩觉得圣母担心过头了，圣星是活泼了点，唠叨了一点，但是他要的这些东西都是给了女孩的。虽然是有一点点想法想试试裙子，但是女孩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小孩子嘛，试一下也是可以的。女孩不会的啦妈，你放心吧，她就是好玩了点。圣母手指点了点女孩额头，现在好多变性人都是后天养成的，你这当妈妈的不注意，后面再发现就晚了。圣母每天没事刷下小视频，看着明明前几天还是阳光开朗的一个大男孩，没几天就变得比女生还女生。你说这，女孩瘪了瘪嘴，小孩子好奇心比较重嘛。好了，我会注意的。圣母急得团团转，不行，我还是得找个专业医生来给他看看。女孩站在他后面，脸上就像个表情包一样看着他走来走去，看他拿着手机立马找人，声音热情急切，喂，赵医生。女孩懒散的坐在餐桌，一手握着茶杯，一手撑着下巴看着圣母讲电话。等他结束，女孩把茶杯递给他，妈，喝一口。圣母摆摆手，我还得跟圣旺说一下。女孩挑了挑眉，又恢复了刚刚的动作，安静的看着他。电话一接通，手机跟门口都传来圣旺的声音，妈。圣母上前把他拉了过来。男人看着慌慌张张的圣母，还有女孩慵懒的坐在一旁看着。怎么了？这是？女孩没说话，只是眨了眨眼睛。圣母认真的跟圣王又说了一遍，他看着这两个小年轻，你们两个可得好好。看着孩子，女孩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男人看着女孩，后者给了他一个点头反应。圣旺也默默的点点头，看着自己老婆的样子，就感觉应该是被念叨了很久。林婉清看着自己的儿媳，一点都没有让他踏实的感觉。这几天我先住在这，观察一下。还有，我给你们带了补品。两个小年轻对视了一眼。楼下圣母跟着小孩玩，还给他们拿了3个定制的小手表，3个人一人一个。奶奶，这是什么？
圣母给他们戴在手上。这个呢，就跟奶奶的电话一样，你们可以给奶奶打电话、发信息。有了这个，也不怕走丢了。这个是防水的，在外面不要摘下来哦，知道吗？圣涵、圣心已经在点来点去，划来划去，好奇的玩着。圣琪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看着圣母，感兴趣的举着左手，这个怎么用？这个是电话，里面存了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的电话，要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个是圣母很耐心一点点的教他们怎么用。3个小孩第一次拥有定制手表，兴奋的围着圣母左一口右一口谢谢奶奶，爱奶奶，把圣母哄的嘴角没停下来过。最近他看新闻，好多人贩子专门绑架有钱人家的小孩，那些人都不要命了，他好几天都不安稳，来这看了才安心。圣旺在帮女孩擦头发，女人精致的小脸半仰在沙发上吐槽，圣旺，你小时候也会想穿裙子吗？男人的手一顿，继续控制着手上的力度擦拭着，我又不是女孩子，我还以为你小时候也爱这样，所以妈那么紧张圣心。她就是小视频看多了。女孩赞同的点点头，她还经常分享到家人群里，什么标题惊，孩子出门一转眼就不见了，危险，家里有这个东西的快丢了。爸爸妈妈的疏忽让孩子一生遭罪。女孩有时候不看，有时候还回个表情包，钥匙。圣旺跟女孩就让圣旺出口说话，一个眼白脸，一个眼红脸。好话女孩受着，最是圣旺顶着。扣扣扣，房门被敲响，佣人来说圣母叫来的那个赵医生来了，一个很有名的儿童心理医生。女孩现在吗？是的，在小少爷房间。哦，女孩吹了下半干的头，收拾了一下，跟圣旺下去看看。10几分钟后，他们从房间里面出来了，小孩被王妈带去洗澡，圣母在问医生情况。怎么样，赵医生？夫人，小少爷很好，没什么问题。小孩子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小少爷活泼爱动，整个人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对周围的一切都是想要探索的。小朋友对未知的事物都感到兴奋和好奇，这是正常的。而且小少爷提及漂亮的裙子，还有女生的发夹首饰之类的，都是表达想要送给圣太太的。赵医生最后一句是看着女孩说的。女孩愣了愣，圣母这下放宽了心，嘴上挂着和善的笑容。那就好，麻烦你了，赵医生。没事，那我先回去了。圣母，好好。佣人上前送走了医生。圣旺无奈，这下放心了吧妈？圣母点点头，看着女孩，看来星星确实很喜欢你。记得上次星星还离家出走呢，现在跟他妈妈黏糊得很。女孩眨了眨眼，现在爱心值都没满，她已经被他们包围了，不敢想象满值的时候是个什么场景。圣旺，那送你回去。圣母不高兴，干什么？怕我打扰你们小俩口？不是，我是怕我爸来找我。圣母勉强接受，紧接着说，我在这住2天，不用管他。行了，你们小俩口回房间去玩吧，我会哄孩子睡觉的。说完完全不看两人尴尬僵住的脸，找孩子去了。走了一半又回头看着圣旺，你注意一点，明天我还要带念念出去的。说完又走了。女孩不禁红了脸，好像被公开处刑了一样。女孩抬脸看向他，男子五官深邃，剑眉入鬓，眸若星辰，干净利索的短发，高挺的鼻梁勾勒出他俊美的面容，给人一种金贵的冷峻的感觉。圣旺这个视觉，女人白里透红的脸颊，两只眼睛宛若秋水波光流转间，显得妩媚动人。脸颊上泛着淡淡的红晕，香气飘飘的长发披散在肩头，洗完澡的她全身都是香香的。下一刻，男人伸手搂住她的腰肢，往后收力，直到贴在她的腹部，沁凉的唇压了下来，亲吻了一口，便移开，看着眼前娇小的女人，幽邃的黑眸底下是不知厌足的贪婪。声音沙哑，回房。女孩的手肘顶了一下她坚硬的腹部，男人顺手抓起了女人的小手，拉着她回房间。女孩不满，明天我还要跟妈出去逛街。没事，我轻一点，她知道的，我不弄在明显的地方。这张看起来金贵禁欲的脸，怎么会说这样的话？说没有就没有，平时圣旺都是按着顺序下来的。这一段呢，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surprise， 但是呢，审核大大把我关起来了，我很难过。次次修改换来次次拒绝，错哪里我也不知道，直到我把这几段话删除，我才知道审核大大对我有多严格，请大家自行想象。这一段呢，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surprise， 但是呢，审核大大把我关起来了，我很难过。次次修改换来次次拒绝，错哪里我也不知道，直到我把这几段话删除，我才知道审核大大对我有多严格，请大家自行想象。男人在他的时候亲了她一口，这柔软的唇瓣可甜了老婆。女人闭着眼，脸色通红的躲开。男人低声轻笑了一声，女孩骂他不要脸。男人的薄唇贴着女人的耳廓，喷洒出灼热的气息，轻声轻语的说着，念念在床上，你夸我我喜欢，你骂我我也喜欢。女孩说不过他，只边哭边骂。圣旺到气愤了，还要挟着女孩说好话。女人按着他的话抽抽搭搭，娇声娇气的说着。他不但没有停手，还更肆意妄为。缱绻旖旎，一夜过后，
男人神清气爽地穿着白衬衫，扣上最后一个纽扣后，男人又恢复了那个禁欲冷峻的盛总。女孩整个人窝在被褥里一动不动。盛总掀开一点点被子，怕她这样捂着呼吸不了，露出净白的小脸，在她紧闭的翘睫上吻了吻，温声细语：可以睡久一点，下午再出去，我去上班了。女人只觉得吵闹，蹙着眉不耐烦地扯着被子隔离这个声音。盛旺下楼的时候，盛母跟3个奶团已经坐在餐桌吃着了，几人打着招呼：早上好爸爸。男人回应着：早。盛母：念念呢？他在睡觉，你晚点再跟他出去吧。盛母给了他一个眼神，他就知道女孩在男人走后不久迷迷糊糊地挣扎着起来了，心里还想着今天要跟盛母出去买裙子的。楼下，盛旺站在车旁边等3小只乖乖跟奶奶拜拜完，然后送顺路他们去学校。他们刚走，女孩就下来了。盛母温柔慈爱的眼神看着他：怎么这么早？多睡会，我们晚点出去。女孩刚睡醒的声音甜软软的：睡醒了。明明还是一副半睁开眼懵懵懂懂的样子。盛母给她拉开椅子，把温热的早餐放到她面前：那先吃，吃完再睡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女孩。吃完饭的女孩，盛母叫她回去睡，她不肯，非要陪着盛母。盛母就在庭院做瑜伽、拉拉筋、冥想打坐，女孩就躺在摇摇椅上，说是看着盛母学习一下。结果不到2秒闭上了眼。早上的天空阳光明媚但不刺眼，清风拂过，有一种舒畅和愉悦。盛母看着乖巧的儿媳妇，慈爱的笑了笑，叫了佣人拿毯子给她盖上。她就在旁边冥想打坐，画面很是温馨和谐。睡到太阳升起来的女孩，即使盛母让人把棚子搭在女孩上方，她也感觉到热了，这一下是真的睡醒了。进去端着养生茶出来的盛母看到睡醒的女孩，不禁感叹：终于醒了呀，是不是热了呀？快进来。缓过神的女孩拿着小毯子乖软的哦了一声，诺诺的跟着进屋。吃完饭的2人，盛母挽着女孩出门了。2人跟好姐妹一样，女孩跟她在一起一点也不会不自在。2人逛着精美奢侈品店，先给女孩买了一身行头，然后就看小孩子的衣服，看到这个好看，那个也好看。女孩觉得小朋友的衣服有些比大人的好看，还问有没有大人穿的。盛母大手笔：买，这个买，那个也买，没有就定制。就是在挑女孩子的裙子的时候，盛母说了一句话，让女孩瞬间尴尬的脚趾扣地，不知所措。盛母：好多漂亮的小裙子。裙子爱好者女孩点点头：念念也喜欢女孩子吗？不知套路的女孩乖乖回复：喜欢。盛母凑近儿媳妇身边：乖乖，跟盛旺生个女宝宝吧。女孩就着盛母的话下意识的点头：1秒过后反应过来，吓得眼睛都瞪圆了，一整个呆住，结结巴巴的开始解释：不是妈，我觉得就是盛旺说不行，他说不要了，有3个娃就够了。女孩紧张的一直咽口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盛母皱了皱眉：是吗？这家伙在你生他们仨的时候，明明还说想要女儿的，是个女孩也听过。盛旺一家没有特别在意性别，但是硬要说的话，就是说要女儿，乖软漂亮。他们看过女孩小时候的照片，应该会跟妈妈一样软糯。再说盛家暂时还没出过小女娃呢，女孩孕期的时候是酸辣不忌，一开始还以为是儿女双全呢。到时间检查的时候，确实给了大家一个惊喜，2个不够，还是3个，确定是男孩，也把大家高兴的不行，公祖宗一样供着他，无论多无理的要求，盛家一一满足。女孩摇晃着盛母的手臂，岔开话题，对阿盛旺说：3个娃已经够的了，妈，我好渴，我们买完去喝奶茶吧。女孩用手机点了2杯喝的，说帮她拍照，她一下就安静了，那优雅的仪态立马就摆出来了。盛母拿过来看，满意的点点头，比老盛拍的不知道好多少。盛母抬头看着女孩，眼神的焦距却不在她身上，带着八卦、欣赏和柔和的目光跟女孩小声说：儿媳妇，你后面有一个帅哥，好帅。女孩看着盛母这望眼欲穿的表情，好奇的想回头，她突然伸手拉住了女孩：别看，妈给你拍照，一脸别打草惊蛇的模样。女孩忍不住笑，点了点头：好，只要不继续刚刚的话题，怎么样都行。苹果原相机后置毫无美颜的高清摄像头对准了笑意嫣然的女孩，眼里的笑意都要满出来了，嘴角上扬，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女孩对着镜头很有感觉，各种娇软做作的小表情信手拈来。盛母一开始还真的给她拍了跟小帅哥的同框，后面被女孩的美貌吸引了，专注拍着女孩，手上咔咔不停。哎，这个好，哇，好看，再多一个，好，我儿媳妇真好看。她不说还好，她一口一个夸，搞得女孩不好意思。周围的人都看过来了，女孩抿了抿嘴，有些尴尬，实在忍不住笑着挡住了脸。够了妈，够了。盛母拿给她看，2个人凑在一起，小声指给女孩放大看，帅不帅？女孩凑过去，刚好轻轻转一下头就能看到。看了照片后，
不自觉抬头看了一下，那个男孩子好像也注意到了女孩这边，几人视线相交，仅1秒，都不约而同的回避了视线。那个小帅哥跟朋友视线也若有若无的朝着女孩这边看。过会，女孩小声的跟圣母说：“成年了吗？看着好小。”等女孩点的奶茶做好了，她拿着就跟圣母出去了。没想到那个小弟弟出来了，叫住了女孩：“那个姐姐，加个微信。”帅气微红的小脸庞，眼神飘忽不定，摇了摇手上的手机，好清纯的样子。我成年了，好像是回复刚刚女孩问圣母的那句成年了吗？女孩跟圣母对视了一眼，有一丝尴尬，虽然心里有点小开心，但是身为有妇之夫的她只能尴尬又不好意思的拒绝。不好意思弟弟，我结婚了。说完这句，没敢看人小帅哥的脸色，拉着圣母就走。圣母还感叹的摇了摇头，太可惜了。女孩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看着圣母又要开口说什么，女孩插好吸管的奶茶递到她嘴里，妈，尝尝。圣母顺势吸了一口，甜甜的，好喝。这是什么啊？女孩，芋泥波波，这还挺好吃的，回去叫赵妈给我做。女孩，小样，没什么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小事化奶茶，大事化火锅。女孩今天就带圣母感受这些简单的快乐，虽然有时候她也不太懂，这种东西还分什么刺客，只觉得这些又便宜又好吃。女孩只能带圣母浅浅体验一下，一天下来才花费几千块钱，就换来了这么多快乐。她很高兴的跟女孩说：“儿媳妇，你真好，要是老盛知道，肯定不让我这样。”女孩在玩着以前带小朋友来玩的地方，玩着游戏机，手上不停，嘴上回复：“妈，我也是。”圣王也不让我吃这些，说都是垃圾食品，瞎说，垃圾食品哪有这么好吃啊？圣母点头附和：“对呀对呀。”女孩惊慌失措：“妈，快撞车了，你快闪开！”女孩激动的身体跟着晃动，圣母反应过来，哦，两人正在跟 PK 赛车。两人一天又逛又玩，关系好的不行。到要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间了，两人才从没玩够的游戏城离开。京都幼儿园，圣心看着手上的手表，规定来接小朋友的时间超过了1秒钟，立马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女孩的手机响了，陌生号码被她掐断了，她从不接陌生号码。圣母还没告诉女孩给3个小娃娃买了电话手表，对面被挂掉的圣心嘴一撇，立马对着2个哥哥告状：“哥哥挂了。”圣琪看了一眼圣心手表上的红色挂断，他果断给女孩打了，也是一样被挂断的。圣母问：“怎么了？”挂断第2个电话的女孩：“没事，好多骚扰电话。”圣母跟想起什么来一样：“对了，我给我3个宝贝孙子买了电话手表，你存一下。”女孩一边打开电话的那个标志，一边问：“什么时候买的？做好就给送来了，昨天一着急给忘了。我在他们手表上已经存了我们的号码，还有定位，小孩子会安全一些，随时跟大人联系。”女孩：“电话是什么呀？”圣母：“圣涵的是132，圣琪的是132。”到这个女孩看到手机自动出现了，刚刚拒接的电话就是这个号码。女孩一脸我不知道呀的可爱表情看着圣母，两人对视着，女孩立马要回拨过去，手机又来了一个电话，她立马接通了。喂，圣涵宝宝的惊喜声音，喂，妈妈，她打通了耶。一旁的2个弟弟不高兴了，瘪着嘴，为什么？女孩跟他说刚刚不知道是弟弟打的电话，让他打开免提跟弟弟说一下。圣涵走到2个一脸不开心的弟弟面前，举了举手表，弟弟，妈妈。女孩好听的声音从手表里传出来，喂。圣琪委屈的声音，你不接我的电话。女孩抱歉，对不起啊，宝贝，我刚刚不知道是你，现在知道了，我已经保存了。乖软小孩1秒原谅女孩。好。圣心奶声奶气的哼了很大一声，女孩呵呵的轻笑了一下，星星也是哟，妈妈已经存好你们电话了，现在跟奶奶来接你们回家哦。终于插上话的圣心奶乎乎的拉着哥哥手上的手表都要凑到他嘴里了。好的。可把一旁的圣母软的心都化了，一直在感叹公公跟圣王都是冷性子，他生的宝宝软乎的不行，可得人欢喜了。女孩接到小孩后，一个个叽叽喳喳的要给女孩展示，女孩也没敷衍他们，一个个看了看。女孩：哟，还有微信呢。圣涵，奶奶昨天教我们用的，妈妈不让我们加微信。女孩：冤枉，我刚刚才知道是你们呢。圣母解释：昨天我让小孩加你的时候加不上，后面想跟你说来着忘了。女孩恍然大悟的样子，她好像设置了别人不能加她，不好意思的看着他们仨，来3位小帅哥，我扫你们。一加上3个奶团子不约而同的点开了女孩的朋友圈。女孩一旁看着，好熟练的样子，可惜女孩的朋友圈仅3天可见。圣心不满，着急的对着女孩挥着小手，妈妈看不见，你看我朋友圈干嘛？圣琪要看妈妈照片。圣心抬着小脸糯糯的说，奶奶的朋友圈有我们的照片哦。女孩打开了朋友圈，好了，你们看吧。小家伙一个个安静了，坐在那里看着女孩朋友圈，看到一起出去玩的照片，还要拿给女孩看一下，这是我帮妈妈拍的。
女孩漫不经心的回复，看都没看一眼。啊，对啊。女孩不理，圣母倒是满心满眼的看着他们。奶奶看，小孩立马举着给奶奶看，立马得到圣母的夸夸赞。圣母还编辑了一个今天和女孩出去玩的照片，跟儿媳妇做做美甲呀，喝喝奶茶呀，玩玩游戏啊，美的不行。一旁看着的小奶团子立马齐刷刷的点赞。圣心问妈妈，不是说下次带我们去的吗？女孩，对啊，下次，这次带奶奶去。小孩感觉不对，但是又说不出来，想了一会，稚气的说，好吧。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女孩他们买的衣服已经被送到医院了。圣心，哇，好多漂亮的小裙子。女孩，星星随便挑，都是你的。女孩想了想，也对着其他两个仔仔说，你们喜欢也可以挑哦。两个哥哥立马摇头，我不要穿裙子。星星在一众裙子里面挑花了眼，一团一团的小奶墩，拿着这件放一边，拿着那件又放另一边，不知道是按数量还是按颜色分出来的。圣母，你这是在干什么？星星。圣心小手指着亮晶晶的那排，这个送给瑶瑶跟小芭比，然后又指着花花绿绿的一堆，没说话，但是表情不言而喻，害羞不好意思。女孩，噗，哈哈哈哈。圣母无奈的看了女孩一眼，圣心，可以吗？妈妈。女孩，当然，就是为你准备的呀。女孩拿起一条黄色小裙子给她，来，你去换，妈妈看看。圣母只能在一旁静静的看着爱玩的儿媳妇和跃跃欲试的小孙子。试完裙子的圣心还知道不好意思，一颗小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所有人包括在场的佣人都不禁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小少爷这可可爱爱的样子。女孩一边拿着手机一边跟他招招手，过来。小孩这才扭扭捏捏的走出来，一改往日蹦蹦跳跳的调皮捣蛋，稚嫩的脸上变得羞涩扭捏，小手遮住面带红晕的两颊，又圆又润的水汪汪大眼睛望着女孩。所有人忍俊不禁，偷偷捂嘴笑着，别的不说，圣心除了活泼好动一点，这身打扮真的有点像小女孩，可可爱爱软软糯糯的。女孩叫她转圈就转圈，叫她嘟嘟嘴拍照，她也能立马做出来。圣母在一旁看的也喜欢的不行，抱着圣心爱不释手。圣父跟圣旺在门外就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嘻嘻哈哈的声音了，还有一阵奇怪的鹅叫。圣父，你家还养鹅？圣旺他也不知道。当两人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所有人围着小女孩转。圣父，圣旺，谁家的？等圣心转身过来的时候，两个大男人当场被雷住。还是圣涵看到门口站着的两位，爷爷和爸爸来了。全场静音，转头看向门口。几分钟后，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坐在一起，鸦雀尽。圣旺站在中间，来回徘徊，教育着圣心，男孩子怎么可以穿裙子？裙子是女孩子的东西，你是女孩子吗？圣心被严肃的爸爸说教，害怕的转身跑到女孩怀里，眼泪要掉不掉的。女孩把他抱在怀里没说话，温柔的拍着后背安慰，反正已经过把瘾了，确实到该说教的时候了。圣旺回来的刚好，女孩给他点个赞。圣母出声维护，你喊什么喊啊？小孩子心灵那么脆弱，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星星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圣父坐在一旁不吱声，一副严肃思索听教的样子。他也觉得星星穿裙子不合适，但他不能说，他心里是支持圣旺这么说的，动作却一直附和着圣母。他说一句，圣父就严肃的点点头。圣旺看着一个个面容和蔼的人在那边，一人抱着一个小孩，他站在这好像像个恶人一样。他爸还悄悄对他竖了个大拇指。他扶了扶额，爸，你把我妈带回去吧。圣母站起来，什么意思？现在就要赶我走了是吗？女孩这个视觉好像在看电视剧一样，扬起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圣旺当然看到了女孩的小动作，能怎么办？继续配合呗。圣旺，不是，我爸在我还没下班的时候就找来了。女孩给圣母收拾了东西，还拿了一些保养品给她。圣母接过，小声说的跟女孩说，念念，我下次再找你玩。女孩娇憨的直点头。圣母不舍得看了眼他们，那我走了哦。圣耀又不是不来了。圣母走了以后，一直在圣父耳边埋怨，圣耀，小孩子的事情交给小孩子处理，我们就不要操心了。林婉清，你这叫什么话？老夫老妻的日常。女孩回头看到圣旺站在她身后，小孩站在一旁，鸦雀无声，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爸爸妈妈。女孩叫他们去写作业，圣旺叫她上楼，女孩不去。男人，有礼物送给你，把她勾引的上楼去了。女孩跟着男人来到了书房，除了一堆文件，什么也没看到。女孩危险的眼神看着他，骗我是不是？男人高大的身躯越过他，从桌上拿了一份文件递给女孩。女人一脸疑惑的打开，什么？房屋购买合同？你在郊外买了个庄园？怎么突然送我这个？男人不自在的轻声说着，我喜欢就送。还拿出了一个精致的手提袋。女孩打开看，是一件红色裙子。女孩有很多红色裙子，但是这件给女孩的感觉不一样。她刚拿起，就好像被连接了什么一样，不知名的地下室。双手被粗大的绳索捆着，穿着红色裙子的她紧闭着双眼。女孩滚烫的收回了手，
脸色微白不太好。男人以为他不喜欢，小心翼翼地问他怎么了？你不喜欢？女孩看着他，心里犹如一团乱麻。女孩坐在榻榻米上，干净纯澈的双眸中划过一丝迷茫，在心里已经默默地喊小易了。Siri， 哈喽主人。女孩跟他讲了刚刚发生的事情。自从游轮事情过去后，他都没做噩梦了。刚刚是怎么回事呢？小易，主人，上次是被他们修改了剧本，那些都是假的。他们只能让你在睡梦中接受剧情，产生怨气值。但是你刚刚是清醒的状态，说明这个是现实中会发生的真实事情。小易，你要小心哦。女孩不理解，我们现在还是在受他们的影响吗？小易，只有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你就不会受剧情影响了。女孩担心的是，圣望的爱心值满了之后会对我做这种事。小易提示，主人，能这么对你的也不一定是男主哦。女孩眼神微微沉了沉。咔嗒，圣望开门进来，看到在发呆的女孩，喉结上下滑动，过来坐到她旁边，默了默沉静道，你不喜欢红裙子，还是不喜欢我送给你？据他了解，女孩也喜欢红色，她有好多红色的礼裙，她那娇媚气质很适合红色，她也喜欢看她穿红色。刚刚的反应。女孩摆弄着手里的小抱枕，目光扫向他，长叹了一口气，便顺势往他身上一移，整个人娇娇柔柔地伏在他身上。男人愣了一下，那颗心强烈地跳动着，他轻轻垂下眼帘，手掌慢慢抚过他的发丝，动作轻柔，似乎在等待他的回应。女孩慵懒的姿态窝在他身上，听着他跳动的心声，目光涣散，语气柔软平和。圣望。男人低声回应着，女孩轻飘飘的语气，我要死了。男人收敛了笑意，立即沉下了脸，眸色犀利，不许胡说。他沉吟片刻，委婉道，我梦到有人要害我，我不知道被困在哪里。他停了几秒，穿着你刚刚送给我的红裙子。闻言，男人瞳孔微张，蓦然低头看着怀里的女人，眼里尽是慌乱。他的喉结上下滑动，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女孩没听到回应，抬起头顶，清澈的目光中倒映着男人略微紧张的神色。你怎么了？他看着他，不敢开口说话，一出声，声音暗哑的不行。他漆黑的眸子颤了颤，白皙修长的手攥紧，没人会害你的。女人跪坐了起来，倚靠的姿势转为侧身坐在他腿上，双手勾住他脖子，歪头看着他，眸光流动，轻笑着说了句，你会保护我的对吧？他眼眸漆黑，松了握紧的双手，一手握着她的腰肢，一手细细着描绘女人嫩滑的轮廓，指腹在那柔软式唇瓣反复摸索，神情认真。没有人可以伤害你，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女人掀了掀眼皮，声音认真，你呢？整个人上前贴着他，侧头与他耳鬓厮磨问，你会伤害我吗？女人的腰肢轻盈柔软，她那修长有力的手掌紧紧地搂住，力度大的在那露出的白色腰肢收得有些泛青。隔了许久，温热的气息在他耳边回荡着，声音低沉轻颤，不会，手上的力度不减，满是克制。不管怎么说，比起任何意外，他心里更偏向圣望。他对他好像不害怕，有时候能学他儿子一样的臭男人，能有什么坏心思呢？男人的占有欲罢了。女孩嗯了一声，埋怨的声音响起，这么大力气，你抱我那么紧，要勒死我吗？男人抿了抿嘴，手上松了松，但是没放开，声音闷闷的，你上次说考虑的，还没跟我说。女孩微微一愣，好像有点印象，又好像不太记得了。她双手撑在他胸膛，视线跟他平移，眼神疑惑，小嘴微张，好像在思考。圣望黑着脸，你骗我，你没考虑。女孩这才想起上次圣望表白那次，她提起一口气，纯净的眼眸眨了眨，抿了抿小嘴，了一声，看着男人那个生气、难过、质问的脸。女孩伸出小手指在他胸口画圈，眼神心虚的瞄他一眼又一眼，试探性的说，你在我心里排第二。男人立马厉声质问，第一是谁？声音大的女孩还被吓得颤了颤，委委屈屈的看着他，你儿子吗？男人顿了下，显然没想到，一口气上不去下不来，脸色好了不少，但是还是黑着脸。女孩嘴巴一撇，眼角微红，眼里氤氲着一层雾气，等眼睛的眼泪积满，大颗大颗的泪滴往下掉。女孩还没哭出声，直到男人慌张急乱的表情，还有手上无措的不知道往哪放。他声音一出，女孩就哭出声了，你凶我。边说还边挣扎着起来，不要在他怀里了。圣望手足无措的给他擦着眼泪，不是，我没有。声音紧张轻哄，女孩一副我不听的模样，声音哽咽哭诉，你刚刚说话很大声。圣望一脸苦恼，眉毛拧成一团，大手钳住女孩乱动的双手，声音深沉，念，你听我说。门口传来几声稚气的愤怒音，爸爸。三个小孩像个小炮弹一样冲起来，圣望都没放开女孩，还抱着她，圣心话都还说不清楚，气呼呼的奶味喷了他爸一脸。你干什么欺负我妈妈？圣琪圣含护着女孩，圣琪的小手用力的在掰圣望抱着女孩的大手，想把他们分开。圣望忍了又忍，
秉着是自己的儿子，心里一忍再忍。女孩看到小孩来了，不好，哭得太难看，委屈巴巴的打了个哭嗝，跟盛旺说：“放开我。”男人跟儿子犟起来一样，置若不闻，如一座山一样一动不动，直到女孩又准备要大哭一场的架势，他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放开。一松开，几个小崽子小小力气就想半抱着女孩要离开他。女孩就着他们顺势移动到另一边，几个娃就把他团团围住。盛心大喊，露出手上的电话手表，嘴里奶味浓重：“我要告诉奶奶，你欺负她。”这话一出，让还带着眼泪的女孩有点绷不住，她双手捂住了脸，差点没笑出来。盛琦小手拍着女孩后背安慰，盛寒严肃认真的小脸：“爸爸，你不可以欺负妈妈，男孩子要爱护女孩子，你居然欺负妈妈。”盛旺在盛寒眼里是很伟大的，因为盛寒觉得他长大就是爸爸那样的，但是爸爸居然欺负妈妈，信念崩塌，盛寒有点哽咽。一开始还气势昂昂的说着，到后面越来越小声，最后居然哭了，声音从小到大。以往盛寒的性子，就算要哭也是不出声的那种，这次说着说着，眼泪一秒就下来了，张开嘴大哭。盛寒的哭声吸引了两个弟弟，两个小孩被这个氛围感染，也哭了，哭得好不可怜。一瞬间，房间里传来嘹亮清脆的哭声，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吸引了怡园的管家佣人他们，立马上楼去查看，发现站着的盛旺，还有对着他哭喊的三个小少爷。夫人被围在小少爷中间，脸颊泪痕明显，显然蒙住了。管家大惊失色，盛旺的身影动了动，管家上前护在三个小少爷和夫人前面，帮衬着说话：“先生，不能打夫人。”还没说完，就看到盛旺那杀人的眼神，硬着头皮接着说下去：“打小孩也是不对的。”男人的神经猛跳，紧缩的眸子透出一丝危险的韵味，声音犹如寒冰刺骨：“出去！”女孩看到小孩哭得那么大声，呆呆道：“管家，你叫王妈他们做点吃的。”温管家看夫人的表情，没有大吵大闹，应该不是先生的错，要是之前夫人肯定是跟先生吵起来了。他看了眼哭得好不伤心的三位小少爷，不放心的看了一眼又看一眼，顶着那刺穿人心脏的目光出去了，立马吩咐了下人去做点零嘴。女孩手忙脚乱的，这个擦一下，那个抱一下，根本哄不过来，带着哭腔道：“盛旺，你快点哄一下，呜呜 XX。” 男人一贯冷峻的脸上浮现了一丝无奈，抿了抿薄唇，默默的上前，大手穿过盛寒的胳肢窝，一把抱了起来，转身拿着桌上的纸巾给他擦着，看着还围着女孩哇哇叫的两个小孩，凉薄的声音响起：“不许哭了，耐心解释着，爸爸没有打妈妈。”盛寒抽抽噎噎：“你骗人！”女孩立马帮着盛旺说话：“真的没有，妈妈刚刚被风吹到眼睛了，就流眼泪，爸爸在帮我擦眼泪。”盛心在哀嚎当中突然停下来说了句：“没有风。”随后又立马张嘴继续哭喊着。女孩这个收放自如的断句是真的，想笑死谁？女孩刚刚送奶奶走的时候舍不得爸爸才安慰我的。盛旺板着俊脸给他们一个个擦着眼泪鼻涕，女孩就在旁边柔声细语的哄着，又是让管家拿了小零食哄着，哄了半天才停下来了。女孩都没想到突然有这个结局，看着一声不吭的盛旺，虽然板个臭脸，但是手上动作轻柔的安慰着小孩，还有他眼神带着无奈和宠溺，像是感受到了女孩的目光。男人稍稍侧头，微微抬了下眼眸与她视线对上，空气突然安静，他没吭声，安静的看着她，眼神清明和无辜。两人拿着3杯牛奶喂着这3个小崽子，喝完以后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了，三人开始昏昏欲睡，困得不行还不肯让女孩离开。女孩哄：“我不走。”几分钟后把他们抱到床上哄睡了以后，两人才松了一口气。男人拉着女孩去了书房，他深深的凝望着她，眼神语气温柔：“你在我心里是第一的，你刚刚说我不是你心里的第一，我很难过，是有一点点生气。”一边小心的看着女孩的脸色：“我不是吼你。”在这寂静的夜晚，只听到两人静夜里的轻声低语：“我哪里比不过他们了？”女孩脸颊一道热，垂着目光呐呐道：“他们很可爱啊。”男人不服，张口就要说：“我……”声音委屈：“我不可爱，但是我也很帅啊。”这话一出，女孩抬眸看着他，展齿一笑：“自恋。”男人第一次这么明面的夸自己，看着女人笑靥如花的脸眸光闪了闪，耳朵悄悄红了。盛旺从来也不缺一些赞美，但是深入人心的只有盛心那个亮晶晶的眼神和毫不掩饰的夸赞：“爸爸你好帅啊！”众年的小孩现在沉迷于女孩的美貌了，就不管爸爸了。男人慢慢把手指缠进她的指尖，灯光下的倒影，宽硬的身躯把她整个包住，低头慢慢靠近，看着女人微微颤动的睫毛，没忍住轻啄了那殷红的软唇。他眼神沉了沉，眼眸清和，没忍住再次吻了上去，随后用力的吮一下唇珠。女孩轻轻的颤抖着双手贴在他胸膛上，唇畔相碰，鼻息相缠双，眸清和，婉转像旧。楼道内最后一缕灯光散尽，暮色沉沉，夜风燥人。女孩还是在自己熟悉的床铺上醒来的。昨天在盛旺的书房里，女孩最后还在说，她
他要回房间去睡，小孩起来看不见他会找的。男人漆黑的眸子蕴含着情动，声音哑得不行，可还是停下来忍耐克制着。好，一会我抱你回去。一会是什么时候，女孩已经不知道了。在醒来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大床上，女孩手机还一直闪着微信和信息，都是圣父圣母跟圣旺发的，3个人给女孩赚了钱，圣母还发了一大串，看得女孩有点发懵。群里也有消息，原来是圣心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了，说奶奶走了，妈妈哭得很伤心，他们和爸爸一起安慰了妈妈很久，到睡着，可把圣母就上心了，在群里一顿感慨，又私信女孩发了一段感言，还不够，还给她转了一笔钱，在圣父面前也唠唠叨叨的，他倒是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的给女孩转钱，让她多买点好吃的。还有就是盛总的日常转账，女孩先回了圣母的私信，然后在群里一一回复，立马收到圣母的回信。私信回复：圣母，儿媳妇，妈下次带你去玩。群回复：圣母，念念刚醒吧，快去吃饭吧。女孩扯了扯嘴角，揉了揉那蓬松的大卷发，起身洗漱。圣旺手里拿着 iPad 睨了他们一眼，不要造谣，这个手表给你们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可以用，在学校好好上课，不要老是这样玩，不然我会收回来。小孩努了努嘴巴，知道了。男人把他们送到校门口，看着他们进去，走的时候还说了句：不要跟你们妈妈瞎说，知道吗？3个小屁孩背着同款书包，转头诺诺的跟圣旺说了句好，然后就小跑着进学校了，可可爱爱的样子。圣心在圣旺上车关门的时候又跑了回来，圣旺奶乎乎的星星，爸爸，我的裙子还在车上。圣旺知道这个是他要送给其他小女孩的，啧了一声，这个小子比他玩的还要花，小心思怎么这么多呢？他从车上拿下来给他，顺便警告了一句：你不可以偷穿。圣心不高兴，知道了爸爸，我不穿了，这是要送给女孩子的，昨天他试过，以后就不想穿了，还被爸爸骂了呢。他还是喜欢男孩子的衣服，漂亮的裙子留给妈妈穿啊。京都幼儿园，圣心大张旗鼓的拿着裙子送给了瑶瑶，还有小芭比。瑶瑶的嘴张成了一个小圆圈，眼睛瞪得像颗大葡萄，满眼都是小星星的看着小裙子，上前抱了抱圣心，谢谢你星星，裙子好漂亮，我好喜欢。女孩为避免小孩子尴尬，还给了2个哥哥小礼物，让他一起送给小女孩。圣涵送了玩具，圣琪送了发夹。女孩觉得反正小裙子也很多，要是只送2个小女孩，那其他女小女孩看到肯定会不开心的，把那些买来的裙子都给了他们3个，一起送给班上的小女孩。3人给班上的每个女孩子都送了小裙子。星星特意跟瑶瑶还有小芭比说她的裙子是最好看最漂亮的，完美演绎了那句话：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范杰西感慨：圣心你好会讨女孩子开心哦。他妈妈一直在夸圣涵3兄弟，特别是圣心，所有女孩子都喜欢他，大人也喜欢，小孩也喜欢。3兄弟本来就在幼儿园很受小朋友欢迎，这下更是俘获了班上女孩子的芳心。2个哥哥都没什么感觉，圣心乐呵呵的。范杰西，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淘气星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小脑袋，不行，这是天赋。圣心不理他，转头看着瑶瑶，瑶瑶，你下周就不来上学了吗？瑶瑶，对呀，下周要跟妈妈出去玩了。圣心，那我给你我的电话号码。小古灵精怪的星星在画画本上写上了大大的手机号码，给了瑶瑶。瑶瑶接过点头，好。小胖好奇的问圣心，圣心，你不是要穿裙子的吗？为什么你不穿？圣心昂起头，理直气壮的说，我是男孩子，这是给女孩子穿的裙子。小胖，可是你上次明明说你要穿。圣心小手叉腰，我没有说，你说了，好多小朋友都听到了，对吧，小芭比？小芭比小手正在抚摸着圣心送给她的小裙子，爱不释手，心里已经偏向圣心这边了。裙子是我们女孩子穿的呀。圣心听到，对着小胖哼了一声，眼神很是得意忘形。小胖挠了挠头，表情很是不解。小芭比是我们的人，怎么向着圣心说话？圣心才不傻傻的在这里穿裙子，他们会笑的。今天还没放学，瑶瑶就被家长提前接走了，玩得好的几个小伙伴都跟他拜拜。圣心走到2个哥哥的桌前，双手撑着腮帮子，一脸苦恼，哥哥，我们叫妈妈带我们去玩好吗？圣涵，妈妈说了，下次会带我们去玩的。星星，为什么瑶瑶去玩她就可以不上学？圣涵摇头，我也不知道。在幼儿园里，小孩子欢声笑语，四处探索，彼此分享着玩具和故事，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孩子们纯真的笑声和活泼的身影。无人注意的门外站着一个白色的身影，长发飘飘，身形纤瘦的女子，手上提着一袋小饼干，透过栅栏观看这里面每一个奔跑的小身影，像是在寻找着谁。在画画的圣琪敏感地感觉到了什么，转头望窗外，看到了那一抹身影，他的嘴角透过玻璃窗对他勾起一抹诡异的微笑，让人不寒而栗。圣琪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嫩白的小脸刷得变得煞白，愣在原地，嘴角喃喃细语，坏女人。
在他愣神的一瞬间，那个身影不见了。他好像被惊吓了似的，反应过来之后吓了一跳，去找哥哥跟弟弟的身影。琪琪刚刚在画画，盛欣去跟人玩游戏了，盛寒去打水给2个弟弟喝。盛寒往课桌的路上就看到一脸害怕的琪琪，嘴里叫着哥哥跟弟弟。盛寒立马端着水跑过去，水都洒了大半，两兄弟抱在一起。盛寒拍了拍盛琪的后背，怎么了弟弟？我刚刚去打水了。琪琪问，星星呢？盛寒牵着盛琪去找盛星，这小子身边围了一群小女孩，玩得可嗨了。星星跟小朋友玩得正嗨，就听到2个哥哥叫他，他犹豫了1秒，奔向了他哥。干什么呀哥哥？盛琪跟他们2个人说，管家爷爷跟妈妈没有来接我们，我们不可以出校门口，也不可以跟任何人走。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认识的人也不行。2个人虽然听得奇奇怪怪，但是也应答着哥哥弟弟的话。自从三小只有了手表以后，都要提前跟女孩说让她来接。3人放学的时候乖乖的站在门口等妈妈来接，妈妈还没来，舅爷先来了。3个人奶嘟嘟的看着跟他们打招呼的舅爷，没动。盛欣奶乎乎的侧身歪头问了一句，盛琪哥哥，舅爷来找我们，我们可以出去吗？盛琪环顾了一下四周，点了点头。热情举手打着招呼的孟明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小朋友的热情回复，笑容逐渐消失。他有一瞬间是怀疑自己的，这才多久没见，自己的小侄孙就不认识自己了。得到哥哥同意之后，3个人才跟孟明招招手。孟明走到3个小不点面前，抱起一只，伤心的问，刚刚为什么不理舅爷？盛欣立马推出哥哥，哥哥说不可以跟外别人走，要等妈妈来接。一脸柔和的孟明捏了捏他们的小脸蛋，舅爷也是外人吗？3小孩缓慢的摇了摇头，可可爱爱，哥哥是对的，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谁都不可以跟着走，这么可爱的小孩子，要是被骗走了就没了。孟明，妈妈还没来吗？妈妈说马上就到了，那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妈妈吧。孟明给他们包了3颗棒棒糖，在这里等了几分钟，女孩来了，人刚到，孟明就开始抨击她，你这当妈的人了，怎么还老是迟到？女孩指了指别的小朋友还在等家长，没有啊，你看我比他们还早，基本上一放学小朋友就会被家长接走，就一小部分的人家里有事的会来晚一些。孟明点了点女孩的额头，你呀你。3个小孩嘴里含着棒棒糖，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舅爷跟妈妈。盛欣嘴里含着糖也不影响他爱说话，舔一口糖放下来问女孩，妈妈，瑶瑶下周不来了，他们去玩了，为什么她去玩就可以不上学？这个女孩看到了最近新播的一个综艺预告片，叫和孩子一起成长，里面就有展青颖和瑶瑶的照片。女孩，因为他们去的地方比较远。盛欣奶乎乎的问，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去很远的地方玩，然后不上学？女孩啧一声，这是有多不爱上学。有育儿专家给他们3测试了 IQ，2个儿子都是高智商天才。盛欣测试的时候差点没把老师给气死，主打就是一个已读乱回，最后通过筛选，老师说他也可以很聪明，只是他不愿意去动脑子学。孟明丹流露出儒雅的气质和那轻柔和缓的笑容，温和又恬静，他眉眼向下，眸中盛满了笑意，小星星眼里只有我爱。女孩懒洋洋的靠在车座后背上，滑动着手机，你怕是想被我打一顿？后座的小孩当即皱起小眉头扬了扬，再听到这话已经不如第一次说的害怕了。妈妈，小孩子那么可爱，大人不可以打的，而且你那么漂亮，怎么可能打小孩子呢？女孩轻轻呵了一声，与舅舅的视线不由对上，笑着摇了摇头。孟家一进门，佣人就在门口迎接了，准备了乐高玩具。3个小孩不是第一次来了，熟练自在的在这偌大的客厅里奔跑着。孟明脱了外套放在沙发上，走到厨房拿起围裙系上，对着3小孩说，先吃点水果，一会舅爷做好就吃饭。3个仔仔大声回应，好。佣人把洗好的水果端到女孩面前，女孩懒洋洋的倚靠在沙发上，头部轻轻倾斜，她的身体显得放松而自在。谢谢。琪琪没有跟哥哥弟弟玩，她走到女孩身边，小手搭在妈妈的腿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她。女孩低头玩着手机，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她，手摸着她的小脑袋，细软浓密的头发，软乎乎的手感很好。小孩趴在女孩的身上，嘴里甜甜的喊着妈妈。女孩她的小手做成喇叭状，轻轻的对女孩说，妈妈，我今天看到那个坏女人了。女孩的手一顿，眼睛微微一动，放下了手机。她把小孩抱起来，坐在沙发上，语气轻柔，在哪里看到了？琪琪，在幼儿园窗外。女孩，她找你们了吗？盛琪摇了摇头，没有。小孩看着女孩的脸，漂亮的脸，语气满是认真。妈妈，她会来把我们偷走吗？女孩看着她，抚摸着她的小脸。爸爸妈妈在这里，还有很多小朋友跟老师，不会有人把你们偷走。盛琪小手抱紧了女孩，头埋在妈妈怀里。他会抓走哥哥和弟弟，然后让他们做他的小孩，好可怕。琪琪为什么会这么觉得？我梦到他住在我们家里，穿着妈妈的衣服，妈妈不见了，哥哥和弟弟都喊他妈妈。他不喜欢我，
爸爸在上班，我好害怕。就是那次琪琪突然间哭了，做梦就是梦到这个。不过那个时候应该是修改过的剧情，不是真的。女孩亲了亲他的小脑袋，梦都是反的，是假的。不害怕。琪琪窝在女孩的怀里，抱着她的腰，紧紧的，带着不安。女孩也把琪琪整个人抱在怀里，抚摸安抚。一边玩着的盛寒跟盛星，看到妈妈抱着哥哥弟弟，他们也迈着小步伐走过来了。一个个看到也想抱，脱了鞋就往沙发上爬，然后挨着女孩，她被一左一右围着，中间还抱了一个。3个小娃娃的童言童语在女孩耳边环绕，星星还靠在女孩身上，手里拿着魔方，嘴里在断断续续的唱着什么歌，奶乎乎的声音高低起伏。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2个哥哥安静的靠在妈妈怀里，恬静安逸。在厨房端着菜出来的孟明把菜放下后，站在原地一脸温柔的姨父笑看着4人背影，多温馨的场面啊。后面的菜被佣人一一端出来，孟明站着看了一小会，等小星星唱完最后一句小哪吒，他笑着喊了声吃饭了，各位小哪吒。3个小孩不约而同的抬起肉嘟嘟的包子脸看向孟明。女孩抱着一个个小孩下去洗手吃饭了。哦，女孩带他们洗完了手。孟明给每个小朋友盛着汤，洗完手的小孩哒哒哒来到餐桌，连盛琪都小小声的跟着哥哥弟弟哇了一声。这嗷嗷待哺的声音听到孟明耳朵里很动听，男人温和的嘴角抑制不住的勾了勾笑。佣人小姐，盛少爷来了，在孟家。就算女孩嫁出去了，称呼一直没变过。所有人往门口看，盛旺身上衣服整齐，笔挺的西装，既干练又成熟魅力的身影，拿着带来的一瓶82年拉菲，递给了旁边的佣人。女孩抬手夹了前面的一道菜，你来的真是时候，正好赶在吃饭的时候来。几个小孩喊了句爸爸。盛旺先回了女孩的话，我下次早点来。金贵的身躯对着穿着便衣的孟明微微弯腰点了下头。舅舅。孟明脸上一直挂着柔和的笑，坐稳盛旺。男人点了点头，高大的身躯默默地往女孩身边挪动，近距离的坐在一起。女孩的第一反应尴尬，但是继续不动声色的夹着菜吃着，没去看舅舅的表情。孟明不经意的挑了挑眉，大人都没说话，小孩不说不行。盛星发言，爸爸，你坐在这里我们会很紧。盛旺，小孩子坐对面。盛星立马一个嘟嘴斜视小白眼看着他爸爸，小手握在胸前，一脸奶气。女孩吃着美味的饭菜，看着这一家人神情放松的过分，完全不插手。孟明招手，来舅爷这边，舅爷给你们夹菜。盛旺在那边时不时殷勤的给女孩夹着菜，当事人也享受着这样的投喂。看了眼对面的小孩，嘴巴也鼓鼓的，嘴上都油光唧唧。孟明也给他们细心的照顾着，母子4人开心的干着饭，一家人享受着温馨和谐的晚餐。001冰冷的机器声音响起，宿主，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要是失败，生命直降至0，你跟我就会退出这本书的世界，请好好把握。市中心的一座公寓，温以凡已经很少在李家住了，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搬到这个200平的房子。温以凡坐在沙发上，垂下的眼睫毛在眼底下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表情是浓得化不开的恶狠，嘴角扯起一抹冷笑。那就看看是谁最后退出。暮色夜晚中，屹立在市中心高层的公寓里，外面的昏暗的天空透过落地的大玻璃，倒映在女人充满戾气的眼睛里，犹如她心里的黑暗。一家人吃完饭，跟着小孩玩了会，消完食就准备要回去了。3个小崽崽背着小书包在门口排队，跟蹲下的孟明抱抱，抱完就要上车回去了。到最后一个盛星，小手还知道拍了拍孟明的颈脖处，舅爷，下次我还要吃那个红烧肉。孟明笑着宠溺的刮了刮他的小鼻子，知道了小星星。女孩盛旺牵着娃，拜拜。孟明也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开才回去。女孩低着头，不知为何突然感觉有点难受。舅舅好孤单，上班忙，闲下来在家肯定很孤独。在舅舅没有找到灵魂伴侣前，女孩发誓有空一定经常带着小孩去烦他，不陪他，这样双方都得到了快乐。女孩觉得很好。盛旺看着自己的小妻子，一会一个表情，眼神难过到坚定，只需1秒，让他想温柔慰问的心咽了又咽。怡园。洗完澡的糯米团子，盛琪来找女孩，女孩下意识的就是她要来找自己睡觉，但是小孩晃了晃女孩的胳膊，扭了扭小身子，小声在女孩耳边说，去我房间睡，我想听你讲故事。女孩看着这委委屈屈诱人的小脸蛋，根本拒绝不了，而且琪宝宝估计是今天被人吓到了。那你等我一会，妈妈去哄哥哥弟弟，睡着了就去找你。那圆溜溜的大眼睛眨了眨。好。女孩带着小孩刚出房门，就看到愣了一下的盛总，疑惑问，去哪？女孩，我去哄他们睡觉。男人以为是把他们哄睡了以后就在自己房间睡，不来妨碍他们夫妻俩睡觉了，面色柔和的嗯了。女孩推着盛琪回房间，等着我哈，我先去哄哥哥。小孩在门缝中对着妈妈点了点头，然后留着门乖巧的爬上床等待。女孩推开盛星的房门，小崽崽刚好站在门后面，
跟面对面的女孩打了个招呼。妈妈，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你？女孩，快上床睡觉，妈妈给你讲故事。大孩子以后要自己睡觉了呀。我是小孩子。女孩不理，让他赶紧上床。小孩屁颠屁颠的上了床，一脸乖宝宝的躺在床中间，露出一个小脑袋，天真无邪的看着你。女孩坐在床边讲故事，她也会睡着哎。妈妈给你唱歌吧，星星。圣星，妈妈会唱歌吗？女孩乐了一声，应该会。娃期待，好。女孩让她闭上眼睛，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始发动好久没开过嗓的歌喉，一闪一闪亮晶晶，漫天都是小星星。声音本来就好听的女孩，唱起歌来也毫不意外的动听，嗓音优美，声音细腻，唱起儿歌来也娓娓动人。小星星闭着眼，又长又黑的睫毛疯狂蠕动，这么好听的声音让她平静了下来，偷偷睁开眼，看着趴在她耳边轻轻哼唱的妈妈，线条优美的侧颜，一侧的头发被挽在耳后，看着手机上滚动的音频字幕，轻轻的哼唱。女孩怕唱的不好听，还放轻了声音。星星听得可沉醉了，眼神冒着星星的亮光，看着温柔侧颜的妈妈。叮，圣心爱心值 55%。 女孩转头看了一眼小孩，压根没睡，看着比刚刚她进来还要精神，那晶莹剔透的亮光一眨不眨的盯着女孩。妈妈，好好听哦，太好听了，我喜欢小星星。说着这话的时候，女孩看到那大眼睛里真的如星星一样在闪动，下一秒女孩的手盖住了她放光的眼睛。闭眼睡觉，不乖乖睡觉，下次不唱了。女孩在她强烈的要求下多唱几遍，她就可以睡着了。女孩轻轻拍着她，唱到她睡着，确定睡了以后立马起身出去了。仔细看动作和表情，带着一丝暴躁和委屈。刚刚给圣心唱了几遍，以为她睡了，结果那个响亮的小奶音响起。妈妈，我还没有睡。小孩子有时候好玩，但是有时候也把女孩折腾的有些暴躁，尤其是还有3个小孩，她很怕自己哪里一碗水没端平，尽量就这3个小孩，但是她真的有时候就莫名烦躁。她深吸一口气，进了大哥房间，没想到盛寒已经关了灯，屋里亮起小黄灯，走过去看，乖乖的睡着了。她松了一口气，低头在那红润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轻手轻脚的出去了。其实在女孩哄圣心睡觉前，她就去找女孩了，遇到了爸爸。盛旺看着面前的小不点，穿着清凉可爱的睡衣，抱着小枕头，找你妈妈。小孩呆呆软软的点头。盛旺思索了一番，爸爸哄你睡吧，这样他老婆就可以快一点回来睡觉。不等大哥什么反应，盛旺一本正经的硬要哄他睡觉，对于父子俩都是一次难得的意外。来到了小孩房间，两人尴尬的对视了一眼。盛寒提醒他，故事书放在书架第1排。男人生硬的语气给他一口气念了好几个故事，没有很生动有趣，也没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但是哥哥也很享受这个氛围。爸爸莫名的能给他很好的安全感。盛旺一开始的生硬到后面的平缓，看着儿子渐渐入睡的小脸，声音柔和了不少。等女孩去盛琪房间的时候，发现床边多了一个拿故事书的人，就是这个画面好像不太美好。盛旺叫盛琪躺下去，他哄她睡觉，盛琪就坐在床头说等妈妈一起过来。两父子僵持不下，互相看着对方。男人抿着薄唇，气场强大，儿子嘟着嘴，宁死不屈的模样。女孩站在门口，双手抱在一起，好笑的看着两父子。盛琪注意到了，动了动小身子，向女孩招着小手，小嗓音带着欢喜的韵味。妈妈。看了眼面色沉沉的爸爸，声音小小的说了句，你快来。两夫妻不约而同的心里想着，怎么差别会这么大呢？女孩爱太多也是有负担的，好想分盛旺一点。盛旺，区别对待不是1次2次了，明明是我的种，搞得我是外人一样。女孩走近，看着盛旺手里拿着盛琪的故事书，她脸上收敛了笑意，眸色深深。女孩唇角弯了弯，我来吧，盛少爷，你先去睡。男人悠悠的目光看着女人，眼底带着一丝丝生气和不解，还有控诉。他把故事书递给女人，声音也带着一股幽怨。给你。两母子躺在床上，本来盛琪就想在妈妈怀里寻求安慰的，早上的事情现在被盛旺一打岔，没那么害怕了，在女孩怀里讲着盛旺的坏话。盛琪，爸爸刚刚说要给我讲故事。女孩抱着他，很好啊，你不喜欢吗？小孩子没生了，过了会在女孩怀里闷闷道，喜欢，妈妈多一点。过一会又说下次爸爸讲。女孩时不时的搭着话，刚刚哄盛心的时候她就有点想睡了，此时抱着小孩安安静静的拍着他的后背，听着盛琪为数不多的碎碎念他爸爸，一个不着八七的应着睡着了，一个迷迷糊糊的说着睡着了。距离录制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节目还有1天，节目组会提前来家里录制，展青颖在化着妆，瑶瑶宝贝在倒腾自己的衣服。这是一个在京市郊区内的一套小别墅，绿意盎然的庭院静谧唯美，四周绿树红花，难得的清静之处，不说多豪华，起码也是中等优质的避风港了。他出道这几年赚的也没很多，小火了一次存了点钱，买了这地方，自己跟瑶瑶也要生活，
钱肯定是赚不够的，哪里都要花钱。LED 化妆镜中，展青颖描绘着眉头，手法技巧娴熟流畅，从头到尾每一处都精心打扮着。房间里时不时传来东西掉落的声音，镜中清纯亮丽的小脸不动声色地动了动，出声喊了一句：“瑶瑶，你在干什么？”房间里的瑶瑶吭哧吭哧地抱着自己的一些裙子衣服放在小行李箱里，小手拿着手来回奔走，喘着小气回复展青颖：“妈妈，我在装衣服，距离有点远。”小孩子自顾自地装衣服，嘴上回复着，不管对方听不听得见。没听到回复的展青颖继续化妆，不到一会又喊了一声，小孩也没听到。阿姨进来了，在收拾东西。他们家只有2个阿姨。她嘴唇上抹了淡雅的口红，小嘴抿了抿。阿姨，你去看看瑶瑶在干什么。弯着腰清理纸屑的阿姨停下来，笑着回复了一句：“瑶瑶在自己收拾衣服呢，都不让我们动她的小裙子。”明星私下的真实生活。化完妆，镜子中美美的女明星。化妆桌上是一片混乱，床边也堆满了衣服裙子，各种物品随意摆放。她把护肤品和化妆品自己收拾好以后，其他就不管了，叫阿姨收拾。她去了瑶瑶房间，看着把行李箱塞得爆满的瑶瑶，展青颖叹了一口气：“不要玩了，等会叫阿姨给你收拾。你带这么多，谁给你拿？你到时候要自己拿的。”小萌妹眨着大眼睛：“我可以自己拿。”展青颖拉着瑶瑶出来，一边告诉她：“等下家里节目组的人就要来了，一些日常的问题先熟悉对答一下。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给我看。”瑶瑶想了一下，开始说：“大家好，我是展青瑶，小名瑶瑶，我的妈妈叫展青颖，我今年4岁。”不记得接下来要说什么的，瑶瑶诺诺的看着一旁的妈妈，小声跟展青颖说：“我不记得了。”那别人问你爸爸呢？展青颖认真的看着不怎么把这个节目放在心上的瑶瑶，瑶瑶一脸淡漠的说：“不知道。你想不想他？”瑶瑶玩着手里的洋娃娃，看起来毫不在意，小嘴依旧回答：“不知道。”展青颖也无可奈何，没办法，只能这样。他点头，摸了摸瑶瑶的小辫子，就这样说：“他因为工作也很少跟瑶瑶在一起，多数都是保姆阿姨照顾的。”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回了自己房间，东翻西翻，掏出一个沉甸的小盒子，里面是他姐留给瑶瑶的戒指，男款，应该就是瑶妹他爸的。戒指是用小红绳套住的，本来是银链，之前他给瑶瑶戴上以后，小孩皮肤有点过敏，就把链子换成红绳，反正小孩子戴丑点也不怕。瑶瑶，来，把这个戴上。展青颖边说边给瑶瑶系在脖子上，瑶瑶也不问不拒绝，这个别丢了，知道吗？小女孩依旧乖乖的点头。10点整，节目组的人准时去各个家庭进行采访、拍摄，做成宣传片，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凌霄自从上次轮船以后，心情一直很低迷，后面想约女孩出来跟她道歉，一直约不出来，这不直接上门了。女孩双手抱着臂，挑了下眉，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散漫开腔：“林大少爷来我这有什么事吗？”凌霄行色认真开口：“对不起女孩，我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是我的错。”女孩懒洋洋的开口：“你错在哪里了？明明是他在那坐着，但是他那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拿捏得很好。”凌霄觉得女孩肯定还在生气，他脸上浮现一种混杂着内疚、抱歉和尴尬的表情，嘴唇抿了抿，轻轻地说了几个字：“我不应该带不该去的人去。”女孩抬了抬眉头，好似不在乎，没有正眼看着他。沉默了片刻，凌霄继续说着：“我不知道他有呢，什么心思？一开始我真的是以为她是个好女孩，我才跟她走得近的，我给她介绍那么多资源，还带她去见我朋友，差点就要带去见我父母了。”凌霄越说越自责，垂下了头。女孩眼皮都不带动的转头看向他：“所以你是在怨我？”凌霄立马解释：“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是我识人不善。”“那你现在是清醒了？”凌霄看着一脸美艳的女孩，小声道：“应该是看清楚了吧？”亏女孩还有认真听他说完，没想到这么不坚定，脸色一下冷了下来，从椅子上站起来，扫了他一眼：“既然林大少爷这么没诚意，何必来我这里讨人嫌？你应该去安慰你那娇弱的小白兔，最好离我远点，我可以看在双双的面子上。盛家可不会。”凌霄已经知道了，盛家在那天当即就让人给他爸场上拦了一截，直接损了一笔大财，还当着他们的面警告了一番林大公子。林母脸色铁青的叫人背掉了温亦凡，在娱乐圈混的大佬是个什么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了，立马切断了两人之间的联系，给温亦凡提供的资源资金一一收回。要是凌霄还跟他联系，直接赶出门。不怪林母这样，要是平时他想玩还是任他玩的，但是要是招惹到大家的豪门关系，那就不得不重视了。这不仅仅是互相利益的关系，况且盛家跟孟家还是一家亲。凌霄一脸认真，他之前是有些不清醒，但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傻子。我也不知道我之前为什么会那么相信他，但是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发誓我已经没跟他来往了，以后也不会。我是真的来跟你道歉的。一旁的温管家和女孩同频率蹙着眉头，这怎么那么像情侣之间出现裂痕，男女朋友吵架？
男的在解释呢。女孩睨了他抓自己手腕的一眼，不要以为盛旺不在就没人打你。凌霄意识到，立马松开，举着双手后退，苦哈哈的解释。一时心急，不好意思。女孩动了动手腕，一脸不满。男人怎么都来这一套？说不过就抓人女孩子的手，胡搅蛮缠。小易悄悄出现，主人，那个女人和那个系统没有更改成功剧本。这个男二之前是被迷惑了，自从上次 bug 出现后，他可能就没被控制了，现在可能对温以凡真的没感觉了。女人垂着眸，揉了揉手腕，一脸沉思的样子，落在凌霄眼里就很娇弱了，是他太冲动了。那么娇贵的身躯，差点。他此刻是很后悔接触温以凡的，美色误人。但是现在想起来，他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了，抵不过眼前的娇娇女。他凌霄要什么富家女没有，岂能被一个半路杀出的潘金莲勾了去？何况还没有潘金莲的美色，为何他也不懂？男人的那颗心啊！女孩，我知道了，你走吧。就这意料之外的反应，他的眉尾一扬。凌霄指了指自己，没了。女孩嘶了一声，双手叉腰，红唇齿白姿态散漫。难道还要留你下来吃饭吗？他站在哪里，挠了挠头脸上标准的露齿，尴尬相。也不是不行，我请你吃饭吧。女孩别开脸，不用了，我现在不饿。哦，凌霄拉耸着眼皮，抬起半边手臂指了指堆放在客厅的大包小包，嗓音有些软弱，嘴上喃喃道，那些东西都是给你的，生怕女孩拒绝，都是很漂亮的新款，还有绝版的，你可要收下，很难买到的了哦。女孩听到眼底有闪闪碎碎的亮光，阅美女无数的凌霄瞄到了这抹亮光，脸上又露出那大大咧咧的笑，在女孩眼里看来，那笑得贱兮兮的。她持续开口，声音都比刚刚响亮了不少。那我走喽，下次让双双约你一起出来去我那吃饭。女孩心安理得的收下了，虽然她话说的不好听，但是礼物还是送的挺好看的，女孩很喜欢，狠狠拿捏了女生的心思。温管家叫佣人都搬到女孩的衣帽间去了。临近中午快到饭点的时候，又有两人各发信息约女孩吃饭的，一个是陆景玉，一起吃个饭吗？一个是盛旺，今天我有空。女孩不解，精致的小脸上看着手机，好奇的皱了一下眉，怎么今天都要请我吃饭？盛旺，你可以约我。女孩看到这句很不雅的，想翻个白眼。女孩截图，前面几个都是邀约女孩一起吃饭的，发给了盛旺。不好意思，本小姐有人约了，我没空。盛旺大惊，他没想到有这么多约他老婆的，除了陆景玉还有凌霄，还有一两个不认识的，其实是之前跟女孩一起拍过照的摄影师，估计又有活动找女孩拍照。还有娜娜，看头像看不出男女，女孩没备注。哈，盛旺气得想笑，怎么什么人都约她？不知道她有老公吗？盛总哒哒哒打字，立马质问这几个是谁？女孩在喝着糖水，也拿着手机敲敲打打，但不是回复他。一会没收到信息的盛旺立马准备打电话，在第一个号码，老婆上，手指顿了一下，接着往下滑，打给了温管家。电话一接通，在办公室扯着领带的盛总带着燥气，喂，太太呢？温管家抬头看了一眼，就离他几步路的夫人，语气认真，太太在喝糖水。女孩听到他名字，抬起头看着管家，小脸好奇。温管家继续说，太太说不想吃饭，就想喝糖水。女孩忍不住上前拿过管家的电话，盛旺低沉的命令声传来，记住，在我没回来之前不要让太太出去。女孩居然这么命令我，她娇憨出声质问，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就要出去。哼，啪，挂了电话。还没反应过来的盛旺愣了一下，抬手扶额揉了揉眉心，这管家怎么回事？这也不提个声。女孩气呼呼的把座机放回去，还敢不让我出去？她怎么敢啊？其实女孩也没打算出去，刚刚都是在回绝人家，她今天就想在家躺尸，不想动。半个小时后，盛旺回来了，看到的女孩就是躺在榻榻米上看小说，嘴上还吃着零食，身边摆了一些水果瓜子。管家说她不想吃饭，就吃这些。嗨嗨，男人清了清嗓子，女孩没有动，只是稍微转了一下头，懒洋洋发问，你还特意下班过来看着我？男人边走过去边问，你中午就吃这些？女孩跟粘在上面似的，软的不行。我不想吃饭，就想吃零食。盛旺看了一下他的手机页面，这不是教坏人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娇妻目不转睛的盯着那几行字，他的腹部坚实有力，清晰的腹肌让人忍不住想要触摸，完美的线条彰显着他的坚毅与自律。他明显觉得他看这一页看得很慢，他伸手挡住了他的视线，陪我一起吃饭吧。女孩娇声娇气的拍开他的手，哎呀，我不要，我不吃，你自己去。转了个身，侧身又继续看。盛总自杀式，好，反正也没有人陪我吃饭，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呢？算了，世上不过是多了一个胃病的人罢了。背对着他的女孩沉默一会，没听到声音。女孩转过身来，看到他在那发呆，眼神空洞。一顿不吃而已，不会怎么样吧？你可以吃别的呀。不想吃饭的话，盛总白莲花式，是啊，也不是一定要吃，饿一顿又有什么关系呢？
女孩欲言又止，止言又语，他到底是我认识的那个他吗？是不是温以凡改剧情的时候把他的脑子换了？女孩还是不想吃饭，但她想了想，还是好心说了一句，我还是不想吃饭，但可以陪你吃甜品。男人清俊挺拔的脸，眼底深处透露狡黠的目光，双唇扬起微小的弧度，回过头又是那副他委屈的表情，还说出了你委屈了的话，会不会麻烦你？我不想逼你。女孩耐心不多，按耐住火气，举起小手，你是不是最近被打得少，整天阴阳怪气的？信不信我打你？男人俊脸凑过来，贴在女孩掌心蹭了蹭，眼底清澈柔意。女孩愣愣看着他，红晕慢慢爬上脸颊，他不自在的别开脸，慌张的收回了手。男人眸光愈见柔和，女孩小手推开他剑魔般的脸，好了，磨磨蹭蹭的，快点去吃了。两人下了楼，盛旺叫王妈做了甜品，还有一些小吃。女孩问他，你不吃饭吗？我也不吃，我也尝一尝，念念喜欢的甜品。每当他害羞时，他的双眼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嘴唇轻启，难以言语，就像清晨的薄雾，朦胧而美丽。女孩挣脱开他的手，跑到餐桌坐下，等着王妈的甜品上桌。男人问他，你刚刚看的是什么？什么啊？就是你那什么找男模。女孩抬了抬小脸，小脸思索了一下，和霸总离婚后，我要找99个男模。这本小说可好看了。说到小说，女孩一脸笑得可甜蜜。男人黑着脸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带着一股火气，一口闷下了一杯凉水，心里的火没降反上。女孩还在一旁喋喋不休，我跟你说，那个男模真的绝了，下到18岁，上到28岁，全都不超过30岁，小奶狗、小狼狗、小鲜肉，那个肌肉，那个皮肤，那个块腹肌，那个力度，啧。女人多说一句，男人的脸就黑一分。霸总就不怎么样，32岁了，哎，快奔3的男人了，就不吃香了。女孩拿着盛旺倒给他的水喝了一口，摇头感叹。28岁的盛旺吐了一口气，随后又不得不重视，男人30岁是黄金年龄啊，怎么会不吃香？女孩，在我眼里就不吃香。盛旺水杯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女孩轻微抖了一下，随后笑了笑，你28了，盛旺，今年是你吃香的最后一年哟。男人那如狼似虎的眼神盯着她，眉峰紧皱，还流露出难以名状的委屈。女人难得娇憨的用手捂着嘴笑出声，眉眼弯弯带着笑，笑声中带有一种娇媚的韵味。听到这种笑声，他都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沉醉在她娇美动人的神态中。丁，男主爱心值 75%， 他宠溺的注视着她，嘴角也不自觉勾起，坐着也挨着她，伸手捏了捏她嫩滑的脸颊。老婆，这么高兴吗？ Siri， 哇哦，主人。男主的爱心值变浅了，女孩的声音戛然而止，脑中跟小艺交流中。 What？ Siri。 以往男主产生的爱心值都是纯黑色，刚刚出现的爱心值没有那么黑。女孩惊讶，还可以这样，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越来越不明白盛旺的爱心值了？小艺，男主喜欢你。正常来说，爱心值是红色的，因为之前更改了剧情，他是有被剧情影响，但不是爱上了温以凡，是男主认定了你，他爱你变成了战友，所以产生了黑色的爱心。现在要么温以凡离开这里，剧情按照原轨路发展，他的爱心会变回红色，要么就是男主已经在克制着对你禁锢的爱意，他想要一个属于你们彼此的爱。这句话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铁锤，让他的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震颤。他的眼神如繁星般闪烁，视线紧紧地围绕在他的身上，心情复杂。男人感到他的不对劲，怎么了？刚刚还好好的，他好像没说什么。王妈把甜品端上来，男人都摆在他面前，你要吃什么？女孩指了指杨枝甘露双皮奶，盛旺拿起来咬了一口喂他，好吃吗？甜不甜？软糯的看着他的女孩，甜。丁，主人爱心值50，喂了几口，女孩不要他喂了，要自己吃。盛旺拿着手机好像在工作，看他不停的在给谁发信息，你要是很忙就不要回来啊，我今天就想在家躺着，不想出去。男人收起了手机，云淡风轻，没有，我不忙。女孩吃了一口甜品，嘴上鼓鼓的，吃完以后说他别的总裁都日理万机，你好像以前也很忙。女孩嘴上沾了奶油渍，小香舌伸出舔了一口，为什么你现在这么闲？公司效益不好吗？男人眼眸深了深，拿起纸巾给她擦了擦嘴角，我赚钱给老婆花，老婆都要出去跟别人吃饭了，我赚钱还有什么意义？女孩抬起小脸愣一下，无语。你晚上要去吃饭吗？女孩想了想，我下午要去接小孩，明天周末了，还要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要在家休息，不出去。好吧，那我去上班了，你在家好好的，别乱走了哦。女孩怎么啰里吧嗦的？他看着女孩的眼神悠悠一暗，没放过的低头，在那柔软的唇瓣上用力的吮了一下，扯了扯女人娇嫩的脸颊，我走了，留下萌萌的女孩。接到盛总消息的王默嘴角抽搐个不停，王默忍不住哈出声，内心大喊什么东西？看他发来的信息，
盛总，去下架一本叫《和霸总离婚后我要找99个男模》的书。王默真是惆怅不已，跟着盛总有钱赚，还能吃瓜看八卦，就是一点身心俱疲。他心里只有那一句：钱到位，您都对。一秒扬起笑脸，撸起袖口，但1亿元啊！一阵尖叫在女孩房间内响起，听到声音的佣人纷纷上去查看，在门口焦急地敲着门：太太，您没事吧？里面传来女孩怒气声：太过分了，怎么下架了？凭什么下架啊？这本书写得很好啊！那个孙子举报的，气死我了！我才刚看到高潮啊！呜！一众佣人顿时鸦雀无声。王妈招了招手，让他们下去，都下去吧，没事。王妈确定里面的女孩没事以后，才放心下了口。举报幕后者现在正心情舒畅的坐在总裁办里认真工作。啪！女孩手机掉在床上，整个人趴在床上，乐趣没了。过了一会，吃饱后估计困了，又是躺在床上的。她拿起了手机看了看日历，今天是周五，小孩周一到周四都有课外第2堂课程，周五晚上到周六没有，周日下午有一节。3个人一起去教育机构上的跆拳道课程，1个半小时，等于女孩要周五晚上或者周六一天要带他们去玩，周日要带他们去上课，上完课估计还有精力去玩。3个娃像个不倒翁一样。哎，女孩先叹口气，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睡了个午觉。下午女孩4点准时等在校门口了。上次听琪琪说温以凡在幼儿园门口转，女孩很怀疑他的精神状态，为避免有什么意外，这段时间不能掉以轻心，跟车的保镖都多了几个。放学铃声响起，一群崽子呱呱往外跑，脸上都洋溢着解放的喜悦。女孩站在墙角看着自家娃的反应，3个崽站在门口，立马掏出电话打给女孩。3个人说好一人一次给女孩轮着来打电话。今天轮到盛星。女孩的铃声响起，盛星奶糯糯的声音传来：喂，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孩甜甜的回复：我在黑板报大槐树这里。3个小孩转头看到站在墙角那棵大树下的妈妈，站在人头涌动的另一头，穿着藕色薄纱短裙的女孩，浅色系妆容，半扎着马尾，在墙角的那棵槐树下跟3个崽崽笑着挥手，甜美的不行。3个娃看到女孩愣了一下，嘴上喃喃着妈妈。下一秒，3个人背着小书包哐哐哐的就跑过来，然后又急速刹车，站在女孩面前，睁着一双双澄澈的大眼睛抬头看着眼前的妈妈，眼底的星光点点闪烁。盛琦眨着眼轻声说：妈妈好漂亮。盛寒重重点头附和：穿什么都好好看。盛星没说话，白里透红的小脸蛋直愣愣地看着女孩，一脸花痴样，水润润的小嘴巴疑似有透明液体流出。女孩歪头看着他，小家伙动了，红着脸上前小手轻轻抱住了女孩细白的大腿，小脸粉嫩的像抹了粉，2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这样仰头看着女孩和她贴贴。女孩伸出节育般的右手遏制住了星星的下巴，包子脸鼓鼓的，软黏的脸颊一下陷下去了，那凉凉的触感，女孩嫌弃的一出声，一手从包里翻出纸巾，张开大大的盖住了她的脸，帮她擦拭着口水。小孩抱着女孩的大腿不松，昂着头长长的睫毛的眨了眨，乖乖被女孩摧残式擦脸。你们看，星星的妈妈来了。小胖同学的小肉手指着女孩，好漂亮啊。有些被吸引住的小孩频频回头盯着，家长拉都拉不住，她妈妈真美。女孩看着周围围了几个参差不齐的小朋友，叽叽喳喳的看着她，当着当事人的面讨论她好看。盛星从女孩的美貌中清醒过来，单手抱着女孩的大腿，转过身看着小同学，软乎乎的宣布：是我的。3个小娃围着女孩宣誓主权。女孩对着其他小朋友笑了笑，拉开盛星的小手牵着她，不让她抱着自己的大腿。快跟同学说再见，我们要回去了。3兄弟敷衍的跟同学招了招手。盛琦拉着女孩往外走了，盛寒在后面紧跟着，几人上了保姆车。3个小孩贴着女孩，他带他们去了上次的游戏城，还给他们买了一堆游戏币，一人一个小篮子。电玩城内充满了孩子们的激动声和机器的硬币的清脆悦耳的响声，各种游戏机发出的五彩斑斓的光线交织在一起。他们3个在玩，女孩就坐在边上看，玩一下还要看一下女孩在不在，看到妈妈在身边就很安心。兄弟几个也打开新世界大门一样，玩着游戏带给他们的乐趣。女孩在他们边上看到感兴趣的，她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玩。游戏太多了，这个娃要玩这个，那个娃要玩那个，3个人玩的都不同。女孩就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稍微有点不注意，娃就急了。盛星看到妈妈跟哥哥一直在玩钓鱼小游戏，他急了，还想玩这个挖掘机的游戏，但是又想从女孩身上要点注意力，一会儿开着挖掘机，一会儿又往女孩那边看。等到这局结束以后，他下来就蹭蹭蹭跑到女孩身边，摸着女孩的大腿，一边喊着妈妈。但是女孩正在跟2个哥哥钓鱼吃金币，头都没回嗯了一声。盛星急急的喊着妈妈，摇晃着她。女孩敷衍的回应，让星星都有点带着软乎乎的哭腔了。妈妈，妈妈。女孩被他拉着低下头，怎么了？
他着急的撅着嘴要亲女孩，亲3，亲一口。啊！女孩愣愣的被他拉着，星星没亲到，有点剁了，皱着鼻子，撅着嘴，身体小幅度的蹦蹦跳跳，一直拉着女孩的手弯下腰来。女孩跟他亲了一口，小崽子一下安静了，恢复了那蠢萌的表情，然后又开开心心的玩他的游戏去了。女孩睁着迷惑的双眼，歪头就是一个大写的问号。盛兴那边又开着他的挖掘机挖土去了，当中还有好几个小朋友，男孩女孩都有，都在开这个。女孩这边带着2个哥哥，把这局完了以后就去找星星了。3个人站在圈外看着他熟练的挖土，挖了一个大坑，没啥作用，但是他开心的不行。女孩看着小儿子，你好熟练。盛兴对着女孩抬起傲娇的小下巴，一边控制着方向，等我铲完就来陪你。另一边同赛车区，2名青年往女孩方向互相推脱着，你去，我不去，万一那2个是他儿子怎么办？另一个青年在女孩后面抬起头，上下左右的去瞄女孩洁白的手，确定之后跟一旁的人回复，没有戒指，说不定跟我们一样带侄子或者弟弟来玩的。少年不好意思，我不去。他朋友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啧了一声，你这人能有女朋友也是烧了高香了。看到一旁在玩赛车的侄子，潇潇，你去。刚好赛车结束，他凑到小孩耳边说，你看前面那个漂亮姐姐，你去问问，你问姐姐有没有男朋友。小朋友点点头，立马就往女孩那边跑，被人拉了回来。等等，我还没说完呢。他掏出一个手机2维码，姐姐要是说没有，你就让姐姐扫这个码，说我哥哥想认识姐姐，要是姐姐说有，你就说谢谢姐姐，你好漂亮，然后赶紧回来，知道吗？小孩眼里清澈无比，点点头，好，我等会还想玩车，买，你哥马上就去买币。小朋友眼睛转了一圈，咧着笑，转身就往女孩那边跑，一点也不害羞，直接跑到女孩面前，昂头看着这个漂亮姐姐，姐姐，你有男朋友吗？手上还拿着手机，屏幕上亮白的2维码非常显眼。我哥哥说你可以扫一下这个吗？举着手上的微信2维码递给女孩。盛琦站在女孩面前，盛寒拦在小朋友面前。2兄弟冷冷的声音响起，不可以，她是我妈妈。谢谢姐姐，你好漂亮。小男孩眨了眨眼，对着女孩夸了一句，又跑了。整个过程来回不到30秒。2个青年非常震惊，这么快？小男孩是跑到女孩面前说的，他们在后面只看得到女孩纤瘦的背影。这才几秒钟，那个姐姐的小孩说不可以，漂亮姐姐是他们的妈妈。小孩伸手，哥哥，我的币。少年给他，跟小孩一手交币，一手交手机。2少年对视一眼，耸耸肩，来吧，再玩几局。这边的女孩呵呵笑了笑，这情况谁会不开心呢？盛兴看到了这一幕，还没玩完他就解开小黄色安全帽下来了，跟管理人员说不玩了，跑到女孩面前霸道问，刚刚是谁？他看到其他小朋友来跟女孩说话，还拿着2维码，别以为他不知道，他现在对这些可熟悉了。大哥盛寒说，那个小孩要妈妈的微信。二哥盛琦说，妈妈没有给。盛兴乃声质问，你有3个小孩还不够吗？女孩撅着嘴，我不是够了，我是够的了。脑海中突然想到盛旺说的，记住在我回来之前不能让夫人出去。这语气怎么跟盛旺一样？女孩立马不高兴了，双手交叉抱着手臂，跟3个小朋友软乎乎的对抗。而且我这么好看，有很多小朋友喜欢我也是正常的。3个娃睁着大眼睛愣了一下，3人看到妈妈娇软的样子，心里也可软了，都愿意哄着她。盛琦仰着头，伸出手摇了摇女孩的裙摆，妈妈，我们很听话的。盛寒也同款润着水眸，在另一边摇着女孩，而且我们还很厉害，我会拿全勤的小红花，我还会保护你。女孩心里甜滋滋的，心里有一种幸福感觉在心脏蔓延，努力压着嘴角的笑，看向没说话的盛兴。一个大美人和一个小奶娃的对视，盛兴看2位哥哥都表态了，他上前抱着女孩的大腿跪了下来。这一瞬间，女孩僵了，妈了，愣了。她说，我会给你洗衣服、做饭、洗碗，也会好好听话，拿小红花保护你，求求你不要我们也不要喜欢其他的小孩。女孩已经能接收到周围的死亡视线了，她的大脑一时死机，无法转动。2个哥哥蒙着大眼，愣愣地看着弟弟的操作。星星那么受女孩子的欢迎，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为了妈妈，一同跪下了。3双眼泪婆娑地看着女孩。周围议论的声音传来，妈妈，小朋友为什么跪下来了？小一点的小女孩接话，漂亮后妈，其实她是想说恶毒后妈的，就像白雪公主里面的母后一样。可是这个后妈很好看耶。女孩脑子里只有2个字，盛旺，救我。旁边一大妈过来拉着3个小孩起来，小姑娘，小孩子就是爱玩，我孙子也是，就喜欢玩这个。小孩子嘛，多玩玩也没坏处，几个币而已，没必要这样对孩子。女孩不知道怎么走出游戏城的，神情恍惚的坐在一家餐馆外面。2个哥哥去前台拿号了，女孩被他们带着，等叫号排队吃饭。3个小孩还围在女孩身边，
这个亲一口他，那个亲一口他，小手还搂着女孩的腰，贴贴，在她身上占尽便宜。女孩坐在那任由他们摆布，不敢动，谁敢动？吃完的回去的母子4人，第一时间就是找盛旺的身影，两边都有人要吐槽。一回到家门口，女孩就喊着男人的名字，盛旺，盛旺。小孩也在喊着爸爸，爸爸。只有佣人的回应，太太，3位小少爷，先生还没回来呢。女孩娇哼了一声，气鼓鼓的上楼。3个小孩跟在她身后，小手手揣在面前，小脸皱皱巴巴的对着女孩喊，外面的小孩都是骗人的，就是看你漂亮听话，把你拐走去做他们的妈妈，到时候会让你做家务，扫地做饭洗衣服伺候他们，还不可以去买衣服去做漂亮的指甲了。你就在我们家里好好吃饭，买裙子买皇冠做公主，然后每天给我们一个亲亲，放学接我们回家，晚上陪我们睡觉就可以了呀。他们在 CPU 我。女孩回头反击，我没有，我不会被骗，小孩子才会。他们还继续说，你也不能骗其他小孩，那是不行的，不允许的，家里已经有3个小孩给你骗了。女孩急需发泄，跑到房间关门，对着狗狗抱枕就是一顿乱揍，出气还不够，掏出手机给盛旺发了信息，按着讲话发了一条语音，可怜兮兮的语气，盛旺，你快回来。在回家路上的盛总同时收到了老婆儿子的信息，毫不犹豫点开置顶老婆，聊天背影也是女孩的照片，听着那甜腻的声音，嘴角掩饰不住的勾起。我马上就到了，怎么了？小孩欺负我？女孩这次回复的很快，怎么会？盛旺不信，但是老婆的话也不敢不听。你快回来！女孩闷闷的声音传来。盛旺就这样跟女孩一来一回的聊着，完全没去听儿子的语音。那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安慰着女孩，老婆，我马上000。儿子的通话打断了他，他抿了抿薄唇，按了句接，声音恢复平时的清冷，马上就到了。然后又点开女孩的对话框，怎么也酝酿不出刚刚的情感了，发了个信息，到家了。女孩光子脚就想跑出去，出了卧室的门又跑回来，穿了毛茸茸的拖鞋，嘴里小声碎碎念，要是被盛旺看到我不穿鞋，又要骂我了。盛旺刚进门就收到老婆儿子的关爱，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双重爱意。双腿被小孩抱着，他手上抱着一个香软，他的嘴角再次上扬。管家在旁边第一次看到先生弯成月牙的双眼，他动了动脚，小孩自觉让开。盛旺拥着女孩坐下，开始评判了。小孩开口，男人伸出手打住，妈妈先说。女孩坐在盛旺右边，跟他描述了今晚带他们出去的情况。盛旺认真听着，蹙着眉，仔细品了一下，还没听出哪里有问题。他浅浅吸了一口气，看向小孩，你们说。3个小孩比女孩会表达的多了，盛清更是绘声绘色的拉着哥哥描述扮演了今天下午的事情，从他们去玩到小孩找他要微信，然后母子开始争论，表达能力杠杠的。女孩在一旁看着都愣愣的，眼神中透着惊愕和一丝迷茫，一时间无法言语。小孩说女孩爱着他们，还爱其他小朋友。女孩说仔不让她社交。双方各执一词，来个开头结尾全靠自己编。盛旺扭头打量着女孩，你穿着身衣服出去的吗？露肩又露腿。女孩挺直腰杆的回复，对啊。男人的心提起，看着她嘟起的小嘴，想训斥的话在嘴边转了又转，声音带着无奈和叹息，你很漂亮。盛旺心里回房间再收拾她，话又转向小孩，妈妈带你们出去玩，就更要听妈妈的话，还有她晚上是要跟我一起睡觉的，不是陪你们。女孩刚偷偷笑了没几秒，盛旺就对她说，妈妈没加别人的微信，奖励一个亲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着3个娃的面亲了她一口。3个仔半张着嘴，睁着溜圆的眼睛愣愣的看着眼前这一幕。女孩看着委屈的娃，她保证，我不会跟别的小朋友走的，我有3个最可爱最帅最棒的小孩了，别的小孩再可爱我都不爱。盛琪稚嫩的小声音，真的吗？女孩点头。盛星朝着她过来，撅着嘴，那亲亲一口，盛星不知道触发了什么开关一样，一个比一个还黏女孩。女孩也上前想跟他们亲亲，小孩被盛旺伸手拦住了。几人看了他一眼，3个小孩一同推开了他的手。女孩抱着一个个给了脸颊吻，这件事才平息下来。身心俱疲的女孩洗完澡躺在床上了，盛旺站在门口让小孩自己去睡，转身就把门关上。被蹭蹭的女孩睁开眼，看到盛旺在她身上，她邀请，上来吧老公。这句把盛旺喊得兴奋不已，这么主动。掀开被窝进去，刚进去就被女孩抱住了近腰，他一愣，又激动又惊奇，很好，今天就让老婆主动好了。男人等待着女孩下一步动作。1分钟过去了，还没动。盛旺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女人，闭住眼了。女孩的脸靠在他的胸膛上，小手摸着他的腹肌，已经成习惯的睡觉姿势了。察觉到盛旺的小动作，女孩捏了一把他的腹肌，喃喃细语，不要动了，我好困。男人嘶了一声，抓着女孩乱动的手，眸光深幽。他搂住她，漆黑的眸子蕴着情动，看着女人沉睡的睡颜，
努力克制着刚刚升起的欲念，掌心渐渐收紧，下巴抵在女孩头上，深吸着女人的香气，低头在柔软的唇瓣上重重亲了一口，身体渐渐放松，今晚抱着老婆睡觉。入睡前，盛旺在想那3个小崽子这么折磨他老婆，把他搞得都没精神了。他带小孩那么累，可是他明天还要上班怎么办？于是盛总灵光一闪，明天带小孩去上班。黑暗中的他望着天花板，认真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决定了。问题解决了之后，终于可以安心的抱着老婆入睡了。隔天一早，小孩还没醒，盛旺给他们叫醒了，一个个猛猛的穿着卡通小睡衣起来。盛兴皱着小脸，走路都还踉踉跄跄，眯着眼睛看着盛旺，非常奶糊。爸爸妈妈说周末可以睡晚一点。盛旺听不见似的拎着3个娃一起去洗漱，方便快速。3个娃站在大大的儿童洗脸池面前，迷糊又听话的各自刷着牙，刷完牙洗脸，星星肉肉的下巴上还有白色的牙膏泡沫。站在他旁边的盛琪看到弟弟关了水龙头就结束了，他又重新洗了洗他的洗脸帕，一只手放在星星的后脑勺，一只手拿着洗脸帕帮盛星擦脸。盛星身体摇晃了一下，举着双手，见哥哥给自己洗脸又不动了，乖乖站着。好了吗哥哥？盛琪给他全脸仔仔细细擦了个遍，稚气教导，洗脸要擦干净，知道吗？盛星昂着头被盛琪擦着脖子，知道惹。盛寒等2个弟弟洗好以后，收拾了一下桌面，把洗手盆周围的水渍擦得干干净净。走吧，爸爸在等我们。下了楼，盛旺叫他们吃早饭。3个娃坐在空荡荡大厅的椅子上吃着早餐。盛寒问盛旺，爸爸，我们要去哪里吗？盛旺，上班。2个哥哥面面相觑。星星在大口吃着三明治，转溜着眼睛不谙世事。盛琪，我们也要去上班吗？盛旺，盛星鼓着嘴，嘴里的三明治都没嚼下去。可是我们不会。盛旺，我会找人教你们。盛琪，我们今天要陪妈妈。星星附和着哥哥的话，对呀，他起来看不到我们怎么办？男人口吻严峻，说话威严。昨天口口声声说要给他买裙子买皇冠的，忘了吗？既然想照顾他，买礼物送给他，就要自己赚钱。我送给他的礼物都是我自己赚钱买的。3个小孩愣愣的，爸爸好像没说错。盛寒回过神，哦了一声，知道了。盛琪想到盛星送给女孩的皇冠，妈妈好像很喜欢，他要赚钱买裙子给妈妈。他点点头表示同意。盛星想了想说，爸爸，我们可以去捡垃圾。盛旺眉心一跳，盛星继续说，那个瓶子可以卖钱。他有次放学路上在车里看到季怀义在路边捡垃圾，然后早上上学就跑去跟他说，他看到他在捡垃圾了。季怀义推了星星一把，说不关你的事。迷糊心不找到解惑答案，脑子里就一直有个问号，然后一直问他，烦他。季怀义无奈的说要拿去卖钱，然后星星就把吃完的垃圾都给他，他又生气了。后面才知道只有瓶子可以卖钱，可是学校里的小朋友都有自己杯子，没有瓶子，他不能去外面捡。就在学校里观察，看到有个小朋友带了一个娃哈哈牛奶，喝完就丢掉了瓶子，他看到立马过去捡起来，偷偷摸摸拿到季怀义藏好的黑色垃圾袋里面。盛星看着攒起来的瓶子，很满意的离开。盛旺蹙着眉，揉了揉眉心，明明3个娃是一起上学，一起报的课外班，接受同等的教育，他的脑子到底长了什么？智慧树没在他脑子里发芽吗？我用不着去捡瓶子卖钱。他敲了敲桌子，吃完就走吧。小奶娃，好。3个娃被盛旺带到了公司。男人清俊挺拔的身姿，有股高贵的气质，走路带着优雅沉稳的气息。后面跟了3个缩小版，整整齐齐的穿着淡墨绿的小衬衫，还系了小领带，黑色的9分裤，白色小白鞋，还背着3个黑色小书包。第一个端正冷静，第2个内敛坚定，第3个吸着旺仔牛奶。盛旺带着他们进了大厦。前台2位妹妹老远看到这一幕就站起来了。盛总好。盛旺淡淡的点了点头。前台妹妹直盯着盛总后面3个小可爱，太可爱了吧。盛旺站在门禁口，看着电子屏幕，刷脸进去。盛星回头看了看前台2位姐姐，一只手拿着牛奶，一只伸出小手白白，然后跟着进去了。这个回头可把2位前台妹妹激动坏了，太可爱了吧。盛旺余光瞟了一眼，星星，你的牛奶还没喝完吗？星星吸完最后一口奶，晃了晃，喝完了，然后走到垃圾桶前面丢了进去。今天这个阵仗可吸引了不少员工频频侧目。盛总带小孩来公司了。今天公司都在疯转，今天的盛总少了点锐利的寒光，多了点忧郁和无奈。哈哈哈哈哈！在外冷酷无情的霸总也要带小孩啊，一觉睡到自然醒的女孩。周末难得没被3个小子来打扰，一般周末的时候等盛旺走了，他们就偷偷来女孩房间，挤在她床上睡。今天好像有点安静，这个感觉让女孩清醒了不少。没洗漱就出去了，在他们待过的房间一一打开，一个都没看到。她愣了一下，刚好路过的佣人看到了穿着睡衣的女孩。太太，小少爷被先生带去上班了，
听到声音的女孩从恍惚中反应过来，迷迷糊糊啊，上班上什么班？早上先生说要带3位小少爷去上班，让您在家里好好休息。女孩懵懵懂懂的哦了一声，回到房间，手机上有盛旺发来的信息：盛旺，儿子在我这里，你在家好好休息。配图：盛旺的视觉下拍的，3个穿的板正的小萌娃手拉着手在电梯里，图片还有一小部分是男人笔直的西装裤、大长腿。女孩给他回了个信息：好的，盛总，晚点去找你们。盛旺带着他们进了总裁办公室，让他们坐一下，然后自己就坐在老板椅上开始今天的工作。小朋友们听话，乖乖坐在黑色沙发上。等了10几分钟，爸爸还在敲电脑，没有安排工作。3小只排排站在盛旺办公桌面前，盛旺抬了抬视线，小娃开始软绵绵询问：爸爸，我们要干什么？男人修长的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这些节奏像是在思考。他在桌上翻找了什么文件，在一摞草稿里面翻了翻，都是没通过的废稿。拿了笔和2份稿，走到一玻璃桌面前。小孩跟随着盛旺的动作移动，他拿了一份英文报价单和空白 A4 纸递给盛涵。盛涵把这个翻译出来，有什么问题或者哪里不对，你可以圈出来。盛涵双手接过，看着一篇都是英文单词文件，重重的点了点头，又拿了一张空白 A4 和一张设计稿给盛琦。盛琦画这个，这里有很多裙子和珠宝，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画出来。齐宝宝歪了歪头，慢悠悠道：可以送给妈妈。男人点了点下对，可以自己设计一条裙子送给她。盛琦看着白纸开心的笑了笑，好。盛欣看着哥哥都有工作了，他蠢蠢欲动，上前走到盛旺面前，等着爸爸布置任务，双眼里透露着清澈的愚蠢。盛旺看着自己的小儿子，眼神深邃专注，伴随着深入的思考，眉头逐渐紧锁。四目相对，盛旺问他：你有什么想干的吗？他要说去捡瓶子，会不会被打？星星努了努嘴巴，扭扭捏捏，爸爸说。盛旺沉默了一下，张了张嘴，最后叫了王默进来。你带他们仨找个空的地方坐，看看有什么事情盛欣能做的，给他。王默反应好像很大，整个脸部表情都在抽动。啊！盛旺眉头轻挑，一双如幽潭般的眸子微微眯起，蕴含着不易察觉的冰冷气息。OK， 王默立马比出一个 OK 手势，带着3个小少爷就出去，临走还保证一定好好照顾3位小少爷。礼貌微笑，弯腰点头，带上门出去了。盛旺坐下后背靠在背椅上，神情悠然自得，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放松和平静。王默带着3个小奶娃去了娱乐室，里面装饰舒适，大家中午都会在这休闲喝茶。合适小孩子在这玩，3位小少爷，你们就在这办公吧，刚好还有小桌子。盛涵盛气没问题，诺诺的说了句好，就自己去找位置坐下了。盛欣眼巴巴的仰头看着王默，那模样，他一个大男人看了都想抱着亲2口。王默弯腰温柔的问盛欣：小少爷想做什么？盛欣不敢跟盛旺说去捡瓶子，对王默他不怕。然后小奶娃在王默耳边软软糯糯的说捡瓶子。王默满脸震惊，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大，仿佛听到了什么世界上最震惊的消息，一整个愣住，难以置信，我的少爷要去捡瓶子。他还是不可思议的对着小少爷问了一句：你认真的吗？面前的小孩双手放在胸前抠抠手指头，大眼睛虚心的瞥了一眼王默，羞羞的点了点头。他大受震撼，跟他说给他做别的，盛欣都没耐心，最后给他拿了一个印了公司 logo 的手提袋给盛欣。